当我把眼角膜捐给眼瞎的女友后，他不但不感激，还说我是个败类，要和我分手，连他妈都说我瞎了一只眼，配不上他女儿，就连旁边医生都怜悯地看着我，痛，太痛了！失魂落魄的我办理出院手续，当回到家走到镜子前，看着镜子里右眼带着纱布的自己，更是觉得自己像是个小丑，愤恨地撤下纱布，结果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右眼压根没有失明，单眼视角和双眼视角是明显不同，我也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右眼的自在。不信邪地闭上了左眼，我依旧能清晰地看见镜子里的自己，但同时我眼前突然出现了一行小字：物品单面镜劣质，出产日期2013年4月9日，特殊属性无，收藏价值7元。这是怎么了？我是撞坏脑袋出现幻觉？我使劲闭了闭眼睛，过了半晌才睁开，物品上的字幕仍然没有消失。再向周围其他的物品看去，反正视线中所有物品，只要我右眼注视超过3秒，那物品上便会显示这些资料。我可以肯定，自己的精神绝对没有问题，眼前的一切都不是幻觉，而是真实存在的。那唯一的可能就是我失去眼角膜的右眼发生了变异。兴奋了一会后，我冷静了下来，主要是这金手指我暂时没有想好该怎么用。要说现在我最想要什么，那肯定是钱。说到底，前女友要和自己分手，其实不还是嫌弃我没钱吗？那个女人想要倒贴的富二代，身家也不过几千万上下，还是他老子的钱。我现在想赚到比那个富二代更多的钱，让那个女人后悔一辈子。要是有可能，再把我的眼角膜给要回来。哪怕我现在要来也没什么用，我可以不要，你不能白拿。想起那个女人我就生气，加上还想要实验一下自己右眼的妙，我换了一身衣服，便又出了家门，在街上漫无目的的游荡。随后不知不觉的就走到了古玩一条街，我随意走进一家看起来古香古色的古玩店，店老板看我一眼，见不像是个有钱的买主，就有气无力的打招呼：先生想买点什么？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来这地方。便有些底气不足的说：我随便看看。店家白我一眼，倒也没说什么，任由我在店里看来看去。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我的心里早就已经乐开花了，因为我发现这家店内展示的所有物品的价值都在我的右眼视角下一清二楚。那一个个漂浮的光标，清楚地显示着这些文物的年代和价值。物品：仿明雕龙纹青白玉笔，合格，出产日期2021年9月23日，特殊属性无，收藏价值200。我打眼看过去，一屋子的文物，合着没有一件是价值超过1000的真物。但是看着货架上标注的价格，这个30万，那个50万的，但在我的眼里，这些东西的价值还没有盛放这些东西的木架子值钱。至少右眼给出的评价是，这些木架子全都是产自民国时期，每一套都价值10万多。我有些小失望，得到这个眼镜，我第一想法就是来古董店淘宝，不总是有新闻某某某捡漏低价买了个稀世珍宝，一夜暴富吗？可结果现在看下来，全特么是假的，一件真的都没有，这让我想捡漏都没机会。突然我看到了摆放在角落里的一堆钱币，古董店里的钱币当然不可能是钢宝，而是古钱币，且还不是常见的圆孔铜钱，而是刀币。顾名思义，其状如刀，通体青铜打造，因为年代久远，只在春秋战国时期留存，因此影视剧中都很少出现。这些刀币当然也是假的，全都是打造出来然后做就成现在模样。但我之所以一眼注意到了这堆钱币，是因为我在这一堆假刀币中看到了一枚与众不同的刀币。物品：金错刀母钱，魔锁，出产日期公元11年，特殊属性无，收藏价值30万。瞬间，我的心脏不由自主的猛烈跳动起来。我知道这枚金错刀母钱便是我心心念念的大漏，原因很简单，门口那一箱子刀币压根就不是卖点。我亲眼看着一个老外进店里花了6万块的价格买了一个经过右眼鉴定收藏价值只有2000块的现代工艺品，然后那店家就随手从那箱子里抓了一把刀币当做赠品送了出去，价格自然高不到哪里去。不过本着谨慎的心思，我还是用手机查了一下这个金错刀母钱，确认之后这才凑到柜台，漫不经心的说道：你这一单不少挣啊，一个仿清乾隆黄彩云纹碗能卖这么多，也不怕人家找你算账。那店家抬眼看了我一眼，今儿坑了一傻老外开了一单，这一单就够他吃半个月了，因此心情很好，也打趣道：行啊，听你这意思，我这店里东西是真是假你全都看出来了，怎么样，看上哪个了？我便宜点卖你。我没接话茬，而是指着门口的刀币箱子说道：我看上那个了。店家夸张的一拍手说道：哎呦，还真是行家，这都让你看出来了。那一箱子刀币，那可都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一般不识货的，我还真舍不得出手。这样看你是个明白人，1万块一枚，无论品相，随你挑。听到老板并不知道那枚金错刀母钱是真的，我这才松了口气，随后说道：怎么1万1枚？你当这刀币是真的？我直接笑道：行，那我这就打电话报警。春秋战国的刀币那可不叫古董，全是文物了，我看这一箱子应该够你在里面住个4、5年。这是刚刚我用手机查到的，刀币这种只在春秋战国时期留存的金属货币，是属于完全不可交易和私人收藏的古董文物。当然了，这家古董店这些现代工业做就的残次品肯定算不上，自然也不用判刑。店家属于是有早没早打3竿子的意思，想着说不定我真是个二傻子，结果看我把手机都掏出来，急忙按下，无奈的说道：哎呦，小兄弟，你看你怎么就不经斗呢？你就明说了吧，你进我店里也看了半天了，最后就盯上那一箱铜钱，难道那些铜钱里有什么大货？这话是疑问，却也是试探。捡漏的传闻，只要是在古董行当里混的，肯定没少听过，甚至亲身经历过。说话的时候，那店家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就是要看看我是不是真的看出来了什么。我心中紧张，脸上却肯定不能显露分毫的说道：算了，那我就直说了，我要送礼。你店里这些瓶瓶罐罐的都太假，就那些刀币还算是有点意思，你开个10成价，再送我2个上档次点的礼盒，
大小你不也是生意吗？那店家有些狐疑的看着我，俩人就这么尴尬的对视了有个4、5秒，老板才开口说道：“行，5000，那一箱子你都拿走，5000，你咋不去抢？你这东西去义乌我都论斤买的。”我气得差点没直接张口骂人，却不料那店家只是冷笑一声说道：“行了，小子，刚入行吧，那点小把戏就别跟我演了。你肯定是看中那箱子里有什么宝贝。我虽然不知道是什么，5000块，那也算是你小子捡的大漏。对，这话一出，我就知道自己早就漏了气了。没办法，我何止是刚入行，我压根就没入过血，就这点小手段。”还是我看小说学来的，并不高明。能在这里开店的人，一个个都和人精似的，看出来我的小心思一点都不难。事已至此，我也就不装了，索性直接摊牌了，说道：“那你都知道我看见宝贝，还开什么价呀？把东西收好，自己挨个找不好吗？”那店家又是不屑一笑，说道：“那堆东西我收回来的时候就已经看过，我压根就没见着值钱的东西。我现在出这个价，就是要看看你小子眼力难道还能比我强？”我凑过去说道：“那我眼力要是真比你强呢？小子，你不用激我，5000块，我不管有没有真货，就是这个价。”店家也是个妙人，他明显是不信我眼力真能比他好，但是又好奇，他都没看出来的东西，我一个毛头小子还能看出来。5000块是个合理的数，真要是有宝贝，他也能不心疼，还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我也不墨迹，直接手机转账了5000块，这钱基本上是我最后的积蓄。原本工作这些年省吃俭用省下来的结婚钱，全都用在给前女友的眼角膜移植手术上去。转完钱，我就在那店老板一脸看笑话的眼神里走到那一箱子假刀币，挑出了那唯一一枚金错刀母钱，放到柜台上，大大方方的给那店掌柜看。然后就见那掌柜不屑的看了第一眼，凝重的看了第2眼，随后瞪大着眼睛，拿出了一副白手套和放大镜凑了过去。金错刀母钱，这是金错刀母钱，材质、铭文全都对上了。哎呦，我当时怎么就眼瞎了呢？差不多过了能有2、3分钟，那店老板的才喊出了声。我看对方激动的模样，急忙把那枚价值不菲的刀钱拿起来，说道：“行了，你看也看了，差不多了。”说着，我转身就想走，然后就听见后面店家的喊声：“等一下！”我警惕地看着那古董店老板，怀疑对方是不是打算不认账，开口说道：“钱都说好了，5000块也给你转过去了，你再反悔也没用，我随时可以报警。”店家从柜台里走了出来，满脸笑容地说道：“小伙子，你误会了，钱货两清，无论是走眼了还是打眼了，那都得，这是行里的规矩，我肯定不能破了。那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解地看着对方，随后就见那店家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笑着说道：“我叫郑伯厚，在这行里也算是有几分薄面，小兄弟要是赏脸，交个朋友如何？只要不是反悔，什么都好说。”我接过名片，而后就听他开口说道：“小兄弟，你能不能和我说说，你这就是扫了一眼，是怎么在这里面发现有这么一枚金错刀母钱？我刚刚可看你半天了，就那么扫了一眼就盯上了，这可不是什么运气识人。”这话我当然不可能实话实说，只是故作高深的笑了笑，说道：“眼力这东西不都是天生的，这有什么好说的？鉴定古董这事，其实也是讲究传承的。”他也只以为我是家学渊源，因此也没多问，而是直接开口说出了自己的需求：“小兄弟，我也不跟你绕门子了，你这眼力我是真服了，就是不知道有件东西，你能不能帮我长长眼？”说着，似乎是怕我拒绝，他又开口说道：“当然这是肯定也不能让小兄弟白忙。我和小兄弟你投缘，你拿了这金错刀母钱肯定也要出手，不如直接卖给我，这东西我喜欢得紧。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差不多30万上下，我直接给你50万。50万！”听见这个数字，我的呼吸都下意识的急促了几分。我知道他给的是行价，右眼鉴定出的收藏价值就是30万，这多出来的20万毫无疑问便是他给的好处，目的就如他所说，想让我帮着给他长个眼，这我能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二话不说答应了下来。结果我一开口，他竟然比我还兴奋几分的样子，问了我的卡号，二话不说就把钱给我打了过去。我看着手机上银行发过来的收款短信，眼睛都要直了，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没办法，真是穷怕了。说句没出息的话，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要是我早有这50万，那前女友还会这么绝情，骗了我一只眼睛的视角膜，然后就和我分手。郑老板大气，钱我收了，东西在哪？我这就帮你看看。我心里还想着呢，有这只个眼睛，满大街找古董捡漏有点麻烦。这帮人鉴定东西真假，那可真是看一眼的事。真要是人人都像郑伯厚这么大，那我才真叫发达了。却不料郑伯厚又是笑了笑说道：“小兄弟别急，东西还没到，可能还要个1、2天。这样，咱们留个联系方式，到时候我联系你，你看可好了？收了人家50万，拿人家手短，我当然没意见。”连连点头，随后欢天喜地的走了出去。出门第一件事就是去银行再次确认卡里余额后，我这才算是放宽了心。本想回家吃顿好的庆祝一下，但是鬼使神差的又去了一趟书店，买了一大堆的关于古董的书籍才回家。到租住的小屋，这都已经是晚上了，累了一天，刚想休息一会儿，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没在意的拿起来一看，随后惊讶的发现给我打来电话的竟然是前女友。我今天白天想要打电话质问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了，这让憋了一肚子火的我想要找他都找不到，怎么这回突然又给我打过来了？犹豫了一会儿，我还是接听了电话，还不等我质问今天发生的事情，对面却劈头盖脸来了一句：“陈松，你哪来的50万？”我愣住了，随后才意识到我和前女友之前的短信消息是绑定的，我能接收的短信对方同样也能接收到。电话那头也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就听见白露开口说道：“白天的事是我不对，但我其实也有补偿。你要是早说你还有50万，我可以同意复合。”白露的语气不见丝毫愧疚，甚至有些高傲，好像和我复合是给我莫大的恩赐。我听到这里，二话不说直接挂断了电话，然后拉黑了这个号码。这一瞬间，我只觉得自己以前是真的瞎了眼。白露的事情没有被我太放在心上，本想安稳一觉睡到天亮，结果却又一次被手机铃声吵醒，竟然是自己的上司周扒皮的电话。陈松，昨天为什么没来上班？周扒皮那令人厌恶的声音直接让我的睡意消散大半。
清醒了一下后皱眉道：“周经理，我和人事请过假了，别和我说那些没用的。你说请假就请假呀，我告诉你，你这个月工资扣一半。”话音落下，电话便被挂断。我愣了好一会，这才嘴里骂了一句：“要是以前的我还真不敢惹这个周扒皮，心里再多怨气也只能忍着。毕竟这年头工作确实也不好找。可现在我有了这个鉴定一切的右眼，以及已经实打实入账的50万，这破工作谁爱干谁干，那我还怕他干什么？我要去把辞职书扔到他脸上，好好解解气。”想到这里，我彻底不困了，立马穿衣服洗漱，然后十分奢侈的放弃了挤地铁，直接打了一辆车去公司。车上因为恰好赶上一个红灯，在一个老旧的棚户区停留了一队。我看向窗外的目光在一栋居民楼上停留了超过5秒，随后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右眼竟然对这个建筑物也能生效，且不知道是不是物品特殊，眼睛给出的鉴定也和看小型物件不同。物品：蓝港一区，出产日期1992年3月4日，特殊属性当前价值每平米7天2。注：2个月后将因城镇旧城区改造计划拆迁，官方拆迁信息将7天后发布。于是我心中又浮现出一个新的想法。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右眼竟然对建筑物也能生效，这一刻比我发现那金错刀母钱的时候还要兴奋。我查过我所在的冰场，拆迁补偿可是每平米足有3万块，而这里的房价竟然只有6、7千，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商机啊！可惜问题是我此时手上资金只有50万，满打满算也顶多只能买一套。好在我还有时间，根据右眼的鉴定，拆迁公告还要7天才会发布，到时候是小赚还是一波肥，全看我这7天能搞到多少钱了。我的思维打开了，不再仅仅是局限在古董上，我右眼的能力远不止如此，那自然赚钱的办法肯定也是要丰富许多。想着想着，出租车已经停到了公司楼下，熟练的刷卡进去。我进了办公室，周扒皮看见了推门而入的我，顿时脸上怒气一闪，喝道：“谁让你直接推门进来的？是不是不想干了？行啊，陈松是吧？我告诉你，你这个月的工资都别想领了。”我面无表情，直接一把将那封辞职信拍在他的脸上，用不着我不干了，把我工资结了，我现在就走。辞职信拍脸，他果然暴怒，拍着桌子站了起来。可是看到我那冷冽的眼神，以及那比他高了一个头的身材，气势突然弱了下去。当他是领导的时候，他能用工资和工作拿捏我，那现在我都不想干了，他又如何应对呢？但他还是个要面子的。此时办公室大门就这么开着，外面的人都在往里探头看热闹，他自然觉得丢脸，不想干了赶紧滚。但是工资1分没有，我冷眼盯着他，凭什么没有？这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重新掌控了局势，不屑地盯着我说道：“就凭我是你经理，我看你不爽怎么的？你还想打我？想肯定是想的，但是我还没那么傻，我也不在乎那1个月的工资，只是单纯的咽不下这口气。”盯着他看了几秒，果不其然，我的右眼连建筑物都能鉴定，当然也能鉴定人。物品：人类，周德胜，年龄59，状况：重病、肾虚、阳痿，梅毒，喜好：钱，女人，当前好感度50，当前心理活动。这小崽子还敢跟我斗，还想拿工资？呵呵，想得美！老子一会就用本该给你的工资去蓝天会所点2个嫩模好好去修，也不知道今天17号有没有空。我随后潸然一笑，大声说道：“行，我那1个月的工资不要了也行，就当是给你留着去会所。也不是我说你，周经理你可要注意身体啊，多去会所按按摩也是好事。”我就知道一个蓝天会所的17号技师手艺特别好，好像还有特殊服务呢。这一下他瞬间傻眼了，他一愣，去会所的念头是他刚刚想起来，结果竟然被我一语道破了，莫名的心一慌。他当然猜不到我能看透他刚刚的心思，只是还以为我是查过他，又或者碰巧碰上我，不敢再让我开口说话了，急忙冲上来想捂住我的嘴，顺便再把办公室的大门给关上。可结果我直接一把将他给推开了，还不等他发火，我又扯着嗓子故作夸张的语气喊道：“哎呦，经理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可别磕到碰到，你这有没有创可贴红药水什么的呀？”我直接开始在他的办公桌上开始翻找了起来。他此时脑子一片浆糊，压根不懂我这是在干嘛，直到看见我拿起另一个药瓶的时候，一张脸瞬间面无血色，想要阻止却依然来不及了，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拿起药瓶，装作端详的模样，大声念道：“4环阿奇霉素，主要用作治疗梅毒呀。”周经理，你还有梅毒呢？我每一句话都几乎是扯着嗓子喊出来的，声音保证能让办公室外面的人都能听到。梅毒这2个字一出，原本还窃窃私语的外面瞬间一片寂静。也就在这时，一道沉重的脚步声传了过来，一个身形十分有压迫感，看起来至少也有200斤的中年妇女走了进来。这人正是周扒皮的老婆。这将近200斤的中年妇女，父亲是这家公司的老总。周扒皮能做到这个位置，完全都是因为这个女人在背后撑腰。但是这个黄连对周扒皮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基本上家里的大小事情都被他拿捏，周扒皮还得看他脸色行事。要是让他知道了周扒皮做的那些事情，绝对不会放过他的。梅毒？什么梅毒？女人手里端着一个饭盒，疑惑地看了一眼瘫在地上的周扒皮。周扒皮看见自己的老婆来了后，当即就怂了，连忙解释道：“没什么，就是讨论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罢了。”我的嘴角泛起一丝笑意，意味深长地看着周扒皮。我伸出5根手指，微微笑了声：“5万，现在就转账。”周扒皮大声吼道：“什么？你怎么不去抢啊？”看见他这激动的样子，我轻笑了一声，转身对着黄连说道：“其实我们刚刚是在讨论周经理这身子的问题。”眼看着我要开口，周扒皮没办法，拿出手机立即给我转了5万，这比我的工资结算要多不少。听到手机进账的铃声，我立即就改口：“最近周经理这身子太虚弱，你得好好给他进补一下。”黄连听了后稍微理解的点了点头，虽然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但这个周扒皮
实在是太可恶，我可没打算放过他。对了，黄姐，你最好带周经理去皮肤外科检查一下，我刚刚看见他脖子有很多疹子。黄连一听，当即就转头看了看，因为是早期症状，不用心发现的话根本发现不了。但是现在黄连仔细看了一下，的确是有很多红疹啊，真的呀，这可要好好去检查一下了。哎呀，我刚刚查了一下，这病可能是梅毒啊。周经理，我都叫你不要多去那种地方了。黄姐，你不信的话，可以去问一下，顺便带他去检查一下身体。黄连越听越不对劲，立即拉着周扒皮去医院检查。看着周扒皮被黄连揪着耳朵走出办公室，实在是太解气了。我离开了公司，现在我没必要在这里上班了，只想着如何利用这只右眼报复。我走了2步手机就响了，接听后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小兄弟，是我，郑伯厚，您晚上有空吗？我这边举办了一个私人拍卖会，有几样东西需要您来长长眼。没问题，那你发个地址给我，今晚我就过去。我挂了电话后，马上就收到一个地址信息：君临酒店。这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消费的，听闻是专门为本市的富豪圈的人服务的，能到这里消费的全部都是非富即贵的成功人士。既然是来这种高级的地方，我也不能随便，连忙回家挑选了几件看得过去的衣服。日落黄昏，夜幕降临，我按照地址来到君临酒店大门口。第一次来这种高级的地方，心中不免有些激动，咽了口气，迈步走了进去。刚刚走进去，一道声音响起：小兄弟，您终于来了。郑伯厚带着一群西装革履的人士走了过来，我愣了下，连忙打招呼。郑伯厚上来就搭着我的肩膀，看似很熟一样，亲切地说道：兄弟，今晚就拜托你来帮我长长眼了。旁边一个穿着唐装的老者冷笑了一声：老郑啊，你不会是叫这小子来鉴定那几件宝贝吧？哈哈哈，你怎么能随便相信人呢？鉴宝可是要有很资深的阅历和经验，这小子看起来就20出头，懂个屁呀！我这边带来了一个鉴宝大师，赶紧把他赶出去吧，用不着。看来这群人都不相信我，这让郑伯厚感到有些难堪，他眼神阴沉下来，深深吸了口气。各位，这位小兄弟是个人才，我绝对不会看走眼的。虽然他是这么说，但是这些人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个唐装老者5步向前，走到我面前，鄙夷不屑地笑了几声。既然你这么相信他，让我来测试一下他。刚好我这边有个黄大师鉴定过的古物，看看他能不能看出来是什么。随着这唐装老者的话音落下，我神情漠然，微微笑了一声。既然各位对在下有质疑，那就来验证一下吧。我并不在乎这些，毕竟自己是收人钱财替人办事，我也只能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唐装老者从口袋中掏出一块玉佩，嘴角泛起笑意，说道：这玉佩是我在古斋堂淘到的宝贝，经过王成大师亲眼鉴定过的。这块玉佩看起来晶莹剔透，而且外部光滑，甚至没有一点杂质和瑕疵。紧接着递给我，你来鉴定一下。若是跟王成大师说的一样的话，那我就勉强认可你的实力。然而我却没有说什么，眯起双眼，只是看了2眼这块玉佩，顿时右眼就跳出来一行小字：物品高仿翡玉，出产日期2015年7月19日，特殊属性无，收藏价值300万。看到这行小字，我不禁露出一丝笑意，微微摇了摇头，表情看似特别轻浮一样，将这块玉佩递回去给他，说道：其实这块玉佩根本就不是什么古物，古玩街的地摊货，不过这种做工还是有点讲究的，值个300块左右吧。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基本上全部人都愣在原地，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他冷笑一声：你小子说什么？这些话就像是天方夜谭一般，让老者五腹大笑。啊哈哈，老郑啊，你带的这位小兄弟是真的有问题啊，这可是我从古斋堂用30万淘到的。王成大师说了，这个价值可是在100万左右。听到这里，我当即笑了起来。100万，这不笑死个人吗？抱歉，我过目的东西不会出错。如果你真的用30万淘到的话，恐怕是被人骗了。如果是上等的翡翠玉，是在高光下晶莹剔透，而且玉本来就是天然生成的物质，透光性特别好。尤其你说的上等玉，我们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真玉的透光性很好，更何况是上等玉，这些常识大家应该都知道对吧？随后我就将这块玉佩放在照明灯上，接下来众人的表情当场就愣住。只见这块玉佩在照明灯下暗淡无光，甚至直接遮挡了照明的光线，透光性特别差，几乎是把光都覆盖了一样。唐装老者瞪大着双眼，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他却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从口袋中掏出鉴定证书，的确是古董鉴定大师王成的亲眼鉴定，上面还有私人印章。王成大师可是本市最有名望的鉴定大师，他说的话就是权威，你这小屁还敢挑战人家的权威吗？我可笑的摇了摇头，抱歉，我只认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道理。他尽管说的天花乱坠，但事实摆在眼前的就只有这块不透光的高仿翡玉，他打死都不愿意相信自己花30万买了一块高仿翡玉，若是传出去的话，自己的颜脸是挂不住了。正当这时，放在照明灯上的玉佩瞬间炸裂，传来一阵声响，若是上等真玉是能耐高温的。可他脸红耳赤，混蛋！王成那家伙居然敢骗我！他面色愠怒，咬着牙齿就朝着外面的方向走了出去。唐老，您要去哪里啊？拍卖会准备开始了，我退出，我要去找王成那家伙算账。此刻不少人都对我刮目相看，而郑伯厚也放心下来。刚刚还在用质疑目光看着我的人，此刻全部都变脸了，一个个阿谀谄笑，全部都在讨好着我。我今晚过来完全是为郑伯厚服务的，所以对于这些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郑伯厚说道：拍卖会即将开始了，我们去2楼吧。很快我就跟着郑伯厚来到2楼的 VIP 座台，这里是观望拍卖会的最好角度，也是最尊贵的人士才有资格坐在这里的。我四周看了看，发现这样的 VIP 座台还有好几个，以圆形的排列。这些 VIP 座台的人都是经常拍卖会的重要人物，本市的4大家族蒋、柳、荣、云，这4大家族掌控着本市80%的经济命脉，所以自然也是最有钱的存在。不过他们日理万机，很少参加这种私人举办的拍卖会，除非是有他们很在意的东西。尤其是今晚4大家族全部都来齐了，注定是有一样东西是他们非常在意的。我瞥眼看到对面 VIP 座台上一位穿着龙袍唐装的老者，气宇轩昂，面色凝重，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不动如山的气质。而站在老者旁边的是一位
位身材极好的女子，穿着刺青旗袍，有种民国典雅女子的韵味。旁边的郑伯厚微微说道：“那边是四大家族的柳家，坐着的是柳家的家主柳天龙，旁边的是他宝贝孙女柳若男。其实我更加在意的是这个柳若男，我也见过不少美女，但是像这种端庄气质的还是第一次见。不能说是倾国倾城，但是最起码也是江南的一块美玉，值得欣赏一番。”郑伯厚似乎看出了我的小心思，等下我就带你去认识一下。我也只当是开玩笑的摇了摇头，端起半盏茶水抿了一口。毕竟我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今天来这里只不过是帮人办事，可不能跟这里的富豪富商相提并论了。这时全场的灯光一黑，一道亮光照射下方的舞台上。诸位麻烦静一静，现在我们拍卖几件具有收藏价值的古董，其中以诸位期待已久的镇山国画《春秋山河图》作为开场礼，以价高者得的方式率先竞拍。司仪的话音落下，全场的人都纷纷激动起来。这幅山河图的收藏价值可是事先就传开了的，所以今晚的拍卖会很多人都是瞄准这幅画而来的，尤其是四大家族，其中四大家族的柳家对此势在必得，所以下方的不少人都基本上是以一种围观的态度，毕竟谁都不愿意跟柳家抢这幅画。刚开始还有几位拖在嚷着嗓子，借此来烘托气氛。是这幅画吗？我转头问了下郑伯厚，他摇了摇头，他可不想得罪柳家，他的目标仅仅是压轴的一个花瓶。我也挺好奇这幅画到底是有多大的收藏价值，足以让四大家族都来抢夺。我只是随便看了一眼，物品临摹春秋山河图，出产日期2015年8月13日，特殊属性无，收藏价值500元RMB。看到这则信息我愣了一下，心想着这特么是什么拍卖会啊，连率先开拍的东西都是假货。突然一声喊叫让全场的人都惊呆了，500万！果不其然，是柳家的柳天龙第一时间开价。我不禁笑了一声，摇了摇头，真是无知之人。我发现自己的茶杯没茶水了，看见走过的服务员，立即就举起手喊道：“服务员，茶没了，麻烦加。”然而这番动作，只听一道锤子清脆的响声，负责主持的司仪大声喊道：“这位先生出510万！”刹那间全场一片哗然，我整个人都猛在原地挠了挠头，这是怎么回事？近在咫尺的郑伯厚有些失魂落魄了，眸光呆滞。每次喊价加10万，你刚刚举手了，就代表你加价了。我被吓了一跳，自己哪里来510万买这东西？突然我反过来想了一下，反正这东西是假的，若是真拍成功，那也能当场验证是假画的话，那自己也不需要付钱了。下一秒，1000万！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全部人将目光落在柳天龙旁边的柳若男身上。他喊价的声音很果断，而且还特地看了眼我，眼神有些许要竞争的意思。郑伯厚松了口气，差点就以为要买下这幅画了。然而2000万，我却突然第二次喊价，直接让全场的人都呆滞下来。干脆就好人做到底吧。我是一心想帮柳家，只可惜此时的柳天龙却凝视着他，用一种极具威胁的声音说道：“这位小兄弟，这幅山河图是我等了好几年东西，奉劝你3000万！”我直接地喊价，瞬间让众人都感觉到一阵迷惑，就连旁边的郑伯厚也是满脸懵逼。我靠，兄弟，你不带这样坑我的吧？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相信我，这东西是假的。其实我就是想跟那位柳若男认识一下，所以才会故意喊价的。不过这种方式似乎让柳若男有些反感，眸光冰冷地看着我。4000万！柳若男冷冷开口，再次秒杀在场的众人，就连主持的司仪也呆若木鸡，不知所措起来。我无奈地叹了口气，微微说道：“何必要这样呢？反正也不用给钱，我也不跟这些贵族人士这样绅士做法。我是个粗人，喜欢简单直接。”咦，这个数字就像说着玩一样，让在场的人都纷纷倒吸了口凉气。柳天龙怒发冲冠，当即站起来喊道：“哪来的狗东西，竟然敢如此猖狂！存心跟我柳家过不去是吧？”我没有回应，默默地坐了下来。旋即主持的司仪连喊价都没喊了，直接一锤定音，估计他都不用喊了，1亿基本上是天价了，不可能有人出超过1亿的价格。100万的山河图硬生生以1亿价格成交。此刻本来热闹非凡的现场竟冷寂下来，所有人都呆若木鸡，而坐台上的郑伯厚脸色惨白。你是疯了吗？就算是有再好的演技，也没必要用1亿来开玩笑。我简单的一句话，瞬间让今夜成为了一场颠倒世界观的闹剧。所有人回过神后，开始陆陆续续低声讨论起来。这家伙是什么人？连柳家都敢惹？1亿拿走这幅山河图，这人到底有多傻呀？然而另一边的柳天龙却暴跳如雷，他审视着我，眸中已经泛起阵阵杀意。正当这时，服务员走过来，做出一个请的姿势：“先生，请这边付款。”柳天龙冷笑一声，挑起眉毛：“我要看看你小子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实力。”我气定神闲笑了一声：“等等，我现在需要先验货。”服务员以及其他的看客都笑了：“先生，我们这里拍卖的东西全部都是有鉴定大师做过鉴定的，没必要验货。”我眨了眨眼睛，下意识的在说道：“我需要亲自鉴定真假，万一是假的呢？”话音落下，全部观众都大笑起来，认为我完全是不懂规矩，在这里乱来。服务员犹豫了片刻，转头看了看后面的负责人，这才点了点头：“行吧，那请到后台这边。”我眼神坚定回道：“不需要，我要当场验货。”这让不少人都感到很是好奇，不知道我到底在玩什么花样。柳天龙冷笑道：“当场验货？难道你是想告诉我这幅画是假的？”哟，你还真说中了，我就是来告诉你们，这幅画就是假的。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所有人的表情都呆滞下来。当我把眼角膜捐给眼瞎的女友后，她不但不感激，还说我是个败类，要和我分手，连他妈都说我瞎了一只眼，配不上他女儿。我只是用右眼扫了一眼，便得知山河图是假的，当即就笑了一声。想要辨别这幅山河图的真假，只需要看盖章部分便会一清二楚。郑伯厚认真看了看，这印章都模糊掉了，估计是年代太过长久，根本就看不出来。我指着画说，只因保存的地方很潮湿，所以就导致了印章部分模糊。主办方的司仪说道：“我们这幅画可是从古斋堂那边拿到手的，光是鉴定就经过了3周时间。”柳天龙冷笑一声：“人家专家都要反复3周才能得出结论，你这毛头小子竟然能过一眼就得出结论，实在是可笑至极。”然而我根本就没有在乎，因为我对右眼是信心十足。既然大家如此无知，那我就献丑了，把这幅画
拿下来。我缓缓上前，伸出手指吐了口唾沫，紧接着当着众人的目光，轻轻擦了擦这幅画模糊的印章，轻易就被擦掉了。如果这幅画是真的话，那怎么可能会如此轻易就擦掉了印章部分？我继续用手指擦了擦这幅画，只见我的手指处都已经沾满了没干的墨水。如果正如你们所说，这幅画是宋代的名画，那怎么可能这墨水都还没干透呢？主办方这下有些蒙圈了，不可能啊，这可是我们从古斋堂拿到手，绝对不可能是假的。况且还有几名鉴定大师可以作证。我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你们所请的大师有多少水平，但是你们用这种方式来欺骗我们大家，那就是你们的不对。柳天龙将目光落在我的脸上，此刻他已经不生气了，一脸的和蔼可亲的走过来对我说道：“这位小兄弟，刚刚老夫的言语有些激动，请你原谅。如果可以的话，请告诉我您的大名。我也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陈松，他连忙点了点头。陈兄弟，今日之恩，我铭记于心。不曾想您还真是年轻有为，随便看一眼就比那些专家看3周都要准。既然陈兄弟如此有眼力劲，那能不能帮老夫啊？没等他说完，郑伯厚就突然打断了他：“刘老，抱歉，打断一下，今晚陈松是我请来帮我长长眼的，您的事情恐怕要推迟一点了。”看到郑伯厚如此严肃的话语，柳天龙也不好意思明着来抢人。柳若男见状立即上前，樱唇泛起一丝美妙的笑意，掏出手机对陈松说道：“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看着柳若男精致的脸庞，物品人类柳若男，年龄24岁，状况慢性病，急火攻心，颠倒阴阳，喜好琴棋书画，当前好感0，当前心理活动。此人虽然相貌平平，但是却能有比王大师还要高的境界。如果能招纳入柳家古玩商会，必然能有很大的作用。看到右眼浮现出来的信息，我只有惊没有喜。果然这女人对自己没有一丝好感，完全是看中了自己的本事，只是要个联系方法就想了这么多屁事。我无奈地叹了口气，不过很快我就注意到，此时的她的身体状况很差。我发现她的额角隐约冒出一丝冷汗，看来她一直都在忍耐着，估计是不想让柳天龙担心。眼看着她的神情越来越不对劲，我立即说道：“我这手机在这里没有信号，请随我出去一下。”她假装淡定地跟着我走到外面，眼神低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现在有信号了吗？”我转头看着她轻笑了一声：“这里就可以了，你应该有杯哮喘药吧？”她听了后，当即眼神就呆滞下来。我叹了口气：“你忍了很久了吧？这里除了我们就没有其他人了，赶紧用药吧。”她身体越来越难受，连忙拿出哮喘药朝着自己的鼻孔喷了一下，瞬间她整个人都舒服。“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你是医生吗？”我轻笑一声，摇了摇头：“不是，但我能看出来。我还知道你这哮喘病找了很多医生都没有治好，对吧？”话音落下，她的眸光呆滞，此刻她感觉到我这人非常危险，竟然知道这么多事情。她满眼疑惑地紧紧盯着我，这种眼神仿佛是在警惕着异类一样。我掏出手机说道：“加个联系方式吧，我可以帮你治好这个病。”她半信半疑，但还是添加了我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就回到拍卖会里面，最后拍卖的物品是压轴的宋代青花瓷。好了，各位，这个是本次拍卖会的最后拍卖品，八宝青花瓷，起拍价30万，每次喊价加5万。各位开始竞拍。话音落下，不少人都纷纷开拍。郑伯厚对着我说道：“就是这个花瓶，陈兄弟快帮我看看。”我随便看了一眼，物品八宝真青花瓷，年代北宋时期，特殊属性无，收藏价值500万元 RMB。我立即对着他说道：“赶紧加价，这玩意收藏价值极高，别问这么多，直接加到200万，相信我就对了。”他眼看着我如此肯定的语气，也没有想这么多，抬起手就喊道：“200万！”这个喊价直接秒杀了全场，没人再跟价，200万一次、2次、3次，成交，一锤定音。随后拍卖会散场了，他将我送回家，在离别的时候，他对我说道：“陈兄弟，如果可以的话，下次我想再邀请你帮忙。”我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一旦让他品尝到甜头，他就会把我当成赚钱工具。我喜欢低调的生活，所以能避免的事情尽量避免。今晚我参加了拍卖会，也见识到了不少名贵的古董，这对我的阅历很有帮助，收获了不少学识。回到家后，我继续拿起古董的书籍开始研究。现在想要发家致富，首先就要从这些古董下手。我手头有一笔钱，打算是投资拆迁房，但是因为这笔钱顶多就只够我买一套房，这并不是我所想的结果。毕竟这可是一次大好机会，我不想放过，要赚就要赚大的。现在还有1周时间凑钱，我打算这1周再赚一笔，到时候直接买下一栋楼，等增值后再卖出去，那就能真的实现一夜暴富。但是1周时间想要靠古董凑到1栋楼的钱，似乎有些不太现实，所以我还得要去碰碰运气。第二天，我再次来到古玩街，打算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捡漏，但我逛了大半天，却一无所获，这让我感到有些无奈。正当我打算继续逛2圈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柳若男，他清脆悦耳的声音缓缓响起：“那个陈先生，今天有空吗？我找您有些事情。是这样的，马上就是我爷爷的80大寿，我想送一份好礼给我爷爷。你也知道，我爷爷十分喜欢收藏古董，我虽然对这方面颇有见解，但是却不是专业水平，所以就请你来帮忙过过瘾。你放心，不会让你白忙活的，就当我出钱雇你1天时间，怎样？”我沉思了一会儿说道：“行吧，其实我也是想去别的地方捡漏。他是富商圈的人，有他带自己的话，估计能碰到不少好货。”很快，他就开着一辆豪车行驶而来。“陈先生，请上车。”我缓缓打开车门，坐上了副驾驶。很快，车辆来到了古斋堂的大门口。古斋堂是专门收集古物古董之地，他带着我走了进去。看起来他很是轻车熟路，似乎经常来这里。这时，一位穿着蓝色西装的男人快步走过来，满脸殷勤的笑意：“哟，刘小姐，你又来了呀？哎呀，你这算是来巧了，我们刚好来了一件非常有价值的古物。”
随后，经理就带着我们走到一个玻璃柜子的前方，伸手介绍道：“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最近才收回来民国时期的独木女尊像。”柳若男上前仔细看了看，当即眼神就呆滞下来。这个独木女尊像表面看着雪白无瑕，其中雕刻的工艺更是鬼斧神工，就连神态都如此栩栩如生，仿若是一尊女像展现在眼眸之中，太漂亮了。他仔细看着这女尊像，越看越喜欢。陈先生，这个女尊像如何？您帮忙长长眼。我扫了一眼，物品：独木女尊，年代：民国时期，特殊属性：极阴之物，大凶之物，当前价值800万元 RMB。注：此物是用料为人骨，吸收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其已经成为凶煞之物，导致使用者遭受诅咒，建议敬而远之。我立即就摇了摇头，说道：“这东西的确不错，但是不适合收藏和送礼。这个独木女尊像很是邪门，所以还是不要为妙。”听到我的这番话，此刻的他有些迷惑的。陈先生也懂风水凶吉的学术，这都能看出来。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无奈的叹了口气。这个我略微有些研究，总之你相信我就对了。话音刚落，后面突然就传来一阵声响，简直是一派胡言。这可是民国时期的独木女尊像，价值非凡，多少人都梦寐以求的收藏品，今日却被你这外行说成凶煞之物，简直是对古物的侮辱。柳小姐，你可是堂堂柳家的千金，从小就接受高等教育，还听这小子所说的封建之词。呵呵，柳家世世代代都出于龙凤之子，到了你这一代怎么就相信这种毛小子的胡言乱语？面对白金的句句质疑，柳若男眼神显得有些难看。他现在还是处于犹豫之中，毕竟他对我也是半知半解，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白金似乎看出来柳若男的犹豫，气不打一处来，立即说道：“怎么，你还犹豫吗？这独木女尊像可是专门给你留的。”柳若男听了后，心中有几分冲动，问了句：“那报价是多少？”一口价800万。这个数字对于一般人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但在他的眼中却只不过是犹豫几秒钟的事情。陈先生，您刚刚说的事情是真的吗？因为太难以抉择，所以他只能转头跟我再次确认。我没好气的道：“有些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相信我就对了。”白金突然喊了一声：“我是万万没想到，堂堂柳家千金大小姐，竟然被一个毛头小子给左右为难。”这个白金的态度非常差，似乎对我十分有意见，连看我的眼神都充满着敌意。既然这位老先生说不应该相信鬼神说法，那敢不敢今晚拿出去测试一下呢？我的话语瞬间激怒了白金，他咬着牙齿立即就喊了：“好，小子，我们来打个赌，这女尊像我今晚就拿回去，2天后我若毫发无损的话，那你就要用2倍的价格买下这女像。”我听了后轻笑了一声，那若是你真出了什么事呢？那你可以随便挑选一件古斋堂的古董，直接拿走。这可是你说的。陈松立即答应，随后白金就直接将这女尊像包装好，眼神极度轻浮，冷冷说道：“东西我就拿回家，你若是不相信，可以24小时跟着我。”陈松可没有这么多时间，微微摆了摆手：“不用，那就说定了。”说完，白金就拿着东西缓缓离开了。柳若男眼神显得有几分难堪，转头对着陈松问道：“这东西真的很邪门吗？希望2天后他还能活着吧？”陈松只能这么说了。随后两人在古斋堂逛了一大圈，陈松最后帮柳若男挑选了一块玉佩作为寿礼。这块玉佩是羊脂白玉而制，其中年代也挺久远的，收藏价值略高，作为寿礼也是不错的选择。虽然帮柳若男挑选了不错的寿礼，但是他却还是有些心情低落，似乎还在惦记着那女尊像的事情。正当这时，突然古斋堂外面传来一阵声响。怎么了？外面好像挺热闹啊。刚刚那经理满脸惶恐地说道：“不好了，白金大师出事了。”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柳若男和陈松当即就愣了一下。怎么回事？白金大师被车撞了，现场流了很多血，太恐怖了。听到这里，陈松不禁苦笑了一声：“不会吧，这么快就应验了？”本来陈松也只是想着这位大师会惹一些疾病，没想到居然直接就被车撞了。不得不说，这右眼所显示的信息真是太准确了。哎呀，死人了，死人了！一个员工惊恐地喊道：“刚刚医务人员过来看，已经确定了，白金大师已经死了。”听到这消息，此时的柳若男倒吸了一口凉气。如果刚刚自己选择相信白金大师的话，把这独木女尊像买回去当寿礼的话，恐怕死的人就不是他，而是……柳若男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一脸惊恐地看着陈松：“怎样？我就说那东西很邪门吧。”本来柳若男对陈松是半信半疑的状态，但是现在他已经彻彻底底相信他了。谢谢你，陈先生。陈松摆了摆手：“没事，看来这赌局我赢了，不过也没用啊，人都没了，我也找不到人拿东西，我送你吧。”突然，柳若男很淡然地说了句，这让陈松感到有些懵逼，笑了一声：“你说什么？你送我？”“对啊，多亏了你，今天才选了这么好的东西，就当是谢礼吧。”果然千金开口，不同凡响。陈松若有欢喜，深深吸了口气。古斋堂这里的古董可都是几十万以上的，我随便挑一件都不适合吧？没关系，你随便挑就行。听到柳若男如此阔绰的语气，陈松也不跟他客气了。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说完，
陈松就将目光落在不远处的一块原石。就这块原石吧。柳若男仔细看了看，秀眉紧蹙，说道：“这只是一块普通的原石，只是一些无聊的人挂上去卖的而已。”经理也解释道：“对啊，这块原石是一位老头寄售在这里，甚至还表明要50万，真是异想天开。这种原石还没开出来，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绿种，无疑就是要人赌啊。而且这块原石还是没有绿边的，能开出绿种的几率少之又少。虽然在他们的口中，这块原石是一文不值，但是在陈松的右眼却显示出惊人的信息。物品：南非蓝宝石，特殊属性：无，收藏价值1000万元 RMB。小小的原石竟然是内藏乾坤，这可是让陈松捡了个大便宜啊！此时的柳若男甚至还以为陈松跟自己客气，无奈的苦笑道：“陈先生，您没必要跟我客气，你可以挑选一些贵的。”“没关系，我就要这块原石。”看见陈松如此坚持，柳若男也只能对着经理说道：“行吧，经理，这块原石我们要了，刷卡吧。”买了这块原石后，陈松心情大好，自己有了这笔钱后，那就可以去考虑拆迁房的投资了。随后两人就离开古斋堂。此时外面的天色已经昏暗下来，日落西洋，夜幕降临，已经晚上了。陈先生，赏脸跟我吃个饭吗？为了感谢陈松，柳若男想请他吃个饭。陈松此刻虽然心情很是激动澎湃，但是面对美女的圣邀，还是故作淡定，微微点了点头，好啊。很快他们就来到中央城区的一间酒楼，这酒楼名为明月楼，7年前还是一个小作坊，现在已经成为了云海的地标性建筑。陈先生，不知道您喜不喜欢这里？陈松笑了声，我没有这么多讲究，不用特别照顾我。说完，两人就走进去明月楼的大厅。大厅人声鼎沸，非常热络，每张桌子都坐满了客人，服务员更是忙得不可开交。看来没位置啊。陈松说道：“没关系，我是这里的会员，上面2楼有专属包厢的。”果然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吃饭都不需要排队。随后两人就来到2楼处，跟着服务员来到一所包厢。陈先生，过2天就是我爷爷的大寿之日，我希望您能来祝寿。爷爷看见您能来，肯定会很高兴的。这种邀请一般人都会不加思索就同意，但是陈松却摸了摸下巴，沉思了一会儿，这个我得看看有没有时间。柳若男知道陈松不是那种随便能请得到的人，所以还是竭尽能力的请求道：“请你务必要来，我爷爷真的想跟你好好谈谈。”听到柳若男这个请求，陈松稍作犹豫，才微微点了点头：“行吧，但是我也不知道送什么寿礼比较好。”“没关系，我爷爷就想跟你探讨一些鉴宝的见解，不用送什么寿礼。”“行吧，既然柳小姐都这么说了。”正当两人在包厢谈论着寿宴的事情时，一个服务员就推门而入，眼神颇有一丝难堪：“刘小姐，外面有位李公子有请。”第14嚣张之人。听到这个李公子，柳若男秀眉紧蹙，眼神阴沉下来。又是这家伙，真是够烦的。陈松眨了眨眼睛，问道：“怎么了？熟人吗？”李国成，盛华集团董事长的儿子，典型的纨绔子弟，挥金如土，整天不务正业。自从上次认识他后，就一直缠着我。缠着你？柳若男无奈地叹了口气，他说什么也要我做他女朋友。他的父亲是我们家族的合作商，所以我也拿他没有办法。现在是能避就避，但是没想到这妖巧被他撞见了。陈松看见柳若男如此难看的神情，深深吸了口气：“你跟他说明白就行了吗？”“没用的，这家伙出了名横蛮无理，根本就不会在意别人的感受。”话音落下，包厢的房门直接被推开了，只见几个小年轻走进来，其中领头的正是纠缠柳若男的李国成。“喂喂，若男，你也太不给面子了，我在隔壁包厢都等你半天了。”李国成转头将目光落在陈松的身上，神情当即就转变了。“这家伙是谁？”柳若男说道：“他是我的朋友。”“朋友？男朋友吗？”李国成当即就爆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场，双眼死死凝视着陈松。“只是普通的朋友，我现在正请他吃饭，你能别来捣乱吗？”柳若男不屑地说道。然而李国成却嗤笑一声，2、3步就走到陈松的面前，嚣张拔萃地说道：“小子，知道若男是我什么人吗？”“不知道。”“那就给我听好了，若男是我的女人，你小子识趣的话就立即给我滚蛋！”面对李国成的威胁，陈松没有丝毫的恐惧感，耸了耸肩头回道：“我只是来跟他吃个饭，况且柳小姐还没承认你们的关系对吧？”柳若男立即说道：“对呀，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李国成说出了名喜欢惹事的人。面对陈松的这番话语，
瞬间让他面色愠怒起来。小子，你吃豹子胆了吧？竟然敢这么跟李少说话！哼，简直是找死！李国成眼眸冰冷，浑身充满杀意。小子，我跟你说，以我李家的势力，在云海弄死一个贱民，简直是信手拈来。陈松抬起头，右眼读取到了李国成的信息，当即眼神就阴沉下来。他没想到，右眼不仅仅能获取信息，甚至还能增强自己的五官六感。此刻他甚至能看出李国成身体上泛起来的杀气。抱歉，我初来乍到，不懂你们李家势力厉害，不如领教一番。陈松神情漠然说道，这句话就像是在挑衅着李国成。此刻他的目光都显得非常迷惑。你小子说什么？我说，让我领教一下你的厉害。柳若男完全没想到陈松一个普通人竟然敢用这种语气跟李国成对话。李国成当场被激怒，抡起拳头就朝着陈松挥过去。陈松的右眼强化了五官六感，所以此刻连入他眼眸的拳头十分缓慢，所以他能轻松躲开。倏然间，他立即抄起桌面上的银筷子，直逼李国成的喉咙处。唰！在众人没反应过来的瞬间，李国成感受到脖子有一阵凉意。什么？等他反应过来，却发现陈松已经拿着筷子抵在他的喉咙处。如果这是刀的话，恐怕你已经死了。陈松冷冷说道。这个动作吓得李国成连咽气都小心翼翼，语气颤抖。你想要干嘛？我警告你，你敢动我一根汗毛！话音未落，陈松收起银筷子，气定神闲坐下来，说道：请出去吧，我还有事情跟柳小姐相谈。李国成虽然满脸不服气，但是自己也没有什么实力跟陈松比较，后面那群纨绔子弟更加靠不住，只能灰溜溜转身离开包厢。妈的！李国成很是恼火，他堂堂李家大少竟然被一个贱民欺负，若是这事情传出去，自己的颜脸何在？不行，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旁边的几个小年轻连忙说道：李少，不如叫彪哥来做掉这小子吧。李国成深深吸了口气，眼眸掠过一丝杀意。也好，给点好处，彪哥，让他好好招呼这小子。包厢内，柳若男眼神有几分难堪，他对着陈松说道：这下糟了，李国成可是非常记仇的，你刚刚得罪了他，他肯定不会放过你的。如果是以前的话，陈松肯定会紧张又害怕，但是今时不同往日，现在自己已经脱胎换骨了，这点事情他随便都能应付过去。没事，我们再谈谈寿宴的事情吧。柳若男的眼神显得非常担忧，对着陈松就说道：现在还想这些事情干嘛啊？能看得出来，现在柳若男似乎在担心着自己。陈松显得有几分高兴，李国成那家伙一定想着找人来对付你的。不行，我不能让你受到伤害。说完，柳若男立即拨通了一个电话，但是似乎并不顺利。他挂了电话后，眼神低沉下来，抬起头看着陈松说道：抱歉，李国成是我们家族重要的合作商，家族那边不能派人去跟他作对。陈松苦笑了一声，摇了摇头：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虽然陈松是这么说，但是柳若男始终还是有担心，他不想因为自己让陈松受到伤害，所以立即抬起秀眉就说道：这样吧，从今天开始，你就跟在我身边，只要有我在，李国成那家伙就不敢对你动手的。听到这里，陈松当即愣了一下，心中有几分窃喜。不至于吧？别说了，陈先生，您是爷爷很看好的人才，不能因为我的事情而出事。看见柳若男如此坚定的眼神，此时的陈松不禁摇了摇头，苦笑道：那也不至于让我跟着你啊，这是考虑到你的生命安全。在我爷爷大寿之前的这2天，麻烦你配合一下我。虽然能跟柳家千金时时刻刻都在一起，这是不少男生梦寐以求的事情，但陈松此时此刻却只感觉到有些尴尬。你同意了吗？陈松微微点了点头，随便吧。不过我要先去一个地方，第15地下商场。去什么地方？柳若男有些疑惑地问道。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眼神一下子就变得凝重起来。去买房子。听到陈松这句话，此时的柳若男眯起双眼，挠了挠头问道：陈先生是要换房子吗？陈松摇了摇头，对于他来说，现在是最好投资赚钱的机会，尤其是现在有了钱。等等，陈松刚想着的时候，却发现直接就现在所有的钱都还在那颗原石中，必须要将原石卖出去才有钱。但是这原石可价值上千万的，自己这样卖出去的话，肯定要花些时间。陈松摸了摸下巴，转头对着柳若男问道：你知道有什么地方可以快速出手玉石吗？柳若男沉思了一会儿，紧接着再说道：你是打算将那块原石卖出去吗？对，现在我急需要用钱。
如果是想出手的话，我这边有一个地下商场可以提供给你。地下商场？柳若男有些不愿意去这个地方，不过看陈松这么着急，也只能点了点头。没错，地下商场有很多玉石生意的交易，他们大多数都是一些暗道商家。爷爷经常带我过去淘到一些宝贝，只不过哪里的环境比较恶劣，尤其是有很多三教九流之徒，有些危险。这些危险可拦不住陈松赚钱的欲望。他挺起胸膛，眼神非常坚定。不怕，你带我过去吧。柳若男有些难堪，这让陈松感到有些尴尬。抱歉，我没有注意到。如果你不想去的话，可以将地址告诉我，我可以自己过去。然而，柳若男却很淡然地说道：我不怕，只是地下商场的生意并不正规，我怎么说也是个做生意的世家子女，出现在那种地方不是很正当。听到这里，陈松立即笑了起来，紧接着摇了摇头。哈哈，赚钱嘛，不寒碜。柳若男看见陈松如此开朗乐观的心态，不禁嘴角也露出一丝笑意。好吧，那明天中午我带你过去吧。一言为定。随后，两人吃完饭就告别了，约定好明天终于在古玩街会合。今天对于陈松而言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他还是第一次跟柳家千金近距离接触。虽然像他这种贵族千金只不过是出于友谊来帮自己，但这也能让陈松特别感动了。回到家后，陈松拿出淘到手的原石，他拿出砂纸在原石的边缘不断摩擦。很快，原石的边缘被砂纸摩擦到光滑的状态，里面是一块散发出淡淡蓝光的玉石。这种玉石十分罕见，在黑暗中甚至还能散发出淡淡微光。发财了，发财了！这下有钱可以去买房子投资了。陈松的心情欣喜若狂，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但是，这种玉石的价格非常昂贵，虽然自己要价是1000万，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随随便便拿出1000万的。想到这里，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现在离拆迁房那边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自己必须要赶紧将这笔钱拿到手。成败就看看明天去地下商场能不能将这块原石卖出去了。到了明天中午时分，陈松按照约定来到古玩街的街口处，柳若男也随后赶来。今天柳若男穿的比较朴素，简单的黄色连衣裙再加一顶太阳帽，看起来非常清纯，让陈松目光都有些呆滞起来。抱歉，我来晚了。陈松深深吸了口气，摇了摇头，没事，我也是刚刚来到。对了，今天你要说去地下商场，那为什么要在古玩街这边集合呢？柳若男轻笑一声，紧接着转过身说道：你跟我来便是了。很快，陈松就跟着柳若男来到一处洗浴中心。看见洗浴中心4个大字，陈松当即就陷入了沉思，挠了挠头。这里就是地下商场？柳若男摇了摇头，指着前面的升降电梯说道：去电梯那里吧。两人走入电梯，只见电梯按钮竟然有负9层，这让陈松立即感到惊愕。这是地下车库吗？怎么还有9层这么多？不是，这个地下商场的隐秘性很高的，负责人用洗浴中心作为幌子，实际上在地下这里就做着地下生意。听到这里，陈松恍然大悟，立即点了点头。我懂了，原来这种生意是不能光明正大的呀。当然了，尤其是玉石生意，所以地下商场就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交易的平台。不过，中也有很多三教九流之徒在捣乱。陈松不在乎这些，他更加在乎自己的原石能不能在这里卖出去。很快，电梯来到负4层这里，电梯门打开，热闹的场景连入陈松的眼帘，瞬间让他整个人都呆滞了一下，眨了眨眼睛。哇，这里就是地下商场了吗？这么多人？对啊，这里的人数基本上每层都是爆满的，毕竟很多人都想在这里发财，也有些人想在这里淘到一些价格便宜的东西。的确，这里的东西很多都被正道商店的要便宜很多，尤其是各种玉石，更是价格天差地别。因为这里的玉石收购都是私下交易，根本就不用纳税，所以价格自然会便宜不少。其他商品也是同样的道理，完全就是一个自由交易，没有中间商的市场。随后，陈松就跟着柳若男走进这商场之中，看见了不少在地下开的摊档和店铺，基本上全部都是做暗道生意的。虽然不是很正规，但是最起码也比上面的东西要便宜不少。陈松用右眼扫过这里的商品，让他吃惊的是，这里的商品竟然全部都是正品。虽然价格挺高的，但是总比上面那些假货要好很多。这地方不错啊。陈松此时又发现了一个可以淘到宝贝捡漏的地方。随后，两人就来到一家玉石店铺。柳若男对着陈松说道：这个玉石店铺跟我爷爷有些关系，也算是可以放心交易的存在。两人走进去，只见一个满脸笑意的店家搓着手掌就打招呼：
哎呀，这不是柳小姐吗？今天怎么这么有空来我店铺啊？第16玉石生意。柳若男轻笑了一声，回应道：我带朋友过来卖玉石的。店家眨了眨眼睛，甚至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在他看来，柳若男只会跟他爷爷一起，没想到今天竟然跟一个男人在一起，真是难得一见。是吗？那请问柳小姐有什么玉石可以卖给我们呢？不过我想应该不是您要卖，您这家庭估计还没到要卖东西的地步。柳若男无奈的苦笑了一声，是我这位朋友要卖。店家上下打量着陈松，眼中少了几分期待，叹了口气，说道：那这位先生有什么玉石想要出售吗？估计店家是认为陈松是拿不出什么好货，毕竟看他这一身穿着就知道。然而下一秒，陈松就从手中拿出来昨天淘到的那块玉石，这一拿出来瞬间惊呆了店家和柳若男。这是昨天那块玉石？变化也太大了。柳若男惊讶地问道。我只是用砂纸摩擦了表皮，现在就是这块玉石的真正模样。看见这晶莹剔透的玉石，甚至还在黑暗处散发出淡淡的蓝光，这玉石的价格一定不菲。店家看见后当即就眯起笑意，说道：这玉石的成色和色泽都不怎样啊。听到这里，陈松感觉到非常正常，嘴角泛起笑意，不急不慢地说道：店家您再仔细看看吧。这些店家大多数都是想把这些价格给打压下来，用最低价格收购，再转身高价卖出。这点陈松比谁都清楚，所以自然不会相信这店家所说的这些话。哎呀，这玉石其实本身来说并不是很好，只不过还有一点收藏价值。这样吧，如果你有心要卖的话，10万块。10万？陈松听到这个数字后当即就笑了起来。店家，您这是在开玩笑吗？我可不是开玩笑啊，这东西就值10万，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卖，我最多给你再加5万，这明摆着就是想吃了自己啊。陈松将玉石收起来，转头对着柳若男问道：你跟刘老爷经常来他这里淘东西的吗？对啊，以后别在这里淘了。听到这里，柳若男眯起双眼，看着陈松说道：你是认为他出价少了吗？少了一大截呢。店家突然就不乐意了，双手交织胸前，颇有气势地说道：小子，你可别乱说话呀，我可是有鉴定师证的，您的这块玉石我真的有用专业的知识去定价的，那就辛苦你了，我拿去别的地方卖了。听到陈松要把玉石拿去其他地方卖，这瞬间让店家怂了，难堪的喊道：这样吧，我再加个价，20万，怎样？陈松摇了摇头，店家没办法，只能一直往上加，30万、50万、80万，最后实在没办法，店家咬紧牙齿说道：100万，这样就是底线了。然而陈松却还是摇着头不卖。好家伙，那你想着要多少才肯卖？出个价吧。陈松伸出一根手指头，眼神很是淡然。店家眯起双眼，有些疑惑地挠了挠头：100万？我这不是给你100万了吗？错，是1000万。听到这个数字，店家整个人都石化了，当即摇着头：你傻呀，这块玉石再好也不值1000万啊。陈松有几分失望，摇了摇头，对着柳若男说道：看来这里的人都不是很懂玉石的价值，我想还是换个地方吧。店家眯起双眼，一直在跟陈松解释这块玉石的价值就只有100万，但是陈松有自己的系统定价，根本就不需要听他在这里胡扯。走吧。听到陈松要离开，店家咬牙切齿，最后伸出5根手指头，大声喊道：等下。怎么了？改变主意了？这个店家实在是想要这块玉石，所以他只能如实说道：这玉石我真的很喜欢，但是我现在手头上可以流动的资金就只有500万，剩下500万，我这里有不少上等的玉石，随便你来挑选一块。听到这里，陈松稍微改变了主意，下意识问了句：500万是马上给吗？对，马上给。其实这个对于陈松现在的状态而言，的确是件不错的事情，毕竟没几个人能突然掏出1000万来给自己。现在店家说可以直接拿出500万，也够自己去挑选房子作为投资了。他想了很久，最后打了一个响指，说道：行，那你现在就直接打钱。店家瞥眼看着柳若男，微微说道：那行，有刘小姐的保证，我这边也是可以马上给你打钱的。随后店家立即就从手机转账了500万给陈松。这一大笔钱的交易瞬间让陈松欣喜若狂，看见卡中的500万金额，他当场就笑了起来。好。刚刚说完，店家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这个玉石，抱歉，忘记给你了。陈松将玉石递给店家，这让店家也兴奋起来。你可以在我店铺随便挑选一件玉石，请你选择吧。
陈松逛了一圈，这里的玉石基本上都是一些中下品的货品，实际上价格并不算高。陈松也不想浪费这次机会。老板，不如这样吧，等你有了新货，我再来挑选。这个，柳若男对着店家点了点头，说道：“我这位朋友还是挺讲信誉的，既然柳小姐这么说，那好吧，以后你可以随便来挑选。”就这样，陈松成功将这玉石卖出去了，收获了500万现金。这样一来，他就有了足够的钱财去买那栋拆迁楼了。现在行了吧？玉石都已经卖出去了，柳若男笑道。陈松点了点头，谢谢你，有了这笔钱，我就可以去投资了。投资啊？你打算是投资房产吗？没错，最近看中了一栋楼，想要全款拿下。柳若男眯起双眼，摇了摇头，最近这世道还是不要投资房产为妙。我听说不少投资房产的人基本上都欠债累累，有些甚至借了高利贷被逼上绝路，跳楼身亡的新闻最近经常报道。第17赌石，陈松倒是不怕这些，在他看来，自己拥有了这右眼系统，基本上不会出错。没事，我会有分寸的。随后，两人正要离开地下商场，但这个时候，陈松却发现经过的路段上有一间店铺热闹非凡。好热闹啊！柳若男看了看，解释道：“那个店铺专门出售一堆从边境那边运回来的原石，但是这些原石基本上都是没有开的，所以里面的绿种也只能靠猜。这是赌石吗？”柳若男点了点头，没错，这店铺就是专门用来赌石的。店家会拿出一批原石，以标好的价格出售，买到原石的人就当场开石。若是开到好玉料的话，那就直接暴富；若是连绿种都没有，那就血亏了。这种赌石局需要的不仅仅是眼力，还需要明确的判断。陈松因为有些好奇，就走过去看了看，这一看就把他给吓坏了。我靠！陈松眨了眨眼睛，只见这里的原石基本上都是没有绿种的，而且标价还要10万块，哪有人花10万块去赌这种石头啊？然而，还真别说，此刻正有不少人都会在砸钱进去，而开石那边则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些人拿则是抱着一大块玉石，红光满面，甚至得意，而有些则是垂头丧气，一般都是后者居多。毕竟赌石这东西对眼界的考验非常高，一般人都达不到这个水准。不过，对于陈松而言却是非常简单，他只是扫了一样，这些原石的信息全部都在自己的右眼中弹出信息。怎么了？你不会是买原石吧？柳若男问道。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为什么要错过呢？陈松笑道。这让柳若男都感觉到有些哭笑不得。陈先生，这可不是鉴赏古董古物啊，这可是靠看表皮猜里面的乾坤，根本就跟赌没有区别啊，最起码还是要用眼界去判断吧。柳若男感到很好奇，他没想到陈松竟然还有这个本领。我觉得还是算了吧。陈松可不想放过这次赚钱的机会，他立即抬起头就对着店家问道：老板，这些原石是10万块随便挑选吗？店家连忙点了点头，没错，10万块随便挑，我们这里还供开石服务。您是看好那块原石吗？陈松随便扫了一眼，最后目光落在一块3角原石上，右眼迅速弹出一则信息：物品玻璃种帝王绿，年代80年代末期，特殊属性无，收藏价值300万元 RMB，10万块赚300万。这让陈松心中乐开了花。老板，我就要这块石头。柳若男看见陈松手中的这块3角石头，立即秀眉紧蹙，说道：这块啊，是不是太草率了？虽然10万对于他而言并不多，但是也不至于直接把钱丢进海里啊。爷爷对原石也有所研究，所以我在爷爷身上学了一些判断技巧。柳若男信心十足地说道：像这种一片深绿的原石表皮，一般都不会开出什么好货。在这个行业中有一个说法，就是宁可买1线，绝不买1片。而现在陈松所选的这块3角石头就是有一片绿种的。然而陈松却笑了一声，在专业上柳若男的确是见多识广，但是奈何陈松本身就自带系统，所以他右眼看过的东西绝对不会出错。老板，我就要这块，收钱吧。陈松很果断地将扫了10万块给店家。此刻不少正在围观的路人都纷纷对着陈松说道：哎呀，糊涂了啊，这一看就知道是普通石头。对啊，这小子一看就知道是外行，而且还是人傻钱多那种。唉，这场水太深了，给这小子一点教训也好。在众人都看不好的情况下，陈松并不在意，转头对着老板问道：你们是不是有开石服务的？对，就在你身后的店铺。陈松马上就拿着原石来到开石铺，这里是专门给人开石的，而且还是免费的那种，一看就知道
是跟那店铺合作的。老板，麻烦把这石头开一下。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开石师傅有些不耐烦地看了看这块原石，这玩意还需要开吗？开石师傅的一句话，瞬间让所有人都哄堂大笑起来。我每天开了上百块石头，你这块石头不用开，我都已经知道，里面根本什么绿种都没有。柳若男叹了口气，对着陈松说道：“我都说了，别砸钱进去嘛。”没事，师傅，你开便是了。陈松很是淡然，看着就好像绝对不会就出错那样。好吧，开石师傅很随意就切了一刀，但是这一刀下去，却让所有人都震惊了。我靠！所有人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一样，一个两个都呆滞在原地。这怎么可能呢？开石师傅也被吓得直接瘫软在地上。随即原石被切开两半，而切痕上光滑无比，绿色的玉石让众人目瞪口呆。帝王绿，而且还是玻璃种的。我靠，这怎么可能呢？这块玉石竟然能开出帝王绿！所有人都被吓得只剩下半身的魂魄，而陈松则是很淡然笑了声，因为他早就知道是这个结果。兄弟，发财了呀！这可是玻璃种帝王绿，上等的玉料。正当这时候，刚刚那店家突然从侧面走过来，二话不说，直接把这玉石给拿走了。陈松和柳若男愣了一下，立即对着店家喊道：“你干嘛？”店家眼色阴沉，冷冷说道：“这块原石我不卖了，10万块给你打过去了。”什么？陈松顿时心中一顿怒火，说道：“这明明都已经交易了的东西，你怎么可能拿回去呢？”旁边不少的人也在帮陈松说好话，但是这店家很显然就是不讲道理的那种，冷冷哼了一声：“我不管，反正现在这块石头还是我的。”如此横蛮无理的说法，瞬间让陈松心中爆发出一股怒意。他用右眼读取了一下这个店家的信息，顿时嘴角泛起笑意。第18做生意要讲诚信。此刻在陈松的右眼显示出来这店家的所有信息：人物袁安，年龄52岁，身体状况良好，心理活动这小子的眼光真好，10万块就拼到了几百万。不过看起来也只不过是个傻小子，现在拿走这块玉石，他也不能拿我怎样。看到这个信息后，陈松当即就指着这个店家说道：“你做生意都是这样出尔反尔的吗？”店家一直沉默不语，把玉石收入囊中，一副死皮赖脸的样子。柳若男对于这种人都是相当的反感，他转头呼吁着各位，大家都看见了，像这种不讲诚信的商家，以后大家千万不要在这里买原石了。有了陈松的前车之鉴，刚刚还打算赌2把的人都纷纷转身离开，这一下把店家给激怒了。他当即站起来，怒目圆瞪对着柳若男吼道：“臭丫头，你竟然敢赶走我的客人，活腻了吧？怎么，你这种不讲诚信的商家还有资格说这种话吗？”这个店家是那种农民头出身，所以做法也是十分粗暴不讲理，抬起手掌就朝着柳若男扇过去。唰！但是这一巴掌并没有像预料般扇在柳若男的脸上，而是半空中就被陈松给拦住了。什么？陈松一脸没好气的摇了摇头：“你还真以为我是好欺负的软柿子吗？”店家瞬间将手收回来，双手环胸，盛气凌人的说道：“反正我就这样，这里是地下商场，你叫警察来也没用。”那倒不需要。说完，陈松就转身对着众人喊道：“各位，这位店家的原石经过我看过后，全部都是石料，不值钱的，散了吧。”店家听了后，当即笑了起来：“就你小子，懂个屁啊！”然而，下一秒钟，几乎全部人的离开了。毕竟刚刚陈松开出来100万玉石，也证明了他的眼力，所以大伙都宁愿相信他，也不相信这种不讲诚信的商家。什么？各位，别走啊！我这里真的有好东西！店家不断的喊道。柳若男却冷笑一声：“就你这种人，这店铺就等着倒闭吧。”陈松接着再补了一句：“完了，告诉你，刚刚那块玉石里面有很多裂痕，基本上就只能值个20多万。”听到陈松这番话，店家立即将玉石掏出仔细看了看。就在这一刹那间，陈松直接一巴掌将这玉石拍在地上，砰！瞬间这块玉石被砸开2半，因为冲击力很大，所以里面出现了一大堆裂痕。现在别说20万了，连10万都没有了。啊！店家怒吼一声，眼看着几百万就这样没了，当即对着陈松吼道：“你竟然敢打烂我的玉石！”陈松气定神闲的抬起头，正如你所说，这里是地下商场，你叫警察来也没用，把几百万还给我！店家气急败坏，直接朝着陈松冲了过来。陈松也憋了一肚子的火气，上去就是一脚踹飞这个店家。哎呦！店家躺在地上苦苦哀鸣，但却没有人会同情他。
一个个都冷眼相对。对于这种不讲诚信的商家，人人都恨不得想踩一脚上去。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眼中也露出一丝难堪的神色。毕竟自己亲手将这几百万的玉石打烂了，心中还是有些隐隐作痛的。不过他就算将这块石头弄烂，也不愿意让这个店家得逞。这种做法虽然有些粗鲁，但是却让柳若男感到一些震惊。谢谢你。陈松轻笑了一声，紧接着摇了摇头，没事，本来就是我惹出来的事情，只可惜了这块好玉石罢了。人争一口气，佛受一炷香，我理解你的感受。算了，我们还是先回去吧。正当两人想要转身离开的时候，突然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挡在他们的面前。这位先生，有事吗？陈松问道。这位西装男是地下商场的工作人员，他弯下腰，彬彬有礼地说道：这位先生，我们虎爷有请。虎爷？柳若男有些震惊，问道：是万虎吗？没错，正是这里的负责人万虎大哥。听到这个名字，柳若男的眼神变得低沉下来，有些在意地问道：你们的虎哥找他有事吗？万虎可是整个地下的管理者，他在地下的势力可谓是只手遮天的存在，但通常来说，他找人肯定就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虎哥很欣赏这位先生的眼界，所以特地想跟他认识一下。听到这里，柳若男这才松了口气，有些在意地对陈松说道：虎爷是我爷爷的一个朋友，如果你不想见的话，我可要让爷爷出面。不用，反正有时间，去认识一下也无妨。陈松这种出奇的淡定让柳若男感到很是好奇，毕竟万虎这个人物可不简单，很多人光是听到这个名字就避而远之。没想到陈松还接受了这份邀请，那请随我来。西装男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看起来非常有礼貌。随后陈松和柳若男一同跟着这个西装男来到后面的区域，这里是地下商场的角落暗处，人流量特别少，走到尽头几乎看不见任何人。这种安静又黑暗的环境让柳若男感觉到有些害怕，下意识地贴在陈松的身旁。就在这里，西装男缓缓将房门推开，啪！就在开门的瞬间，眼前的一幕震惊到了陈松和柳若男。只见一个满头是血的男人跪倒在地上，而且前方就是一位光着膀子、满身刺青的壮汉。虎哥，我把这位先生请来了。伴随着西装男的话音落下，这个壮汉那凶神恶煞的脸颊露出一丝微笑，看起来格外的瘆人。随即他抬起手就说道：你们先等等，我先处理一些私事。说完，只见他一脚就将满头鲜血的男人踹飞几米开外，目露凶光地说道：我告诉你，你欠的钱必须要今天之内还，要不然现在我就拿你的腰子。这个满头鲜血的男人一顿求饶，看起来非常绝望。第19万虎，虎哥，我真的没钱了，求求你再宽限几天吧。你以为我这是开慈善会呢？今天无论如何都要看见利息和本金，要不然你就别想活着出去。话音落下，这男人只能够慌张地说道：那我去借，我去借。万虎呼了口气，对着西装男说道：将他带下去，今天之内不还钱就直接杀了。是。随后这个男人就被拖了进去里面，随后便传来连绵起伏的惨叫声。万虎收起气场，脸上露出一丝笑意，转头对着柳若男笑道：若男啊，你最近身体还好吗？柳若男或许是被刚刚的场景给吓坏了，此刻一脸胆战心惊。还好吧。万虎穿上衣服，连忙说道：抱歉，刚刚吓到你们了。来，这边请。陈松注意到柳若男的紧张，所以下意识地贴近他坐下来，这样能给他一些安心。虎哥是吧？听说你是特地来请我来这里，不知道有何贵干呢？话音落下，万虎的眼神一下子就兴奋起来，紧接着说道：听说你刚刚随便一眼就看中了几百万的原石，眼力不错呀。呵呵，不会就是因为这个而惊动了虎哥吧？万虎摇了摇头，一边沏茶一边说道：当然不是，我只是很想知道你和若男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柳若男解释道：是我让他来陪我挑选一些的东西的。是吗？那这件事情你爷爷知道吗？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此时的柳若男眼神开始阴沉下来，毕竟这件事情他还瞒着自己的爷爷。虎哥对于别人的家事倒是挺关心的啊。陈松淡然地笑道，这句话似乎有某种挑衅的意思，瞬间让万虎身后的手下都不屑喊道：你这是什么语气？竟然敢这样跟我们虎哥说话，活腻了对吧？万虎连忙抬起手，目光有几分不屑，深深吸了口气，说道：你们给我闭嘴。柳若男咽了口气，直接介绍道：这位是我的朋友陈松，我们是在拍卖会认识的。拍卖会啊？
我听闻那次拍卖会好像被爆出什么不好的消息，说什么一幅名画被某人直接点破看穿是假画。这个人就是陈松。万虎抬起头，嘴角的笑意更加浓郁了，连忙伸出手，笑道：“哎呀，原来是您啊，真是幸会幸会。”陈松也伸手过去，只不过他却看出来这个万虎心中所想的事情。人物：万虎，年龄32岁，身体状况良好。人物身份：地下城的管理者，地下势力滔天，拥有上千名手下。心理状态：这小子的眼力不错，刚好过2天有一个玉石大会，这小子应该能帮自己大赚一笔。现在先跟他认识一下，将关系打好，以后还能有更大的作用。陈松看到万虎心里所想的事情后，眼神当即就冷了下来。果然是如此，这万虎也只不过是想利用自己罢了。不过这些其实对陈松来说并不会件坏事，多认识一些大人物，以后发生事情也能有后辈。陈兄弟有如此高的眼界，不知道对玉石大会感不感兴趣呢？万虎说道。陈松深深吸了口气，摸了摸下巴，说道：“就我个人而言，这种玉石大会其实并不喜欢去，毕竟这种打着玉石大会的幌子，其实就是一些商家的交流大会，这里的玉石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好货。”哦，是吗？看来你了解还挺多的。万虎给2人冲了一杯茶，彬彬有礼地递过去，看起来格外的亲切。然而柳若男却对他有着很高的警惕，毕竟爷爷说过，这个万虎可是人称笑面虎的存在。别看他整天笑嘻嘻的样子，但是此人的城府非常深，不能轻易接触靠近。陈松，过2天就是我爷爷的大寿之日了，你就别想什么玉石大会了吧。万虎听了后立即抬起手，没事，这个玉石大会举办1周，有的是时间，我只是想让陈兄弟帮忙长长眼，帮我一次罢了。陈松听了后稍作思考，紧接着说道：“也行，不过话说回来，虎哥真的这么看好我？哈哈，我万虎阅人无数，像你这种就很讨我喜欢，所以今天就是来跟你交个朋友的。”柳若男突然拉着陈松贴近耳畔轻声细语说道：“别了吧，跟他交朋友的话，那是与虎为伴啊，到时候就会骑虎难下的。”陈松并不在意这些，他本来就知道万虎的真正目的，所以自然也不会在意这些事情，立即抬起手就说道：“没事，我自有分寸的。”说完，陈松就朝着万虎笑道：“既然是朋友的话，那虎哥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玉石大会我会来帮你长长眼。”啪！万虎直接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满脸激动喊道：“好，陈兄弟不愧是爽快人，我喜欢。”随后万虎就直接掏出手机递给陈松，脸上泛起笑意说道：“这是我的私人电话号码，以后你若是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陈松点了点头，记下手机号码后缓缓起身说道：“好了，既然电话也留了，到时候玉石大会再通知我吧。现在我要跟柳小姐先回去了。”虎哥眨了眨眼睛：“不用这么赶吧，我还订好了酒店，想请你们2个去吃饭呢。”“不必了，我们还有其他事情，改天再吃吧。”言罢，陈松就立即拉着柳若男离开这里，而万虎则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嘴角泛起一丝笑意。“虎哥，你真的看好这小子吗？”旁边的手下问道。万虎冷笑了一声，紧接着摇了摇头：“这小子是个人才，不过也仅此而已，对于我们来说算是有些帮助。”刚刚说完，万虎的眼神一下子就要阴沉下来。如果能让这小子来帮我们对付那家伙，算了，先看看玉石大会这小子的表现吧。与此同时，陈松和柳若男离开了地下商场，2人都松了口气，仿佛有种虎口脱险的感觉。第20盘了整栋楼，这万虎的气场也太有压迫感了。陈松无奈地摇了摇头：“那你还答应他去玉石大会？他肯定是想利用你来帮他赚钱的。”陈松摇了摇头：“无所谓，反正玉石大会这种地方也淘不到任何宝贝，顶多就只有1-2件的好货，其他全部是烂大街的东西。他既然找你，肯定是有其他事情的，别把万虎看得如此简单。”这点陈松也理解，不过他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尽快结识多一些大人物，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好自己的优势。等会你要去哪里？我马上就要过去买房了。柳若男愣了下，有些在意地问道：“你真的打算投资房产吗？”陈松很是坚定：“没错，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投资。”稳赚不赔这个词让柳若男有点想笑，他摇了摇头，微微说道：“这世界上哪里有稳赚不赔的生意啊？有，出自我的口中的生意都是稳赚不赔的。”陈松的这份自信瞬间又再次吸引了柳若男。本来他是很讨厌跟男人相处的，但现在跟陈松相处却没有了这个感觉。“那你打算去投资哪里的房产？”南港一区。听到是这个地区，
柳若男立即说道：“别呀，这地方可都是旧城区了，房价是一天比一天低。今天每平米6、7千，明天就可能变成了4、5千了。”陈松摇了摇头，看来你还没理解其中的价值所在。也罢，等之后你就会知道了。柳若男很是不解，总觉得陈松似乎一直都不跟着世俗来走，像是那种我行我素之人，一意孤行，从来不会改变主意。若是以前的陈松，连吃顿饭都要精打细算，但是今时不同往日，现在他做事变得雷厉风行起来，而且做决定也是非常坚决，这样他的人格魅力就彻底展现了出来。而后两人就来到南港区的售楼部，因为这里最近搞各种促销活动，所以来看房的人也有很多。不过陈松扫了一眼，竟然大部分都是托，这也是商家的一种手段。两人刚刚走进去，一位穿着职业裙套的女子走了过来。两位是看房吗？我们这里有最近推出的楼盘。陈松抬起手笑了笑说道：“我不看新楼盘。”不看新楼盘？那是旧楼盘。南港一区。听到是这个旧楼盘，这个售楼部的员工顿时就没好气起来，因为他们是业绩是按照提成来分成的，而新楼盘是最高分成，而旧楼盘则是非常低，尤其是这南港一区的楼盘根本就没有分成可捞。这样啊，那边有资料，你们自己去看吧。说完他就转身冷冷走开了。这个举动让陈松无奈的苦笑，摇了摇头。什么态度啊？真是的。柳若男不屑地说了句：“是这样的，这里的旧楼盘分成很少的，没钱赚谁会白忙活呢？”陈松在之前就已经领悟了这种道理，所以也是见怪不怪了。很快陈松就走到那边，拿到了南港一区的资料，看见现在标价只有每平方5000多，到时候政府拆迁，那可是直接的妥妥翻倍赚啊。陈松直接来到交易台这边，将南港一区剩余的一栋楼的房子全部一次性购买。这个举动瞬间引起众多人的注意，尤其是刚刚那位销售人员，当场就傻眼了。他本来是想着陈松只是来买一套房子的，所以便没有给他好脸色看，但是现在得知他是要买一栋楼，当即态度就来了一个大转变。哎呀，先生您早说嘛，您真的确定要卖整栋楼吗？没错。陈松立即掏出银行卡，直接刷卡吧。这个阔绰的举动瞬间让众人的眼睛都看呆了。若是一般的生意人投资买下整栋楼都不觉得奇怪，但是陈松看起来不像是投资的，因为这个旧楼盘根本就没有升值的潜力。叮！伴随着手机一阵消息传来，陈松看着赚来的500多万瞬间刷空，心中不免感到有点紧张感。好了，先生，这是这栋楼的全部合同，已经帮你打印好了，剩下的就只需要你自己去房产局办理就行了。好嘞。陈松拿到合同后欣喜若狂，而旁边的柳若男却有些哭笑不得，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你才好。因为陈松的这个举动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甚至有些人还拍下视频发了朋友圈。很快这个视频就得到了广泛的流传。机缘巧合下，这则视频竟然被陈松的前女友白露看见了。此时的白露正在跟几个闺蜜一同喝茶聊人生，其中一个闺蜜突然惊了一句：“哇，白露，你前男友好有钱啊！”白露一时间有些懵逼，她只是记得陈松那卡里有那50万而已。哼，有什么钱？就几十万而已，满大街的人都有。这闺蜜却摇着头：“不是啊，他这可是把这栋楼都买下来了。我发个视频给你看。”白露有些懵逼，当她打开这个视频的时候，顿时整个人都傻了。她把南港一区的旧楼盘全部盘下来了。她傻了吧？南港一区的旧楼盘可都在贬值啊，今天每平米6、7千，明天就到4、5千了。哎呀，真是人傻钱多啊。白露虽然也有在嘲笑，但是其实她内心更多的后悔。如果自己不跟陈松分手的话，那她就可以阻止陈松买南港一区整栋旧楼了。这笔钱若是能给到自己，那肯定把豪宅也安排上。真是够傻的。白露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咬着牙齿，心中越想越不甘心。白露啊，看来你分手分错了啊。陈松这小子有钱的很，最近我听闻他还去了拍卖会，出手那叫一个阔绰。什么？陈松他哪里有钱啊？据我所知，他那卡里只有50万而已。这些闺蜜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那种，当即就冷笑道：“会不会他是个隐形富二代啊？现在跟你分手才亮出自己的身份？”白露觉得不可能，他跟陈松好了这么多年，陈松是什么人他清楚得很。不过现在陈松的确是判若两人了，就从这个视频就可以看出来，陈松完全变了一个人。白露抬起眉毛，深深吸了口气，说道：“不行，我得去找他。第21大赚一笔。”
陈松将南港一区的旧楼房全部买下，这个消息连入众人的耳中，让人感觉到非常不可思议。尤其是他的女朋友白露，自从分手后就马上跟一个小富二代谈恋爱了。只不过这个小富二代的家庭管制很严，并没有太多钱可用，不过还是比以前陈松要阔气一点。但是现在白露知道了陈松竟然这么有钱，直接掏出几百万把整栋楼都买了，这种实力让他感到很是惊讶。所以白露决定要找陈松问个清楚。其实说到底，他只是想在陈松身上再捞点好处。与此同时，陈松买下这个旧楼后，似乎已经看见了自己的未来，欣喜若狂，马上就请柳若男去吃饭。只不过柳若男却对他的这个决定有些不解，尤其是拿一大笔钱去投资这种夕阳红产业，基本上就等于把钱丢入大海了。陈先生，你有钱先要花出去，倒不如捐给福利院或者各种社会机构呢，何必要给这些开发商赚钱呢？哈哈，你不懂，等过2天你就会明白我的用意了。伴随着陈松这道声音落下，此时的柳若男无奈的苦笑一声，紧接着叹了口气，说道：那我倒是很期待一下。其实他是不想陈松去当这个冤大头，只不过他还没清楚过2天的政策实施。两人吃完饭后就各自回家了。陈松拿着一大叠的合同，眼神显得尤其的得意，这下发了，等过2天政策颁布后，自己的旧楼房就能大赚一笔。想到这里，陈松这一晚上久久不能入睡，辗转反侧，一直兴奋到天亮才有睡意。就这样，到了政策发布的当天，陈松打开电视，看着政策的发布，南港一区的旧楼房全部拆迁改造为学位房，政府将补偿每套房每平米8000的赔偿款。看到这消息发布，所有人都懵了，尤其是柳若男，他简直是不敢相信，陈松这笔投资直接赚大发了。我的天啊！柳若男看着电视，转头对着刘老爷说道：爷爷，这南港一区怎么突然就拆迁改造了？刘老爷摇了摇头，时代信息万变啊，我也没想到这地方居然会成为拆迁房。怎么了？没有，就是前2天陈松他去投资房地产，刚好就是投资了这个南港一区，而且他还直接买了整栋楼。什么？整栋楼？那不是赚大发了吗？刘老爷也显得有些吃惊。对啊，当时我还想着他是在做慈善呢，没想到居然这都被他预料到。刘老爷摸了摸银白色的胡须，眼神阴沉下来，微微说道：看来陈松这小子的确是有几分实力啊，他这小子的眼界比一般人要高出不少，尤其是在古玩方面，如果他能答应来我的商会帮忙，那就太好了。说完，刘老爷的眼神落在柳若男的身上，深深吸了口气，说道：若男，最近听说你跟他走得很近啊？柳若男愣了下，微微笑了声，没错，因为某种原因，柳若男只是担心李国成去找陈松麻烦，所以他才想着多保护陈松一段时间。走得近倒是可以，只是不能走得太亲密了，毕竟你可是我们柳家的掌上明珠，无论是身份还是地位，都是比一般人要高出半截的。听到这里，其实柳若男心中是不认可这说法的，他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谁高谁低的说法。只不过他为了应付刘老爷，也只能微微点了点头。我知道了，我会注意分寸的。那就好，最近你这边的事情比较多，所以我比较操心一点。没事，爷爷您能关心我，我感到很高兴。刘老爷看见柳若男一脸尊敬的模样，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柳若男从小就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在礼节方面更是尤为出众，但是礼节多了反倒会让人感到陌生。若男啊，你年龄也不小了，终身大事也该考虑考虑了。柳若男听了后立即摇头说道：这个不需要您来担心，我这边会选好意中人的。蒋家的公子您有考虑过吗？他们家的3个儿子听说都是社会精英，尤其是大儿子蒋斌，听说是海外名牌大学毕业的，现在在国企当设计师，无论是身份才华，甚至在势力上都是1等1的人才。柳若男眯起双眼，下意识问道：爷爷，难道你要我去跟他？这个待定吧，反正也是迟早的事情，你这边也收敛心思，好好考虑考虑。你父母过2个月就回来了，到时候他们可不像我这样跟你有商有量。柳若男听了后当即眼神就阴沉下来，他很是反感这种安排，但却没有办法，在他受过的教育中，唯一不能反对的就是家里人的安排。没错，他无论遇到多少这种事情，其实内心都非常抗拒，他想表达出来，但却又怕伤了爷爷和父母的心，只能将这些事情委屈自己。柳若男回到房间，一个劲扑倒在床上，此刻的他心里委屈，想找人谈谈心。当他打开手机，寻找着可以谈心的人，却发现自己手机上找不到一个可以谈心的人。
因为她是柳家的千金，从小时候就是众星捧月的存在，身边的所有人都围着她转，看似跟她结交朋友，但实际上都有所图谋。这种朋友柳若男有很多，只不过现在全部都看清楚了真正面目，他不想跟他们有更多的联系。呵呵，没想到生活了24年，竟然没有一个朋友可以谈谈心。柳若男眼神低沉，心情十分失落。正当他要关掉手机的时候，突然发现通讯录一个显眼的名字，陈松。这个跟自己刚刚认识的朋友，让柳若男呆滞了一会儿，纤细的手指不知不觉按下了拨通键。嘟嘟，其实来拿柳若男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拨通这个电话，但是却下意识地按了下去。喂，陈松的声音连入他的耳畔，让他久久没有反应过来。陈松有些懵逼，柳若男怎么突然大晚上打电话给自己？第22偶遇白鹿。柳若男呆滞了一会儿后，眨了眨眼睛，这才反应过来，微微说道：陈松。这是他第一次叫陈松的名字，不禁脸颊泛起一丝红晕，下意识地再说道：恭喜你啊。陈松愣了下，立即笑了起来，原来是来跟自己报喜的，不过自己早就已经知道了，所以并没有太大的期盼。哈哈，谢谢，我就说我的眼光不错吧，真的很厉害。听到柳若男似乎有些话语想说，却又不敢说的情况，陈松深深吸了口气，语气严肃道：怎么了？你有什么事情吗？没有，只是单纯的跟你报个喜。我现在有空，你有事就说吧。柳若男有些沉默，微微说了句：你怎么知道？哎呀，一个女孩子大半夜打电话给我，报喜也不用这个时间啊。陈松的话语有几分搞怪，这让原本心情失落的柳若男开始露出一丝笑意。是吗？其实，柳若男迟疑了一下，内心经过挣扎，最后还是把刘老爷跟自己说的那些话告诉你陈松。此时的陈松听了后，眉毛紧蹙，深深叹了口气。唉，你们这些大家族也是规矩挺多的，连这种事情都要管。对啊，过2个月我父母就要回来了，他们肯定会逼我的，现在正在发愁呢。陈松轻笑一声，没事，只要你自己内心坚定，他们就逼迫不了你。谈婚论嫁是一辈子的事情，这点你自己要想清楚了。被陈松安慰了一会儿后，柳若男内心也舒服了很多。我知道了。对了，明天就是我爷爷的80大寿了，你什么时候过来？我去接你啊。陈松摸了摸下巴，微微说道：我想过了，你爷爷大寿之日我空手来的确是不好，所以明天我打算去买些古玩当做寿礼。其实没必要，我爷爷不是那种讲究人。这样吧，明天我先去古玩街买些东西，你就不用过来了，告诉我地址就行。行吧。柳若男挂了电话后，眼神显得有些失落，无奈地叹了口气。到了第2天早晨，陈松很早就起床了，因为现在拆迁房那边的消息还在进行着，所以现在也没这么快收到那笔赔偿款，所以手头上可以流动的资金也是少之又少。想要拿这些资金去买个古玩的确有些难度，所以他大早上就去古玩街看看能不能有个捡漏的机会。就这样，他吃完早餐就前往古玩街，但是他足足逛了2圈都没有发现一件可以捡漏的古玩，瞬间让他感到有些难堪起来。哎呀，总不能空着手去参加寿宴吧。陈松无奈地叹了口气，想到去精品店买些礼物，但是想到人家刘老爷身份高贵，随便去精品店买些礼物总显得有些低级。正当他很是难堪的时候，一道身影掠过他的身边，熟悉的香味让他不禁转头看了过去，而这个人也恰好转头一看，当即也愣住了。白鹿。刚刚擦肩而过的人正是陈松的前女友白鹿，此时白鹿旁边甚至还站着另一个男生陈松。白鹿刚好是想找陈松，但是因为陈松电话把他拉黑了，所以他无法跟陈松取得联系。现在偶然遇见，他立即就拉住陈松。陈松看见白鹿一见面就拉着自己，当即眼神就阴沉下来，用手拨开他的手，问道：有事吗？白鹿，这家伙是谁？此时在白鹿旁边的男人主动问了句，这个小年轻油头粉脸的，像极了那种白脸小书生。他是我前男友陈松。哦，就是他对吧？白鹿顿时感到非常尴尬，现男友和前男友的相遇往往都会带来激烈的碰撞，然而陈松却不以为然，毕竟他对白鹿这个女人已经彻底死心了，根本就不想跟她有任何的瓜葛。不过熟人见面打一声招呼还是得要有礼节的，所以陈松随口说了句：那个，我还有事，先告辞了。正当陈松要转身离开的时候，白鹿再次拉住了他，急忙说道：别走这么快啊，我想跟你好好谈谈。谈？我们有什么好谈的？陈松呼了口气，
摇着头说道：“我还有正事要做。”站住！白鹿有些不耐烦起来了，当即就抄起玉手挽住陈松的臂膀。这一幕被那个油头粉脸的小年轻看见了，当即就瞪大双眼，问道：“白鹿，你这是干嘛？没看出来吗？我跟陈松有些话要说。”白鹿现在的目标转移到陈松的身上，所以直接把这个小年轻撇开一边。然而陈松压根就不想理会他，直接抽出手臂，眼神有几分厌恶，说道：“我们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打扰你们。”等等！白鹿继续拦住陈松，撩起额前刘海，深深吸了口气，问道：“听说你最近买了南港一区的一栋楼啊？”陈松愣了下，眨了眨眼睛，有些感到意外，怎么他会知道这件事情？是有怎样？白鹿立即笑道：“听说最近那边要拆迁啊，到底赔了多少钱啊？”陈松冷笑了一声：“多少跟你有关系吗？”哎呀，陈松，当时跟你分手的事情是我妈逼我才这么做的，她就是嫌弃你穷，现在你有钱了，那我们可以复合了吧？复合？如此轻易的话语从他的口中说出，瞬间让陈松感到可笑。想到这里，陈松摇了摇头，眼神略微有些轻视：“抱歉，我没有打算要复合。再说了，你现在当着自己男朋友在跟我说这些话，好像不好吧？有什么不好的？我们都相恋这么多年了，你应该对我有信任感。抱歉，我只想说，这么多年我真的个傻逼。”陈松现在回想起来，他这么多年就是一个傻逼，竟然将所有的爱意灌注在这个眼里只有钱的女人。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白鹿的眉毛紧蹙，深深吸了口气：“你说什么？你是后悔吗？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这么多年自己还是单身，可能这样还更加好。”第23号车美女接送。陈松说完，高高抬起头，冷道：“白鹿，你就是个现实的女人，这么多年来，我都全心全意为你，没想到你竟然在我最落魄的时候离开我。其实这是有原因的。”陈松提起手，摇着头：“算了，你别说了，我们好聚好散。”说完，陈松掠过白鹿的身边，微微转头看着他的背影，右眼弹出一行小字体：人物白鹿，身体状况右眼感染病毒，心理状况想彻底分手。想得美，怎么说也得要个分手费。看到这些信息后，陈松冷笑一声，果然这个女人眼中就只有钱，连现在都只是惦记着这些钱。想到这里，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摇了摇头，正要离开。站住！白鹿大声喝道：“你想这样就走？怎么？难不成你还想要跟我问分手费吗？”陈松早就看穿了他的心思，此刻让他顿时就无话可说，整个人都愣在原地。没错，我就是来找你问要分手费的。笑话！陈松摇了摇头：“抱歉，法律没有规定分手要付分手费的。”说完，他便潇洒地转身离开，但是白鹿却还是不依不饶跟着他，就像是一个追债的人一样。正当这个时候，一辆保时捷经过街道，缓缓停泊在路边，瞬间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陈松看见这辆车有些眼熟，便缓缓停下脚步，而后面的白鹿也停住了脚步，喊道：“喂，我跟你说话呢。”旋即，众人的目光都落在这辆车上，只见车门缓缓打开，一双雪白的腿迈出来。柳小姐。柳若男今天穿得很正式，一袭蓝色的礼服彰显身份的高贵，精致的妆容足以让所有女人都低下头。陈松，他朝着陈松喊了一声，这让后面的白鹿顿时有些惊讶。他认识眼前这个女人，正是柳家的千金大小姐柳若男，但是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柳若男会认识陈松呢？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眨了眨眼睛，迎着众人羡慕的目光走到柳若男的身前，问道：“你怎么来了？我是来接你的呀。”陈松苦笑了一声，无奈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我不是说过了吗？不用来接我，今天是你爷爷的大喜日子，家里应该很多事情忙吧？”“没事，家里有我叔叔搞定，我怕你找不到地址，所以就特地来接你的。”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旁边的白鹿的眼神呆滞下来，问道：“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柳若男看见白鹿后，转头对陈松问道：“这位是？”陈松有些不情愿地说道：“我前女友，刚刚偶然相遇，聊了一会儿。”“这样啊。”柳若男深深吸了口气，嘴角泛起礼貌的笑意，随便打了一声招呼后，就对着陈松说道：“时间不早了，你礼物挑选好没有？”陈松耸了耸肩头：“没有，逛了大半天都找不到好东西。”“我就知道，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陈松愣了下，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这个怎么好意思啊？没有什么，我这是赶时间。其实爷爷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寿礼，
只要你去了就行了。说完，柳若男就主动拉着陈松上车，而后面的白鹿却欲言又止，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也许是因为柳若男的光芒实在是太耀眼了，瞬间让白鹿感到自卑，只能眼睁睁看着陈松上了柳若男的保时捷，远远驶远。白鹿！突然，后面的小年轻喊了一声，眼中充满了怨念。此时的白鹿才反应过来，立即转头，苦笑道：“亲爱的，怎么了？怎么了？”哼，原来你是这样的女人，我真的是看错你了。不是，这是有原因的，怪不得陈松跟你分手，原来你是如此贪财的女人。算了，我觉得我们也不合适，就这样吧。白鹿瞬间感觉到一道天雷直劈在脑袋上，当场拉住这个小年轻：“亲爱的，我只是开玩笑，你自己慢慢玩吧。”小年轻直接甩手将白鹿踉跄摔在地上，转身就快步离开。白鹿跌倒在地上，不少路人都在围观着他。此刻他只感觉到无尽的悲伤和后悔。如果当初他不跟陈松分手，那自己现在早就应有尽有了。就这样，白鹿在古玩街的街道上吹着冷风，眼中布满悔恨。与此同时，柳若男一边开车一边瞥眼看着陈松，有些在意的问道：“刚刚你前女友找你有什么事情啊？”陈松只是笑了声：“没事，只是聊聊天而已。”“是吗？他应该是找你复合的吧？”陈松愣了下，眨了眨眼睛，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呵呵，很简单，你现在可是整个市区的名人啊，现在拆迁房投资赚了一大笔，商圈那边基本上都传遍了。”“是吗？其实我也是搏一搏嘛。”“那你有答应吗？”陈松问道。“什么答应不答应？就是你前女友提出复合啊，拜托，正所谓好马不吃回头草，我陈松堂堂七尺男儿，岂会去吃回头草？”柳若男呼了口气：“是因为身份上的差距吗？你觉得他配不起你对吧？”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微微低下头，眼神略有几分可笑：“不是，只是我不喜欢他的人品罢了，跟身份无关。”“哦，那你认为身份重要吗？”陈松双手托在后脑勺，深深吸了口气，说道：“身份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比较的东西，我不喜欢这样，或者说讨厌这样。”柳若男听了后，嘴角泛起苦笑，盈盈秋水的眸光闪动：“真羡慕你能有这种想法，人皆常情罢了。我从小就生活贫困，自然懂得这道理。刘小姐出身富门，或者这种事情对于你来说难以理解吧？”“不，我理解，只是我不能自己去选择。”柳若男的话语有几分悲伤，无奈的摇了摇头。看到他这副表情，陈松也有些在意，随口说了句：“没事，那些事情你慢慢跟家族沟通就行了。”第24柳家寿宴，柳若男点了点头，但是他其实自己知道，家族的人不可能认可他的这种想法。很快，车辆开到一处郊外，陈松瞥眼看着车窗外的景色，有些好奇问道：“柳家是在郊区外的吗？”“爷爷喜欢山水，所以就在这一片区域建造了一个园林，还有山顶的庄园也是我们柳家产业。”听到这里，陈松有些震惊，抬起眉毛就问道：“不是吧？这一片山林都是你们柳家的？”“对啊，这片区域都是我们柳家的产业，这里可是足足正片山林区域啊。”陈松不禁摇着头，心中一阵震撼。很快，车辆开到一个大宅门前，这里有专门的车库可以停车，两个身穿佣人服装已经在恭候了。“小姐，您回来了。”陈松下车后，看到这偌大的大宅子，跟很多豪门不同，这大宅并不是彰显富贵荣华，而是讲究一种格调。宅中面积极大，外面的风景十分优美，可谓是依山傍水，养老圣地。这地方不错啊。陈松不禁感慨一声。看见陈松这欣喜的样子，柳若男就介绍道：“这宅子是我爷爷那一辈就建成的，算是我们家的祖房了，还有专门打理的花园，后山还是高尔夫球场，商店是酒庄，专门酿制葡萄酒的。”陈松听了后才知道，这就是豪门的生活，简直是所有人都向往的梦想。大宅中两侧有很多保安，他们站在门口检查宾客的信息。此时已经有不少宾客到场，停放的豪车几乎都占据了整个外院。这些宾客们几乎都是按照邀请函进来的，若是没有邀请函的话是进不去的。陈松没有邀请函，但是他是柳若男亲自带进去的，所以就有了一个特殊例子。很快，陈松就跟着柳若男走到宅中。就在这时候，突然一位保安走过来，对着柳若男敬礼：“抱歉，刘小姐，客厅暂时不能进去，请你带客人到庭院等候。”柳若男有些懵逼问道：“客厅怎么了？老爷正在接待重要的客人，所有人都不能进去，等这位客人出来才能入座。”
听到这里，柳若男眯起双眼，双手交织胸前，有些疑惑地问道：“不对啊，爷爷招呼什么人，竟然把全部宾客都赶出去了？”陈松笑了声：“可能是很重要的客人吧，刚好我想参观一下这里。”“行吧，那我带你去庭院那边。”两人来到庭院，这里是一片精心打理的草坪，中央处搭建了一个平台，这是专门用来表演所用的，周围都是长桌，桌上摆放着各种美食，草坪上还有不少年轻的俊男秀女在三五成群站着聊天。陈松看了看，嘴角泛起笑意说道：“没想到这寿宴策划的就像是婚宴一样，真是难得一见啊。”柳若男轻笑了一声：“对呀，我爷爷这人还是挺潮流的，他从来就不死板，只是在传统方面有些讲究。看得出来，刘老爷喜欢古玩这点基本上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此时庭院这边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全部都是被邀请过来参加寿宴的富家子女。陈松看着这些豪门子弟，穿金戴银，穿着一个比一个华丽，自己顿时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正当这时，一个中年男人朝着两人走了过来。“若男，你怎么现在才回来？”这个中年男人一副平静的样子，说话挺客气的。“我去接个朋友过来。”柳若男靠近陈松的耳畔，轻声细语说道：“他是我的大叔，刘远志。”陈松微微点了点头，心想着，看来这场寿宴来的宾客不仅仅是刘老爷所请的，还有他的几个儿子请来的客人。“朋友，是这位先生吗？”刘远志问道。陈松轻轻点了点头：“你好，在下陈松。”“陈松？哦，我知道了。”刘远志似乎并不对陈松有任何好感，只是随便应付了一句后便转身就离开了。此时的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眼神有些低沉。“若男，那边有几个朋友在等着你过去呢。”柳若男瞥眼看了看，原来是其他家族的千金，他们都是在家族生意合作才结识的，一个个都喜欢比较，根本就没有什么朋友可言。“我知道了，叔叔，你去忙吧。”“好，那你好好招待客人啊，那些可是我们家族的重要合作伙伴。”刘远志转身就走开了。陈松就立即说道：“你可以去忙了，我自己可以到处看看。”“不需要，我压根就不想过去。”柳若男冷冷说道：“我不喜欢跟那群人在一起，一直比来比去，烦都烦死了。”陈松愣了一下，嘴角泛起笑意：“不是说女孩子都喜欢比较忙？况且你这么优秀，应该没人能比得上吧？”“谁知道呢？”柳若男心情有些低沉，随即就转身看着远处，微微说道：“别管他们了，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吧。”正当柳若男准备带陈松去其他地方参观时，突然后面就响起一道声音：“若男！”两人同时转头，只见一个文质彬彬的男生带着一群年轻人缓缓走过来。柳若男的眼神显得有些阴沉，深深吸了口气，故作苦笑回应道：“林公子，欢迎参加，我爷爷是80大寿。”“哎呀，刘老爷的80大寿，我必须要来啊，不然怎么能有机会见到您这个大美人呢？”“呵呵。”林公子说笑了，“我们已经见过不少次了吧？”“对啊，但自从第一眼我就被你深深吸引住了，现在每时每刻都想着你，今天终于有机会能来见见你了。”听到这些话，陈松都感觉到尴尬，现在的男生都这么直接表达出直接的爱意了吗？看来自己是真的老了，不懂年轻人的这些想法。然而陈松抬起头看见这林公子的时候，眸中淡出一则信息，瞬间让他整个人都愣在原地。人物：林正，年龄25岁，身体状况：肾虚，阳气不足，较重。心理活动：柳若男真好看啊，无论如何都要得到这个女人，玩起来一定很爽，今晚得想个办法好好玩玩她。第25内心的想法。陈松没想到这表面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林公子，竟然心中如此龌龊，见面就已经对柳若男有了这种肮脏的想法。这位是？林正缓缓朝着陈松的方向走近了一点，这让陈松有些尴尬，轻笑道：“你好，我叫陈松。”林正没有回应，而是转头对柳若男问道：“他是你朋友？”柳若男点了点头：“没错，他是我最近认识的朋友。”林正阴沉的上下打量着陈松，深深吸了口气：“请问这是哪家的少爷？我好像没有见过啊。”林正感到很是迷惑，按道理来说，云海这边大大小小家族的人他都认识，但是眼前的陈松却让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他不是什么家族少爷，他是我最近拍卖会认识的朋友。听到这里，不少人都有些疑惑起来。林正笑了一声，摇了摇头：“随便在拍卖会就认识了，这交友太随便了。不是我说，若男啊，这方面你还得要好好小心一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柳若男当即就脸色不悦，说道：“陈松是爷爷邀请的贵宾，你们是有什么意见吗？”听到这句话，林正瞬间脸色大变，甚至感到尴尬起来。
是吗？那还真是大人物啊。陈松有些无奈的苦笑一声，而周围的人都只能够摇了摇头，不敢再说一句话。只不过林正却还是有些不服气，说道：既然是刘老爷邀请的贵宾，估计是有什么本领吧？这个我还真没有什么本领。陈松谦虚的苦笑道。这倒是让林正瞬间抓住了这个痛穴，抬起眉毛说道：哎呀，既然是这样的话，估计是刘老爷客气随便说了一声吧。对啊，刘老爷可是4家族之一的主子，怎么可能会邀请这种无名之辈参加寿宴呢？若男，我看你是不是把事情办得太认真了？你爷爷只不过是出于礼貌随便一说，你还真的把人带回来？听到这些话语都是带刺的，柳若男当即面色不悦，微微说道：就算不是爷爷请的，那我自己不能请吧？陈松是我请过来的，不行吗？再说了，这是我们家的宴会，请什么人，不需要向你们汇报吧？柳若男一下子就心里所想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还真是嘴不留人，瞬间让这些人都哑口无言，气氛一下子骤降下来。这是柳若男第一次将自己心中的怒意宣泄出来，所以此刻他也算是彻底松了口气。也许是因为陈松的感染下，他才会有这种胆量。而被说的林正以及这些年轻人都纷纷目瞪口呆，他们没想到平时端庄礼貌、平易近人的柳若男竟然会说出这种话，而且还是帮陈松这种人出面说的。怎么，你还有什么意见吗？柳若男双手叉腰，颇有气势地问道。此刻的林正显得有些难堪，抬起头就说道：行吧，是我们的错。哼！柳若男没有再理会他们，转头对着陈松说道：我们走吧。说完，柳若男就带着陈松离开。而林正等人看见两人的背影，顿时眼神阴沉下来。没想到若男他竟然为了一个男人而发火，看来这个叫陈松的人不简单啊。哎呀，管他简不简单呢，反正也跟咱们无关。的确是这样，林正虽然是喜欢柳若男，但是他很清楚柳若男不属于自己。在4大家族这里早就有传言了，柳若男已经归属于蒋家的大儿子蒋斌。现在蒋家正在客厅跟刘老爷谈论这些事情，而蒋斌听闻也是非常喜欢柳若男，所以自然就能水到渠成了。视线回到陈松这边，他看见柳若男这表情，苦笑一声：你这是干嘛？柳若男秀眉紧蹙，转头看着陈松，那些人分别就是在贬低你，怎么你还不生气啊？陈松笑了一声：我生气干嘛？他们说就让他们说吧，这么在意别人的言语干嘛？不是，你真的不在乎吗？陈松耸了耸肩头，深深吸了口气，说道：说实话，这些话虽然是难听，但是影响不到我，所以自然就可以选择无视了。这种心境其实很多人都做不到，但是陈松以前经历这些冷眼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已经习惯了。你的心态真好，如果我能有你这个心态，估计现在就不会这么烦恼了。烦恼？你有什么烦恼就尽管说出来吧。柳若男看见陈松深邃的眸子，内心似乎有了一点挣扎，微微说道：我刚刚打听到，客厅里招待是蒋家的老爷子蒋权贵，那又怎样？还有蒋斌，就是蒋家的大儿子，他们在里面讨论我跟蒋斌结婚的事情。听到这里，陈松愣了下，眨了眨眼睛问道：什么？你跟蒋斌结婚？连男女朋友都扯不上，这就结婚了？没错，我们家族一直都是这样，就像是我父母，我父亲是商人，母亲是政客，听爷爷说，以前他们2个没有任何感情就结婚了。为什么？因为生意呗，两家都有共同利益，结婚可以促进两家的关系，所以2人就结婚了，仅仅只是为了一桩生意。陈松听了后摇了摇头，这也太随便了，跟自己不喜欢的人结婚，就为了利益，在他们的眼中就是这样，利益永远大于一切，这也是我们这个圈子常有的事情。陈松接受不了这种事情，无奈的摇了摇头说道：说实话，我还挺不喜欢这样的事情的。的确，我甚至非常反感，但是却没有办法，家族的压力很大，如果真的压下来的话，那我可能真的要跟蒋斌结婚了。看见柳若男的表情非常难堪，陈松双手交织胸前，摸了摸下巴。那你想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以前一直就拖着，但是父母过2个月就回来了，到时候就无法避免了。现在爷爷已经跟蒋老爷先谈着了，那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不如直接摊牌吧。陈松很直白地说道。第26，假装情侣。就在这个时候，柳若男却摇了摇头，说道：我现在还没有碰到适合的人，那就有点难搞了。柳若男想了一会儿，突然就抬起头，咬紧阴唇说道：陈松，不如你来帮帮我吧。帮你？我怎么帮你啊？你来假扮我男朋友，让蒋家和爷爷死了这条心。听到这里，陈松当即就显得有些震惊，说道：
不会吧，大小姐，你找人假扮也找个身份符合的呀。柳若男嘟起嘴唇，眸中闪动，我能信任的人就只有你一个。什么？这既然柳若男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陈松也有些难以拒绝，挠了挠头说道，但是有人会相信吗？有，我们表现得亲密一点就行了。陈松摸了摸下巴，上下看着柳若男，心中一阵邪念升起。啪！陈松下意识一巴掌抽在自己的脸上，自己可是正人君子，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真是没出息！你干嘛抽自己啊？没有，有蚊子。陈松苦笑道。那你到底答应不答应啊？看着柳若男楚楚可怜的样子，陈松此刻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点了点头，行吧。但是先说明啊，我可不擅长演戏，这些事情还得你自己看着办。好。柳若男突然就开心起来，下意识地抄起玉手挽住陈松的臂膀，这种感觉让陈松心脏加速跳起来，脸颊泛起一丝微红，简直是做梦都没想到柳家的千金竟然主动挽住自己的手臂，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幸福了，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啊！陈松此刻正在享受着这个过程，不知不觉就走到人多的地方。此时不少人都将目光落在他们两人的身上。那是柳小姐吗？哎呀，柳小姐挽住一个男人的手啊，什么关系啊？这还用说吗？这关系不明显吗？很多人都感到特别震惊，毕竟柳若男的举动实在是太过张扬了。好了，各位。正当这时，客厅的佣人走了出来，对着众人喊道，可以入席了。众人缓缓走入客厅，这里整整齐齐排满了30多桌，其中最前面的是主席位，只有跟柳家亲戚或者是关系好的人才能坐。柳若男身为柳家的千金，自然是要坐在主席位上，而陈松是柳老爷特别邀请，自然也是能坐在主席位上。两人走到主席位边上，只见柳老爷穿着一身红色唐装，红光满面，精神奕奕。陈先生，柳老爷立即站起来，伸出手对着陈松说道，您能来真是太好了。爷爷，我特地去接陈松来的。柳若男说道。这句话瞬间让主席位上的宾客感到有些震惊，尤其是最左边坐着的一位穿着名牌西装男，他就是蒋斌，而旁边的一个长袍老爷子则是蒋家的主子蒋权贵。哦，若男，您亲自接回来的？看来这位先生挺大牌啊。蒋斌毫不客气说道。呵呵，哪里，只是若男他比较注重这方面的事情吧。这方面，蒋斌有些冷笑一声，你说的好像对他挺了解啊。这时候，刘老爷摆了摆手，什么呀？我只是认识了1周时间。听到这个时间，蒋斌也是在冷笑一声，是吗？看来陈先生挺有本事的呀。1周怎么了？突然，柳若男抬起秀眉，紧接着说了一句让众人都怀疑人生是话语：1周就不能成为恋人关系吗？噗！陈松喝到一半的茶水直接喷了出来，目光瞪大，轻声细语道：大小姐，你这也太直接来吧。什么？难道有什么好隐瞒的？若男，这是怎么回事？刘老爷突然问道。我现在跟陈松谈恋爱啊，有问题吗？柳若男的话语再次震惊了在场的众人，尤其是蒋家的人。明明刚刚已经商量好蒋斌跟柳若男的婚事，怎么现在却半路杀出一个陈松？爷爷，我忘记告诉你了，我跟陈松其实早2天就确立了关系了。现场气氛瞬间骤降下来，所有人的脸色都非常难看。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啊！刘老爷胆战心惊的继续说道：陈松，你来说说。啊，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吧，只是谈个恋爱而已。蒋斌眼神顿时就冷了下来，话语冰冷说道：谁给你的勇气？啊，我谈个恋爱还需要勇气吗？不过告白的时候的确需要勇气。我是问你，谁给你的勇气跟我抢女人？蒋斌也是那种大男子主义很浓的人，所以说话也是毫不客气。反倒是陈松这边很是淡然，抬起手就说道：那也得问问若男他喜欢谁吧。若男，你来说说。刘老爷问道。柳若男完全没有顾虑，直接靠近陈松说道：我就是喜欢陈松。你……刘老爷顿时脸色阴沉，这好好的寿宴竟然因为这一句话彻底变味了。其实柳若男也不是专心要气自己的爷爷，但是这可是自己的终身大事，他必须要反抗，不然就会沦为自己父母那样的命运。糊涂啊！刘老爷眼神叹了口气，哎，陈先生，您也是的，怎么这么轻易就答应了呢？他当然答应了，娶了豪门千金，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啊！蒋斌冷冷说道。只是他还不清楚自己几斤几两，有没有这个资格。蒋斌缓缓站起来，目光凝视着陈松，
高高抬起头，你是什么身份？报上来吧。够了。柳若男也站起来，双手交织胸前，展现出往前不同的一面。你管他是什么身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若男，刘老爷喊了一声，柳若男这才缓缓坐下来，态度跟往前大不相同，判若两人，让这些宾客们都大为震惊。看见现场气氛凝重，陈松立即说道：行了吧，大家别因为我这事情而气恼，毕竟尘埃落定，无法改变。今天是刘老爷的寿宴，大家应该开心一点。对啊，陈先生说的对，大家都开席吧。刘老爷连忙帮忙圆场。第27发霉的茶叶，随着刘老爷的话音落下，现场气氛也缓解了很多。除来蒋斌和蒋权贵两人外，其余的人都纷纷开始谈笑言欢。蒋斌此刻对陈松的敌意已经是非常明显了，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陈松深深吸了口气，转头对着柳若男说道：看来他是盯上我了，跟上次李国成一样。现在陈松身边又多了一个仇家，但是这次柳若男却说道：没事，蒋家是4大家族之一，而且他们在云海是德高望重的存在，他们不会轻易针对你的。听到这里，陈松有些迷惑，眯起双眼问道：为什么你这么肯定？蒋家一直以来名声很好，若是因为这点小事而来针对你的话，传出去会影响他们的名声，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他们可不会去做。陈松微微点了点头。然而当他扫眼看向蒋斌的时候，右眼再次弹出一行小字体：人物蒋斌，年龄25岁，身体状况良好，心理状况，这小子竟然敢跟我抢女人，一定要给他一点教训。不过为了顾及家族的面子，今晚上再叫人动手。陈松愣了下，眼神阴沉下来，看来柳若男的话语并不准确，这个蒋斌可不会是那种轻易放过敌人的家伙。他现在正想着找人来找自己麻烦，如果没看错的话，他应该是在今晚动手。有些事情若是提前知道了，反倒会觉得更加安心。所以陈松此刻没有任何的紧张感，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所以想要找办法应对还是很简单的。就在这个时候，蒋斌却突然说了句：对了，今天是刘老爷80大寿，我这边亲自为刘老爷挑选了一些极品茶叶。说完，他就将一盒茶叶递过去，看似很平常的礼物，但实则这个包装却让不少人感到惊讶。这是极品龙茶普洱啊，怎么买到的？我记得这种龙茶可是极度稀有的茶叶啊，3年才开一次花。众人都纷纷惊叹一声，只有陈松却没有任何震惊，反而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因为在他的右眼中已经完全将这茶叶的信息看透了。物品普洱茶叶，年份2年，状况发霉，价值20元 RMB。 看到这一则信息，陈松不禁再笑了一声，这让不少人都感觉到有些奇怪。柳若男轻声细语说道：你这是干嘛？没事，只是想起了一些高兴的事情。正当这时，蒋斌似乎在陈松的面前显摆着，故意说道：这一盒茶叶有钱都买不到。的确是买不到。陈松笑着说了句。蒋斌有些不爽，得意的说道：你好像有什么话想要说？陈松摇着头，微微说道：抱歉，我实在是忍不住了。你这种所谓的龙茶普洱，其实实际上是商贩利用年份来造价的。那些商贩一般会跟你说，这龙茶普洱存放了30年或者50年，但是实际上你却无法判断真正的年份。听到陈松的这些话，蒋斌是一脸茫然。他一个学设计的人，怎么可能会懂茶叶这些知识呢？他之所以买茶叶送给刘老爷，那是想着撮合自己跟刘老爷的爱好，从而增加一些感情。普洱越陈越香的，而且还有分熟茶和生茶。你的这一盒茶叶是青绿色，应该是生茶，因为生茶发霉后会有一阵陈旧的香味，而这种香味往往会让人误会，以为是存放年代久远的香味，其实不然。你的这一盒普洱估计就是商贩故意假造年份而买给你的发霉普洱。我对茶叶还是有些研究的，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可以拿茶叶去找专业机构查一查。陈松的话语掷地有声，顿时整个餐桌上寂静无声，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许久后，蒋斌顿时不悦地说道：你懂个屁，我可是从熟人手中买到的，花了足足80多万，怎么可能是发霉茶叶呢？哦，那估计是你那朋友坑你了。陈松笑了声，建议你找你朋友好好对质，不过现在估计他应该不会接听你的电话了。怎么可能？为了让陈松闭嘴，蒋斌当即就拨打了一个电话。然而过了1分钟后，蒋斌却眼神难堪，看着手机，眼神显得特别阴沉。这家伙怎么不接听啊？陈松笑了声，说实话，如果我把你给骗了，肯定不会跟你再有联系。可恶！此时的蒋斌才有感觉自己是被坑了，
虽然80万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一顿饭的价钱，但是对于普通人而言，80万足足能生活一辈子。蒋斌其实不是心疼那笔钱，而是在这种场合感到非常难堪。随后，刘老爷一直研究着茶叶，微微点了点头，说道：“的确如陈先生所言一样，这茶叶应该是发霉了。为什么会发霉？”柳若男突然问了句。因为天气潮湿，再加上保管不够。如果是茶饼的话还好，可惜这还是散装茶叶，别说2年了，1年都会发霉。听到陈松这么说，刘老爷仿佛遇见了知音一样，笑着说道：“哎呀，陈先生你也洞察到吗？”陈松抬起手，脸色有几分尴尬，笑道：“略懂1、2。是吗？那样看来以后可以跟你交流交流经验了。”哪里，我还得向您请教呢。随着两人的话音落下，蒋斌的眼神都变得难堪起来，他咬着牙齿，脸色非常不悦。在座的宾客都在暗中取笑着蒋斌，瞬间他的颜面尽失。蒋权贵也眯起双眼说道：“让你事先了解一下，你就是不听。现在好了，这脸丢到了。”蒋斌深深吸了口气，不以为然地说道：“面子这东西是自己挣的。”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蒋斌再次将目光落在陈松的身上。此刻陈松再次感受大这股视线杀意。唉，真是没意思。柳若男问道：“怎么了？”这家伙一直都对我虎视眈眈，看来今晚是要出事了。听到陈松这么说，此时的柳若男却突然说道：“没事的，今晚上我亲自送你回家。”没必要吧？第28突发疾病，很有必要。你现在假扮我男友，我接送你回家，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的确是如此，但陈松觉得柳若男完全没必要这么做，毕竟就算他来了，也解决不到任何问题。很快，寿宴就在一片热闹声中缓缓落下帷幕。到了最后送礼环节，柳若男和陈松将挑好的古玩都送给刘老爷。此时的刘老爷欣喜若狂，毕竟古玩是他最热闹的东西，所以送什么都没有送古玩有效果。真好啊！你们两个怎么知道我喜欢这2件古玩？柳若男轻笑了一声：“我可是您的孙女啊，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刘老爷抱着这2件礼物，看起来真的非常喜欢。陈松突然有些内急，所以转身就独自走去了洗手间，而后面的蒋斌也跟着走了过去。两人在洗手间相遇，趁着没人，蒋斌当即就对着陈松说道：“喂，小子，你知不知道我和若男就要结婚了？”“哦，是吗？他可没跟我说，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答应。若男答不答应是小事，反正我们双方家族都已经答应了，她肯定是要嫁给我的，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要不识好歹，赶紧离开他。那要是我不呢？”陈松故意试探蒋斌，蒋斌却冷冷笑了一声，摇了摇头说道：“呵呵，如果你还像条狗一样跟着若男，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面对威胁，陈松自然不会屈服，反倒气急反笑，摇了摇头：“抱歉，我没有将喜欢的东西拱手相让的习惯。”“好，小子，你不要后悔。”说完，蒋斌气冲冲地转身离开。啊！正当这时，突然前方主席位上传来一阵惨叫声：“爷爷，你怎么了？可别吓我呀！”柳若男抱着刘老爷，眼神充满惶恐，对着四周围的人问道：“我爷爷这是怎么了？”然而四周围的人却面面相觑，纷纷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陈松也走了过去，微微问道：“怎么了？刘老爷怎么晕过去了？”柳若男很是紧张地说道：“我也不知道啊，好端端就变成这样了，赶紧打急救电话吧。”“打个毛啊，这里可是山林区，从市中心开救护车过来都要半小时，来回足足1小时。”就在众人都陷入了紧张的时候，突然一位穿着华丽服装的女生走了过来。“怎么了？刘老爷晕倒了。”这女生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说道：“大家都让开吧，我会急救法。”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全部人都纷纷激动起来。“真的吗？等等，这不是江医生吗？”“对啊，果然是江医生，江南医院的主治医师，久仰大名了。”柳若男仿佛是看到了希望一样，立即抓住江林的手，眼睛湿润说道：“江医生，你一定要救救我爷爷啊！”江林眯起双眼，神情凝重，深深吸了口气，点了点头。轰！就在这个时候，外面天空响起一阵雷声，刚刚还晴空万里的天空，突然就风云变幻，狂风骤雨袭来。怎么回事？外面下雨打雷，这兆头可不好啊！此时客厅的不少宾客都围在刘老爷的身边。江林是江南医院的主治医师，医术很高明，年纪轻轻就获得了医学教授的名誉。哎呀，没想到刘老爷的寿宴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希望刘老爷没事吧。
不会真的连80大寿都过不了吧？周围的人纷纷议论，想要出手帮忙，但却没有任何办法。刘老爷的气息慢慢变得虚弱起来，柳若男吓得直接哭了起来。江林处理这种急事还是比较冷静的，他抓住刘老爷手腕，探了一下脉搏，秀眉紧蹙说道：“是心脏病。”“没错，我爷爷是有心脏病。”柳若男这下才反应过来，连忙从刘老爷的身上翻找出治疗心脏病的药物，但是江林却摇了摇头说道：“不行，现在用药的话太迟了。”“那怎么办？”柳若男一脸惊慌地问道。而这个时候，蒋斌走过来，立即说道：“我已经安排好车辆了，现在送医院吧。现在刘老爷出事了。”蒋斌只是想在柳若男的面前好好表现一番。江林秀眉紧蹙，说道：“这里离医院比较远，现在时间不等人，不能浪费时间。”说罢，江林就用手轻轻按压着刘老爷的胸口，他是想用心肺复苏来帮助刘老爷的心脏重新活动起来。不少人对江林抱有希望，只不过现在江林都觉得难以应对，毕竟现在条件有限，自己的医术不能完全展示出来。就在众人都紧张的时候，陈松扫了眼地上的刘老爷，右眼弹出一行小字体：人物柳林，年龄80岁，身体状况心脏病重症，心理活动无，现在情况状态生命垂危，肌骨卡住，喉咙引起窒息晕厥，导致心脏病发展，若不进行急救10分钟后死亡。看到这一则信息，陈松立即明白真正导致刘老爷心脏病的发作的元凶，其实就是喉咙卡住了鸡骨头。这个还挺简单的。看见江林叫来几个人帮忙，看起来还挺大动静的，让陈松都感到有些哭笑不得。他深深吸了口气，缓缓走了过去，对着江林说道：“刘老爷不是心脏病主动发作，你这样做没有半点作用。”周围的人听到这话，同一时间将目光看向陈松。江林有些好奇的转头看着陈松，眯起双眼问道：“你也是医生吗？”蒋斌立即嘲笑道：“他是个屁，别听他胡说八道。”陈松叹了口气，说道：“我可没有跟你们开玩笑啊。行了吧，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吗？刘老爷生命垂危之际，你还在这里胡说八道，若是耽误了最佳的抢救时间，负得起这个责任吗？”陈松见状，眼神有些着急，他也很紧张刘老爷的状况。江林的心肺复苏很专业，但却没有任何效果，看得众人对紧张兮兮。其中最紧张的就是柳若男，他双手紧紧握紧，看都不敢看一眼。第29，陈松的急救法。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说道：“不如让我试试吧，你就别捣乱了，哪里凉快就待哪里。”蒋斌趁机嚷了2句，让陈松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无能。只不过陈松却健步上前，对着江林说道：“你这样做没用，让我来吧。”江林眯起双眼，他不喜欢别人来质疑自己的医术，尤其是外行的人。你能到一边去吗？别阻碍我急救。陈颂也是识趣的人，看见众人的嫌弃，他只能无奈的往后退了几步，眼神阴沉下来。时间过了5分钟，刘老爷依然没有任何反应，气息也变得越来越虚弱了。看着刘老爷奄奄一息的样子，江林也显得无能为力。而蒋斌和蒋全贵看到了后，顿时心中有喜有忧。喜事，如果刘老爷死了，那柳家的企业必然会暴跌，自己蒋家就能趁虚而入，将这些生意都抢过来。优势柳若男这里，若是刘老爷死了，这婚事可能就会作废了。正当这时，江林也放弃了，无奈地摇着头说道：“没办法了，已经到了极限了。”什么？柳若男立即冲过去，眼泪从眼角流下双颊，身体趴在刘老爷的身体上。所有人都要摇头叹息，只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刘老爷就这样生命气息一点点消失。看到众人都已经放弃了，陈松也不想眼睁睁看着刘老爷就这样去世，见死不救不是他的作风。让开！陈松走过去，神情严肃。因为江林也放弃了，所以众人也不拦住陈松了，放他走到刘老爷的身前。哎呀，这小子又来了，连江医生都没有任何办法，你能有什么用啊？我知道你想在柳若男的面前好好表现，但是也不至于胡乱来吧。众人都纷纷嘲弄起来。然而陈松却不管不顾，将柳若男拉开，说道：“我有办法的，你不要哭。”柳若男看着陈松，眼泪流得更加厉害了。爷爷他已经没了。不会的。陈松眼睛一沉，将刘老爷扶起来，用手轻轻捋了捋后背，手掌中空，狠狠拍了一下。啪！这个举动瞬间引起不少人的不满，尤其是蒋斌，他立即指着陈松：“陈松，你要干嘛？你这家伙是侮辱刘老爷吗？”陈松摇了摇头，没管这些人，继续一掌又一掌拍在刘老爷的后背。这家伙！蒋斌要出手阻止，
但是下一秒钟，刘老爷却突然猛烈咳嗽了一下。什么？刘老爷好像喉咙有什么东西卡住了，一直在爆咳。咳嗨嗨！陈松眼看着刘老爷咳不出来，手中用尽最大的力量拍了下去。啪！这一巴掌落下，卡在刘老爷喉咙的鸡骨头终于被咳出来了。药！陈松摊开手，对着柳若男喊道：“什么药？心脏病的药！赶紧！”柳若男立即反应过来，急忙拿到心脏病的药递给陈松。陈松将药塞入刘老爷的口中，紧接着喊道：“刘老爷，赶紧吞下去！”因为鸡骨头已经吐出来了，刘老爷也能将这药吞下肚子了。刘老爷虚弱的将药吞下去，紧接着缓缓睁开双眼，似乎有些效果了。呼！过了2分钟后，众人的目光都呆滞下来。只见刘老爷缓缓松了口气，仿佛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呼！真是从鬼门关走了一趟。刘老爷不禁叹了口气：“爷爷，你要吓死我了！”柳若男连忙抱住刘老爷，一直在哭泣。陈松也松了口气，紧接着缓缓站起来，活动了一下筋骨。刚刚嘲讽陈松的众人此刻都不敢出声，尤其是蒋斌，他尴尬的往后退了几步。我都说了吗，我能有办法。陈松笑了一声。刚刚做急救的江玲也有些好奇，走过来问道：“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陈松轻笑了一声，紧接着说道：“他的气息。”气息？你这都能感受到？江玲感到很奇怪，因为人体的气息很难用肉眼去观察清楚。陈松他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感受到的？其实陈松也是随口一说，他根本就不懂什么气息感应。刚刚实在抱歉，如果我早点相信你的话，可能早就已经好了。江玲知道自己错了，立即向陈松道歉，态度良好。陈松也很快接受了这个道歉，但是旁边的众人却一声不吭，似乎没有做什么对不起的事情。无需要道歉，尤其是蒋斌，依然还是用不屑的目光看着陈松。这个陈松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刘老爷喘过口气后，紧接着转头看向陈松，很是激动地说道：“陈先生，是您救了我吗？”柳若男点着头：“是陈松救了你。”陈松轻笑了一声，摇了摇头：“没事，我也只是碰巧试一下而已。”哎呀，这个大恩无论怎样我都会记住的。柳若男看着陈松，眸光闪动，很是感激，毕竟是救命之恩。陈松也觉得是理所应当，但是他也不是想要什么回报，只需要一声感谢就行了。然而正当这时，蒋斌却突然走了过来，展现出一脸非常紧张担心的样子。哎呀，刘老爷啊，你没事真的太好了，有心了。我没事，大家都不需要担心了，全部都回到席上吧。刘老爷缓缓站起来，眼神显得非常淡然，而后面的柳若男却说了句：“爷爷，您这身体，我觉得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为好。”江林这边也建议道：“没错，我也建议去我们医院检查一下，毕竟您这病不能拖下去。哎呀，都是老病了，心脏病不好治，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治疗心脏病还是有一些办法的。”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刘老爷有些顾虑，他转头看着柳若男，轻笑了一声：“算了吧，我可不想进院冒风险。我现在最想看见我的小孙女出嫁，那就足够了。”这句话瞬间让柳若男清楚，原来在爷爷的心中，自己的婚事才是最大的。柳若男眼珠子再次闪动，而陈松这边却暗暗叹气，因为从现在刘老爷的身体状况来看，估计没有1年命了。1年内想要看见柳若男出嫁，的确是很困难啊。第30做网络直播，想到这里，陈松不禁摇了摇头，随即就回到座位上，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很快，寿宴再次回到刚刚的热络场景，一直持续到晚上10分，宾客们都纷纷离席退场，最后就剩下主席位的各位。主席位的宾客都纷纷跟刘老爷聊起了一些商业上的事情，这些事情对于陈松而言就是一本经书一样，听得满脸懵逼。看见不少人都已经离场了，陈松也连忙站起身，对着刘老爷说道：“刘老爷，我也先行告退了。”这样啊，若男你好好送送陈先生吧。柳若男点了点头，紧接着带着陈松走出客厅这边。今天的事情非常感谢，如果没有你的话，爷爷可能就……没事，举手之劳，我总不能是见死不救吧。总之这个恩情我们柳家都会记住，你以后若是有困难的话，可以随时联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都会来帮助你的。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脑海中浮现出一种不好想法，只不过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行吧，那你就不用送我了，赶紧回去陪刘老爷吧。因为今天刘老爷的身体出现问题，所以柳若男也是挺担心的，轻轻点了点头，就转身走进去了。陈松叹了口气，自言一句：“好好陪陪刘老爷吧，没多少日子了，
回去后，陈松躺在床上，将今天的疲惫一下子就放松下来。很快，他就进入了梦想。当他睁开双眼的时候，突然就收到了一条信息。他缓缓打开手机看信息，是郑伯厚给他发来的消息，今天想要邀请他吃顿便饭。但是陈松很清楚，说是吃便饭，郑伯厚肯定是有事情求自己。不过，陈松很快就接受了这个饭局，毕竟郑伯厚这家伙有很多路子，跟着他的话，很有可能有多点路子赚钱。陈松起床洗漱打扮，整理好一切就出发了。他按照地址来到云海中央城区最出名的酒楼净水楼。这个酒楼很特别，建造在一处湖边，靠窗边的客人可以眺望这片湖色美景。到了晚上，甚至能在最好的方向角度观赏月亮。陈松以前也经常想来这里欣赏月色，只可惜这里的消费太高了，他一直都不舍得来。净水楼台先得月，哎呀，早就想来这里看看了。陈松深深吸了口气，走进酒楼。因为现在是中午时分，这里并没有多少客人，大多数客人都喜欢晚上的时候才来这里，一边用餐一边欣赏湖色与月亮。陈松刚刚走进去，一个服务员就缓缓走过来，低下头就问候道：“先生，请问几位？我找人的。那先生您叫什么名字？”“我姓陈。”服务员听到这个姓氏后，当即低下头弯腰鞠躬，做出一个请的姿势。“陈先生，里面请。”随后服务员就带着陈松来到一处包厢中，此时的包厢就只有郑伯厚一个人。“陈松，你来了呀！”郑伯厚很是热情，亲自走过来迎接，嘴角泛起笑意说道：“听说最近你小子投资南港一区赚了一大笔啊。”“呵呵，只是搏一搏，没想到还真的搏成功了。”“哎呀，你就谦虚吧，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是有80%的把握才敢投资的对啊吧？”“何止80%，那可是100%啊！”陈松礼貌笑了一声，紧接着说道：“今天你找我就是想跟我商量这件事情？”“不是，我来找你主要是想跟你商量另一件事情。”郑伯厚连忙做出一个请的姿势，紧接着说道：“最近我这边找到了一些路子，想跟你商量一下。”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眼神阴沉下来，问道：“什么事情？你听说过最近搞那些网红直播吗？”这些事情陈松倒是很是清楚，对于这些做直播的，他其实也多少了解一些，只不过他现在也是正经的商人，没必要做这种吃青春饭的事业。“你是打算做直播吗？”陈松问道。“不是我做，是我们来做。”听到这里，陈松眯起双眼，双手交织胸前，上下打量，笑了声：“人家做网络直播都是俊男靓女，我们两个又不是女的，长得又不帅，做什么直播？哎呀，我这边可以帮忙搭桥，你也有专业的才华啊。”“才华？”陈松端起热茶抿了一口，摇了摇头说道：“现在做直播还讲才华吗？当然讲了，尤其是做鉴宝这行业。”“哦，鉴宝？”郑伯厚连忙点头：“没错，这是最近新兴的直播行业，那就是帮人鉴宝。你看怎样？”陈松听到这些后，立即眉毛紧蹙起来，这的确是一个突发奇想，只不过真的有人会喜欢鉴宝直播吗？他还是有些好奇起来，紧接着转身就问道：“那你能搞到流量吗？”这点事情对于我一个商人来说，简直是太简单了，就差一个鉴宝师傅了。陈松摸了摸下巴，眼神逐渐阴沉下来，跟着说道：“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估计能是一个兴盛的行业，只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鉴宝这块。哎呀，所有人都有一颗捡漏的心，谁都想随便捡一块石头就是宝石，他们有这种心理，咱们安排直播才有人看嘛。”郑伯厚是一个十足的商人，正所谓无利不早起，他今天这么着急找自己商量这件事情，必然是有十足的把握。陈松眯起双眼，犹豫了一会儿，最后才微微点了点头：“那可以先试试。”“你答应了？那实在是太好了，我这边尽量快点安排。”郑伯厚欣喜若狂。其实陈松也是最近没有什么事情做，所以才会跟着郑伯厚去做这直播。酒过3巡，菜过5味，陈松和郑伯厚两人在包厢吃饱喝足后，两人的关系也增长了不少，就连走出去都是肩搭肩的。然而，正当他们两个走出去后，突然在廊道上遇到一个年轻人，他似乎一样就认出来陈松。“哎呦，这不是陈松吗？”陈松有些懵逼，眨了眨眼睛，问道：“你是第31同学会，你不记得我了吗？”这个小年轻眼神略显有些激动，立即说道：“我是你高中死党李永波呀。”听到这个名字，陈松当即就眨了眨眼睛，仔细打量了一下，立即笑了一声：“哎呀，阿波啊，好久不见啊！”旁边的郑伯厚看见陈松跟老同学相遇，自然也很识趣，不敢打扰，
转身就说道：“陈松，你们先聊，我现在就去紫金传媒公司先说一声。”陈松愣了下，连忙问了句：“紫金公司？就是那个最大的影视公司？”“对啊，那个地方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开的，如果没有他的这条路子，我还真不敢叫你来呢。原来是有后台的，怪不得这家伙大清早就找自己商量呢。行吧，那你就先去忙，我就等你消息吧。”“好嘞。”看见郑伯后缓缓离开，陈松下意识地转头看向李永波，立即激动地抓住他的双肩：“阿波呀，自从高中毕业，咱们就没联系了啊。”李永波笑着说道：“你小子自从上大学后就没跟我们联系过，现在看来是混得挺不错的呀。”“哪里，前阵子才穷得叮当响。”李永波不知道陈松投资房地产大赚一笔的事情，所以自然也不知道陈松到底是混得好不好。“对了，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陈松耸了耸肩头：“刚刚被公司开除，现在是无业游民。”听到这里，李永波的眼神有几分低沉，微微叹了口气：“哎，这世道找工作挺难的，我也是帮人你打工，不过我那边当物业保安，工资待遇和福利都不错，那要不要考虑一下？”如果是以前的话，陈松估计还会立即答应，但是现在陈松有了右眼这个功能以及一大笔钱财，他可不会做这些安分守己的工作。但是出于礼貌，陈松还是点了点头，笑道：“我想考虑一下，如果想去的话，再给你消息。”李永波点了点头，随即便问道：“周六有空吗？”“怎么了？”“前几天班上有人喊聚会，刚好我还愁没地方找你，现在好了，相遇到你，必须要邀请你过去。”陈松犹豫了一会儿，紧接着说道：“行啊，既然是这样的话，刚好我也没事做。”“行，你家里住在哪里？给我地址，到时候我来接你过去。”“也行。”陈松跟李永波是高中时无话不谈的死党，所以他对李永波也是不会客气。就这样，很快就到了周六，陈松换上一套干净整洁的衣服，准备去参加同学聚会。滴滴滴，手机铃声响起，是李永波打过来的。“喂，兄弟，快点啦，我现在已经来到你家楼下了。”陈松连忙挂了电话，直接走出家门。本想着李永波这些年打工应该赚到一点小钱，交通工具怎么说也是4个轮子，但却没想到李永波这家伙居然骑着电瓶车来接自己。陈松当即就愣了一下，苦笑一声：“怎么混了这么多年，你还是开2个轮子的呀？”他的这话没有嘲讽的意思，只是兄弟间的一些善意的取笑。“哎呀，母亲患了一场大病，积蓄都用来治病了。”“啊，那现在伯母怎样了？”“没事了，很健康。”陈松微微点了点头，笑了声：“那叫好健康，比钱重要太多了。”“那是，赶紧的，别废话了，坐上来。”陈松也没有任何介意，直接坐到后面的坐垫，拍着李永波的肩膀说道：“开车出发。”“好嘞，坐稳了。”就这样，2个大男人开着电瓶车，不顾路人的目光，行驶在公路上。约莫半小时，2人就来到云海中央城区的东方街道。这里有一个叫东方广场的地方，是云海市有名的娱乐场所，但是消费很高，来的人大多数都是那些富家子弟，有头有脸的人。门口停泊的全部都是高档的豪车。这次同学聚会就是在广场内的 KTV 聚会。李永波将电瓶车停泊在门口的车位上，吹着口哨就缓缓下车，对着陈松说道：“好久没有见过高中的兄弟们了，现在还是有些激动呢。”陈松也点了点头，他的右眼也看出来李永波此刻心情的激动澎湃。然而刚刚走下车后，后面就听到一阵急促的喇叭声，滴滴滴。这道声音很快就引起2人的注意。“喂喂，这是谁的破电瓶车啊？怎么还占个车位啊？”只见一辆奔驰停在电瓶车的后面，一个油头粉脸的男人探头出窗，脸色不屑，指着他们2人喊道：“把车开走！”李永波和陈松愣了一下，看着探出车窗的这个男人，似乎有几分眼熟。你不是班长吗？”陈松跑过去，仔细一看，果然是高中时期的班长高阳。“你是陈松？那还是李永波对吧？”高阳似乎也认出来陈松和李永波，连忙下车，对着2人上下打量，冷笑一声，问道：“我靠，你们2个怎么混成这样？”因为是高中同学，所以高阳也没有再追究这个车位，随便停放在路边就算了，就算罚钱也是几百块的问题，他也不在乎这些小钱。“哎呀，班长啊，听说你考上了名牌大学，现在混得很不错呀。”“车都开上了。”李永波满脸羡慕地说道。高阳看着李永波和陈松，深深吸了口气，说了句：“你们也是来参加同学会的？”“对啊，刚好我们一起进去吧。”高阳脸色不悦，
没好气的朝着里面走了进去。而陈松和李永波那就尴尬了，想要上前跟高阳搭话，然而人家根本就不想理会他们。就这样，一前一后走到了广场的2楼 KTV 区域，缓缓推开包厢的房门。此时，很多同学们都已经到场了。看到房门推开，所有人都看过去。我靠，是班长啊，好帅啊！哎呀，主角登场了，全班最成功的人士来了。包厢顿时就热闹起来，几乎全部都围在高阳的身边。其实这也正常，高阳现在穿着一身名牌西装，戴着名表，手中还拿着奔驰车的钥匙，自然就受到同学倍感羡慕的目光。第32当网红。至于陈松和李永波两人，身上穿着一身地摊货，手中拿着电瓶车钥匙，甚至像急了的送外卖的，根本就没人搭理他们。陈松苦笑了一声，转身对着李永波说道，好像挺尴尬的。旁边的李永波却很是平静，似乎这种事情他早就遇到了不少。唉，人家班长的光芒太耀眼了，把我们的光都遮住了，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吧。陈松的目光环视了一圈，深深吸了口气，嘴角泛起笑意，微微摇了摇头。哎呀，没想到这多年过去了，班上的女生还真是一个比一个漂亮啊。就在这时，陈松就把目光落在一个长相靓丽的女生身上。赵文文，当年班级女神，校花，身边有各种追求者，长得非常漂亮，身材精致。现在几年没见了，赵文文多了几分成熟，看起来格外的温文儒雅，光是坐在沙发上就散发出一阵光芒。与此同时，被众人围着的高阳也将注意力落在赵文文的身上，眼睛都看直了，深深吸了口气走了过去，说道，文文，今天打扮得很美啊。谢谢，班长今天也很帅气。赵文文很温柔地回道，声音悦耳。对了，现在在忙什么？自从毕业后我们就没有什么联系了，我想现在了解你一下。赵文文抬起秀眉，正要回答，却没想到旁边的几个女生就开始抢先说道，哎呀，班长啊，文文她现在可好了，马上就要签约当网红了。哦，是吗？不错呀，论颜值和身材，别说是网红了，当明星也是绰绰有余。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四周围的人都纷纷笑了起来，现场气氛瞬间就达到了高峰。文文她已经收到签约消息了，出任紫金公司的直播网红。听到这里，所有人都一片哗然。现场的人都知道，紫金公司可是整个云海市最大的影视集团，这里不仅仅培养网红，甚至还有好几个一线明星都是紫金公司培养出来的。不过要说赵文文的话，她的确是有这个本事出任。所有人都在祝福，就连李永波也在跟风喊着。而陈松听到是紫金公司，那跟自己还有点关系啊，一下子兴致就来了。刚好现在郑博后在跟自己搞直播，如果能让赵文文帮忙的话，那估计节目效果会好很多。想到这里，陈松就忍不住想去说一声，连忙走到赵文文的旁边，正要跟他好好谈谈，结果这刚刚坐下来，赵文文就厌恶地看了他一眼。啧，赵文文冷冷说了句，你能别坐这里吗？陈松愣了下，连忙起身问道，这个位置有人了？没人，只是我不想你坐在我旁边，满身地摊货，又臭又脏。赵文文这变脸速度也太快了，刚刚对班长是满脸温柔亲切，但是现在对陈松却是冷得不行。陈松刚想要开口，但却被李永波拉到一边，说道，算了吧，兄弟啊，我跟你说啊，赵文文这种女人不是我们能够惦记的，你小子也别想这么多了，硬找她的话，那就是在自取其辱。陈松苦笑了一声，心中我五味杂陈，没想到毕业后大家都变了。以前自己一直认为赵文文是一个清新脱俗的仙女，但是现在看来，她也不过是世俗下的女人罢了。陈松没有说话，跟着李永波两人谈论着以前的一些回忆。很快，酒过三巡，同学们都喝了一些酒，大家都很高兴。赵文文喝了一点酒，脸颊泛起微红，在众人的起哄下，她也在展露着自己的娇躯，拿起麦克风就开始一边唱一边扭动娇躯，这身材和声音瞬间让不少男生都看愣了，口水直流3000尺。不得不说，赵文文实在是男人心目中的女神，实在是太漂亮了。同学会一直持续到晚上10分，因为今天班主任没来，所以也不想玩太晚，早早就散场了。在散场的时候，不少男生都主动要送赵文文，结果全部人都傻眼了。刚刚出门，赵文文就直接走上了一辆玛莎拉蒂豪车，迎着众人的目光缓缓驶远了。我靠，玛莎拉蒂呀，那是她的男朋友吗？妈呀，那男人好像年纪很大了呀，是他父亲吧？不是，赵文文不是父母离异的吗？肯定不是他父亲啊，
难道说？众人沉默不语，似乎想到了什么事情。只有班长是人间清醒的，他冷笑一声，得了吧，不用猜了，像赵文文这种女人，肯定身边有很多有钱人围着她转。那班长您的意思是，大家心里都知道就行了。说完，高阳就喊了一声，有谁要搭顺风车的吗？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很多同学都跑过去，喊道，我还没坐过奔驰呢。看着同学们争先恐后的样子，高阳得意的眉毛上挑。至于陈松这边，只能搭着李永波的电瓶车退场。路上，陈松深深叹了口气，说道，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都变化好大。唉，世道就是这样，今晚多亏你陪着我聊天，不然我得尴尬死了。李永波说道。对了，阿波，你现在在做物业保安对吧？对啊。怎么了？陈松原本想介绍他帮自己直播打工的，但是认真想了下，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一旦成立了这种关系，那兄弟情就变质了，变成了上下级关系，以后说话都不能随随便便。想了想，还是算了。若是李永波以后有困难，自己再帮助他吧。没事什么，就问问而已。很快，李永波就将陈松送回家楼下。两人告别后，陈松的手机就响了起来，是郑伯厚打过来的。喂，怎么了？陈松啊，紫金公司我已经跟其商量好了，我的老同学已经做好准备了，随时都可以帮你做直播。陈松点了点头，行吧，那什么时候来？明天或者后天都行。陈松想了一会儿，说道，事不宜迟，就明天吧，我中午来公司找你。第33道歉。陈松回到家就直接扑倒在床上，前几天暴赚了一笔后，他就激动的一夜没睡觉，今晚得要好好补补觉呀。这一觉陈松睡得特别好，第二天一大早就起床了，浑身都是精力充沛。吃完早饭后便出发去紫金公司。郑伯厚已经跟他说了，紫金公司的董事长秘书已经在公司门口等着他了。陈松立即就搭车前往紫金公司。约莫半小时后，陈松就来到紫金公司门口处。这里是位于云海中央最繁华的商业街道，很多有钱人都在这附近买房居住，所以这个区域经济非常发达。在公司门口停放着不少高档的豪车，其中有很多都是公司旗下给那些大牌明星或者网红专门设置的座驾。而且这里有规定，但凡是明星或者网红，每天都必须要来公司签到，所以这附近都潜伏着很多狗仔队，他们很多都是靠拍明星的一些照片，然后再制造一些绯闻出来，最后再有出版社来发行赚钱。这里很多人都是进出有人跟随的，只有陈松一个人是孤零零的走到门口。结果正当这时，突然一辆玛莎拉蒂车辆朝着他的方向横冲直撞过来。我靠！陈松连忙躲开，吓得整个人都原地跳起来。这是怎么开的车啊？陈松嚷了一声，结果这辆玛莎拉蒂却依然朝着他缓缓行驶而来，似乎根本就没跟他客气一样。我尼玛，开个豪车就很拽是吗？陈松再次不屑地喊了一声。此刻周围的人都纷纷开始将目光落在这里，指指点点，看热闹不嫌事大那种。你这人挡在门口这里干嘛？知道这里是停车位吗？突然一个美女打开车门，一脸秀气地问道。这个美女刚刚出来，顿时就引起路人不少的惊呼声。哇，美女啊！所以让人都将目光注视着这个美女。只见这个美女穿着一身性感的透视装，小短裙下露出白皙的玉腿，脚踩着高跟凉鞋，身材更是性感火辣。这种女人一看就知道是明星相。然而陈松抬起头看见后，当即就眼神愣了下，嘴角不禁说了句，赵文文。没想到她还是来这里签约了，看来是跟自己一样啊。是你，陈松？赵文文脸色顿时就阴沉下来，上下打量着陈松，有些疑惑，他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啊？不会是来假装偶遇自己的吧？你怎么会在这里？陈松很淡然的笑了声，我来这里签约的呀。签约？赵文文顿时疑惑起来，但是转念一想，估计是陈松来紫金公司这里应聘保安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赵文文也不用对他客气了，当即就对着陈松说道，我说陈松，你签约应该去保安室那边签，你是不能走正门的。啊？是吗？陈松有些好奇，怎么这里是在保安室那边签约的？就在这时候，后面突然传来一道中年男子的声音，怎么回事？几个穿着保安制服的男人走过来，其中领头的是保安队长。他看见眼前这一幕，顿时眉毛紧蹙起来，连入眼眸的是玛莎拉蒂的主人和一个浑身寒酸的男人。保安队长当即就想到，这个美女应该是公司的签约对象，肯定得罪不起，所以保安队长就将矛头对准了陈松，当即就大吼道，你这是干嘛的？知不知道这里是专门给人停车的？啊？是吗？抱歉，
我还真不知道。陈松冷冷说道。不知道？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了，这里是停车位。陈松转头看了看，冷笑道，这里也没有划分车位啊，人行道啊。哼，我说是就是。保安队长上前一步，脸色非常不悦，赶紧给这位美女道歉。听到这句话，陈松当即就冷笑了一声，摇了摇头说道，这块地你买的吗？怎么你说是就是啊？要不要叫交警来问问？陈松的这番话似乎彻底激怒了眼前这个保安队长，他眼色阴沉，当即就对着陈松说道，小子，我可是已经警告过你了。而旁边的赵文文没好气的说道，他是来应聘保安的吧？应聘保安？保安队长笑了声，上下打量着陈松，立即露出一丝冷笑，摇了摇头说道，那还真是没想到，不过想来这里应聘保安，可是要过我这关。刚刚陈松已经得罪了他，所以这个保安队长肯定不会让他通过。只不过陈松却并不是来应聘保安的，而是跟赵文文一样，是来做直播的。你滚吧，我是不会聘用你的，还有赶紧跟人家道歉。保安队长用命令般的口吻对着陈松说道。然而正当这个时候，门口处突然响起一道清脆的声响。怎么回事？一个穿着职业制服的女人踩着高跟鞋走了过来，眼神有几分严肃，看起来格外有霸气。保安队长看见后，当即眼神就尊敬起来，毕恭毕敬地低下头，跟着说道，苏秘书，您怎么下来了？看到是苏秘书亲自来接待自己，此时的赵文文的脸颊洋溢出微妙的笑意，她抬起头就很淡然地缓缓走了过去。哎呀，苏秘书啊，您来接我呀？这怎么好意思呢？然而苏秘书却瞥了一眼，有些嫌弃地问道，你谁啊？啊，我是你们上周挑选好的那批网红啊，这些事情自己去人事部说，跟我说什么？这种态度非常冷漠，这让赵文文感到很是尴尬，但是却又不敢说什么，毕竟眼前这女人可不简单，她可是紫金公司的董事长秘书，手中掌握着可是有很多权力的。好的。赵文文不敢再说什么，屁颠屁颠地走进公司。另一边的保安队长看见苏秘书下来，想要在他面前好好表现一番，立即说道，哎呀，抱歉，苏秘书，这里来了个捣乱的人，不小心惊动了你，现在我就将他赶走。刚刚说完，这个保安队长就对着陈松吼道，你给我滚！陈松愣了下，深深叹了口气，说道，我叫陈松，第34，谁没本事？听到这个名字，苏秘书当即眼神一怔，问了句，你就是陈先生？陈松微微点了点头说道，我是来签约的。话音落下，苏秘书当即就激动起来，刚刚那高傲冷艳的表情瞬间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满脸尊敬的模样。抱歉，陈先生，我的这些手下不懂规矩，里面请吧。保安队长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立即问道，怎么会这样？这傻逼是来签约的？苏秘书听到这保安队长的话语，瞬间眼神就阴沉下来，跟着问道，谁是傻逼？保安队长看见苏秘书这阴沉的双眼，顿时才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我是傻逼。苏秘书看见陈松的表情有些不对劲，立即对着这保安队长说道，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在这里工作了，现在去财务领工资吧。什么？保安队长吓得整个人都呆滞在原地，瞪大的双眼问道，不是，为什么啊？你还好意思啊？知道陈先生是谁请来的吗？他可是董事长亲自请来的，你却对他如此无礼。我现在给你结工资都算不错了，如果让董事长知道了，你就直接给我滚蛋了。保安队长愣住了，他是没想到眼前这个寒酸的男人竟然是董事长亲自请过来的，整人都呆滞在原地。啪！保安队长立即跪在地上，不断求着，苏秘书，你就饶了我吧，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你求我也没用。陈先生还没说原谅你。保安队长立即转身对着陈松喊道，陈先生，刚刚小弟我有眼无珠，请你放过我吧。陈松不是大善人，这个保安队长如此嚣张跋扈，如果再让他在这里担任保安的话，恐怕以后会惹出更大的麻烦，还是开了比较直接。进去吧。陈松冷冷说道。苏秘书立即做了一个请的姿势，脸上充满笑意，请。两人一前一后走进公司里面，留下保安队长独自在风中萧瑟。很快，陈松就跟着苏秘书走进公司里面。这里是专门培养网红和明星的聚集地，所以很多俊男靓女出出入入，颜值都非常高。像陈松这样相貌平平的人走进来，大多数都是认为是工作人员。很快，苏秘书就带着他来到直播室这边，介绍道，这里就是我们做直播的地方，很多网红都是在这里直播带货，还有直播电竞，里面是一些女主播舞蹈，
看到这些场景，陈松也算是大开眼界了。没想到现在做直播这么火爆，看来郑伯厚这家伙还是有点商业头脑的呀。正当这时，刚刚入职登记完的赵文文走了过来，再次遇到陈松，让他感到很奇怪，眯起双眼就问道：“陈松，你怎么又进来了？”陈松瞥眼一看，此时的赵文文已经换了一身衣服，穿着火辣性格，身材精致，不少男生都喜欢这一款。当赵文文看见陈松旁边的苏秘书后，当即就眨了眨眼睛，低下头说道：“苏秘书，您这是？”苏秘书没有理会赵文文，而是转头对着陈松说道：“陈先生，我们去董事长办公室谈谈吧。”好，就这样，陈松跟着苏秘书就朝着电梯的方向走了过去。这一幕看着赵文文整个人都呆滞在原地，眨了眨眼睛，感到有些不可思议。陈先生，难不成？电梯一直到顶楼才停下来。苏秘书带着陈松来到董事长办公室。林董，我把陈先生带来了。你下去吧。随着一阵粗犷的声音传来，苏秘书缓缓退下，而陈松也不客气地走到前面，笑道：“林董，你好啊。”这个男人立即从沙发上缓缓站起来，眼神落在陈松的身上，上下打量，嘴角泛起的笑意。陈先生，看起来就一表人才，不愧是郑伯厚这家伙介绍过来的。说着，他就做出一个请坐的手势。陈松也缓缓坐下来，用手摸了摸屁股下的沙发，当即就笑道：“哟，意大利制作的鸵鸟皮沙发呀，看来林董挺懂享受的呀。”哈哈，好眼力！如果陈先生喜欢的话，我马上就送给你一张。陈松笑了声，说说而已，无功不受禄。我今天来是想了解一下郑伯厚和你商量好的意思。林董立即点了点头，是这样的，我跟郑伯厚已经商量过了，现在刚好是直播热潮，但是因为竞争激烈，行情不好，尤其是各大直播平台都在内卷，我们紫金公司也处于一种不红不火的阶段。哦，那你们的意思是？听郑伯厚说，你有慧眼的能力，尤其是在古玩方面。陈松轻笑一声，算是有几分见解，只不过这个怎么融入直播呢？这样，我们想利用你的眼力，帮我们在网上收购一些好品，低价买入。哦，你的意思是说，在网上捡漏？没错，我们这边提供资金，你就负责通过直播来收购那些古物，至于一些节目效果，那就由你来带动全场了。听到这里，陈松感觉这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工作，所以下意识问道：“那请问收益是怎么分成？”林董的眼神微微低沉下来，深深吸了口气，接着说道：“是这样的，我们会将你收购回来的古物进行拍卖，收益我们五五分账。五五分账，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收益。对方提供平台和资源，而自己只需要过过眼就可以赚了。对于陈松来说是手眼功夫。不过，为了稳妥起见，陈松还是下意识的用右眼读取了一下这个林董的心理活动。人物：林富贵，年龄43岁，身体状况良好。心理活动：这小子也不知道有没有真本事。虽然是郑厚德介绍过来的，但稳妥起见还是先签2个月。若是真的能帮自己赚到钱，再从拍卖会那做手脚，将价格全部弄虚假，这样一来分成随便分一点给他就行了。看到这林董的心理活动，此时的陈松眼神一下就阴沉下来。第35鉴定主播，没想到这林董满脸亲切的笑意，却没想到内心竟然打着这种算盘，实在让人意想不到。陈松无奈的摇了摇头，深深吸了口气，说道：“林董，不如这样吧，我这边先给你展现一下能力，你再签我怎样？”话音落下，林董甚至有些意想不到，抬起眉毛就说道：“可以啊，现在刚好我这边有个直播带货古玉的，他收购了一批上等好玉，你来过过眼怎样？”请。陈松很自然的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随后林董就带着陈松来到直播间这里。此时有个年纪轻轻的男人满身骚气，对着林董说道：“哎呦，林董，您怎么亲自来了呢？”林董有些没好气的回道：“我听说你最近收了一批上等好玉，拿出来让陈先生看看。”哦，这位陈先生是？少废话，赶紧拿出来，人家等着看呢。面对林董的呵斥声，这个骚气的男人嘟起嘴唇，看起来甚至还有些委屈一样。随后，这骚气的男人就带他们来到货仓，这里放满了货品，而且非常凌乱，似乎没有人来打理过一样。就是这箱子，这是我特地从东区边境搞到手的一批老玉，这些老玉大多数都是刚刚开采出来后就进行加工，所以做的工艺非常拉胯，不过底料还是不错的。陈先生，您过目一下。陈松随便拿起一块老玉，顿时眼神就阴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
这的确是不错的老妪，只不过做工很差，甚至有些地方都有瑕疵点。听到这里，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虽然说是这样，但是如果是低价收购的，还是挺划的。”低价？这东西可不便宜啊！这个骚气的男人立即说道：“这种老妪没有10万块以上，想收购也难收。”陈松听到是10万块的收购价格，当即惊讶地问道：“我靠，这一大箱就10万，这不赚发了吗？”听到陈松这么说，此时的林董也激动起来，还准备给这个骚气的男人一些提成，然而却没想到，这个骚气的男人却说道：“你好像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一块老妪10万。”什么？陈松瞪大双眼，仔细数了数，这里几乎有20多块老妪，足足200万的价格啊！我的天，这就亏本了。林董听到陈松的话，心情简直是颠倒起伏，他双手交织胸前，对着骚气男质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你用了200多万公款，这是谁批给你的？财务啊！”林董摸了摸下巴，财务不就是自己的老婆吗？怎么这败家娘们还真批了200多万给他？陈先生，这批货难道不值200万吗？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继续说道：“若是上等老妪，那也值这个价格。关键是这批老妪的质量不高，尤其是这些内部杂质，基本上是不值10万，顶多就2-3万。2-3万？”林董立即转头对着骚气男吼道：“你看看你做了什么好事？这东西你也敢收？”被林董这么呵斥，这个骚气男当即就嘟起嘴唇，就像是一个女生一样扭动着腰子说道：“你怎么就听他瞎说啊？我可是有专业资格证书的。”林董这下有些难以判断到底是谁真谁假，想要验证很简单啊，送去古斋堂不就知道了吗？对啊，古斋堂有专业的鉴定机构，虽然鉴定费有点贵，但是还是鉴定一下为好。听到要送这批老妪去鉴定，此时这个骚气男就不淡定了：“林董，不用送去古斋堂了吧？我的话你还信不过吗？”林董的眼神一下子就低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这可是200多万啊！来人，把这东西送古斋堂！”啪！就在这时，骚气男突然就拦住这些工作人员，脸色充满难看的说道：“林董，其实这批货真就值2-3万。”什么？那你环抱10万？骚气男抬起眉毛，笑道：“是你老婆让我这么做的。她为什么这么做？这个你要问她了。我只是帮她这个忙。”陈松笑了声，看着这批老妪说道：“这批老妪一般人可看不出来好坏，那是因为我一早就知道这批老妪的价格。”陈松恍然抬起头，笑了声：“原来如此，林董，看来你的夫人是蓄谋已久的啊，看来她对这笔钱充满了渴望。”林董脸色难堪，苦笑道：“哎呀，真是家丑，家丑啊！陈先生，真是让你见笑了。我倒是无所谓，不过林董，这批老妪想要处理好的话，我倒是有个办法。”哦，什么办法？这批老妪虽然有很多瑕疵，但是经过后期人工加工，应该给，还有升值的可能。但是加工费是一笔格外的支出，你还是要亏本，只是不用亏这么多。至于你老婆偷偷拿的那笔钱，那就是你家事了，我就不多说了。听到这里，林董的眼神微微低沉下来，跟着说道：“那就按照您的意思去做吧。”说完，林董就给了骚气男一个眼神，这个骚气男当即就转身去做事了。很快，林董再次带着陈松来到董事长办公室，刚刚还满脸笑意，现在却已经是满脸黑线。怎样，我的眼力还不错吧？林董挠了挠头笑道：“的确是一流眼光，跟古斋堂的专业鉴定师有的一比。”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也双手交织胸前，颇有气势地问道：“那可以商量一下签约的事情对吧？先说明了，如果要我签约的话，必须要2年以上，而且分账的时候我要核对过所有的货品价格。”林董听了后，脸色当即就阴沉下来。陈松的这些话仿佛已经戳穿了他内心的所想的小手段。签约2年是没问题，但我们这边核对货品价格的话，程序有点难走。没关系，我不怕麻烦。看见陈松一口要吃定自己的样子，此时的林董的眼神就难堪起来，跟着说道：“行吧，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开播？第36开播，随便，我没关系，主要是看你这边的情况。那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就开始试一下。如果让以前的陈松，别说是上镜了，出去都要畏畏缩缩。但是今时不同往日，现在右眼给了他莫大的自信，所以他的眼神都显得非常淡然。可以，那直播间的事情就准备好吧。”林董看起来一直都心不在焉的样子，陈松知道他应该是想着自己老婆的事情，紧接着说道：“既然都已经说好了，那你还是去忙你
自己的事情吧。此时的林董眼神阴沉下来，跟着抬起头就说道：行吧，那之后的事情由我的秘书来接管吧，我还有点事就不送了。随后陈松就被苏秘书带去直播间熟悉环境，正好在这里遇到了刚刚要开播的赵文文。此时的赵文文化了浓妆，看着非常成熟，甚至让不少男人的眼神都发直。哎呀，这美女不错啊，是新来的主播吗？一看就知道是重金聘请的，这身材和样貌，估计又可以带领一阵直播热潮了。听到旁边的工作人员说道，陈松就好奇问了句：他是做什么直播的？哦，他是直播才艺的，基本上就是跳舞之类的。陈松想起来了，赵文文在高中的时候，她曾经还是舞蹈社的成员，因为样貌和身材出众，经常在校园表演赛中出镜，当时就已经成为了全校男生梦寐以求的对象。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了，她依然还是光彩绽放，只可惜也没有了当初那份纯真，还是跟世俗一样追求名利。本来陈松还对她有那么一丝的喜欢，但是自从接触过她后，这种喜欢就彻底没了。正当这时，赵文文似乎发现了陈松，她甚至有些好奇，为什么陈松会经常出现在这里，甚至还和苏秘书一起。出于好奇，赵文文就朝着陈松这边走了过来，这次语气变得柔和起来。陈松，你怎么会在这啊？苏秘书说道。你叫什么？我叫赵文文，今天是第一天来这里签约直播，请多多关照。苏秘书似乎并不想搭理，毕竟这种小主播在公司大大小小都有好几十个，所以他没必要跟所有人都打招呼。苏秘书，这位是我的高中同学。陈松的一句话瞬间让苏秘书的眼神抬起来，立即笑着跟赵文文打招呼。原来是陈先生的同学啊，早说啊。赵文文有些好奇，怎么陈松一开口，这苏秘书就变了一个似的。想到这里，陈松就转身对着苏秘书问道：对了，我的直播间在哪里？哦，就在顶楼，顶楼是最高级的直播间，拥有着各种互动道具以及最舒适的环境，甚至还配有5个工作人员来帮忙。听到这里，赵文文有些惊讶，上下打量着陈松，问道：陈松，你真的是来这里做直播的啊？对啊，我一早就说了嘛。赵文文显得有些不肯相信，陈松这种相貌平平的人都能做主播，虽然还是长着一张不错的脸蛋，但是才艺没才艺，要才华又没才华，怎么可能做到了主播呢？陈先生是我们公司专门聘请过来做鉴定主播的。鉴定主播？赵文文其实听过不少这种主播，但是这种主播大多数都是拥有超高阶的眼力，而且还是从小就一直学习的。陈松怎么可能成为那种奇人呢？陈先生的眼界跟古斋堂的专家有的一比，现在像他这样的人才被我们工作聘用，肯定要好好对待。苏秘书的话语让赵文文的脸色都显得有些难堪起来，他深深吸了口气，有些惊愕地看着陈松。没想到陈松现在居然有这么大的成就了，就连苏秘书都要对他客客气气的，可想而知这身份到底是有多么尊贵啊。想到这里，赵文文主动走到陈松的身边，一副搔首弄姿的样子，媚笑一声说道：陈松，上次同学会我们没有什么机会聊天，不如今晚上我请你吃宵夜，咱们好好聊聊吧。陈松听了后，一眼就看穿了这女人的心理活动。这种女人其实陈松不用看就已经能猜想出来了。不用了，今天晚上我要直播，那明天吧。赵文文不依不饶，势必要跟陈松搞好关系。只可惜陈松现在对她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之前还想着跟她一起搭档做直播的，但是知道了她是这样的女人后，还是果断拒接了。明天再说吧。陈松随便应付了一句，就跟着苏秘书离开了直播间，这让赵文文整个人都呆滞下来。她秀眉紧蹙，咬紧牙齿，冷冷说道：哼，那不就是当了个鉴定主播啊，有什么了不起的？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她还是挺希望陈松能够带着她的，毕竟在公司能有人罩着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陈松来到顶楼这边，这里有一个专属的直播间，专门给陈松直播用的。哇，这环境不错啊。陈松说道。挺好吧，这里都是专门用来给顶级主播用的。陈松听了后，眼神当即就阴沉下来，有些疑惑地问道：顶级主播？我什么时候成为了顶级主播了？这让陈松有点郁闷，毕竟自己从未有过直播经历，这次也是郑博后随便一说自己才开始做的，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虽然自己是有这个鉴定本领，但是什么节目效果也难以做得到啊，万一做不好，那岂不是有点尴尬？陈松开始有些担心起来，而后面的工作人员就纷纷朝着他这边走过来。陈先生，您看这现场布置还满意吗？陈松对这些硬件没有任何的要求，所以下意识地摇了摇头，没意见，你们看着办就行了。就这样，
一直持续到晚上。陈松第一次坐在这个直播间，面对着手机摄像头，心情开始有些紧张起来。苏秘书这边就看准时机，立即喊道：“好了，现在可以开播了。”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全员都准备好了。陈松也第一次做直播，开始还是有些紧张起来的。第37高涨的人气，此时人数热度已经上涨到1万人了。陈松自我介绍完了后，就马上进入主题。好了，各位，现在我这边可以给大家鉴定和收购一些古物，现场有不少货品都是从古斋堂淘过来的。大家认为我的眼界可以的话，那可以把自己的古物寄售过来，我帮你们鉴定和收购。听到这些话，直播间的观众们都纷纷开始议论起来，弹幕也沾满了屏幕，大多数都是表示质疑的声音。要知道，鉴定古物的话，必须要去专业的机构才行，就像是去古斋堂，只不过收费却非常昂贵，基本上每次鉴定一件古物的话，就要收取1万块的鉴定费用。而陈松在这个直播间可以帮人免费鉴定，而且他还保证绝对不会看走眼。这种保证在众人怀疑的目光下显得有些质疑，尤其是对那些老古董来说，他们更加在乎陈松鉴定的技术。好，现在我们就开始鉴定了。陈松因为是刚刚开始做直播，所以节目效果还是挺不好的，人气一直都上不去，这让旁边的工作人员有些担忧。不过到了陈松鉴定的环节，他的眼光和实力都得到了不少人的见证，尤其是一些直播间的老水友，他们对这些古玩都非常感兴趣，论是历史还是鉴赏。而恰好陈松用右眼就可以得出这些古玩的全部数据，这些数据甚至让陈松知道这些古物的全部历史背景，所以这让他讲得不亦乐乎，将这是古物的背景和鉴赏价值讲得淋漓尽致。很快，陈松靠着右眼的信息一边讲一边开始互动，渐入佳境，人气也在急速上升，从开始1万人气，瞬间就涨到了10万、20万，甚至突破了到最高纪录30万。这些工作人员都被吓懵了，原本他们还以为陈松只不过是一个小主播，没想到他的知识如此渊博，竟然什么古物都能说。而陈松这边其实自己都不知道，这些知识非常冷门，很多专家都听得津津有味，直播间的礼物更是不断刷新。好的，谢谢兄弟给的火箭，谢谢这位家人们的超级大火箭，感谢这位兄台的一份嘉年华，谢谢。陈松一边谢着礼物一边说古物，人气一直在上升。苏秘书过来的时候简直都被吓傻了，整个人都呆滞在原地，目瞪口呆。不会吧，50万人气了，这是他们紫金公司最高的人气记录。没想到陈松第一天直播就已经突破了这个数字，甚至还在上升。我的天哪，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旁边的工作人员说道：“苏秘书，这位陈先生是从古斋堂请过来的吗？他好能说啊，基本上全部古物都能被他说了遍。”苏秘书不禁摇了摇头，看来林董真的没请错人，陈先生的确是个奇人，看来以后做直播还得要给他一个好的平台和资源了。陈松这边做直播人气非常高，相反下面的赵文文也在直播，只不过他的直播就显得非常惨淡，因为他这是第一次在屏幕前出镜，所以显得特别的紧张，尤其是对那些观众的留言弹幕显得格外的在意。被人调侃了2句后，他的心情就一直处于低沉状态，甚至直播间中有几个老流氓不断用一些敏感字语挑逗着他，让他感到格外的不舒服，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终于他还是忍不住心中的这怒火，当着直播间就开始喷了起来，指着手机屏幕就大喊起来：“你们这些老色批真是够烦的，也不看看自己什么鬼样子，老娘就是这样的，你们不服来打我呀！”工作人员看见赵文文大发雷霆，当即就取消了直播。与此同时，苏秘书还在欣赏着陈松直播间那人气飙升的字样，心情非常愉悦。哎呀，真是太好了，看来这月的绩效有望了。就在这时，一个工作人员走上来说道：“不好了，苏秘书，下面有个主播直播时大发雷霆。”什么？就是今天新来的那个叫赵文文的女生，她越骂越狠，最后我们只能关停了直播。苏秘书愣了下，下意识地问道：“你们关了直播？”“对啊，现在搞到很多直播都受到了影响。”听到这里，苏秘书转身一看，陈松的直播间也受到了影响，从刚刚的50万变成了30万，而且一直在下跌，估计那些观众们都去看其他主播的热闹了。看到这里，苏秘书直接拍了下脑袋，眼神变得极其阴沉，跟着微微说道：“真是够烦的，这主播叫什么？赵文文，是他，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马上让他来见我。”随后赵文文满脸难堪的走到顶楼这里：“苏秘书，你找我呀？呵呵，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我找你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苏秘书，这事情不能怪我啊！直播间的那些人简直是不可理喻，我一个天之娇女的存在，竟然被他们这样调侃，简直是流氓！就你，苏秘书冷笑一声，赵文文，不是我说你，你一个新人还搞这么大的牌子。赵文文嘟起嘴唇，心中极度不甘心，转头看着后面正在直播着的陈松，这把他吓了一跳。陈松的直播间竟然有30万人的人气，这对于一个刚刚做直播的新人已经是非常恐怖的数字了。自己刚刚的直播间才几千人看，自己都已经把持不住了，现在陈松竟然30万人都可以灵活自如，实在让他都感到羡慕。看什么？人家陈先生做直播讲究的是方法和脾气，就你这样的脾气还敢来做直播？说完，苏秘书眼神寒沉，直接摇着头说道，我们这里不能聘用你，你走吧。什么？但是我们今天刚刚签了合同啊，合同上有写明，如果试用期不合格，我们可以无条件开除你。苏秘书的话语瞬间让赵文文整个人都呆滞在原地，脸色充满了难堪，看着陈松的直播间，倍感羡慕。第38，陈松的劝说。陈松一边做直播，一边转眼看着旁边正在苦苦哀求着苏秘书的赵文文，刚好他说的口水都干了，所以就对着直播间的观众们说道，各位，我去喝口水，等下就回来。随后他就直接暂时停播，走到一边拿起水杯走了出去。看到赵文文一直在哀求着苏秘书的时候，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有些感到搞笑，这是怎么回事啊？赵文文看见陈松走过来了，立即拉着陈松的衣服，哭着喊道，陈松，你帮我说说话呀！苏秘书他要开除我啊！开除你？干嘛了？苏秘书没好气的说道，他在直播的时候公然开骂，现在把直播的事情搞得一塌糊涂，第一天做直播就捅娄子，以后我们公司还怎么敢用他啊？听到这里，陈松也微微点了点头，笑了声，的确是挺严重的，我知道错了，苏秘书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啊！苏秘书无奈的摇了摇头，不是我不给你机会，是现在你已经得罪了观众，如果你再次开播，那就会影响我们整个公司的形象，为了我们公司的利益着想，你还是走吧。赵文文哭天喊地，但是苏秘书却毫不动摇，甚至还对着保安说道，把她嫁出去。几个保安上前，赵文文突然就拉住陈松的手臂，紧接着求道，陈松，看在我们以前同学的份上，你就帮我说句话吧。陈松深深吸了口气，他其实也一直想着以前在校园的事情，以前的赵文文对自己还是挺好的，算得上是高中时期的关系比较好的女性，虽然现在她变成这样子，陈松对她也是失去了兴趣，但是最起码高中时期的关系也算是回忆的一部分，所以陈松最后还是心软了下来。行了行了，你别哭了，我帮你说一说。陈松走到苏秘书的面前，深深吸了口气，说道，赵文文是我的高中同学，怎么说也是有身材有样貌的美女，如果这就开除她，未免有点可惜了。那怎么办？直播间哪里都不要她了。我要啊！陈松立即说道，我刚刚还想着我的直播间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现在才发现是差一个美女。啊？美女？对啊，我这个直播间就我有一个大男人在，非常单调，人气也升不上去，如果有个美女衬托着，虽然没什么作用，但也能养眼啊。被陈松这么一说，苏秘书也感觉到有些道理，立即微微点了点头，你说的也是没错，但是现在看来，他真的能够胜任吗？这点其实陈松不敢保证，但是他还是抬起头就说道，先试试吧，如果可以的话，那就用，不行的话，你们开除了他，我也没有意见。苏秘书听了后，犹豫了好一阵子，最后还微微点了点头，行吧，既然陈先生都这么说了，那你明天就来这里跟陈先生一起直播，如果再出现任何问题，那我就直接追究你的责任了。听到保住了工作后，此时的赵文文立即就欣喜若狂，立即点着头喊道，谢谢，谢谢苏秘书。陈松，真是谢谢你。面对赵文文的感谢，其实陈松并没有多大的开心，毕竟他对没兴趣的女人向来都不会在意什么，纵然对方是那种大美女级别，也难以让他感到心动。行吧，那就明晚开始，你们两个就搭档做直播，但是先声明，赵文文，你只能拿基本的工资，可不能分摊收益。紫金公司的基本工资都是几万块打底，所以从未有主播是不想做的，就算是没人气也一直要吃着低保。所以赵文文连忙点头说道，可以，只要让我留下来就行了。苏秘书没好气的说道，那就好，知道就赶紧走吧，别妨碍陈先生做直播。好嘞。赵文文转身就离开了。苏秘书按揉着太阳穴，有些不解的问道，陈先生，你是不是对他有点意思啊？啊，没有吧，只是作为同学帮一下，
苏秘书有些质疑，双手交织胸前说道：“这种女人，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哦，怎么说？苏秘书没有明摆着说出来，这让陈松还是有些好奇起来。右眼扫过苏秘书的身体，瞬间就弹出一条信息：人物苏雨墨，年龄27岁，身体状况良好，心理活动暂无检测到或者被系统直接屏蔽。陈松当即就愣了一下，甚至有些呆滞的挠了挠头，这怎么回事？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瞬间让他都感到非常奇怪起来。不对啊，为什么苏秘书的心理状况是看不到的？你怎么了？苏秘书眨了眨眼睛问道，这让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回过神来，立即笑道：没什么。现在陈松是担心自己右眼的系统是不是出问题了？如果真的是出问题了，那自己的人生岂不是又要重来？因为太过在意，所以陈松对苏秘书也开始怀疑起来。等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好好再看看。随后陈松就回到直播间，这里的人气开始慢慢升上来，从刚刚的30万再到50万，这个数字让苏秘书和工作人员都感到很是激动。一个新人都有这个成绩，看来以后若是爆红后，那直播人气可不得了啊。想到这里，苏秘书就立即给林董打了个电话。林董，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天陈先生直播效果特别好，现在人气都升到50万了。此时的林董深深吸了口气，听到这个好消息也是随口一笑，是吗？那还不错，继续加油。他挂了电话后，低头看着一个满身是血的男人跪在地上，说吧，你是跟我老婆是什么时候认识的？这个满身是血的男人眼神布满了惊恐，颤抖地说道：林董，我真的不想的，是你夫人先勾引我的，她勾引你，你就把她上了对吧？不，这跟我无关啊，不可控制的呀。正当这时，旁边的一道声音响起，不可控制，男人嘛，也挺正常的，不过什么地方犯罪就把什么地方切了。第39，当众下跪。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漆黑的房间中响起一阵惨叫声，刚刚那声音正是出自李国成的口中。他的眼神戏谑，冷冷问了句：林董，你说的这个刚签的主播叫什么来着？陈松。听到这个名字，李国成的眼神顿时就阴沉下来，冷哼了一声，真是冤家路窄。李公子，你跟他有仇吗？林董很在意地问道。上次这家伙就是当着柳若男的面羞辱了我，这笔账我还记着呢。林董听到后，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他深深吸了口气，说道：李公子，不瞒您说，现在陈松在我们这里做直播，效果很好，你的这件事情我能替他向你道歉吗？你来道歉？李国成冷笑了一声，对不起，我要他亲自跪在我的面前道歉，不然的话我饶不了他。但是他可是我的老朋友郑伯厚介绍过来的，而且还挺有本事的，我可不想失去这个人才。此时的李国成可不管这么多，他高高抬起头，冷冷说道：哼，那你的意思是想跟我作对了？不敢，只是不想您跟陈松闹翻。不如这样吧，我亲自让他过来跟你道歉，你看怎样？李国成对上次的事情耿耿于怀，现在能让他平息怒火的也只有陈松亲自来跟他道歉，而且还要跪在地上的那种。也行，你让他明天早上当众跪在公司大门口等着我过来。没问题，我回去这就跟他说。林董想得很简单，他其实就是想着陈松为了保住工作会选择委曲求全，就跪下来做做样子就行了，一般人都是看在钱的份上去做的。随后林董就回到公司，苏秘书兴奋地走过来说道：林董，好消息啊，陈松他的直播间突破了50万人气，而且据我观察，他是有潜力的，过几天肯定就能突破100万。林董听了后也只是浅浅高兴了一会儿，等陈松下播后就将他喊过来办公室这里。苏秘书很欣赏陈松的直播，所以对陈松的态度也非常好，端茶倒水，甚至比林董还要好。林董，这次我们挖掘了一个新人，按照这样的趋势肯定能带红。苏秘书兴奋地说道。然而林董却丝毫不在意，凝视着陈松微微问了句：陈松，你应该还记得李国成这个人对吧？陈松听到这个名字，稍许眉毛紧蹙，问道：哦，林董也认识他？认识，他跟我也是老相识了，家世背景以及个人实力都是在云海顶尖的存在，得罪了他可没好果子吃啊。陈松闻言，似乎听得出林董的话里有话，下意识地眯起双眼问道：林董，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哎呀，今晚我跟他喝茶聊天，无意中提到了你，他对你依然是耿耿于怀，所以必须要让你道歉。道歉？不会吧，这事情过去了这么久，他还记得啊？呵呵，他
他这个人从小就没被人得罪过，你上次侮辱了他，他绝对不会忘记的。听到这里，陈松的眼神阴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他的意思是让你转达，是要我道歉是吧？不只是道歉，明天要在公司门口当众跪下，他就能原谅你。陈松一怔，没想到这家伙还真敢说。陈松，你现在也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了，其实我也有必要保护你，这是我拼了命才帮你求到机会。你明天委屈一下，我会尽量让员工们都迟点上班，这样就没人看到了。说到这里，旁边的苏秘书有些懵逼，眨了眨眼睛就问道：不是，林董，这是真的要陈先生当众跪下来道歉吗？哎呀，这已经是最好的了，如果不这么做，陈松你就有危险了。苏秘书想想也是，李国成这家伙一定会找人来教训陈松的，比起被人打残，跪下来道歉或者是最好的选择。然而陈松却是直接笑了一声，微微摇了摇头，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没跟你开玩笑，陈松，你就委屈一下，跪下来道个歉，李公子肯定就能原谅你。如果是以前的陈松，估计会答应这个方法，毕竟低人一等也只能卑微求存。然而现在的他却能毫不犹豫地抬起头说道：对不起，我做不到，做不到。林董有些哭笑不得，不是，你是脑子进水了吧？这是最好的道歉方法了，难道你还想他把你的手脚剁了才醒悟吗？苏秘书听了后，眼神也阴沉下来，虽然他也不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但确实是唯一的方法。他能够剁我的手脚吗？凭什么？就凭他是这里出名的恶霸，你上次得罪了他，肯定是不能逃脱的。陈松今时不同往日，他可不会畏惧什么大人物，那麻烦你跟他说，明天公司门口见。听到陈松答应了，此时的林董也松了口气，微微点了点头，这才对吗？那明天我安排好，你也别太有心理负担，我尽量替你好好说话。陈松没好气的转身离开，而苏秘书则跟了过去，一边走一边问道：你真的就同意了？我说让他公司门口见，可没说过我要跪在地上求他原谅。苏秘有些好奇，眯起双眼就问道：那你的意思是？呵呵，安排他其实也挺简单的。说完，陈松就直接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其实他很不想去麻烦这个人，但是现在既然李国成如此嚣张，那自己也不能吃素啊。喂，虎哥。电话那头正在洗浴中心按摩着的万虎听到这个电话，顿时就来了兴趣。哟，陈老弟，怎么了？这么晚给我打电话？你认识一个叫李国成的人吗？因为万虎是在地下室里的人，所以上面的这些事情他可是一概不关心，立即笑道：什么李国成？不认识。怎么了？那就行了，这家伙明天扬言就将我大卸8块。听到这里，万虎当即就眉毛紧蹙，说道：什么？他难道不知道你是我的人吗？第40谁比谁狂？陈松愣了下，什么时候自己成了他的人了？不管了，反正让万虎出马就对了，他哪知道你的大名啊？不过倒是对我挺有意见的，那明天是否来帮小弟一个忙？万虎也是要靠陈松帮自己忙的，所以自然不能让人欺负陈松，所以他此时立即拍着胸口说道：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万虎在，就没人敢欺负你。那好，明天早上8点，紫金公司门口。陈松淡然挂了电话后，转头看着苏秘书，一脸惊愕地看着自己。陈先生，您不会真的要跟李国成开干吧？有问题吗？既然他都如此嚣张了，那我不会听他的话，估计这辈子都骑在我头顶作威作福。话是这么说，但是你确定有把握吗？陈松冷笑一声，一个小小的李国成岂能跟一个地下王相互比较？没事，不过有些事情还是得跟你说清楚。什么事情？刚刚听到你们林董语气，似乎他跟李国成是一伙的。明天之后可能我就不会在这里做直播了。听到陈松要走，西财的苏秘书立即说道：别呀，现在你的直播这么火爆，怎么能说退就退呢？陈松还是比较有想法的，因为他已经聊清楚直播的这些要素，所以他打算自己做直播，这样一来的话，自己就能获得全部的收益了。不过想法是好的，但做起来倒是一件难事，毕竟没有紫金公司提供的平台以及资源，所以效果会差很多。但是从长远方面去看，这是有前途的事业，就当作是积少成多吧。苏秘书很看好陈松，所以他决定去帮陈松说说话。陈松离开紫金公司后，苏秘书就来到董事长办公室，看见满脸得意的林董。林董，关于明天的事情，你能不能跟那个李公子再商量一下？再商量？不用了，既然陈松都答应了，那就没必要这么麻烦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一下陈松，毕竟他也是你老同学请过来的吗？
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林董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跟着嗤笑了声。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老同学和老朋友的存在，有的只有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苏秘书，你一定要懂得这些事情，这就是你所说是商业之道吗？没错，商人就应该要有商人应该有的样子。苏秘书，你也是，没必要在意这些小事，以后就好好跟我学习就行了。林董的话语让苏秘书有些寒心，他是一心为了公司着想，但却没想到林董居然是这么冷酷无情之人。明天让陈松当众跪下，这个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过分吗？不是我说，如果面前摆着几百万在我面前，别说跪了，我一边跪一边磕头都可以。苏秘书听了后非常失望地摇了摇头，转身离开了。而林董却没有察觉任何的不对劲。很快到了第二天早晨，陈松按照约定大早上就在公司大门口等候着。哟，这么早啊？林董今早也很早过来了，看见陈松站在大门口，脸上充满了笑意。然而陈松却很淡然地笑道：林董早上好。那家伙呢？什么家伙？李国成。他呀，他估计还在来的路上。这样吧，你先跪下来，这样就能表现得更加有诚意。现在公司大门口进进出出，这么多人都看着，让陈松跪下来，简直是荒唐之言。陈松冷笑了一声，深深吸了口气，说道：不，今天不是我跪他，是他跪我。听到这里，林董的眼神当即就瞪大起来，怔了一会儿，眉毛紧蹙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可别捅娄子啊！我警告你啊，李国成可是个大人物，老你一个平民百姓惹不起，但是我已经惹了一次了，也不差这第二次。话音落下，一辆奔驰车缓缓停泊在路边，车门打开，一个气宇轩昂、嚣张十足的男人走下来，他正是李国成。看见陈松后，眼神已经有了几分轻蔑，嘴角露出狞笑。陈松，正是好久不见啊。陈松也正面回应了一声，的确是好久不见，不过见面却不是很太平啊。你上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侮辱了我，今天我就要你加倍偿还。说完，李国成用最嚣张的语气大声喊道：你给我跪下，跪下！然而陈松却无动于衷，脸色露出一丝淡然。喂，叫你呢，赶紧的呀！林董在旁边疯狂提示陈松，但是陈松却什么都不管不顾，抬起头就嚣张地说道：抱歉，我可没有这种喜好。再说了，我凭什么要给你跪下？李国成没有惊讶，反倒觉得很正常。像陈松这种家伙，怎么可能轻易跪下来求自己呢？这点事情他早就已经想清楚了。我就知道你小子的嘴硬。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李国成立即拍了拍手掌，啪啪，只见后面两个手臂比腿还粗的壮汉缓缓走过来，这一看就知道是李国成请来的打手。看来他今天是必须要给陈松一点教训了，将他的手和脚都给我打断。等等，林董突然说了句：哎呀，这里可是我公司大门口啊，你搞这些东西干嘛？李国成可不在意这些事情，嘴角泛起冷笑。在云海这里，我李国成杀死一个平民就跟捏死一个蚂蚁这么简单，你担心什么？给我滚开！林董不敢跟他说什么，毕竟李国成的脾气可不好惹，若是惹急了他，说不定把自己也揍一顿。让开！林董不敢作声，缓缓挪开。两个壮汉一步步靠近陈松，陈松没有任何的举动，反倒是很是当然的笑了声。你确定要对我出手吗？难道还要经过你批准吗？少废话，赶紧给我老老实实断手断脚吧。两个壮汉正要开始动手，不远处却传来一阵粗犷的声音：是谁要把陈先生的手脚都打断啊？声音不大，却落地可闻。所有人都将目光凝聚在左侧一个男人缓缓走过来。第41万虎的做法。你是谁？李国成不屑地问道。这个男人整了一下衣领，走到陈松的旁边，冷冷回道：我叫万虎，有听说过吗？李国成虽然不认识这个人，但是这名字倒是挺熟悉的。我管你是什么人，现在马上给我滚开，不然的话。然而话音刚落，这两个壮汉顿时就目瞪口呆，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虎哥，您怎么会在这里？这两个壮汉也是万虎的手下，只是平时在管理这一带，很少下去地下。你们两个是要对我的朋友出手吗？不敢，我们不知道这是您的朋友。话音落下，众人就傻眼了，完全不知道局面竟然扭转了下来。陈松也是冷冷笑了一声，摇着头说道：抱歉，我先说一声，这位万虎是我的朋友，既然李国成你来找我，那我自然也要来找你玩玩。李国成这下懵逼了，他转身对着这两个壮汉喊道：你们两个干嘛？可是收了我的钱的。这两个壮汉战战兢兢地摇着头：
我们不敢啊，那可是我们的老大。什么？老大？这下李国成彻底懵逼了，怎么陈松会认识这种人物？可恶！李国成看见情况不对，立即想着转身离开，但是他一转身再次惊呆了。只见马路上行驶来一辆辆黑色的迈巴赫，全部都排列整齐，瞬间将他的车辆彻底包围起来。我的天啊！万虎搭着陈松的肩膀，满脸戏谑地对李国成问道：现在你说应该怎么办？李国成从小就嚣张习惯了，从来就不懂得什么叫服软，到了这种田地，他甚至还一脸嚣张地吼道：你们谁敢动我换一根汗毛，我父亲都不会饶了他。哟，这么嚣张啊！万虎大手一挥，从迈巴赫车辆上下来一个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壮汉，好好招呼他一下。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李国成直接被几个壮汉给拉上了车辆，旋即车辆就摇晃起来，发出连绵不断的惨叫声。至于车内发生了什么事情，陈松倒是不想知道，只是微微摇了摇头说道：这次还谢谢虎哥出面帮我解决这问题了。哎呀，小事小事，以后我们还得合作的嘛。万虎从来就不是一个慈祥善目之人，他这么做必然是有原因的，所以陈松也从未把他当作过朋友来看待，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既然事情都已经解决了，那我就不打扰你了。至于李国成这家伙，我自然会处理干净。陈松眯起双眼微微说道：别闹出人命啊，随便教训一下就得了。呵呵，这点你就放心吧，我们自然有分寸。说完，万虎就带着人离开了，而陈松则是看着车辆缓缓驶离，心中微微叹了口气。看来李国成这家伙也是凶多吉少了，不过他这样也是活该，睡觉他如此嚣张。想到这里，陈松缓缓转过身，看着满脸错愕的众人，其中最为震惊的就是林董，他长大嘴巴，眼睛都不能眨一下。林董，你怎么了？林董这才反应过来，深深吸了口气，问道：是怎么认识这种大人物的？大人物吗？陈松摸了摸下巴，眼神略微有些骄傲地说道：这种事情你还是不要了解为妙。既然是这样的话，你李国成会怎样？这我就不知道了，可以说是生死未卜吧。简单的一句话，瞬间将林董吓得瘫软下来，摇着头说道：这下死定了，我肯定要被李国成的父亲问罪了。看见林董这样子，陈松冷笑了一声：你最好就担心一下你自己吧。说完，陈松就缓缓转过身，淡然说了句：从明天开始，我就不在你公司直播了。正当他刚刚说完，突然身后一道声音响起：陈先生，请等一下。陈松循声望去，只见苏秘书踩着高跟鞋就快步走过来。陈先生，你是打算你自己搞直播吗？有这个想法？苏秘书转头看了眼林董，似乎下定什么决心一样，对着陈松说道：那我想跟你一起做直播。哦，跟我一起做直播？没错，我这边也有一些资源，应该看也帮到你。那治你这份工作？苏秘书早就看透了林董这张丑陋的面目，所以果断就说道：我从今天开始就辞职了，不再去管任何的事情。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这边的林董当即就瞪大双眼，喊道：你说什么？你敢再说一遍？苏秘书的眼神很坚定，深深吸了口气，立即说道：我说我要离开这家公司，自己跳出来做。好啊，你这家伙居然背叛我！林董很是气愤，本来他是想着把陈松招进来帮自己赚钱的，没想到现在却被弄得一团乱，不仅得罪了李家，甚至还抢了自己的人。陈松听了后，其实还是有些犹豫的，毕竟苏秘书是一个女强人，她应该可以去更大的影视公司担任，却没想到居然会来自己这边。陈松再次想了一下，最后才微微点了点头：行吧，不过前面还是得要你多多操心，毕竟这块我也不是很懂。放心吧，我做这行几年了，很有经验。行，那等下就跟我回去吧。林董目光呆滞，看着自己最得力的助手被抢走了，此刻更是欲哭无泪。轰！突然天空响起一道闷雷声，在城区街角处的巷口，一辆迈巴赫车辆停下来，车门打开，将一个断手断脚的人丢下车。这个人正是李国成，但是现在去四肢不能动弹，只能在风中惨叫着。与此同时，陈松将苏秘书带回去了家中。现在陈松还没换房子，所以家里还是有些简陋，显得有几分尴尬。抱歉，我一人住家里有点乱，不要介意。苏秘书没有在意这些，他随便找张椅子就坐下来，问道：这房子其实装修一下，还是可以做成直播间的，是吗？这一点我不是很懂。第42一起搞直播。苏秘书双手交织胸前，颇有气势地说道：其实我早就想跳出来自己做了，
不过在公司这里遇不到一个有潜力的主播，所以就一直不稳定。但是现在我发现你有这方面的潜力，所以我就要跟你一起来搞这个直播。想到这里，陈松的眼神就低沉下来，挠了挠头，觉得有几分难堪。我对于这方面还是一个小白，请苏秘书多多指教一下。现在我已经不是公司的人了，不用叫我苏秘书，我叫苏雨墨。陈松点了点头，随即就跟他商量了一下一起搞直播的事情。苏雨墨他有很多直播的资源，所以流量还是有保证的，剩下的就是找另外一个直播平台跟自己签约了。直播平台这边我可以帮你弄好，现在最主要的是将这房子给弄好。陈松深深吸了口气，有几分难堪的问道，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要不要多请几个人啊？这个如果可以的话，多请几个人操作还是更好的。你能挪动的资金足够吗？对于陈松来说，他上次在拆迁房获得了一笔的赔偿款，基本上足够挺他做其他的生意了。而现在他要做直播的话，那肯定得要挪动这笔钱。钱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尽管去安排就行了。听到陈松如此阔绰的语气，苏雨墨有几分好奇，住在这种房子的人应该不会有很多存款吧？那我先去安排了。如果你的资金不足的话，我这边还有一点可用资金，毕竟我们两个是打算合伙一起做的，这边我也会帮你分摊一下。陈松也没有在意这些事情，只是下意识的点了点头。随后两人商量好了事情后，苏雨墨就打算先去找几个以前的客户拉拉关系，而陈松正要想着把房子先装修一下，所以他就打算找个装修公司过来看看。在路上的时候，刚好路过紫金公司，门口传来一阵吵闹声，这引起了陈松的好奇。循声望去，只见赵文文直接被赶了出来，满脸的恼怒。对了，自己昨晚跟他说过一起直播的，但是没想到今天就发生了变故。估计是林董看见到他昨晚的事情后，就直接将他给赶出公司。看见赵文文被架着丢出来，好端端的一个美女却变成这样，倒是令人有几分心寒。只不过想到赵文文这种女人，其实也不用同情她，毕竟她可以靠着这张脸找任何的体面的工作。正当这时，赵文文似乎留意到了远处的陈松，咬着牙齿，满脸不屑地走过来。陈松，陈松懒洋洋地回应道，你怎么就离开公司了？害得我也被赶出来了。他被赶出来那是自作自受。陈松也只是轻轻笑了一声，得了吧，我可不想帮这里的老板打工。你也是，又不是只有一家影视公司，你可以去其他地方吗？以他的身材和样貌，无论去到哪里都是焦点，所以根本就不用担心没人会聘用。那你呢？你也不做了？不是，我打算自己做。陈松的话语瞬间让赵文文感到有些激动起来，下意识问道，你是想自己开直播？对啊，现在网络这么多平台，我完全可以弄到关系，这样的话我自己在家都可以搞直播。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赵文文的眼神当即就呆滞了一下，他深深吸了口气，眼神略微有些想法。你这是说真的？当然是真的，只不过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一头雾水，赵文文立即说道，我可以来帮忙吗？啊，你来帮忙？为什么？我也想加入你这里啊，你跟我一起直播怎样？陈松愣了下，冷冷笑了声，算了吧，我是自己搞直播的，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哎呀，你肯定能成功的，直播效果这么好。看着赵文文一脸兴奋和激动的样子，陈松下意识地抬起眉毛，跟着说道，那你会装修房子吗？现在我要把我房子弄成标准的直播间。听到这里，赵文文立即拍着胸口说道，装修啊？那你放心好了，我大学就是学的设计，对于房子的内构也是了如指掌，交给我就行了。哟，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那行啊，你现在就跟我回家看看。随后陈松就带着赵文文回到家中，只见赵文文走进去就满脸嫌弃，眯起双眼问道，不会吧，陈松，你一直就住在这里啊？陈松苦笑了一声，对啊，生活了很多年了。赵文文左右张望，双手环胸，微微说道，倒是可以装修好，但是可能资金用的可能有点多，钱的事情就不用担心，你尽管装修就行了。哦，看不出来你还挺阔绰的呀。陈松摆了摆手，一脸谦虚的说道，那我也不能跟你这种开玛莎拉蒂的人比较啊。听到这里，赵文文挠了挠头，脸色有些尴尬，说道，其实那辆玛莎拉蒂不是我的，是我租来撑场面的。啊，不是啊。陈松愣了下，有些苦笑的问道，你租来干嘛？就为了撑场面吗？对啊，那些网红不都是开豪车的吗？他还真把自己当成大网红了。陈松无奈的笑了声，紧接着说道，那你这一身难不成都是装的？
那倒不是，我对自己的衣着还是挺讲究的。赵文文的家庭不算贫，不算富，算是小康那种。只不过陈松认为，以赵文文这样貌，完全可以去掉一个富二代，这样就衣食无忧了。但赵文文始终还是坚持自己的事业，这倒是让陈松感到有些钦佩。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偏偏坚持自己的事业才艺，这种人社会上已经不多见了。就这样，房子装修的事情就交给赵文文做，而陈松则要去弄其他的工作。正当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就响了起来。陈松一看，当即眼神阴沉下来。手机屏幕上显示是郑伯厚，第43准备工作。因为紫金公司是郑伯厚给自己介绍的，现在把事情弄得一团乱，估计让他都感到有些难堪了。喂，陈松无奈地接听电话，然而电话那头的郑伯厚却一脸歉意：真是抱歉啊，陈松，是我这边考虑不周到，让你难做了。没想到对方居然先跟自己道歉，这倒是让陈松感到有些惊讶。他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说道：没事，反正现在我也准备自己开始做了。听到这句话，郑伯厚顿时就兴奋拿起来，问道：什么？你现在是打算自己搞直播吗？对啊。怎么？你也有兴趣啊？肯定有啊，我这边正愁着帮你找平台呢。没想到你也有这个打算啊。郑伯厚其实是看中了陈松的鉴赏能力，所以之后很大一部分的工作和事情都要靠陈松。现在因为时间有点仓促，所以就暂定在我家里搞直播。听到陈松这番话，其实郑伯厚有些不理解，明明这么多好的直播间可以租借，为什么偏偏要在家里做呢？你这边能帮我搞个靠谱的直播平台吗？我这边万事俱备，就差这个了。郑伯厚立即点头，这个完全没问题。那就这样吧，我们这边就只有几个人，如果你再加进来的话，我们就可以自己成立公司了。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郑伯厚也开始激动起来。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帮你去找一个靠谱的平台。凭借郑伯厚这种商人的社会人脉，估计找个平台也挺简单的，不用陈松东奔西跑。现在全部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了，陈松也没什么事情可做了。不过现在自己做的话，其实也不需要自己动手，就等他们的好消息就行了。正当他刚刚挂了电话，手机却又再次响了起来。哎呀，一天到晚的，谁啊？陈松有点不耐烦，但是看到屏幕上显示出来的名字，当即就愣了一下。柳若男。云海中央医院重症监护室内，病床上躺着的李国成目光充满着怨恨和愤怒。哎呦，我蛋儿啊，您怎么就变成了这样了呀？旁边一个穿金戴银、穿着雍容华贵的妇人哭哭啼啼，这个人是李国成的母亲张莲花。啪，一巴掌响起，病房内大大小小10几号人都不敢出声，真是岂有此理！没想到在云海还有人敢对我儿子出手。说话之人是李国成的父亲李彪。这个李彪是李家的家主，权势在云海这边算得上是比较强大的存在。李国成也仗着自己有这个父亲，所以才到惹是生非，嚣张拔萃。然而他却没想到自己惹了一个不该惹的人，所以才导致现在这样断手断脚。到底是什么人将我儿子害成这样？其中一个手下低着头微微说道：是地下势力的万虎。听到这个名字，李彪的眼神顿时就阴沉下来。万虎，他很清楚这个人，所以一直以来都警告着李国成不要惹他。但是为什么会被他打成这样呢？哎呀，你惹谁不好，偏偏惹这家伙。旁边的手下立即帮忙回道：其实少爷他不是惹万虎，而是惹了万虎的一个朋友，所以才导致现在这样。李彪眼神一怔，这个人是谁？陈松。听到这个名字，李彪仔细想了想，冷笑一声：哼，一个无名之辈。但是他跟万虎的关系匪浅，如果得罪了他，很有可能又会惹恼万虎的。这个李彪显得有些难堪，但是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打成这样，一直都不能咽下这口气。他跟万虎的关系，你们去调查一下，若是没有什么特殊关系的话，那就直接给我出手。是。身后的几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人立即转身离开了病房。这时旁边的张莲花却说道：老彪，我们的儿子被那家伙害成这样，一定不能放过他啊。夫人放心，我一定不会让这小子好过的。视线回到陈松的身上，他来到一家咖啡厅里面，看见柳若男在落地窗那一桌等着他。陈松刚刚走过去，却被眼前的一幕吸引了。只见柳若男坐在落地窗边上的椅子，手中拿着一本书，穿着一身洁白的连衣裙，灿烂的阳光映照在他雪白的肌肤上，一切都仿佛透明。眼前的一幕就像是幻影泡沫，稍微用手去触碰都会将一切的美好打破。陈松真希望时间能停止，让自己多欣赏一会儿
陈松！一道声音打破了陈松的欣赏，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走了过去。柳若男将手中的书放下，双眼看着陈松，有几分在意的问道：“最近在忙什么？”陈松耸了耸肩头：“没什么，想搞个鉴定直播，不过现在还在筹备中。”听到这里，柳若男有些惊讶，他没想到陈松竟然会搞这种工作。不应该啊，我感觉你应该去古斋堂做鉴定师啊，不然就埋没了这才华了。帮人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好呢。也是，先不说这些了，今天我叫你出来，其实是想问下我身体的病的事情。身体的病？陈松这才反应过来，跟着微微说道：“这样啊，那我现在帮你看看吧。”把手伸出来，柳若男将手递给陈松，而陈松则是很淡然的抬起手，轻轻放在柳若男的脉象中。其实陈松根本就不懂得看脉象，他只不过是装样子，实际上是用右眼看着柳若男身体的信息。人物：柳若男，身体状况：慢性病、急症、急火攻心，体内阳气虚弱。治疗方案：按照穴位下针，需要银针12根，穴位已显示在身体上。陈松愣了下，现在才发现，原来右眼的这个系统已经升级了。这个升级能够让陈松看出来穴位的走向以及位置，现在对于他来说，这样就是相当大的提升了。怎么了？柳若男担心地问道。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缓缓放开了手，接着说道：“也不算难以医治，这样吧，等会你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帮你治好。”第44针灸治疗。听到陈松的这句话，此时的柳若男顿时就兴奋起来，立即说道：“我的这个病找了很多医生都没有办法治好，因为还要隐瞒着爷爷，所以我不敢做的太多。这样啊，那你爷爷现在在家吗？”他回去乡下了，所以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陈松点了点头，那趁着现在吧，我帮你把身体的病给先治好再说。就这样，陈松就来到柳若男的家中。此刻他的家中就只有他一个人，这让陈松感到有些在意起来。怎么都不在家啊？爷爷他出外了，剩下的那些伺候爷爷的佣人也全部放假了，所以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听到这里，陈松眼神有几分紧张起来，总感觉这种孤男寡女的情况有点尴尬。就在这个时候，柳若男就带着陈松直接来到他的房间，这更加让陈松感到有些羞涩起来。怎么说自己也是一个健康的男生，他这样做未免也太大胆了吧？然而柳若男却丝毫没有感觉，反倒是很轻松地说道：“幸好今天家里没有人，万一被人发现了，再去告诉爷爷的话，那我就麻烦了。”陈松苦笑了一声，紧接着摇了摇头：“话说你为什么这么在意你爷爷的事情啊？”“那是当然的了，爷爷一直以来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在这家里就爷爷对我是最好的。那你父母呢？”柳若男眼神顿时就阴沉下来，深深吸了口气，说道：“我上次跟你说了，他们两个是因为家族生意才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的眼里就只有利益和金钱，对我也只不过是看成了可以利用的工具罢了。”看得出来，柳若男对他的父母似乎感到很不满，这一点陈松倒是没有什么感觉。如果爷爷知道我有病的话，他肯定会担心我的，这样一来的话也会影响他的身体。也对，你爷爷本来就有心脏病，若是他知道你有这种慢性病的话，肯定会有所影响的，所以我才不敢去找那些大医院，生怕他知道。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说道：“行吧，那今天我就帮你彻底根治了吧。”话说，陈松，你一个鉴定古玩的人，怎么就懂得看病呢？哎呀，多个技能，多个防身嘛。柳若男没有再说什么，他还是比较相信陈松的。那行吧，你不需要准备一点什么吗？对了，你家里有没有银针？银针？柳若男立即走到刘老爷的房间，从床头柜子上找到一盒的银针。哦，你爷爷怎么会有银针呢？是我奶奶的，以前我奶奶还是一个老中医，这盒银针就是她的。陈松还是第一次拿起银针，只不过经过右眼的一个扫描，瞬间就将记忆全部涌入到其中。原来如此，怎么了？陈松立即摇了摇头，笑道：“没事，只是试了一下这银针罢了。你是打算用中医的针灸吗？”没错，我以前也经常帮人这样针灸的。陈松挠了挠头说道。随后回到柳若男的房间，陈松就直接启动右眼系统，选择了天命12针的针法和穴位图。很快，柳若男的身体的穴位全部都连入他的眼中。现在要怎样？陈松说道：“先趴在床上，穴位在你的后背部分。”这样啊？柳若男显得有些羞涩，眼神垂下。那个，你能不能转身？我把上衣先脱掉。抱歉。陈松立即转过头，脸颊泛起几分红晕。说实话，他一个大男人在这种环境下，能保持清醒的意志
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好了，随着柳若男的声音落下，陈松这才缓缓转头看了过去。此时，只见柳若男就这样趴在床上，雪白的后背一览无余，瞬间让陈松心跳加速起来。看起来柳若男也有些害羞，一直把头撇到一边，一声不吭。陈松深深吸了口气，平复了自己的心情，拿起第一根银针说道：“那我下针了。”刚刚说完，陈松直接按照右眼的穴位只是下针，如果施扎不准的话，那就会感到疼痛感。现在柳若男没有吱声，那就证明穴位扎中了。呼，陈松摇了摇头，继续下第二针、第三针。很快，12根银针就全部扎在柳若男的背后。好暖和。柳若男感觉到后背一阵发热，不禁开口问了句：“没事的，这是正常反应。”过了一会后，柳若男感觉心跳开始加速起来，浑身都冒汗，这让他感到有些不对劲了。怎么会这样？陈松不知道怎么解释，突然右眼系统就弹出来一个信息：“哦，这是正常现象，这些汗是排除你体内的虚火之气，等一会儿就好了。”就这样，过了10分钟后，陈松将银针全部都拔出来，柳若男也松了口气。呼，这样就好了吗？你现在感觉怎样？柳若男说话的声音很疲惫，看起来即将昏睡过去了。怎么了？陈松轻轻摇晃了一下，却发现柳若男已经昏睡过去了，睡着了。陈松将银针收起来，站起来的瞬间，心中突然有了一阵邪念。等等，现在柳若男昏睡过去了，而且还光着身子，家里又没人。啪！陈松突然给了自己一巴掌，呼了口气，靠，差点正人君子的形象就不保了。虽然陈松也像绝大多数男人一样好色，但是他也是讲究规矩的人，这种趁人之危的做法，他绝对不会去做的。过了1小时后，柳若男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听到客厅一阵吵闹的声音，他缓缓起身，才发现自己的身上盖着一张被子。随后，他连忙将衣服穿好，走出房间，来到客厅。陈松，此时只见陈松正在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哟，你醒了？身体好点了没有？柳若男微微笑了声，好像心脏处没有刺痛的感觉了，应该是痊愈了。看见你没事就好了，那我也是时候回去了。第45镇店之宝。陈松将银针收好后，眼神一下子就落在柳若男雪白的后背上，顿时感觉到脸红心跳，立即撇头冷静了一下，现在舒服很多了，果然有效果呀。柳若男很是激动地说道。陈松挠了挠头，是吗？那就好，你赶紧先把衣服穿上吧。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柳若男这才反应过来，迅速把衣服穿上，略显有些尴尬地说道：“抱歉，我现在才发现。没事，只要你没事就好。”就这样，柳若男的身体也逐渐恢复了，虽然只是慢性疾病，但是能够治好也让柳若男很高兴了。为了感谢你，不如这样吧，我今晚请你吃饭。柳若男笑道。陈松想到今晚自己还得回去看看，所以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抱歉，今晚要回去看看直播那边的情况怎样了。哦，说你的直播是不是按照鉴宝来做的呀？对啊，现在直播热潮嘛，当我也要抓住这次商机了。柳若男嘟起嘴唇，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说道：“看你也挺会做生意的嘛。”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也只能挠了挠头说道：“哎，现在世道就是这样，我也想着能够白手起家嘛。上次赚了那些拆迁房还不够吗？钱嘛，这世界上哪里有人嫌多的？也对，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不如我也加入进来支持一下你。”陈松愣了下，紧接着摇了摇头：“你就算了，堂堂柳家千金出现在我这直播间，对家族的影响肯定不好的。是吗？反正我又不关心家族的事情。你不关心，但是你爷爷关心。要是让刘老爷知道我拉你做直播，肯定把我容了。”话音落下，柳若男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紧接着微微说道：“行吧，那我也免得惹爷爷不高兴了。”随便浅谈了2句后，陈松就离开了柳家，一路返回到家里面。然而，刚刚回到家中，立即就发现家里好像换了一个样，几个装修师傅在工作着，旁边还有赵文文一直在监工。我靠，你这是把我家怎么了？赵文文抬起秀眉，露出笑容，嘿嘿，我帮你打造一间鉴宝直播室，保证你满意。说实话，陈松不是很懂设计这方面，所以将全部工作都交给赵文文来完成。那你看着办就行。陈松此刻有些难堪，家里弄得乱七八糟，今晚还能睡吗？唉，算了，今晚还是去住酒店吧。随后，陈松就离开了家里，去了附近一家酒店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陈松的手机响了起来，将他吵醒了。
迷迷糊糊的拿到手机，喂，谁啊？电话那头是郑伯厚的声音，他的语气很是激动，问道：陈松，现在你有空吗？拜托，现在大清早的，你问我有没有空？事态紧急，我发个定位给你，你马上过来。听到郑伯厚这番话，瞬间让陈松有些好奇起来，抬起眉毛就问道：有什么急事？你过来就对了，这里有一块上等的玉佛，你快过来过过眼。其实陈松听到后心情并没有什么激动，只不过是郑伯厚亲口叫自己，他也不好拒绝，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行吧，我等会就来。挂了电话后，陈松穿好衣服洗了个脸，就面无表情出发了。按照郑伯厚发来的地址，陈松当即就感到有些奇怪起来。红区？郑伯厚这小子去这个地方干嘛？红区是云海市跟边境交界的地区，这里被称为是无法之地，很多不法商人以暗道势力都在这里涌动。因为是边境交界处，所以这里不受法律的保护，自然滋生很多邪恶势力，一般人都不敢来到红区，除非是那些冒着风险赚钱的商家。很显然，郑伯厚就是这个不要命的商家。陈松来到红区这边，他始终有点想不明白郑伯厚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他来到红区的街道上，仔细观察了一下，四周围都是三教九流之徒，看起来绝非善类。陈松来到这里都要显得小心翼翼。按照郑伯厚给自己发来的地址，来到一家玉石店铺。此时的郑伯厚还在一脸热血沸腾地跟店家谈话，看到陈松来了后，立即将陈松拉了过去，脸上洋溢出一丝笑意。嘿嘿，陈松啊，你来了啦。陈松愣了下，眨了眨眼睛就问道：怎么了？这么着急叫我过来干嘛？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郑伯厚就贴到陈松的耳畔，轻声细语说道：我捡到一个大便宜了，这店家摆出来的镇店之宝，问我要不要10万块钱收购。10万？陈松眯起双眼，转头看着桌面上摆放着的一个翡翠玉佛。这尊玉佛晶莹剔透，而且做工精细，底座是一块红色的盘子。哦，这是……陈松用手触碰了一下，瞬间感觉到这玉佛非常冰冷，触感似玉非玉。他用右眼扫了一下，立即弹出信息出来：物品冰雕玉佛，年代2002年10月8日，特殊属性无，收藏价值30万元 RMB。 看到这消息，陈松有些好奇起来，立即读取了这个冰雕玉佛的信息。冰雕玉佛用玉冰雕刻而成，只能存放于低温保存，有特殊制作的底盘，底盘下有数十条冰丝蚕虫。原来如此，其实这个冰雕玉佛并不是什么稀有的古物，而是一种现代人制作的极品工艺。不得不说，现在的手艺人还是越来越厉害了，竟然可以使用冰玉来进行雕刻，甚至还用冰丝蚕虫来保存。这种工艺品的确市值30万，而且现在只需要10万块，应该算比较划算的。怎样，陈松，你是不是觉得不错？的确是不错，如果是10万块能交易的话，我觉得可以交易。旁边的店家立即说道：要不是我这店铺明天就要交保护费了，这镇店之宝我可真没打算拿出来卖。好，那我买了。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店家当即眼神就抬起来，嘴角泛起笑意。第46，真正值钱的东西。那行，我现在帮你包装起来吧。店家说着就把地盘给换走了。这个举动被陈松看出来了。等等，陈松立即打断了店家的举动，立即说道：这个底座也要拿走。这底座这么难看，怎么能配得起这尊玉佛呢？我帮你换一个玉石底座的。其实这个玉佛本身是不值钱的，只有纯手工的价值，就算是再贵也不超过1万块。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底座的冰丝蚕虫，如果没有了这种冰丝蚕虫的冰镇，这玉佛不出意外1小时内就融化成水，到时候没有任何证据，想要退款的话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商家应该是经常出这一招来欺骗消费者，等到消费者察觉到自己被骗后，已经来不及了。因为玉佛已经化为水了，所以没有任何证据，只能是哑巴吃黄连。这个价值其实都在这种冰丝蚕虫上面，这玉佛一文不值也无所谓，真正有价值的是这些蚕虫。对啊，这个底座是有点差劲，换个玉石底座吧。郑伯厚还在这里傻呆呆的帮店家说话。陈松最看不惯的就是这些无良商家，所以他当即就说道：我就要这个底座。老板，刚刚可是说好的，要这个玉佛就代表着把这底座也一起要了。这店家的眼神低沉下来，不过很快就露出一丝笑意，微微说道：说真的，这底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要也罢。陈松趁着店家不注意，一把手就将这底座给拿过来，掀开一看，只见数十条蓝色的冰丝蚕虫在蠕动。什么？
这是冰丝蚕虫。其实这玉佛并不值钱，值钱的是这些冰丝蚕虫。如果没有这种冰丝蚕虫的话，这个玉佛也会马上融化掉。听到这里，此时的郑伯厚当即就抬起眉毛说道：“原来如此，那我知道了。你这家伙居然敢拿这种小把戏骗我！”店家这下慌了，赶紧将这底座给拿回来，眼神阴沉的说道：“不卖了，不卖了，你们两个滚吧！”幸好郑伯厚没有给钱，要不然真的白白亏损了10万块钱了。店家直接把两人赶出去，看起来还有点气急败坏的样子。而陈松跟着郑伯厚先行离开红区，毕竟红区这边也比较危险，所以还是离开为妙。回到云海市区，郑伯厚为了感谢陈松，专程请他去了一趟净水楼，吃了一顿好的。回去后，陈松就问郑伯厚寻找直播平台的事情，但是郑伯厚的眼神却低沉下来，眼神一下子就阴沉起来，无奈的摇了摇头说道：“哎呀，现在直播平台这边可不好弄啊。”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就摸了摸下巴，问道：“最近行情不好吗？”“不是行情不好，是直播平台这边有很多手续，这对于你来说不是很简单吗？”郑伯厚无奈的叹了口气，微微笑了一声，紧接着说道：“哎呀，简单是简单，但是很多直播平台吃水都比较深，紫金公司那边的情况也不稳定。”陈松眼神阴沉下来，其实他早就不想跟紫金公司弄直播了，这个可以直接淘汰了。不如这样吧，这2天我再去找找，实在没办法的话，那就只能是随机挑选了。说完，陈松也只能让郑伯厚来做这些事情了。回去后，陈松发现今天的房子已经装修的有点样子了，赵文文还是一副包工头的样子，到处指挥，看起来他对这件事情还是挺上心的。陈松，你回来了。赵文文缓缓走过来，摊开手，满脸自信的说道：“怎样，我这个装修还不错吧？”陈松轻笑了一声，微微点了点头：“我知道了，那就这样吧。”“什么啊？我做的这么好，你都不懂夸2句？”没想到赵文文还有这撒娇的一面，陈松有些哭笑不得。“行行，那就辛苦你了。”随着这道声音落下，赵文文傲气的抬起头，紧跟着说道：“以后这里就是我们2个人的直播间了，当然要好好做好。”听到这句话，陈松显得有些在意，毕竟这种事情对于他来说，跟赵文文一起还是有些期待的。就这样，陈松继续筹备了1周时间，终于弄好了。郑伯厚帮他找到了一个专门做鉴赏直播的平台，而且收益也谈好了。还有苏雨墨这边，他找来了不少之前在紫金公司被辞退的老员工来帮忙，而赵文文这边就弄好了直播室，今晚就可以开始搞直播了。不过说真的，这些事情对于陈松来说，也只是战前的准备，最重要的是在鉴宝直播的过程。现在陈松这边也算是有专业团队了，苏雨墨负责场内外，郑伯厚就负责平台那边的工作。至于直播这边，就由陈松和赵文文一起出镜。到了直播时间点，陈松和其余的人都纷纷准备就绪，随时都可以开始。苏雨墨跟着一些工作人员做好采光和光影效果后，对着陈松喊道：“可以了，现在就可以开始直播。”陈松立即按下开始直播的按钮，赵文文则在一旁负责打下手。“好的，各位兄台好久不见，甚是想念，今晚在下又来说古董了。”伴随着这句话落下，直播间的人气开始缓缓上升。因为自从上次直播后，陈松就直接停播了1周时间，很多观众都非常期待，而且这次还有赵文文的搭档，所以人气一下子就开始飙升起来。只不过人气到了20万后就没有再升的趋势了。看到这种情况，苏雨墨也开始担心起来，立即给陈松做了一个手势。陈松看见这情况，下意识的点了点头：“好的，兄弟们，现在就开始帮忙鉴赏各种古物。”随后陈松就拿出郑伯厚从平台那边淘到的几件古董。陈松依靠着右眼的信息，直接按照信息说了出来：“好了，兄弟们，现在有个福利活动，大家可以将各种古董都寄过来，我这边免费给大家鉴定，包括收购也可以，全套服务一条龙。第47怪病的陆老爷，现在鉴赏的费用非常昂贵。”陈松的这个福利确实不错，而且陈松的眼光还是不错的。想到这里，不少人还是给出了关注和刷着不少礼物。就冲着这些礼物，陈松就看到了希望，继续加大力度直播。很快，人气从20万就飙升到30万、40万、50万，人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飙升，这让苏雨墨也感到很是兴奋。而赵文文看见有50万的人气，这次知道陈松的实力，跟他一起直播简直就是可以沾他的光啊！这场直播虽然在直播平台还没进前10的热度，但是在新手阶段，这成绩已经是非常好了。就这样，
直播一直持续到晚上才结束，最后人气定在53万，在直播平台已经算是偏靠前的成绩了。呼，关播后，陈松也松了口气，转身看着后面的苏雨墨。很快，赵文文也特别的兴奋，对着陈松就说道：“我没想过能看到50万的人气，以后还会更多的，只要大家好好合作，我觉得这次能火。”苏雨墨走过来说道，这句话瞬间就点燃了在场工作人员的热情，很多人都纷纷激动起来。还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平台那边看见这次人气高涨，明天直播的时候将直播间弄上前排推荐，这对于任何一个主播来说，这是最好的一个消息。不过陈松其实知道背地中应该有郑伯厚在操控的。到了第二天早上，陈松迷迷糊糊醒了，脑袋还嗡嗡作响，四周看了看，发现全员都趴在地上睡着了，周围一片狼藉，十分凌乱。我靠！陈松无奈地摇了摇头，紧接着微微说道：“这群家伙，昨晚喝的真够多的。昨晚上因为直播的成功，就直接在陈松的房子庆祝起来了。喝酒的时候，这些人都是一瓶瓶灌下喉咙的，所以全部都纷纷醉倒趴在地上。陈松醒酒比较快，所以今天一大早就醒过来了。唉，这群家伙。”陈松没有叫醒他们，独自一人穿好衣服出门了。毕竟他现在感觉自己的家已经成为了直播室，想要找个地方独自待一会都难。他下楼后，直接来到便利店买了瓶酸奶解解酒气。随后，陈松就直接去找个地方吃了个早餐。刚刚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声响。陈松有些好奇地走了过去，凑近人群看了看，只见一个七旬老者倒在地上昏迷不醒，而旁边有一个年轻女子脸色惶恐，一直喊着：“爷爷，你怎么了？别吓我呀！”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周围的不少人都纷纷围观起来。周围的人面面相觑，想出手帮忙，但是却都不敢靠近。“姐，我已经打电话叫救护车了。”一个年轻人立即跑过来喊道，看起来他们是两姐弟。等等！正当这时，后面有个路人就说道：“刚刚收到消息，现在是早上的高峰期，救护车被堵在公路上了。”随着这道声音落下，不少人都纷纷感到惋惜。哎呀，看来是没机会了。这个早高峰可是经常堵车的。这个年轻女子开始着急起来了，急得都快哭出来了。而后，这里不少人都想着上前帮忙，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陈松也是其中的一个人，当然他也是在吃瓜而已。让我来试试。这个时候，一个纤细的身影咬牙一步上前，立即弯下身子，趴在老者的心脏处仔细探听了一下。这位小姐，请问你是医生吗？年轻女子问道。刚刚上前的这位女子，面容清秀，动作娴熟，一看就知道是懂医术的人。周围的人都纷纷安慰道：“这位小姐，你放心吧，顾青是我们附近诊所的最好的医生，有他出马，一定能救活你爷爷的。”眼前这位冲上前救老者的女子叫顾青，是附近华安诊所的最好医生，而年轻女子而是叫陆瑶瑶，是陆家的长女。旁边着急的年轻人是陆家的小儿子陆阳，陆家是云海的一个比较大的家族。正当这时，顾青眼神眯起来，用手抓着陆老的手腕，深深吸了口气，皱眉说道：“老者是因为是颈动脉供血不足导致的昏迷。”听到这里，陆瑶瑶立即惊慌地喊道：“那怎么办？我爷爷！”顾青立即抬起头就说道：“你放心吧，过来几个人来帮忙，我诊所就在附近。陆老是云海的大家族的主子，能够救他的话，那可是最好的表现机会。”很多人都抢着过来帮忙。随后，几个身体强壮的男子上前帮忙，将老者直接送去了附近的华安诊所。这个华安诊所规模不大，但是却有着各种医疗器具。陈松因为好奇也跟着走了过来，眼神显得有几分好奇，因为他刚刚右眼观察到了他身体上散发出一股若隐若现的黑气。如果右眼没有看错的话，这股黑气应该是中毒导致的。此刻不少人都进入诊所中，都想知道结果。顾青立即吩咐后面的几个医生说道：“大家都不要吵，不要影响了病人。”正当这时，陈松发现顾青正在给病人进行颈动脉的拉伸，想借此来激活血液。看到这里，陈松不禁嘴角泛起一丝笑意，摇了摇头说道：“你这样根本就没有作用。”周围的人听了后，当即转身凝视着陈松。这家伙是谁啊？是医生吗？一看就知道不是啊。小子，你这是在质疑我们顾医生的医术吗？随着这些声音落下，陈松也没有再说什么，识趣地走到一旁。他的右眼的确是清晰看见这身体上泛起一股黑气，这种黑气就是中毒的症状，如果不及时去除，这陆老必死无疑。只不过经过顾青的急救下，
陆老终于短暂咳嗽了2声，终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听到陆老的咳嗽声，陆瑶瑶顿时就欣喜若狂，一个劲抱住陆老，哭着喊道：“爷爷，你要吓死我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唉，我这是怎么了？陆老爷声音虚弱地问道。第48集救法。此时不少人都纷纷松了口气，顾青也起身擦了擦额角的汗水，随即就说道：“好了，现在陆老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了。如果刚刚不及时处理的话，这可是会致命的。真是太谢谢你了。”陆老当即就点了点头，皱眉说道：“请问您是？”“顾医生。”陆瑶瑶激动地说道。“哎呀，顾医生果然是这一代最好的神医啊！”“对啊，平时我们的病都是顾医生治好的。”听到这些人的话语，陈松不禁笑了声，再次摇头说道：“这位老爷子是因为体内有毒素才会导致昏迷的，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必死无疑。”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突然不少人都纷纷将目光凝聚在他的身上。这小子在说什么啊？周围的人都嗤笑一声，现在陆老都已经醒了，你还在这里说什么啊？陈松听到这些话，悲叹了一口气。不过这也不能怪这些人，毕竟陆老身上的黑气就只有陈松能够看得见。想到这里，陈松也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行吧，既然你们不相信没用。”刚刚说完，突然陆老一声哀呼，顿时就跌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众人的目光再次凝聚在陆老的身上，这一次更加严重，陆老的脸上都泛起苍白之色，而且心跳和呼吸都变得非常虚弱。这是怎么回事啊？陆瑶瑶立即转身问道：“爷爷，你怎么了？”陆阳怒目圆瞪，立即3两步走到顾青的面前，掀起他的衣领就质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此时的顾青也眯起双眼，紧接着转身就直接说道：“应该是心脏功能衰竭了，赶紧注射强心剂。”听到这句话，后面的不少护士都开始忙碌起来。强心剂？陈松眨了眨眼睛，深深吸了口气，开始有些疑惑起来。毕竟据他了解，强心剂可是增强心脏活动的药剂，只适合心脏衰竭的患者使用。但若是没心脏衰竭的话，使用强心剂就会导致心脏负荷较大，这样反倒更加危险。陆老并不是心脏衰竭，而是全身毒素发作。这种情况下，若是强行用强心剂，更加容易丢掉性命。只见一个医生将强心剂递给顾青，紧接着还没说什么，就将强心剂注射进陆老的身体上。这个举动让陈松也有点无力回天，只能摇了摇头，唉声叹气：“唉，看来是真没救了。”强心剂的效果很快速，陆老的呼吸和心跳也开始缓缓恢复了起来。就在众人仿佛看见了希望的事实，突然一个噩耗就传过来了：“等等，大家快看！”一个护士喊了一声，只见陆老爷的脸色突然泛起一颗颗黑色的斑点，这些黑色的斑点好像在迅速蔓延陆老爷的全身。怎么回事？顾青也显得有些懵逼，挠了挠头就问道：“不应该啊，怎么会有这种状态？快看！”陆老吐白沫了。众人开始震惊起来，只见陆老的口中吐出白沫，全身都在抽搐着，胸脯也开始上下起伏，看起来非常奄奄一息的样子。不行了，直接急救！顾青立即开始进行急救，旁边的人都纷纷紧张起来，尤其是陆瑶瑶和陆阳两姐弟。但是这次已经急救足足过去了5分钟，但却不见陆老有半点反应，生命的气息越来越虚弱，眼看着就要断气了。妈的，你到底会不会治病啊？陆阳立即走过来，抬起手就一巴掌扇在顾青的脸上。顾青有些委屈，捂住脸颊，看起来非常自责的样子。妈的！陆阳心情激动，再次了扬起手，朝着顾青的脸颊再次打过去。然而这一巴掌却没有想预料般打在顾青的脸上，而是停留在半空中。谁啊？陈松叹了口气，紧接着说道：“人家全力救你爷爷，你还这样对人家，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你这家伙，放开我！”陆阳是一个暴脾气，直接扬起手就大喊一声：“如果不是他，我爷爷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算了吧，你别激动了，让我来吧。”“你来。”陈松轻笑了一声，缓缓转身朝着陆老的身边走了过去，眼神显得有几分在意起来。“你来，你是医生吗？”顾青问道。陈松轻笑一声：“不是，但是我能治好。”说完，陈松就直接启动右眼的系统。现在他的右眼已经升级了，可以看清楚人体经络结构和穴位。这种功能更多的是使用针灸医术。上次帮柳若男治病，让陈松有几分在意，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再试一次，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尝试了。你能治好吗？陈松微微说了句：“当然可以，不过你们这里有银针吗？”银针？
你是打算中医针灸吗？一般情况下都不推荐用啊。陈松没有任何医学的常识，只不过他的右眼已经整理出来拯救陆老的方法了，所以现在他只需要按照这右眼的信息去做就行了。你别管，赶紧拿银针过来吧。听到陈松如此坚定的话语，顾青只能转身掏出一包银针，眼神有几分在意。这是我师傅留给我的银针，只不过这些银针是分开粗细的，一般人都难以驾驭。陈松没有在意这些，直接按照右眼的信息拿起银针，开始对准穴位下针。此刻不少人都凝视着陈松，看起来他们的眼神也有点不解。毕竟这种情况下，陈松的做法无疑是在死马当活马医。陈松的手法很生疏，毕竟他要一边看右眼显示出来的信息，一边小心翼翼地下针。旁边不少人看见陈松这种手法，纷纷都开始嘲笑起来。不会吧，这小子还敢用他来急救？算了吧，现在陆老都没救了，现在让他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些针法虽然粗糙，但是却每一针都能将其命中穴位，这让顾青显得有些好奇起来。就这样持续了5分钟，所有人越看越入神。陈松将银针都按照穴位精准扎入。第49，陈松的针法，这针法好像我在哪里见过。顾青眯起双眼问道。不少人的眼神都显得非常震惊，尤其旁边的陆瑶瑶和陆阳，他们仿佛看见了一丝希望。嗨嗨！正当这时候，一直没有动静的陆老突然剧烈咳嗽起来。爷爷！陆瑶瑶当即眼中发出一阵光芒，立即对着陈松问道：“你真的会治病啊？”陈松轻笑了一声，摇了摇头说道：“我只是稍微露两手而已。”陆老似乎一直都咳嗽不出来。陈松眯起双眼，右眼显示出一则重要的信息。只见他手掌中空，深深吸了口气，狠狠一巴掌拍在陆老的后背。啪！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所有人都震惊了。这一巴掌可是用尽了陈松的力量，但是这是右眼系统让他这么做。噗！只见陆老爷口中直接吐出一块黑色的浓痰。这是……陈松叹了口气，微微说道：“这就是毒素的源头。”听到这道声音落下，不少人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这竟然就是毒素的源头。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说道：“我刚刚就说了，他是中毒了。那为什么中毒会出现黑痰？”顾青不解地问道：“那是因为我刚刚用银针将全部的毒素都凝聚在这块黑痰之中。”原来如此，你刚刚的针法到底是跟谁学的啊？陈松苦笑了一声，总不能说出来自己这些就是右眼给的信息吧？这个，陈松难以回答。但是这个时候，陆老也缓缓恢复了神智，立即对着陈松说道：“这位先生，请问你尊姓大名？”“我姓陈。”“陈先生，是你救了我的命，老夫真是太感谢了。”随着这道声音落下，不少人都纷纷感到有些羡慕。要知道，陆家在云海可是大家族，若是救了陆老爷的话，那可是莫大的机缘啊。陆老爷，先不要激动，现在你的身体还比较虚弱，你们先带他去医院再做一下检查吧。刚刚说完，陆瑶瑶和陆阳也立即将陆老爷扶起来。谢谢你啊，能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吗？陈松轻笑了一声，并没有给他们联系方式，而是默默地摇了摇头说道：“不用了，举手之劳，赶紧送老爷子去医院吧。”好的。随后，两姐弟就送陆老爷去医院，而诊所这边的人都纷纷散开了。顾青很是在意地拉住陈松的手臂，眼神低沉地问道：“陈先生，我能请教你几个问题吗？”关于医学上的事情，陈松是一概不知，所以他也无法回答什么，摇了摇头说道：“抱歉，我这边还有些急事，先走了。”没等顾青回答，陈松就转身溜了出去。顾青眨了眨眼睛，眼神就阴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他刚刚的针法到底是跟谁学的啊？”陈松走出诊所外，轻轻松了口气，怎么自己是做好人好事，却怎么感觉做贼一样？正当这时，突然陈松的手机响了起来。怎么了？电话那头传来苏雨墨的声音：“陈松，你去哪里了？”“出去吃个早餐而已，你回来吧。”郑伯厚他带好消息回来了。听到这句话，陈松显得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紧接着连忙返回家中。只见郑伯厚带着2个穿着西装的男人在这里，这让陈松的眼神显得有些在意起来，抬起眉毛就问道：“这2位是？”郑伯厚介绍道：“这2位都是我在古斋堂请过来的师傅。”“古斋堂的师傅？”苏雨墨将陈松拉到一边，轻声细语地说道：“你昨晚直播的事情被古斋堂的负责人看见了，他们是来找你麻烦的。”听到这番话，陈松的眼神顿时就低沉下来，跟着微微问道：“怎么就来找我麻烦了呢？”“哎呀，还不是因为你昨晚说的什么免费鉴定吗？
好笑，我免费鉴定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人家古斋堂就是靠帮人鉴定古物来赚钱的，你现在不是直接断了他们的财路吗？原来如此，怪不得这一大早就找上门来。不过陈松其实一早就看不爽古斋堂这些家伙，听说鉴定费用高达上万块，这不是直接为难老百姓吗？而且听说古斋堂一直以来都做着很多小手脚，尤其是喜欢将一些古董说成是一文不值的垃圾，然后再低价收购，再高价卖出，这种操作纯属就是在欺骗老百姓。想到这里，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认真起来了，他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说道：说真的，我挺讨厌这些家伙的。旁边的苏雨墨脸色难堪，无奈的摇了摇头，你讨厌也是这样。古斋堂是国家认证的鉴宝机构，他们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什么话语权？难不成我搞直播都不行吗？总而言之，你等会回答的时候小心一点。陈松没好气的走上前，只见这两个穿着西装的男人下意识点了点头。陈先生你好，我们是古斋堂的鉴赏师傅。陈松随便点了点头，两位找我是有何事吗？是这样的，昨晚我们首席鉴赏师傅观看了您的直播，可谓是才艺满满，而且鉴宝的实力眼界也很高，相当钦佩。听了这些话语后，陈松下意识的笑了声，缓缓摇了摇头，客套话就不必说了，先说说现在是什么情况吧。呵呵，是这样的，我们古斋堂最近也在跟网络平台合作，也弄了一个鉴宝直播，没想到这么快古斋堂就派人来模仿了。只不过以古斋堂这种产业，估计做直播也挺难的，因为他们是有规矩的，鉴赏费用必定要上万块以上，所以很少人会去拿东西给他们鉴赏。而自己这边不同，自己这是属于个人的鉴定环节，虽然没有专业认证的机构，但也不受这些机构的影响。可以啊，那我就祝你们开设大吉吧。陈松随便说了句客套话，然而对方却摇了摇头说道：不，陈先生，我想你误会了。哦，什么意思啊？陈松眨了眨眼睛，有些奇地问道。第五师同行如敌人，是这样的，我们想请你去我们古斋堂，跟着我们一起做鉴宝直播。听到这里，陈松愣了下，当即就说道：别开玩笑了，你不知道现在我已经在自己家做直播了吗？这个我当然知道，但是你现在毕竟条件有限，我们古斋堂有充分的资源古物，甚至还有名气和专业机构认证，比你现在这里环境要好很多。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陈松还是不愿意去古斋堂那个地方工作。想到这里，陈松深深吸了口气，依然还是摇了摇头，抱歉，我还是比较喜欢在自己的家里搞直播。听到陈松不答应后，这两个人的脸色当即就阴沉下来，对着陈松就冷道：那既然是这样的话，请你今晚把免费帮人鉴定的规矩改一改。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帮人鉴定，但是不能说免费，必须要在1万块以上，或者更加昂贵的鉴定费用。听到这里，陈松神情漠然，双手交织胸前。那如果我说不呢？如果你拒绝的话，那我们完全有能力控告你扰乱市场经济。呵呵，我免费帮人鉴赏古物，有没有特别权威的认证，只不过是出自一个老百姓的口中而已。你凭什么认为我是扰乱的经济？这两个人互相对视了一眼，欲言又止。陈松看见他们都不敢出声，当即就笑了声说道：既然你们都不敢说，那我就帮你们说。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就走到他们的面前，高高抬起头，盛气凌人的说道：其实你们就是想着把我也拉下水，这样一来就跟古斋堂一样了。不过很可惜，我是免费鉴定，虽然没有任何认证，但是却比你们古斋堂都要好。这两个西装男整理一下衣领，抬起头就当即说道：反正你现在的做法已经严重影响了古斋堂的生意，我们完全有能力让你搞不成这些直播的。哦，是吗？陈松嘴角泛起冷笑，那就试试。这边的苏雨墨和郑伯厚眼神当即就低沉下来，郑伯厚立即将陈松拉到一边，眼神难堪的说道：哎呀，陈松啊，你这是要干嘛啊？对方可是古斋堂的人啊。以前的陈松很软弱和怕事，一旦听到对方是什么大人物后，吓得双腿都颤抖起来。然而此刻的陈松却一脸淡然，高高抬起头就说道：抱歉，我陈松做事就是这样。说完，陈松就扬起手说道：你们两个古斋堂的对吧？回去告诉你们的首席鉴赏师，说我今晚上还会免费帮百姓开眼验货，分文不取。你……这两个古斋堂的鉴赏师傅当即就被气得吐血。你想好了，若是我们真的出手，你不但直播平台垮掉，甚至还会身败名裂。好啊，那我得要好好期待了。言罢，这两个古斋堂的鉴赏师傅都转身离开了。
苏雨墨和郑伯厚看见他们离开的身影，当即眼神就阴沉下来。这可如何是好啊？陈松啊，陈松，你干嘛不能好好说话呀？郑伯厚和苏雨墨都快急死了，因为古斋堂的规矩有很多，尤其是对于一般的是鉴赏师傅来说，服从古斋堂的工作安排那是必须要的。刚刚陈松如此轻易就得罪了这2个古斋堂的师傅，所以古斋堂一定会采取行动。以古斋堂在云海这边势力，恐怕直播平台是被搞垮的，现在只能坐等收拾烂摊子了。不用着急，我就不信他们古斋堂可以只手遮天。陈松很淡然地说道。苏雨墨和郑伯厚互相对视了一眼，唉声叹气。陈松啊，古斋堂可是国家验证的机关单位，他们是绝对的权威。权威个屁！陈松直接说道，我已经很多次见证过古斋堂的师傅看错古物，甚至古斋堂有一大部分的古董都是假货，这东西是权威机构，简直是荒唐可笑。这番话也让苏雨墨感到有些共鸣，在他的认知中，古斋堂的确是有被这么说过的时候。既然古斋堂现在已经正对自己了，不如我们利用直播平台跟古斋堂打了一场对决。陈松微微说道。什么意思？就是让直播间的观众们来出题，看看是我的实力厉害还是古斋堂的实力厉害。郑伯厚听了后当即挠了挠头，不解问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将舆论推到高潮，那就能将事情彻底闹大，到时候古斋堂想要封杀我们也没用，反正已经有人认识我们了。苏雨墨听了后摸了摸下巴，点了点头，的确是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有点问题。什么问题？那就是你真的要跟古斋堂的鉴赏师傅直播比拼吗？对啊，有问题吗？让观众来亲自出题，这样也不能作弊，我觉得没毛病啊。但是你有把握能赢古斋堂的鉴赏师傅吗？他们可全部都是国家级的鉴宝大师傅啊。陈松听了后不屑一顾地笑道，抱歉，我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此时此刻的苏雨墨似乎感觉到一股正气游荡在心中，立即咬着牙齿说道，好，陈松，我支持你。然而郑伯厚还是比较现实一点的，他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说道，不如这样吧，我去跟他们谈谈，如果可以的话。不用谈了，陈松自己说道，我不要你来帮我说好话，古斋堂也是欺压百姓的地方，我自然会出手对付，但是这次不同啊，对方可是全部鉴宝师傅一起，而你只有一个人，赵文文和苏秘书都不能帮到你。不用，我一人足矣。如此嚣张的话语让郑伯厚都感觉到一股力量在体内涌动着。你这是说真的？真的有这把握吗？不信的话，那就直接明天见分晓吧。郑伯厚还是有些担心起来。不过另一边的苏雨墨却很淡然地说道，不，陈松，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将古斋堂给战胜。陈松点了点头。不过说真的，他还是第一次跟专业机构发出挑战，虽然是网络的直播平台，但是他也必须要认真对待。第51真正面目。过了几天后，陈松的直播在得到了平台的大力支持，更是在各种直播中频频被人夸赞、刷礼物，甚至还有人声称要拜陈松为师，弄得陈松在直播中显得非常尴尬。这晚上，陈松在直播的时候开始帮粉丝鉴赏古物，这些古物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流落于民间的一些高仿和赝品，所以陈松也是一一点破。至于一些真品，陈松则是光明正大的说出来，甚至把价格都打在直播间，看看有没有人直接收购。只不过他的这个举动瞬间引起了古斋堂的不满，尤其是现在古斋堂的负责人杨光成，他是国家专业机构承认的鉴赏师傅，尤其是在古物这方面更是能够超越前辈，成为新一代古斋堂的大师傅。然而人一旦有了名气，就会有不同的心理出现，尤其是现在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完全掌握了名气带来的荣华富贵，所以让他变得有些利欲熏心。以前他是通过各种眼界来帮忙古斋堂做事，然而现在却变成了利用古斋堂的这个招牌到处搜刮老百姓的财富。有些老百姓本来是拿着一个上等的古物来鉴赏，但是他却隐瞒着实情，将这件古物说成一文不值，然后自己再低价收购，再换个皮造个假，直接将其放在拍卖行高价拍卖。而他的这个举动也让不少鉴赏师傅察觉到，起初还有不少鉴赏师傅反对他的这举动，但是却发现这种方法却能给自己带来很多利润，所以有样学样，弄得现在古斋堂是乌烟瘴气。但是虽然是这样，古斋堂的招牌还是挺显眼的，所以不少人还是冲着其中的名气慕名而来。这些被陈松看穿后，他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说跟古斋堂死磕到底。既然对方是收取鉴赏费用，那自己就免费；对方是想着利用古物来赚钱，那自己就利用古物来拆穿他们的把戏。啪！
一阵声响，杨光成拍着桌子就怒然站起来，眸光闪烁出一丝杀意，深深吁了口气，就问道：“你们说什么？”陈松那家伙真的是这么说的？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旁边的2个鉴赏师傅也是脸色充满了难堪，摇着头说道：“这个陈松就是个死脑筋，不仅仅自己不想赚钱，甚至还妨碍我们赚钱。杨光成现在是掌管整个古斋堂的大师傅，也就说现在古斋堂也是他说了算，所以他想要对付陈松，那就必须要在古斋堂入手。既然他这么想玩的话，那我就陪他玩玩。”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旁边的2个鉴赏师傅就好奇地问道：“杨师傅，您是打算怎么办？”杨光成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说道：“你们马上去直播间看看，这小子到底有没有真的本事。这个恐怕这小子是有真本事的，因为我们很多次都已经看他直播，这小子鉴赏古物是有一手。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能明摆着跟他作对，那就暗地对他下手吧。”“哦，杨师傅，您这是想着干嘛？”杨光成眯起双眼，紧接着说道：“听说这小子最近在住酒店，对吧？”“没错，这小子在住在酒店，听说是家里面变成了直播间，所以在没有找到新房子前都住在酒店里面。”杨光成听了后，嘴角当即就泛起笑意，呵呵，那就好，只要他是在酒店的话，那我们就有机会下手。想着，杨光成突然脸色露出奸诈的神色，对着这2个鉴赏师傅说道：“你们2个明天晚上找个女人对他下手，记得找好角度拍照，一定要弄得他身败名裂。”随着这道声音落下，2个鉴赏师傅似乎都明白了用意，视线相对，异口同声发出一阵嗤笑声：“还是杨师傅有办法，我们这就去办，保证让这家伙身败名裂。”看着这2个鉴赏师傅都离开后，杨光成一屁股就坐在沙发上，抬起头就呼了口气，说道：“呵呵，区一个搞直播的鉴赏师傅，还敢跟我玩，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而后视线回到陈松这边，今晚上依然是人气高涨，平台这边也给予了他很多福利和资源，尤其是现在直播火爆的时候，平台光是打广告都能赚得盆满钵满，所以给予了陈松更多的机会。陈松直播结束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酒店这边，唉，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明天再看看有什么好房子吧，尽快解决这个问题。随后陈松就回到酒店的房间，一天的疲惫瞬间让他感到无力动弹，直接趴在床上就不想动了。正当这个时候，房门突然响起门铃，滴滴滴，门铃声响起，吵得陈松根本就睡不着，心情顿时就烦躁起来，对着大门口就问道：“谁呀？这大晚上的要干嘛？”门铃持续在响着，陈松也没办法，只能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去，微微说道：“谁呀？”然而当他打开门的瞬间，整个人都呆滞在原地。只见一个穿着性感的女子妩媚妖娆的对着陈松飘了一个眼神，陈松浑身打了个寒战，当即就打起精神，刚刚的疲惫感瞬间就消失殆尽。“请问你找谁啊？”陈松微微问道。而正当这时候，这女人就瞥了眼陈松，跟着微微问道：“这位先生，请问需要客房服务吗？”陈松一怔，眨了眨眼睛，问道：“你是服务生吗？”听到这里，这女子立即笑了一声，点了点头说道：“对啊，我就是服务生，请问需要什么类型的服务吗？”这些话语很容易让人感到兴奋，尤其是她现在这种装扮和语言，能够瞬间让陈松都感觉到有些奇怪。只不过陈松并没有那种思想，而是很淡然地说道：“服务的话就算了，麻烦你给我去拿点牛奶过来吧。”啊！这个女人当即就愣了一下子，眨了眨眼睛，甚至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自己这么直接的话语居然还没让她反应过来。“先生，我们这边只提供服务性按摩或者是洗脚服务，请问您这边选择什么？”第52阴谋。听到这里，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这样啊。”看着陈松在犹豫，此时的女子也一步上前先走进来：“那就帮我按摩一下吧，刚好今天全身都有点酸痛。”“好嘞。”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这边的眼神一下子就抬起来，跟着微微说道：“等下我睡着的时候，记得帮我带下门。”这女人再次愣了下，她没想到自己都说到这个份上，陈松居然还没有想明白，真是一个死脑筋。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就趴在床上说道：“来吧，记得多帮我松松后背的肌肉，现在很是酸疼。”这个女子微微笑了声，立即就上床，嘴角泛起笑意，轻轻用手放在陈松的肩膀上：“这位先生，请问你对我这服务还有什么要求吗？”“没有了，力度轻一点就行了。”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这个女子就开始有几分奸诈起来，
而这个时候，陈松的右眼也立刻弹出一则信息：人物李玉美，年龄24岁，身体状况怀孕4个月，心理活动看来她上钩了。现在就把衣服脱掉，然后再让人冲进来拼命拍照，明天再把这事情闹大，那她就必然会身败名裂。看到这些信息后，陈松当即就愣了一下，眉毛紧蹙起来。他不清楚为什么这个女人要害他，自己最近也没有得罪什么人啊，难道说是古斋堂的人派来陷害自己的？先生，我这边要开始按摩了，请你把衣服先脱掉吧。陈松深深吸了口气，因为知道了这个女人的真正目的，反倒并没有什么紧张感了。话说，你是什么人派来的？陈松很是直白地问道。这个问题直接让这女人呆滞在原地，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不会吧？你到底是怎么发现的？陈松深吸了口气，摇了摇头，接着说道：从你进门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发现了，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赶紧事后是谁派你来的？然而，陈松刚刚说完，这个女子却突然一把抱住他的身体，眼神还显得特别的阴沉。你干嘛？既然你知道了，那就别怪我们不给面子了。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突然就感觉这个女人竟然直接用身体压在自己的身上。进来！随着这女人的声音喊，房门瞬间被几个粗壮的男人直接推开，他们的手中都拿着照相机，对着床上的陈松就是一阵乱拍。喂，你们这些家伙要干嘛？此时的陈松显得有些慌乱起来，不过仔细想了想，自己也不需要慌张，毕竟现在的他也不是什么大明星网红，所以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事情。好，你们就好好拍吧，等下我就叫人把你们赶走了。陈松说完，发现这些人依然是不肯停手，一直在拍照，他也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而后，身上的这个女人还摆出各种妩媚的表情，这让陈松都感觉到非常无语。我说，这位小姐，你有身孕都还做这种事情，难道就不懂得羞耻吗？听到陈松的这句话，这女人立即秀眉紧蹙起来，跟着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有身孕了？陈松一怔，苦笑一声问道：你连自己有了身孕的事情都不清楚吗？不过想想也是正常的，毕竟做这种工作的女人有了身孕不知道应该也是正常现象。你胡说，我怎么可能会有身孕？我从来就没被男人碰过，你现在难道不是直接把我压住了吗？这么娴熟，难道你不是做那种工作的女人吗？陈松的这番话似乎激怒了这个女人，让她的眼神一下子阴沉下来，立即放开陈松，坐在床上，双手交织胸腔，颇有气势地说道：你放屁，我真的没有被男人碰过，我现在做的也是工作需要。陈松不相信，缓缓起身，微微说道：是真是假，那就只有你自己清楚了。废话，我自己当然清楚。然而，陈松却建议地说道：那我建议你还是早点去医院检查一下。喂，你这是干嘛？赶紧给我做好姿势啊！这个女子才反应过来，但是却被陈松一把就推开了。行了吧，你们这些套路我还不清楚吗？我又不是什么明星网红，你们拍这种照片根本就没有作用。这些人当即就愣了一下，深深吸了口气就问道：你这是？陈松摊开手，一脸淡然地说道：所以说，你们这么做完全就是没有作用，而且利用你们的那个人也是人才。这些人面面相觑，没有任何人再次发声。陈松扫眼一看，将他们心里的信息全部都扫描了一下。怎么了？都不出声了？陈松立即来了个一转攻势，双手交织胸前，就对这女人说道：你确定身体没被男人碰过吗？当然了，我自己的事情难道自己不清楚吗？虽然对方的话语很是坚定不移，但是陈松却是始终相信自己的右眼信息。别说我没有提醒你，你估计是被某位男人给暗中下手了。如果你实在不相信，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这女人咬紧牙齿就说道：不可能，杨师傅不会是那种男人。杨师傅？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的眼神当即就阴沉下来，跟着眯起双眼问道：你说什么？杨师傅？这个人是谁？很快，陈松就抓住了这个重要人的名字，这让女人显得有些尴尬起来。她阴沉着的目光，摇着头说道：我什么都没说。得了吧，你就别隐藏了，这些事情我都猜想的差不多了。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这个杨师傅命令你们来对付我的，对吧？瞬间，他们都愣了一下，没想到这种事情居然被陈松给直接套路出来了。想到这里，其中一个壮汉就说道：你既然知道了，那么我们也不隐瞒了。第53众矢之的。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跟着质问道：好，你们承认的话，那我也直接一点，
杨师傅应该是古斋堂的人对吧？没错，杨师傅是古斋堂的大师傅，因为你的直播得罪了他，甚至还不跟他合作，所以现在他要让你身败名裂。正当这时，陈松愣了下，冷笑一声说道：所以你们就用了这种馊主意吗？这个也不算馊主意，我们现在掌握了你这些照片，那肯定能对你造成影响的。陈松倒也不在乎这些什么影响，他抬起头，眼神很快就阴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那他的意思是必须要让妥协对吧？没错，只要你妥协的话，那一切的事情都好说。陈松听了后眉毛紧蹙，紧接着微微说道：既然是这样的话，那看来我是别无选择了对吧？我们的杨师傅是古斋堂的主要执事，手法通天，我劝你最好不要不识抬举。陈松其实没有想过妥协，因为他本来就很讨厌古斋堂的这些做法，所以必须要将这种做法彻底废除才行。不过对方毕竟是古斋堂的主要执事，无论是身份的差距还是实力的悬殊，陈松都要比他弱不少。但是纵然是这样，陈松依然是一脸淡然，抬起头就微微说道：那不如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吧。什么？话音落下，这几个人的表情当即就愣了一下，没想到陈松居然会这么轻易就妥协了，刚刚不是还一脸顽强的样子吗？刚刚说完，陈松这边就抬起头说道：话说你们现在应该是可以走了吧？还没有。突然刚刚那女人就问了句：你刚刚说我怀孕了，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陈松无奈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就微微说道：刚刚我触碰到你的脉象，那是喜脉，你的确是有了，如果你不相信，自己去医院检查一下。陈松的话语说完，这女人就当即说道：我的脉象真的是喜脉？但是我记得……女人顿时就恍然大悟，眼神一下子就瞪大起来，这让陈松都感到有些懵逼。怎么现在才反应过来吗？很快这几个人就纷纷离开这个房间，最后离开的人对着陈松说道：明天上午8点，我们会在酒店大门口等你，到时候我们会带你去见杨师傅的。陈松点了点头，表示自己会去的，他早就想着会这个古斋堂的执事了。随后这些人就回去将这个消息给杨师傅。什么？陈松那小子真的敢这么说？对啊，那小子甚至还说你对美美进行了冒犯，把他肚子也弄大了。听到这个消息，杨师傅当即就愣了一下，立即转头对着那女人问道：你是真的怀上了？都说是那家伙的胡言乱语罢了，杨师傅你怎么就当真了呢？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后面的人都纷纷点着头，就只有这个女人的眼神有几分低沉。杨师傅这才发现自己说错话了，立即笑着说道：哎呀，实在是抱歉，我真是懵了，居然把这小子话当真。不过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我想美美你应该去检查一下更好。其实杨师傅也有点期待，但是又不能明摆着说出来，可怜这个女人甚至还被蒙在鼓里，一脸茫然，似乎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另一边，陈松将这里的事情全部都告诉给苏雨墨和郑伯厚听，两个人听了后立即就说这是古斋堂的一个常用的手段，他们已经利用这一招逼走了不少有实力的鉴宝师傅，甚至还是声称必须融入他们的团体，这样才能在云海做下去，若是没有团队的话，那就会容易遭受针对的。想到这里，陈松当即就眯起双眼微微说道：既然这样的话，那明天我更加要好好会他。郑伯厚反对道：算了吧，人家可是古斋堂的主要执事，我们的实力跟古斋堂相差甚大，如果对方把事情闹大的话，吃亏的可是我们啊。苏雨墨也认同郑伯厚的说法，毕竟陈松现在是一个团队，可不能像他之前一样我行我素，为所欲为，现在必须要讲究团队的利益。不如这样吧，明天我们一起去古斋堂找杨师傅谈谈，看看能不能找到一条能够一起发展的道路。听到这些话语，陈松其实内心特别不舒服，他可不喜欢这样让着人，所以眼神一下子就显得难堪起来。怎么了？你难道有更好的方法吗？苏雨墨问道。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高高抬起头就说道：反正我已经说过了，我绝对不会跟古斋堂的那些人妥协的，如果你们非要让我这样做的话，那我只能够跟他把事情用其他方法解决了。其实苏雨墨和郑伯厚是担心陈松的安全，所以才会这么做的，这一点陈松也挺清楚的，只不过还是没有办法过自己心中的那一关。随着陈松的话语落下，苏雨墨和郑伯厚也拿他没办法，既然陈松这样说，那就只能往他的方向好好想想办法。杨师傅虽然是古斋堂的执行，但是其实古斋堂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还有大大小小的人在帮他做事，这些人才是古斋堂的核心人员。听到这里，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跟着眯起双眼微微说道：那不如我们从这些人的身上下手，不如我们去看看
这个所谓的杨师傅，探探情况再说。陈松不喜欢这样拖拖拉拉的样子。自从有了这个右眼系统后，他的执行能力就变得雷厉风行起来。他也不会去管什么对方是什么人物，只要自己有了实力，无论对方是什么噩梦都不会害怕。想到这里，陈松立即站起来，眼神变得黯然道貌起来。你们先在这里等一下吧，我去会会这个杨师傅。很快，到了第二天早晨，陈松缓缓走出酒店，只见那些人已经在酒店大门口等着他了。第54自己做平台，这次他们的语气变得挺好的，抬起头就微微笑了声：“陈先生，请吧。”陈松也不跟他们客气，气宇轩昂、盛气凌人的说道：“带路吧。”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仿佛身体注入了一种奇妙的力量一样。他跟着这些人来到古斋堂，此时的古斋堂还有不少鉴赏师傅在工作。他们看见陈松来了后，纷纷停下手头上的工作，用异样的眼神看着陈松。刹那间，陈松感觉到自己好像成为了这里的焦点，仿佛一切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最近陈松在直播界大火，身为鉴赏行业的古斋堂的师傅们自然也挺关注他的，所以此时此刻才会将目光落在他的身上。陈松瞥眼看着这些人的目光，深深吸了口气，跟着微微说道：“你们的杨师傅呢？”这种极具挑衅的话语瞬间让这些人都呆滞了下来，将目光转移到前面办公室大门的方向。陈松目光所及之处，那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里面存放着很多古物，全部都是由杨师傅亲眼挑选出来的价值连城之物。啪！陈松二话不说就直接推门而入，瞬间让杨光成的眼眸阴沉下来。两人相互对视，似乎空气中都燃烧起一道烈火。哟，陈先生，您来了。杨光成很是空气地摊开手，故作好意的招待。然而陈松却很冷淡的回应：“客套话就别说了，直奔主题吧。你昨晚派人来找我麻烦，是想干嘛？我陈松貌似没有得罪你吧？”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的话语似乎存在着某种力量，瞬间让杨光成都感到有些紧张起来。嘿嘿，我只是给你提个醒，在云海这边，鉴宝这玩意一定要跟着我们古斋堂的方向去做，你先自己跳出来单干，可是会坏了规矩的。坏了规矩？陈松立即冷笑道：“你们的规矩难道就说要跟你们一起去骗人，把老百姓那些古物都骗到手再高价卖出去吗？”这番话让杨光成的眼神低沉下来，他不知道陈松到底是怎么知道的，但是现在既然他都已经说出来了，那自己没理由要他把事情闹大。不得不说，你的确有眼界，竟然都已经知道了这些事情。陈松将目光凝聚在杨光成的身上，右眼的信息直接就跳了出来。现在杨光成是想着拉陈松入伙，这样一来就能大大提升古斋堂的知名度，甚至能靠着他的直播好好赚一笔。看见这些信息后，陈松无奈地叹了口气，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还是这样利欲熏心。陈松无奈地叹了口气，紧接着转身就对着他说道：“杨师傅，你是个有本事的人，但为什么要做这种利欲熏心的事情呢？”既然陈松都已经知道了，此时的杨光成也不打算隐瞒了，抬起眉毛就微微说道：“我跟你说吧，现在鉴宝这行业发展前景非常好，尤其是在云海这里，更是掀起了一波古玩热潮。正所谓是时代铸造英雄，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这么好的机会不发财，难道要等着行业落寞了才去做这些事情吗？”果然，这家伙已经被金钱蒙蔽了双眼。陈松也只能无奈地摇头说道：“杨师傅，这里的东西全部都是出自你的眼睛，我扫眼一看，全部都是上等的优品。你的眼光非常好，如果一直做这个事业，肯定大有作为的，何必要搞这些小动作呢？万一哪天真出事了，那你这才华可就一次性被埋没了呀。”随着陈松的话音落下，此时的杨光成深深吸了口气，看似有些被感触到。然而，吃惯肉的野兽怎么可能突然转变吃草呢？这一点想想都让陈松感觉到难堪起来，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既然你都已经这么说了，那我也没有什么好劝说你的，只能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杨师傅，你古斋堂是怎样的存在我不管，但是我陈松很讨厌被人用一些小伎俩和手段威胁。我希望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大家井水不犯河水，道不同不相为谋。”杨光成听了后，突然就大声笑话起来：“哈哈，你以为撇开我就可以了吗？我告诉你，云海城里大大小小都有鉴赏机构，这些机构对你都有意见。现在陈松对于那些鉴宝机构来说就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因为那些鉴宝机构都是收费，而且价格非常昂贵，而陈松却是免费帮人鉴赏，所以无形之中就得罪了各大机构。你现在知道了吧？”陈松愣了下，嘴角泛起一丝笑意，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
真是够搞笑。如果一直都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所以鉴宝机构都是要统一收费标准？的确是这样没错，行有行规，这点你应该很清楚才对。陈松绝对不会向这一方面势力低头，所以他当即就说道：抱歉，你这些事情我不会去做，我会继续坚守自己的底线。如果你们觉得我破坏了行规，那就尽管联合起来对付我。死脑筋！阳光城终于也忍不住骂了一声，紧接着当即就抬起头说道：那你就试试吧，我会利用一切关系让你滚出这个圈子，以后云海再也没有你陈松这个鉴宝师的存在。陈松听了后微微点了点头，似乎接受了这份挑战。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立即就转身朝着后面的方向看了过去。与此同时，他竟然发现不少鉴赏师傅都用充满敌意的目光看着自己，仿佛自己在这一刻彻底成为了众矢之的。随后，陈松就离开了古斋堂，眼神变得越来越阴沉下来。因为现在的情况比较多变，所以对于陈松来说，以后在的行动必须要好好小心才行。陈松回到家中，将事情全部都跟苏雨墨和郑伯厚说了，两人的表情都显得难堪起来，双眼对视，似乎感受到一股压力压在双肩上。第55度加出马。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些事情呢？我们准备开启免费的鉴宝，虽然大受欢迎，但是却得罪了同行，他们若是联合起来的话，我们可真的没有退路了。陈松一直在沉思着，而郑伯厚却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直在走来走去，电话打个不同。怎么办？现在那些鉴宝机构跟直播平台那边谈话了，估计是要下架我们的直播。为了这个直播，郑伯厚开始费尽了精力，本来想着可以越做越大，没想到刚开始就遇到难事了。很快，郑伯厚那边就收到消息，平台那边下架了陈松的鉴宝直播，以后他们都无法做直播了。这个事情一出，陈松的这个小组就陷入了危机中。只不过陈松却没有什么事情，反倒是嘴角泛起一丝笑意，微微摇了摇头就说道：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不如我们自己创立平台直播。听到这里，郑伯厚和苏雨墨当即就愣了一下，抬起眉毛就问道：不会吧，你是想再创立一个平台自己搞直播？陈松点了点头，没错，现在搞直播的话，其实更多的就是依靠热度，而我们如果把平台做了，那就直接掌控了主动权。听到陈松这番话，两个人都显得有些呆滞下来，眨了眨眼睛就问道：你这样可是要投资一大笔进去的啊。如果是以前的陈松，肯定不会做如此有风险的事情，但今时不同往日，陈松已经是脱胎换骨，他是一点也不在意这些风险担忧，抬起眉毛就说道：没事，我上次拿到了一笔拆迁款，这笔钱估计够开平台的费用。听到陈松如此肆无忌惮说这话，苏雨墨和郑伯厚都感到有点震惊。郑伯厚都算是一个投资商，本身自己也有一些实力，但是说实话，他是真的不敢去做如此有风险的事情，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陈松啊，你还是想清楚了呀。此时的陈松已经是想清楚了，他嘴角泛起一丝笑意，高高抬起头说道：没事，我敢打包票，肯定会成功的。虽然陈松话是这么说，但是苏雨墨和郑伯厚还是有点担心，如果真的失败的话，那就没有任何卷土重来的能力了。这样吧，郑伯厚，你先去看看注册平台的信息，苏雨墨你就去准备资料。随着这些声音落下，两个人都开始行动，而陈松就在各大平台都注册账号，从现在就开始增加流量。但是现在网络平台五花八门，陈松又是刚刚接手这样的事情，所以显得特别的难堪。正当这时，手机响了起来，陈松拿出来一看，顿时眸中闪动，是柳若男打来的电话。他是柳家的千金，应该认识不少商圈的人，试下请他出马，估计也会给自己这个面子。陈松连忙接听电话。喂，电话那头的柳若男立即兴奋地说道：陈松，现在有空吗？来一趟咖啡厅，我有个朋友想认识你。哦，朋友？陈松眯起双眼，他可没听说过柳若男有什么朋友的。你过来就行了。陈松挂了电话后，眼神低沉下来，稍微犹豫了一会儿后，就转身朝着咖啡厅的方向走了过去。很快，陈松就来到咖啡厅这边，柳若男在落地窗那边朝着陈松招手。陈松，这边。陈松缓缓走过去，发现柳若男的身边坐着一个稍微有点眼熟的女子，突然叫自己过来，有什么事啊？陈松问道。只见柳若男的嘴角泛起笑意，瞥眼就说道：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陆家的大小姐，陆瑶瑶。听到这个名字，陈松立即就想起来，立即笑了声，伸出手说道：原来是陆小姐，我们见过的。陈先生，我也没想到你是若男的朋友，上次你没留联系方式给我，
弄得我要找若男来找你。听到他们的对话，柳若男的眼神当即愣了一下，眨了眨眼睛，很是好奇地问道：你们是早就认识了？陆瑶瑶笑了声，紧接着说道：上次我爷爷不是突发疾病吗？就是陈先生帮爷爷治好的。柳若男有些惊讶，当即瞪大双眼问道：不会吧，他就是上次治好陆老爷的人？对啊，我一直在找他，没想到他竟然是你的朋友，那就找你来帮我约他出来了。陈松苦笑了一声，举手之劳而已，没必要让陆小姐这么在意。我们陆家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家族，尤其是对于救命之恩，向来都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柳若男凑过陈松的耳畔，轻声细语说道：陆家的陆老爷子是江湖之人，他们家族非常在意江湖之道。你上次一声不吭就走了，连个联系方式都找不到，让陆老爷找得很辛苦啊。陈松有些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说道：说真的，我这完全都是举手之劳，也没有什么救不救的，其实没必要放在心上。不行，这是爷爷教我的报恩之道，爷爷说了，这事情必须要有个交代。柳若男蹭了下陈松的肩膀，眼神阴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你就随便提个要求吧，人家可是找了你很久的。行吧，那陆小姐，你们家族有做网络直播平台的生意，或者认识这些搞平台的人吗？陆瑶瑶听了后当即就愣了下，眨了眨眼睛说道：我家里本来就是搞这些生意的呀。听到这里，陈松当即就兴奋起来，瞪大的双眼就说道：真的吗？我现在急需要这方面的专家，你能给我介绍一下吗？柳若男下意识地问道：怎么了？是不是直播那边出什么事情了？哎呀，说起来话长。就这样，陈松把事情的经过跟他们说清楚了。什么？古斋堂竟然做了这种过分的事情？陆瑶瑶有些震惊。在他看来，古斋堂是很正规的鉴宝机构，很多事情都是非常专业的，但是没想到背后竟然会有这种事情存在。第56期南盘山赌石，陆瑶瑶本身就是搞网络平台，但并没有涉及直播这一块。不过现在既然陈松都可以开口这么说了，他为了报答陈松，直接拍着胸口就说道：这方面我可以帮你忙，就当作是感恩你吧。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立即露出笑意，转身就对着柳若男问道：靠谱吗？陆家世世代代都是江湖规矩，所有事情几乎都是说到做到的，你就放心吧。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就抬起眉毛，跟着微微说道：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事情就好办很多了。陆小姐，最近我得罪了不少小人，他们都要在网络平台这边封杀我，所以现在我的直播也被停了。现在我正打算最近开一个平台，但是缺乏很多资源和人脉，希望你能在这方面教教我。陈松说完，陆瑶瑶当即就昂首挺胸点着头：你放心吧，关于平台的这些事情我会帮你弄好的。两人谈完后，陆瑶瑶为了能够尽快帮到陈松，所以立即就行动起来。现在就剩下陈松和柳若男两人在咖啡厅双目交汇，没想到还这要巧，陆家竟然就是做网络平台的。不过话说回来，其实陆瑶瑶也没必要找我，这些事情大多数人都会不管的，大多数人是不管，但是陆家不同，他们世世代代都是江湖人士，尤其是陆老爷江湖气息非常重，还有他的儿子，也就说陆瑶瑶的父亲，现在是陆氏集团的董事长，为人非常注重江湖义气。你救了陆老爷，那可是莫大的机缘啊！如果是一般人的话，直接都能拿到一笔巨款了。陈松现在对于他来说，现阶段的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必须要有更多的发展才行。想到这里，柳若男似乎也知道陈松目前的想法，立即抬起头就问道：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不如我让爷爷出面解决这次事情吧。陈松听了后立即摆着手：别，刘老爷一旦出手的话，那就直接影响整个云海，那可是4大家族之一啊，可不能为了我一个人而闹得天翻地覆。柳若男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说道：那我呢？你就算了吧，你可是堂堂的柳家千金大小姐，如果你出面帮我，被人误会了那就不好了。上次寿宴的时候，你假扮我男友都没什么误会啊，那次不同，那些全部都是你们家族的人，他们可不会传出去。但是如果现在我们交集太多了，被人知道了的话，肯定会造成不好的影响。陈松不想因为自己的事情而连累整个柳家，而柳若男想要帮助陈松，但却没有任何的办法。就这样吧，以后你也注意一下子，我的事情会处理好的，等弄好后再来请你吃饭。陈松离开后，柳若男的眼神有些失落，摇了摇头自言道：真的要分得这么开吗？这样反倒会变得更加生疏。在这之后的几天时间里面，陈松一直忙于开平台的事情，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不过辛苦总会有回报，直播平台的基本框架已经弄好了，
现在就差办理手续了。资金方面，陈松将所有的钱财都投进去，所有不用担心资金问题。现在陈松要考虑这个平台的特色。他之所以要创立这个直播平台，起初是想着为自己直播而创立的。不过，现在他发现了新的商机。他现在想着把这个直播平台做大做强。这样一来的话，那就不需要自己每天辛苦直播了，请一些主播给自己赚钱。不过，想要到达这一步，首先必须要自己先做起来，这样才能吸引各大主播的注意。而现在自己做的平台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吸引观众眼球的东西，这个东西一定要符合自己直播的东西。陈松想很久，最后还是决定用一件古董来吸引眼球。这个古董必须是价值连城东西，这样自己才能吸引到观众的眼球。但是这个古董应该去哪里找呢？郑伯厚这时候想到了一个地方。陈松，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西南盘山？陈松愣了一下，有些期待地问道：西南盘山？没错，在西南盘山有不少珍稀的玉石。郑伯厚很是兴奋地说道：不会吧，你想去挖玉石啊？这要挖到猴年马月啊！哎呀，我们不去挖，是去赌石。没错，当地有很多原石的买家，他们收集了不少上品好原石，我们只需要找他们买就行了。陈松愣了下，嘴角泛起笑意。你是想着我们去赌块好石头回来？没错，这次我们不赌什么上等好货，赌就赌大的，必须要极品。对于陈松来说，没有赌的成分，因为他随便就能看出来是好是差，所以只要有极品就逃不出他的右眼。好吧，但是这次去西南盘上的时间要缩短一点，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放心，西南盘山的小镇离这里只有50公里，开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因为这次事发突然，陈松也没来得及通知苏雨墨和赵文文，只能先让他们先把手头上的工作先停一下，等他们回来再看看情况怎样。随后，陈松就跟着郑伯厚前往西南盘山。路上，陈松就发现去往西南盘山并不是走高速的，而是走崎岖的山路。怎么是走山路啊？郑伯厚苦笑道：西南盘山位于海拔高处，整不了高速公路，而且这边山林较多，气候多雨，不适合施工。不过倒是挺多村落和小镇，因为很适合人的居住环境，得天独厚。听到这里，陈松微微点了点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里能有这么多原石被挖掘出来了，因为这里的气候很适合玉石的形成的，尤其是那些靠近山林雨林之地，更是能挖出不少极品出来。以前我一直都想来西南盘山赌石头，只可惜没有这个眼力，现在有你才敢来试试。陈松无奈地笑了声，赌石嘛，一刀平，一刀富。有些人一夜暴富，有些人则一夜输光一切，人生亦是如此。这次你有多少把握？陈松自信地抬起头，嘴角泛起笑意，100%。第57天域，西南盘山这一带有各种天然而成的原石地带，很多想要淘宝的人都会来这里打算博一笔大钱。只不过这些原石却很难分辨出来有没有绿种在其中，若是有绿种，还得看绿种的分线和质地，如果是只有一点绿种的话，那就是亏本了。而若是这些绿种有开裂或者还没形成育种，那也是亏本的买卖，但是这种倒是可以卖出去，也不算太亏。来到这里，郑伯厚跟陈松都显得比较兴奋。这次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来淘到一块极品的好料子，这种好料子必须要是极品的玉石或者是宝石之类的，这样才能撑得起直播的门面。只不过来这里淘宝的人很多都是垂头丧气离开，只有少部分的人是红光满面，笑容灿烂。毕竟赌石这个还是得看眼界和实力，有些赌石大师过来这里都要转上好几天才能找到一块好料子，有些好料子则是天然形成的，而有些好料子则是人工添加进去的。若是找到前者，那必然是能赚个大发，若是后者的话，那就等同于被人欺骗了，直接血亏。这次我们来这里就是来淘到极品玉石。陈松，以你的眼界应该没问题。郑伯厚对陈松信心满满。陈松苦笑一声，他自己那有什么眼界和实力啊？完全都是靠自己的右眼在帮自己将这些玉石全部都分析出来。想到这里，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低沉下来。他本来以为在这个区域随便逛一逛就能找到好料子，可谁知道这里居然有整个3、4个小镇这么多。这些小镇大多数都是售卖各种原石的，而这些原石大多数都是有着无限的可能，可能是满种的翡翠玉石，价值连城，也有可能是普通的石头或者大理石，毫无价值。不过归根到底都是后者居多。陈松和郑伯厚来到这里后，到处游逛了一下，发现这里的东西大多数都是上等的好品，有些东西绝大多数都是从一些丛林岩洞中掏出来，而有些则是从木丛雨林区域捡到的。
这些玉石的种类有很多，而且来赌石的人也来了不少。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一些老石友，还有少数一些老师傅在观摩着。像陈松和郑伯厚来淘极品的少之又少，因为极品非常难以淘到手，尤其是在这些种类繁多的玉石店铺中，眼花缭乱。别说是极品了，就算是好东西也会被人忽略掉。这一带都是上等的原石好料子，我们来这里看看吧。伴随着郑伯厚的声音落下，陈松就跟着他来到最前面的这个小镇。这个小镇叫玉林镇，是一处赌石圣地，很多石友都在这里赌石发家致富，但有些人则是沉迷不能自拔，输得倾家荡产。来到这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毕竟人人都想着有一颗暴富的愿望。而陈松和郑伯厚来到这里的目的不同，尤其是到了玉林镇这左右这边，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怎么了？郑伯厚发现陈松的目光有些不对劲，立即就问道。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眼神一下子就锁定在其中一家店铺里面。此时他的眼中淡出一条劲爆的信息：物品天玉，年份北宋时期，特殊属性无，收藏价值5000万元 RMB。 陈松愣在原地，看着这家店铺的大门口，门口边上垂吊着一块蓝色的宝玉，只不过这宝玉因为上面有着很多灰尘，所以看起来暗淡无光，就算是挂在大门口上都没人会在意。陈松朝着前面走了过去，用手轻轻拿起这块暗淡天蓝色的玉石，当即眼神就低沉下来。这是……郑伯厚随便看了一样，眼神有几分嫌弃，摇着头就说道：这是什么垃圾啊？颜色暗淡又没有光泽，甚至透光性极差，应该不是什么好料子，不然店家也不会直接挂出来啊。不，这是好东西。陈松很果断说道，紧接着朝着里面走了进去。这里面有2个人，掌柜是一个穿着银白色长袍的老者，看起来眼神锐利，浑身都透出一股强烈的气场，靠近他都感觉到有种黯然道貌的感觉。而在老者的旁边站着一个假小子，这个假小子短头发，皮肤白皙，脸蛋稚嫩，看起顶多15、16岁左右，一眼看过去还以为是男孩，但是仔细观察才能发现这是个女孩子。四周围还有不少石友在这里挑选原石，比起前几家，这家店铺的人气比较兴旺。陈松深深吸了口气，走到前面，对着老者问道：掌柜，请问你们大门口挂着的那块玉石卖吗？不卖。老者的回答非常干脆，紧接着指着旁边的那些原石说道：我们贩卖的是这边的原石。听到这里，陈松的眼神顿时就暗淡下来，紧接着再说道：掌柜，外面那块玉石我很喜欢，如果你能割爱的话，我可以出高价。本以为这个掌柜听到这句话会直接狮子大开口，却没想到这掌柜直接摇头说道：抱歉，我刚刚说的非常清楚了，那块玉石不卖。郑伯厚听到这老者有几分神气，顿时就不高兴了，当即抬起头就说道：我靠，不就是块破玉石吗？给钱还不卖啊？我还以为多有价值呢。陈松用手轻轻拍了拍郑伯厚，咽了口气就接着说道：先不要激动。陈松嘴角泛起笑意，看着老者似乎有几分不爽，立即笑着说道：这位掌柜，我是真心喜欢这块玉石，若是你能卖给我，我可以出任何我能承受的价格。听到这里，旁边的郑伯厚当即就傻眼了，瞪大双眼凑近陈松的耳畔说道：你傻呀，这么快就把价值说出来了。陈松能看得出这个老者并不是一个贪财的人，而且他应该是知道那块玉石的价值所在的。想到这里，陈松继续微微说道：掌柜，你能不能说说不卖的理由？老者看着陈松这样不依不饶，紧接着走到门口将玉石拿起来，瞥眼对着陈松说道：小伙子，你知道这块玉石的来历吗？第58狱中的故事。陈松很有礼貌拱手笑道：请赐教。老者一脸教授的样子，用手捋了捋银白色的胡须，一边走一边笑着说道：这块天玉是我的儿子留给我的。你儿子？听到这里，陈松已经感到有点悬了，因为这种带感情的物品一般来说对于不缺钱的人是非常难以从他手中拿到的。我的儿子曾经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他叫周子轩。听到这个名字，陈松并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旁边的郑伯厚却突然激动起来。你说没事？周子轩，北境的镇守门将周江。老者微微点了点头，嘴角眯起一抹苦笑。老夫周天玉。陈松挠了挠头，对着郑伯厚问道：你知道吗？郑伯厚笑了声，这个周子轩可是北境的镇守门将，传说是一人之力抵挡了北境的那些外敌入侵，率领战将数十万。陈松对这些战况并不关心，毕竟现在是和平年代。不过可惜这个周子轩却在上一年刚刚去世。死了？战死沙场吗？
这时候，老者突然就悲伤了起来，一直摇着头说道：“如果是战死沙场的话，那就好了。一个战士的最高荣誉的死法，那就是战死沙场。如果是战死沙场的话，老夫我也能享受到这份光荣。”郑伯厚摇了摇头，深深叹了口气，说道：“可惜周子轩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己坠楼而亡，自杀。没错，在这时最懦弱的死法，对于一个战士，尤其是战将来说，这是莫大的耻辱。”郑伯厚看着眼前这个老爷子，苦笑道：“估计老爷子本是能有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现在却因为那件事情而来到这里开店，对吧？”陈松很好奇这块天域背后到底有马上故事所在，所以下意识地问道：“我很想了解一下。”老者有些好奇，眯起双眼看着陈松，问道：“小伙子，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块是天域呢？一般来说，这种玉石上有灰尘或者一些杂质的话，用肉眼是很难分辨出来的，尤其是现在这种放在大门口都没人注意的玉石。换句话来说，大晚上摆放在门口都没人会窃取。这块天域连入陈松的右眼就能弹出信息，自然不是陈松的眼界厉害。不过为了隐瞒自己右眼的事情，陈松只能随便说道：“一般不起眼的地方才有好东西。掌柜，你把这块天域摆放出来，很显然是想让人注意到，对吧？”“呵呵，又有几个人能注意到呢？老掌柜，你就直说吧，这块天域你要怎样才能卖给我？”老者摸了摸银白色的胡须，转头对着后面的假小子说道：“阿秀，给这两位先生冲一壶茶。”老者脸色变得好了不少，抬起手就对着陈松微微露出笑意：“来来，两位请坐吧。”陈松和郑伯厚两人都对视一眼，旋即就转身走了下去。而在这个时候，陈松和郑伯厚两个人也想了解一下这块天域背后的故事。“两位是云海而来的，对吧？”陈松介绍道：“在下陈松，这位是我朋友郑伯厚。我们这次来西南盘山，想要淘到一块极品玉石，但是走了很久都没有适合的。刚刚路过您的店铺门口，马上就被这块天域所吸引了。”老者拿起这块天域稍作考虑，紧接着嘴角泛起一丝笑意说道：“这块天域我可以送给你们。”“真的？”听到这句话，陈松立即欣喜若狂，连忙说道：“不需要送给我们，我出钱买下来。”“不，你听我说完。”老者连忙抬起手就说道：“我是有条件的。”“哦，什么条件？”老者掏出一张照片，眼神变得阴沉下来，说道：“这个女人，你们认识吗？”郑伯厚一看，当即眼神就愣了一下，眨了眨眼睛，问道：“这不是蒋家小儿子的儿媳妇林嫣然吗？”照片上的这个女人穿着高跟刺青旗袍，长相和身材都算得上是绝世美人当级别，手持一把扇子，略微有几分万种风情的样子，瞬间让陈松和郑伯厚都感到有些激动起来。“挺漂亮吗？很耐看。”然而老者却有些嫌弃，冷冷说道：“就是这个女人害死了我的儿子。”听到这里，郑伯厚和陈松都感到有些震惊，两人就这样瞪大着双眼，满脸茫然。不会吧，这个女人对你儿子下手了？”“不，她本来是我的儿媳妇，只不过现在嫁入了蒋家，变成了蒋家的人罢了。”老者喜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再次说道：“当年我儿子周子轩在北境镇守，突然收到一条消息，就是这个女人打过来的电话。当时京城的10大家族跟周子轩双方为敌对关系，那次是10大家族联手将周子轩的妻子，也就是林嫣然控制，借此逼迫周子轩去自杀。这个周子轩也是个情种，为了一个女人，他果断走到一处酒店天台，拿起手机给他父亲打了最后一通电话：‘爸，我对不起你，这辈子没能尽孝，请原谅我，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嫣然被那些家族所控制，我只能死才能救她的命。爸，我走了，拜托你帮我照顾好嫣然。’说完这些话，周子轩二话不说就直接从酒店天台跳了下去。此时大风起鼓，周子轩就这样成为了一个自杀的懦夫。然而这让人以为是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但背后却隐藏着阴谋。到了周子轩死的第2天，林嫣然却突然回来，对着各大媒体和家族势力声称自己并没有被控制，而且周子轩自己成了懦夫，接受不了军中压力，选择了自杀。听到这个消息，整个社会都开始讨论起来，尤其各大吃瓜媒体，他们更加在意这背后发生的事情。当时就有人说周子轩是为了林嫣然而死，但是林嫣然却回答道：“为我而死。”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他只不过是为自己的懦弱寻找借口。第59酬劳，什么狗屁北境英雄，我当初是瞎了眼才会跟他一起，浪费了这么多年的青春。林嫣然不屑地说道。不仅如此，
林嫣然还在各大媒体上宣称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周子轩给自己找借口，跟自己完全无关，甚至在周子轩的忌日，直接转嫁给蒋家的小儿子蒋天成。可怜周子轩还口口声声说自己要守护林嫣然，却没想到林嫣然其实早就想周子轩死了。而后周子轩的家产全部都被分给了林嫣然，而林嫣然将这些东西全部都带去了蒋家。听到这里，陈松和郑伯厚都开始有疑问，那这块天玉是怎么回事？周老无奈地叹了口气，看着这块天玉，轻轻摇了摇头。这块天玉就是那小子临死前留给我的，说给我防身的。唉，但是现在看来，这可不是什么防身啊。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说道：既然是这样，那你为何又要把这块天玉扬言要送给我们呢？明明是具有感情价值的东西。其实听到这里，陈松已经打消了要买念头，毕竟感情这东西是无价的。然而周老却摇着头说道：我送给你们是有条件交换的。什么条件交换？周老从抽屉中拿出一个小本册，递给陈松说道：这是林嫣然和蒋家当年策划时的一些资料，后来被我查找出来了，他们是联手弄死我儿子的凶手。原来如此。陈松拿过这个小本册，当即眼神就阴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你的意思是想着我们帮你举报吗？郑伯厚摇了摇头，苦笑道：举报？怎么举报？蒋家可是现在4大家族之一，我们只不过是平民百姓，又能有什么办法呢？陈松双手交织胸前，旋即便说道：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倒不如我们帮你去说一下。没用的，说也是白说。林嫣然和蒋家都已经成立关系了，况且我也绝对不想和解。也对，这可是丧子之痛，老周肯定不会原谅这些人的。这块天玉当作是给你们的酬劳，我希望你们能去曝光他们的罪行。陈松有些好奇起来，眯起双眼问道：那为什么您不亲自曝光呢？随着这道声音落下，老周立即笑道：哎，我是周子轩的父亲，若是提供这些证据，肯定会被人质疑的。也对。陈松看着这小本册，眼中似乎下定决心。行，我可以帮你这个忙。然而刚刚说完，后面的郑伯厚却拉了下他的衣领，紧接着说道：你疯了吗？那可是蒋家啊，一个你和我都惹不起的家族，你竟然想曝光出来，不要命了呀！陈松眯起双眼，眼神坚决，高高抬起头，我说过的话就没有收回来的打算。况且我跟蒋家早就有了一些仇恨，现在再得罪一下也不为过。你想好了吗？若是真的惹出什么麻烦，我们2个都会遭殃。问题不大，我还真的没有怕过。听到陈松这么说，此时让老周都感到有些意外。他本来也只是想试一下，没想到还真的有人不会恐惧4大家族。而在这个时候，陈松就立即问了句：那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帮你曝光这些事情，然后你就把这天玉送给我吗？老周微微点了点头，没错，我只想拿回我儿子的那份荣誉。他不是懦夫。郑伯厚却对着陈松说道：这件事情恐怕比想象的还要难啊，对方可不是什么小人物，蒋家的势力非常大。陈松冷笑一声，从他的眼神中可以得知到这一点。而后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跟着转身就微微说道：这件事情还是要回去看看再说，不过既然我答应了，那就必须要完成。郑伯厚知道陈松的眼界不错，但是眼界又不等于实力，现在蒋家的势力滔天的大，陈松一介星斗市民，拿什么跟对方拼啊？郑伯厚越想越不对劲，立即抬起眉毛就说道：不如还是算了吧，我们连怎么接近蒋家都不知道。这个时候老周却突然说道：过2天就是林嫣然的生日，蒋家会在君临酒店帮她过生日，到时候很多家族和媒体都会过去，在那个时候曝光的话，那就是最好的机会。有了这个消息，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跟着深深吸了口气，微微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倒不如去一趟试试也行啊。伴随着陈松的声音落下，此时的郑伯厚也开始有些担心起来，他的眼神一下子就低沉下来。你确定要去吗？那我只能……你不用跟我过去。陈松不想连累郑伯厚，虽然他有十足的信心，但是有时候意外发生还是不可控制的，所以他不能牵连任何一个人。这样啊，郑伯厚也是有些怕死，所以他也没有说什么，只能转头对着老周说道：那周先生，我们说好了，如果你食言的话，那我们可不会饶你了。食言？老周立即笑了起来，紧接着亲手将这块天玉递给郑伯厚，脸颊上充满了笑意。郑伯厚有些呆滞，眨了眨眼睛，立即就抬起头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我把天玉现在就交给你，要食言也是你们自己做决定，你就不怕我们把天玉拿走？
就不管其他事情了吗？呵呵，这块天玉是我这老家伙最后的本钱了，你们要是把这东西拿走了，那良心也应该过意不去。陈松将这天玉推回去给老周，眼神淡然地说道：老周，对于我们来说，你现在这种状态并不适合激动，这天玉你先拿着吧，等我们将这事情解决完了，你再亲手交给我们呢。好，那就一言为定。老周虽然感觉眼前这个男人并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从他的身上泛起那股气息来看，他必然不是什么普通人。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就转身对着郑伯厚说道：回去吧。第60，陈松的决心。郑伯厚眼神难堪，但是他知道，既然陈松答应的事情，那就会竭尽全力去应对。想到这里，此时的郑伯厚也只能够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哎，走吧。随后，陈松和郑伯厚就驱车离开了西南盘山。不过这次他们是短暂离开，以后还得要回来这里继续逃玉石的。回去云海城后，两人就稍作休息。等到第2天的时候，陈松就穿好衣服准备出发了。这次他所前往的是位于云海城中央城区的一座高耸的建筑物。这座高耸的建筑物是本市最大的酒店，名为君临酒店。不过这个君临酒店位于中央地带，其实有很多人都想着在这个酒店里面发展的，但是听说这酒店是招工以及附近商店招工都非常苛刻，所以一般人是进不来这里的。而这一处酒店中有很多商家进行了投资，所以这是一家混合型的酒店企业。虽然规模是最大的，但是管理却并不到位。日落西洋，夜幕降临，陈松此时站在一棵枫树底下，目光所及之处正是君临酒店的大门口。只见时下之中，人潮涌动，马路上行驶着络绎不绝的车辆，酒店的大门口处进进出出不少穿金戴银的风光人士，而大厅这里更是亮起来蒋家的名号。今天是林嫣然过生日，云海的很多有名望的人都过来了，毕竟这是蒋家儿媳妇过生日。有些人是为了生意上的友好，有些人则是单纯的来讨好蒋家。总之来这里的都是带着2张面孔的，每个人都是鬼迷心窍的样子。陈松看见这么多人走进去后，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深深吸了口气，自言道：是时候进场了。因为这次举办生日派对是半开放形式，所以在进门口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可以进入了，直接穿上西装革履就可以进去了。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就朝着前方的大门口走了进去。然而正当他前脚刚刚走进去的时候，突然一位穿着华丽的女子朝着他冲了过来，看起来好像遇到了什么急事一样。啪！幸好陈松的反应及时，一把手将这个女子给拉住，紧接着问道：没事吧？这女子眨了眨眼睛，二话不说就要直接起身靠近陈松的身边，低声细语说道：喂，等下配合一下我。没等陈松开口说话的机会，这个女子就会直接抄起玉手挽住陈松的臂膀，这让陈松感到有些厌恶感。陈松直接掰开她的手，眼神显得有些嫌弃，深深吸了口气，就说道：抱歉，我没时间。陈松的这个举动瞬间让这个女子一个扑空，整个人都差点跌倒在地上。就在这一瞬间，这女子当即就愣住了，呆滞在原地，不知所措的样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陈松愣了下，下意识地回道：抱歉，我不喜欢跟异性有肢体上的接触，尤其是不认识的异性。话音落下，瞬间让这女子的眼神当即就寒沉下来，她冷冷盯着陈松，心中不免的有股怨气。她是什么人？堂堂苏家的大小姐苏莹莹，在云海市鼎鼎有名的冰山美人，往日很多男生想找她认识都没能成功，然而今天倒好，自己主动上门却被人嫌弃，甚至还是一个相貌平平的男人。想到这里，苏莹莹似乎受到了什么莫大的侮辱一样，当即指着陈松就喊道：你给我站住！陈松有些不解，转头就眯起双眼问道：这又是什么情况？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跟着说道：这位小姐，我实在是没时间陪你在这里闹。你怎么知道我是在闹？陈松的右眼已经将他的所有信息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此时的他才会不想跟这个女人纠缠。但是他是没想到，自己不想跟着家伙纠缠，却被他纠缠了。这个苏莹莹穿着一身高贵的晚礼服，看起来应该也是来参加林嫣然的生日晚会。我堂堂苏家掌上明珠，让你帮个忙都不行吗？陈松无奈地叹了口气，紧接着苦笑一声，说道：不是不行，你去找其他人不行吗？其实如果苏莹莹找其他人的话，那事情就直接解决了。但是他却对陈松对自己冷淡显得非常气恼，毕竟自己从小到大都是众星捧月的存在，现在却被一个男人给嫌弃，甚至在这个时候还说出那样的话语来刺激自己，这瞬间让苏莹莹显得非常恼火。
他咬紧牙齿，身体爆发出一股冷怒的气场。哼，我告诉你，我苏莹莹能够找你帮忙，那是你3辈子修来的福气。不是我说，放眼整个云海城，只要我稍微表现一下，那就有一大堆男人来讨好我。你倒好，不懂得感恩戴德就算了，甚至还对我不理不睬。你把我苏莹莹当成什么人了？此时的陈松满脸的难堪，对于他来说，现在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看见陈松这样的状态，此时的苏莹莹立即抬起眉毛，咬紧牙齿就立即说道：反正我不管，如果你这家伙不跟我道歉，那我就跟你没完了。陈松也懒得跟着刁蛮的女人再讲道理，因为他知道跟着这种女人讲道理根本就没用。想到这里，陈松也没有再搭理他，而是转身就朝着前方走了过去。喂，你给我站住！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就朝着前方走了过去。也正是这样，他的目光就落在酒店中央区域的蒋家那一席位上。这次他来这里就是曝光蒋家和林嫣然的所作所为的。你敢无视我对吧？突然，陈松还没反应过来，立即就被这苏莹莹给拦住了。他满脸都是仇恨的目光，对着陈松就吼道：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赶紧给我跪下！陈松懒得跟他再继续纠缠，直接抬手就将他推开。这一推开，直接将他也给整懵逼了。你！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后面传来一阵声音：第61给脸不要脸，苏大美人，你等等我啊！苏莹莹立即秀眉紧蹙，咬着牙齿就说道：这赖皮狗是真的甩不掉啊！言罢，苏莹莹再次抄起玉手挽住陈松的肩膀，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我命令你，从现在开始服从我。陈松愣了下，眨了眨眼睛，继续将手抽出来，并且下意识推开了苏莹莹。你！苏莹莹这一下是彻底愤怒了，咬紧牙齿，握紧粉嫩的小拳头。正所谓泥菩萨都有3分火，苏莹莹堂堂一个贵族千金，竟然被一个小平民给无视了，瞬间让她感到颜面扫地。苏大美人，你走这么快干嘛啊？来者是一位穿着西装的秃头男，不过看起来倒是油光满面，应该也是被邀请过来参加生日派对的。秃头男有些好奇地问道：怎么了，苏大美人？遇到什么麻烦了吗？苏莹莹二话不说，直接指着陈松，咬着嘴唇就说道：遇到了一个不长眼的家伙。哦，是吗？没错，这家伙一而再再而三无视我，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看见苏莹莹如此暴怒，秃头男其实很早就想着在他面前好好表现一番，而现在正是这个机会，所以他立即就抬起头就对着陈松吼道：喂，你给我过来！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又有什么事情？我叫你滚过来听到没？秃头男很想在苏莹莹面前大献殷勤，所以现在表现得特别的卖力，当即就让陈松感到有些难堪起来。只不过陈松这边却很淡然的抬起头，嘴角稍微泛起一丝笑意。你们两个到底有什么事情？赶紧说！哎，你这小子样子倒是挺老实的，但是怎么说话倒是令人感到非常刺耳呢。秃头男朝着陈松这边走了过去，后面的苏莹莹却很大声的喊道：荣哥，给这小子一点教训，让他知道我不是好惹的。哼，那是当然了，因为刚刚的话音很大，几乎是让周围的人都走过来围观。喂，这里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啊，不过跟苏大小姐有关系。哎呀，这可是林嫣然的生日派对啊，如果在这个地方闹的话，很容易就激动了蒋家的。要知道，蒋家可是非常恐的，要是谁敢得罪蒋家，那后果就生命的代价。蒋家跟其他的家族不同，他们家族可是不会存在什么心慈手软的事情，若是超过了底线，估计蒋家出面的话，这2个人都会没命。与此同时，陈松看见人越来多，眼神阴沉下来。人多的话，自己也不能直接曝光，必须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但是现在这样子，自己根本就没法曝光出来，所以陈松没有好气对秃头男和苏莹莹说道：抱歉，我真的没时间陪你们2个玩，告辞。刚刚说完，陈松就想着转身离开，却没想到被秃头男当即就拦住，眼神狡诈，冷笑一声：小子，我劝你还是不要这么拽，知道苏家的实力吗？如果你今天不跪下来道歉，那明天可能就会让你暴尸街头了。陈松愣了一下，当即就抬起眉毛说道：既然苏家的实力这么厉害，那我倒是想要领教一番。随着陈松的话音落下，这让四周围的人都感到错愕不已。这是怎么回事啊？瞬间所有人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而陈松接下来的举动也是称之为胆大妄为。只见陈松深深吸了口气，问了句：在下我在云海不是什么大人物，不知道苏家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那我来告诉你。苏莹莹冷笑道。然而
陈松却漫步上前，抬起手就朝着苏莹莹的脸颊狠狠扇了3巴掌，啪啪啪，最后一下还特别的用力，瞬间将苏莹莹就直接扇趴在地上。这个举动真的是胆大妄为，所有人看见后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这家伙是谁啊？怎么连苏家的掌上明珠都敢打？苏家可是视苏莹莹为至宝啊！若是这件事情让苏老爷知道的话，这个家伙肯定死定了。苏莹莹有些懵逼，捂住火辣辣的脸颊，眼神充满着惊愕，看着陈松就不解地问道：你敢打我？陈松眼神掠过一丝锋芒毕露的神色，当即就对着他说道：我不仅仅敢打你，甚至还敢杀了你，你信不信？这句话落下，瞬间成为了场上人的焦点，所有人都凑近过来看看这陈松到底是有何本事。秃头男看见自己心心念念的小美人被欺负了，顿时就咽不下这口恶气，当即朝着陈松这边冲了过来，抡起拳头就朝着他打了过来。但是陈松的右眼似乎在驱使着他的身体躲避这一击，本能性的转身躲开，并且右手自动出拳，啪！这一拳又是重击，瞬间把秃头男打趴在地上，半天起不来。仅仅是5分钟的时间，陈松就掀起了一场热闹的景象，而这个正是他所想要的效果。只要众人把目光都凝聚在自己的身上，那才能将那些事情全部都曝光出来。想到这里，陈松就立即抬起手臂，紧接着说道：说实话，现在对于我来说，你们2个还是太自以为是了。苏莹莹略显委屈地站起来，扬起玉手，似乎正要反击，但是正当这个时候，后面响起一阵声响。怎么回事？一道熟悉的身影连入众人的眼眸，是刘老爷，还有刘小姐，柳家的千金也来了。他们也是来参加林嫣然的生日晚会的吗？这还用说吗？柳家和蒋家都是4大家族的人，林嫣然是蒋家的儿媳妇，柳家自然要给这个面子啊。陈松转头看见刘老爷和柳若男2人，瞬间眼神就阴沉下来。他们怎么来了？本来想着自己不动声色就将这些事情搞定，但是却没想到这些事情竟然会变得如此难搞。陈松无奈地叹了口气，紧接着转身就朝着后面的方向看了过去。第62，蒋家的威严。蒋家的人也朝着这边走了过来，看见这次自己把事情闹大了。刘老爷看见眼前的陈松以及地上躺着的2个人，似乎也有呆滞，不知所然。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柳若男今晚穿着很得体，高跟鞋配上晚礼服，一下子就成为了众人的焦点，但他却抬起脚跟走到陈松的面前，秀眉紧蹙地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松耸了耸肩头，眼神有几分淡然。唉，说起来话长，总之我有些事情要做。什么事情？你现在把苏家的大小姐都得罪了。陈松也不想的，是他自己走过来的。想到这里，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算了，这些事情你还是别管了。陈松是事情对于柳若男来说是还是觉得非常重要的，毕竟陈松对柳家有莫大的恩情，所以这瞬间让柳若男和刘老爷都感到有些是严肃起来。只见刘老爷对着众人说道：各位，这些都是误会。误会？这个时候，秃头男一下子就站起来，撸起袖子指着陈松就喊道：这小子可是把我打了，没人主持公道吗？刘老爷立即笑着说道：你别介意，这位是我的朋友。朋友也。话音停顿，秃头男呆滞地问道：你说什么？这家伙是你的人？刘老爷虽然脸颊是笑着的，但是此刻身体上却释放出一股强大的能量，瞬间让周围的人都感到一阵寒冷。陈松深深吸了口气，走到刘老爷的身边，微微说道：别管我的事情，我不想把你们柳家卷进来，今天是我跟蒋家的事情。刘老爷眯起双眼，轻声细语说道：你是我们柳家的恩人，我们岂能看见你的事情置之不顾？刘老爷是一个非常将就义气的人，他当即就对着苏莹莹说道：苏大小姐，这位陈松是我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不知道他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但是现在开始，我向你道歉。话音落下，众人顿时就惊讶了一下，因为这些好事情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莫大的冲击。要知道，现在是刘老爷亲自为一个人道歉，那这身份得有多大？苏莹莹也是愣住了，她眨了眨眼睛，秀眉紧蹙，问道：你说什么？这家伙是你的朋友？不仅仅是朋友，甚至还是非常要好的关系。苏莹莹此刻才明白，陈松到底是有什么底气了，原来背后是有柳家撑腰。现在陈松在众人的眼前形象瞬间就改变了，一个个都对着他充满了敬意，但是陈松却很淡然，其实他不想去惹任何人的。现在倒好，自己随便说2句就把刘老爷和柳若男给卷进来了，如果等下再曝光蒋家的事情，恐怕会连累刘老爷和
和柳若男。哎呀，这下还真是失算了。他应该早就想到，蒋家的晚会，身为同是4大家族的柳家肯定会来的。好吧，既然是刘老爷亲自开口，那我也不能再说什么了。苏莹莹变得老实起来，毕竟现在她是终于知道陈松的身份和背景了。而正当这个时候，后面的刘老爷却突然在说道：“这位陈松是我邀请过来的，各位给我一个面子，刚刚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看见，好吧？”众人不敢作声，毕竟对方可是4大家族的柳家主子，若是有反对的声音，恐怕连这酒店大门都出不了。柳若男这时候走到陈松的身边，贴在他的耳畔，问道：“你今天来这里到底是想干嘛？想曝光一些事情，让蒋家彻底身败名裂？”什么？柳若男听到这荒唐的话语，瞬间拉着陈松的手，一直拖着他走到后场这边。你是疯了吗？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陈松很是淡然地抬起头，紧接着微微说道：“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首先，我也没有惹任何人。再者，现在这种情况，我还不至于傻到直接去惹蒋家。那你这是想要干嘛？”陈松耸了耸肩头，现在跟你说的话，有点难以解释。总而言之，现在我必须要出去将这些事情曝光出来。柳若男看见陈松这种不要命的行为，立即挽住他的臂膀，眼神凝视着他，说道：“你要曝光也行，但是我也要参加。你参加个屁啊！”陈松有些无语，无奈地说道：“我本来就是不想让你们柳家加入进来的，但是没想到却遇到了你们。”此刻看得出，陈松的确是不想让柳家加入这场闹剧中。不过，你想清楚了，现在我们柳家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机会，若是我们不出手的话，以你现在的实力，根本就不足以对付蒋家。说出来的话也更加没有人会相信。陈松愣了下，眨了眨眼睛，问道：“你爷爷会同意吗？”然而话音刚落，后面就传来刘老爷的声音：“我当然同意了。”什么？柳若男有些惊讶，他本来是想着像爷爷这种要面子的人不会同意这种做法，但是没想到居然还真的同意了。陈松也是好奇起来，挠了挠头就问道：“刘老爷，你这是为何啊？”呵呵，老夫我对蒋家也是讨厌至极，现在刚好有机会，岂能放过呢？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原来如此，看来刘老爷对蒋家还是有点意见的。”什么有一点？简直是太大了。刘老爷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对后面的柳若男说道：“若男，等会你就配合一下陈松，如果有必要的话，直接把我搬出来，我看看姓蒋的那个家伙会怎样。”这个我看没必要吧。陈松难堪地说道，他可不想因为这样而变成一场家族的闹剧，这让他感到非常难堪起来。而在这个时候，后面的人都纷纷转身朝着这边看了过来。那些人看过来了，别说话，跟着我走就行了。柳若男说道。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现在只能把计划改成跟柳家合作了。来吧，这次让蒋家看看，我们柳家也不是好欺负的。刘老爷颇有气势地说道。第63美人在上。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刘老爷的眼神也变得严肃起来，只见他的目光朝着前方看了过去，身体释放出一股令人颤抖的气场。不愧是柳家的主子，这股气场虽是无形，但却胜于有形，稍微靠近一点就能感受到这股压迫感。陈松深深吸了口气，旋即就跟着刘老爷走到众人的面前。苏莹莹感受到你这股莫大的气场，瞬间眼神低沉下来，跟着往后退了几步。正当这时，柳若男就对着陈松微微说道：“现在应该怎么办才好？”陈松很淡定地笑道：“这还用说吗？来到这里找蒋家的麻烦，那自然要在这里做手脚了。听闻今晚上蒋家在这里开了一个拍卖会，现场不少人其实都是奔着这个拍卖会而来的。”柳若男说道。陈松轻笑了一声，紧接着微微摇了摇头，以现在这种情况来看，蒋家能拿出来的拍卖品会是什么？这番话瞬间让众人的表情阴沉下来，有些人正在讨论今晚的拍卖品，有人则在猜测拍卖品，总之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场拍卖会上。而陈松则是嘴角泛起一丝笑意，轻轻摇了摇头说道：“蒋家这场拍卖会，我想应该是有些古怪在其中。你是说蒋家利用这场生日派对在策划什么？”也不算是策划什么，估计是想着靠这场生日派对来带动这场拍卖会。听到这里，刘老爷也缓缓坐下来，眼神显得非常锐利，双手交织胸前，颇有气势地说道：“以现在这种情况来看，估计蒋家是想拿出什么好东西出来了。”刚刚说完，陈松感觉到有股凝视着自己的视线，他仰起头，大厅2楼处的栏杆处，此时静立着一道亮丽的身影。就是他吗？柳若男跟着抬起头，脸色不悦地说道：“没错，
她就是蒋家小儿子的媳妇林嫣然。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目光跟她交汇，只见她五官清秀，盈盈秋水的眸子闪动着亮光，眼角处有一颗泪痣，但却点缀得刚刚好，穿着一身高贵晚礼服，姿态优雅地站立在高处。这种女人虽然不能称之为倾国倾城，但是论姿态和样貌绝对称得上是美女。柳若男看见陈松似乎看入迷了一样，立即用手肘蹭了一下他的手臂。喂，你看够了没有？陈松这才反应过来，无奈地笑了声，紧接着呼了口气说道，还行吧，这女人还真漂亮，万种风情，估计每个男人看见都能感受到她其中的魅力。听到陈松如此的评价，柳若男似乎有些不高兴了，当即就双手交织胸前，冷冷说道，哼，不也是个女人吗？你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陈松有些哭笑不得，摇了摇头，人家是有妇之夫，我怎么会看上呢？再说了，如此诡计多端的女人，就算是送给我也不敢要啊。怎么，怕她下毒杀了你啊？柳若男嘟起嘴唇，看起来似乎很不屑的样子。而后陈松就将目光落在最前面的一处的舞台上，立即眯起双眼问道，那里应该就是拍卖台对吧？没错，不过也不知道今晚上蒋家会拿出什么东西出来进行拍卖。陈松嘴角泛起笑意，直接摇着头说道，我有感觉，蒋家估计是拿一些次品出来。次品？你怎么知道？呵呵，最近古物这边的行情不好，很多店家都将古物全部都收起来，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估计是想到这些蒋家才会趁着这个生日派对做手脚。随着陈松的话音落下，旁边的刘老爷也觉得是有道理，但是他不明白，蒋家这么大的家族为什么还要靠这种手段来赚钱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蒋家想要用这种手段来影响整个古玩界。听闻蒋家还是做这种生意的，他们这是想扰乱整个古玩界，这样一来，就只有他们一家独大做这种生意了。陈松也知道其中原因，但是他今天不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的，他今天来就是为了曝光蒋家之前所做的罪行。蒋家在云海可谓是作威作福，商界很多人都对他们是敢怒不敢言。今天陈松就带头灭一灭蒋家的威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陈松还要面对各种问题，所以必须要借用柳家的力量才行。正当陈松在沉思着的时候，舞台上响起一道声音，各位来宾，请安静一下，现在正式开始我们的生日晚会。首先第一个届节目就是各位期待已久的拍卖环节。随着主持人的话音落下的，众人都纷纷开始兴奋起来，尤其是陈松旁边的这些人，基本上全部都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陈松当即就愣了一下，抬起眉毛就继续说道，不至于这么热闹吧？旁边的柳若男轻声说道，今晚的这场生日派对，其实这里的人更加多在意的是这场拍卖会，因为这些古物基本上都是从周子轩家中搜刮出来的。听到这里，陈松的眼神暗沉下来，他眯起双眼，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说道，搜刮出来的，看来这个女人还真不把自己当成外人啊。听闻当初周子轩就是为了这个女人而死的，可谁知道后来这个女人去搬出媒体来澄清这件事情，现在整个云海的人都被她蒙在鼓里。果然，越是漂亮的女人就越会耍这种心计。周子轩的死并不是因为重情义导致，而是爱上了这个致命的女人。舞台上的主持人又开始开口说道，好了，各位，现在开始我们就正式拍卖。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几乎所有人都在纷纷开口叫好，所有人都鼓掌，唯独是陈松在看着2楼栏杆处的林嫣然。现在我们拿出来第一件拍卖物品。随着主持人的声音落下，一件玉花瓶被捧上来，同一时间也引起不少人的欢呼声。刹那间，众人都在鼓掌，甚至有些人都已经开始迫不及待起来。而陈松这边倒是很淡然的抬起手，眼神显得特别的凝重，右眼扫过这个玉花瓶，第64玉花瓶。这时右眼弹出系统的信息，这瞬间让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物品：玉花瓶，年代2013年10月，特殊属性无，收藏价值1万元 RMB， 只是一个做工精细的普通玉花瓶。1万块的价格对于平民老百姓来说应该算是比较昂贵，但是对于在座的这些人来说，只不过是一顿饭钱罢了。好了，这个玉花瓶是民国时代出自王玉成师傅手中的精品，现在以300万的价格起拍，各位每次举手喊价都会升10万。听到主持人的声音落下，陈松立即冷冷笑了一声，摇着头接着说道，好家伙，1万块的玉花瓶竟然被他收到300万，这不是直接扰乱了整个古玩界的秩序了吗？旁边的柳若男不是很会看，撇头看着陈松问道，你说真的？陈松深深吸了口气，微微点了点头，没错，不过我也早就猜到蒋家会利用这次机会。那怎么办？陈松还是利用之前一贯的手法，
不过这次他要更加直接一点。好了，这位先生已经出价500万，还有没有人高于这个价格的？现场的气氛一片热络，而陈松这边倒是很淡然的举起手，很是淡然的说道：“先停一下。”随着这句话落下，所有人都将目光凝聚在陈松的身上。这位先生，请问您是要出价吗？主持人问道。然而，只见陈松一个跃身就跳到走廊边上，大步流星的朝着舞台的方向走了过去。各位，你们现在说看见的这个玉花瓶，其实并不是什么有收藏价值的古物，只不过是做工精细的工艺品罢了。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此时不少人都纷纷讨论起来，其中讨论的最热烈的就是那些正要购买玉花瓶的商人。喂，小子，东西可以乱吃，但是话可不能乱讲。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玉花瓶是现代工艺品？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也立即笑了一声，抬起手就说道：“如果各位不相信的话，我可以现场给大家证明。”那你要怎么证明？陈松看着这玉花瓶微微笑道：“刚刚这位主持人先生，你说这玉花瓶是民国时期出自王玉成师傅手工的作品，那请问你是否知道，王玉成师傅在做完工后都会在成品的底部刻上一个玉字，而且这个玉字是后代无法模仿的雕刻工艺。”主持人愣了下，眼神似乎显得难堪起来，挠了挠头就微微说道：“这个我还是真的不知道。”哦，你身为主持人，难道连基本的物品介绍都不清楚吗？陈松的话语问的这个主持人是哑口无言，眼神低沉，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另一边，刘老爷也跟着缓缓站起来，跟着说道：“这个玉花瓶真的有鉴定证书的吗？如果是有的话，那到底是什么人颁发的？”这些话瞬间让主持人听得都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如何作答。正当这个时候，后面突然就响起另一道声音：“这个玉花瓶当然有鉴定师的认证书了。”只见一位白发老者缓缓从后台那边走了过来，眼神显得特别的黯然道貌，双手交织胸前，颇有气势的看着陈松：“这位先生，你刚刚的意思，认为我这个是假的？假不假另外说，你的这个认证书是从何而来？”老者轻笑一声：“呵呵，当然是经过古斋堂的手中认证出来的。世人都知道古斋堂的鉴定水平一流，尤其是这些小物品，更是从未看走眼。哦，既然是古斋堂认证的玉花瓶，为何今天会出现在这里呢？据我所知，古斋堂的鉴定时间基本上都是要1周左右，但是你这个为何能在1天内出结果？”老者眯起双眼，似乎已经看准了，陈松就是来故意拆他的台的。这个玉花瓶可是民国时代王玉成师傅说制造的极品，任何鉴定师傅都能一眼看准，不需要1周的鉴定时间。听到这里，陈松的眼神当即就冷了下来，跟着微微说道：“那好，请问鉴定师傅是如何认准这就是王玉成师傅所制作的极品？”“呵呵，人家师傅鉴定跟你有什么关系？”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的眼神也开始认真起来，深深吸了口气，说道：“王玉成师傅所制造的东西都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但是他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很喜欢在成品的下方写上一个玉字。”“你放屁！你这哪里来的消息？”说话的这个老者正是蒋家的家主蒋权贵，此时的他正在极力辩解着这个玉花瓶的真假。然而，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这个玉花瓶已经被陈松给看穿了。呵呵，这不是已经是人众皆知的消息了吗？陈松摊开手，在场稍微有些鉴宝经验的人士都纷纷点着头认可这个判断标准。而后，陈松就立即抬起眉毛，紧接着转身就对眼前的蒋权贵说道：“怎样？众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难道你还想着狡辩吗？”听到陈松的这些话语，此时的蒋权贵浑身上下都透露出一股强烈的气场。只见他一把手掀起陈松的衣领，眼神显得格外的阴沉：“小子，你这是来踢场子的对吧？”陈松没有说话，反倒是很淡然的说道：“好戏还在后头，我告诉你，我可是4大家族之一的蒋权贵，你要是不想死的话，那就乖乖给我认错。”听到这些话语，陈松当即就抬起眉毛，似乎一点都不觉得慌张和害怕，反倒是很淡然的抬起头就说道：“哎呀，真是没想到，你居然还只辩解！你得了吧！”陈松高高抬起头，看着2楼栏杆处的林嫣然，此时他已经对着陈松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好淡定！陈松感觉到有些不对劲，现在这种情况，林嫣然却依然不慌不忙，甚至还能高高在上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各位，如果觉得我有说错的话，请大家过来看看这玉花瓶到底有没有刻有玉字。第65真假之辩。话音落下，不少人为了辨别真假，都纷纷下来仔细观察。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大跳。这个玉花瓶底部并没有刻有玉字，
而是一个瓷器公司的标志。倏然间，空气都凝固起来，所有人都看向蒋权贵，而蒋权贵也是脸色十分难堪，一边苦笑，一边疯狂想着解释的话语。其实我也是现在才知道。哎呀，多怪古斋堂那些新来不懂事的鉴宝师傅，这么重要的事情都鉴定错了。看来这些事情还是不能交给新人啊。虽然蒋权贵解释了一点，但是却依然没有得到在场来宾的认可。很显然，那些来宾大多数都是为了拍卖会而来的，但是没想到这场拍卖会居然会变成这样子，实在是让人感到非常不解。蒋老爷，您能解释一下，现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对啊，我特地将生意全部推脱，都要来这场拍卖会，你却给了一个假品，这是在想着骗我们的钱，还是说真的疏忽了？面对种种质疑的声音，蒋权贵立即抬起头大喊起来，都别说了，这次的确是误会。各位如果不相信的话，那可以拭目以待我第二个拍卖品，绝对是真品。众人听了这道声音后，纷纷也收起了怒意，转身就朝着座位上坐了回去。蒋权贵用手擦了擦汗水，眼神凝视着陈松，咽了口气说道：小子，貌似我们蒋家没有得罪过你对吧？的确是没有得罪，上次拍卖会的事情，那是我不懂事的儿子，跟着这次没有任何关系。陈松下意识地抬起头，紧接着笑道：那我不管，反正这次你们想用开拍卖会的借口打乱整个古玩界，想把这块肥肉往自己口里塞，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你这样做会遭报应的。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蒋权贵的目光一下子就低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你这小子，你到底是有什么条件？赶紧说吧。因为在场的人大多数都有身份地位的存在，所以蒋权贵也不方便在这里下手，所以只能先说一些好话，稳定住陈松再说。但是陈松其实这么容易就被打发，他当即就笑了一声，紧接着抬起眉毛就接着说道：其实我今天来是受人委托的。受人委托？陈松黯然道冒起来，贴过蒋权贵的耳畔，轻声细语的说道：一个已经死了的亡灵。你是说周子轩？听到这个名字，蒋权贵立即瞪大双眼，用一种极具恐惧的视线看着陈松，心惊肉跳的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别着急，我还是陈松。你以为是周子轩的亡灵回来了吗？那你为什么要来这里捣乱？而且还是选择在这个时候？陈松摸了摸下巴，深深吸了口气，微微笑道：怎么说呢，我这应该不算是捣乱，是明摆着要让你下不来台。刚刚说完，主持人就把第二件古物摆上来，但正要开始说话的时候，却被蒋权贵一把手按住，接着对着众人喊道：各位，今晚的生日宴会暂时结束，各位都请回去吧。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几乎所有人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就去取消了？这生日派对也太随便了吧？难道说剩下的拍卖品全部都是拿不出手的吗？此刻下面的人都纷纷大声喊起来，几乎同一时间，大家都纷纷对此有意见。而陈松这边倒是很淡然地笑了一声，紧接着摇了摇头说道：看来这蒋权贵是有防备的啊，这场拍卖会就是来骗来宾的，刚刚被你揭穿后，他应该是不敢再拿出来拍卖了。柳若男说道。这个时候，刘老爷缓缓站起来，脸色漠然地问道：老蒋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说好的拍卖会，怎么现在就取消了？蒋权贵苦笑一声，无奈地说道：我刚刚才想起来，那些拍卖品大多数都是还没鉴定好的，没鉴定好就拿出来拍卖，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肥了呀。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的眼神再次落在众人的脸上。哎呀，没办法，我也是一时冲动才这么做的，但是经过刚刚那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要严谨一些。好家伙，果然刚刚的事情让他变得警惕起来。不过现在他咳嗽得罪了大多数的人，从他们的眼中可以看得出来，对这场拍卖会非常不满意。而陈松这边倒是很淡然地抬起头，紧接着缓缓起身说道：看来今晚这场拍卖会没有机会下手了。但是他刚刚想要离场的时候，突然后台走廊缓缓走出来一道纤细的身影，林嫣然。只见林嫣然扭动着曼妙的身子走到舞台上，眼色淡然，轻轻笑了声说道：各位稍安勿躁，刚刚我已经将拍卖品全部都拿去鉴定了，为了不打断各位拍卖的热情，现在我即将拿出我的珍藏已久的古物。说罢，林嫣然就转身对着主持人说道：拿出来吧。随着这道声音落下，主持人从手中拿出来一枚黑色的玉坠，所有人在这一刻都懵了，挠着头就问道：这玉坠怎么是黑色的呀？对啊，这不会又是次品吧？林嫣然听后立即笑了一声，紧接着说道：各位，现在在我手中的这块玉坠名为地狱。地狱。陈松瞬间右眼读取了这块地狱的所有信息，
当即眼神呆滞下来。物品：地狱，年代：北宋时期，特殊属性：无，收藏价值5000万元 RMB， 配套玉坠天玉，2块玉相生相克，极品玉坠，凑齐一对能配成天地双玉。陈松当即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原来还有一块地玉跟天玉两者搭配成为天地双玉，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原来当初周子轩是拥有天地双玉的，只不过他是将地玉送给了妻子林嫣然，把天玉送给父亲。第66，陈松的气场。想到这里，陈松的眼神当即就低沉下来。毕竟现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得到地玉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能的，因为价格应该是非常昂贵的。起拍价3000万元。主持人举起手指头就开始要价，在场的人听到这个价格后，纷纷都坐不住了。不是说这里的人没有3000万，而是3000万就买一块玉坠，这实在是让人感到不值。此时的刘老爷似乎有些行动，对于古董喜爱之人来说，3000万的确是可以出得起的价格。陈松看见刘老爷要举手的时候，他立即用手拉住刘老爷，微微说道：“先不要出价。”怎么？这地狱难道又是假的东西？刘老爷问道。陈松轻轻摇了摇头，嘴角泛起一丝笑意，跟着说道：“不是假的，而是没必要花3000万拿到手。”为什么？陈松将目光凝聚在林嫣然的身上，深深吸了口气，说道：“这块地狱应该是周子轩的东西，现在落入他的手中，其实看似正常，实际上却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此刻不少人都在望而却步。林嫣然就很理直气壮地说道：“看，我把拍卖品拿出来了，但是你们都不敢拍价，这难道能怪我们蒋家的实力不够吗？”的确是如此，现在的人都纷纷不敢出声，一个两个都低着头，眼神显得特别的难堪起来。林嫣然看到这种情况，下意识地将目光落在陈松的身上，似乎在挑衅着他一样。美人的眸光如同冰冷的尖刺直逼陈松的双眼，然而陈松却双手负后，眸光跟林嫣然视线交汇，气势也在这一刻喷发而出，就像是一座巍巍的山岳，令人无法靠近，甚至心中还有几分震撼，不动如山。这一画面让众人都纷纷好奇起来。而后林嫣然眯起秀眉，淡淡开口问道：“这位陈先生，我之前也关注过您的直播，鉴宝技术可谓是一流，甚至成为了古斋堂的大问题，只是为何现在看到如此极品之宝却无动于衷呢？3000万对于你来说，难道已经是超过了极限？”这一番话让不少人都将目光落在陈松的身上。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抬起手就立即说道：“超过极限？不，我只是不想要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话音落下，众人又开始有些疑惑起来，而林嫣然却顿时蹙眉，对着陈松问道：“你说这是来历不明之物？”“当然，据我所知，地狱和天狱是一对的，没人会把这2枚玉坠分开，因为这样则会大打折扣。你现在手中就只有地狱，却没有天狱，我现在是很怀疑你这种玉坠的来历。”“呵呵，笑话，难道我还要解释这地狱的来历吗？”陈松一边笑一边朝着前方走了过去，当着众人的面前微微说道：“那请问各位对着地狱的来历有没有兴趣？”众人全部都点着头，而陈松则转身对着林嫣然笑道：“看吧，大家都在担心这块地狱的来历。”随后林嫣然咽了口气，终于从嘴上吐出那个他一直避而不提的名字：“这块地狱是我前夫周子轩的。”听到这里，不少人又开始讨论起来，而陈松则目的达成了，立即接着说道：“既然是前夫之物，你为何拿出来拍卖？难道说林小姐对过去真的一点都不缅怀吗？”林嫣然其实非常不愿意提起周子轩这个名字，但是今天她却只能无奈的低下头，将这些事情全部都说了出来。“怎么了？难道我连提起这个人的名字都不行吗？”正当这时，蒋权贵立即走上来控制局面：“行了，各位今晚的生日派对已经结束了，请大家离场吧。”蒋权贵可不希望这件事情被众人知道，但是现在陈松是咬着不放，说道：“蒋老爷，如此着急赶走我们，难道说这里面真的有不能让我们的事情吗？你的话好像很多啊。”蒋权贵容颜不悦地问道，身体泛起一股强烈的气场。而后蒋权贵就挥了挥手，后面一个穿着西装的保镖走到陈叔的身后。“陈松！”柳若男喊了一声。陈松立即反应过来，他的身体经过右眼系统的强化后，五官六感比一般人要反应快好几倍。唰！陈松箭步弹开，看着这个蒋家的打手正要拿着电击器要攻击自己，看来对方是忍不住了，要对自己下暗手了。因为现场有很多来宾，所有蒋权贵不能明目张胆对付自己，而是使用这种小手段让自己闭嘴。只可惜
陈松答应过周玉成，必须要为他的儿子讨回公道。你要干嘛？陈松看着这个打手，蒋权贵眼神阴沉，大手一挥，立即让这个人朝着陈松这边攻击过来。这次对方没有任何留手，看起来动作非常快速，瞬间让陈松的眼神都呆滞下来。这是没想到这个打手居然还会武功，不过可惜陈松的右眼可以看穿一切的动作。在对方逼近过来的瞬间，陈松眉毛垂下，随手就抄起桌面上的一根银筷子，嗖，几乎是电光火石之间，陈松不动声色就将这银筷子飞射向这个打手。唰，这个打手的步伐慢慢缓慢下来，后知后觉，全身毛骨悚然，用手摸了摸喉咙，那银筷子已经穿过他的喉咙，卡在喉骨的地方。顿时这个打手当众倒在地上，鲜血横流。由于刚刚陈松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所有人都没看出来，就只能看见一个男人无端端就倒在地上。这一幕发生的实在是太快了，几乎让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全部人都纷纷呆滞着双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此刻的蒋权贵也呆滞下来，眼神之中泛起一股不解的神色。这个陈松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要出现在林嫣然的生日派对中？转眼间，这个打手还在拼命的喊救命，但是现场的这些人都纷纷呆若木鸡，甚至连一个人电话都没有。第67审问，陈松缓缓走到前方，搬过来一张椅子，接着慢慢坐下来。这种伤势，半小时内送院急救，还是可以救回来的。众人没想到，此时的陈松竟然对重伤的这个人毫不理会，甚至还从口袋中掏出一本小本册。现场的人看见这样的场景，纷纷都往后退了几步。许久后，寂静的现场才缓缓发出一道道讨论的声音。谁都没想到，在这宽阔的金碧辉煌大厅中，竟然只有陈松在一页页翻着小本册的声音。今夜到场的人都是具有身份地位之人，但却都三缄其口，不敢大声喧哗。就算是今晚的主角林嫣然，脸上都泛起一股难堪的神色。他已经明显感觉到，这个陈松不仅仅是来者不善这么简单。此时陈松旁边的柳若男和刘老爷都被吓得是魂不守舍，他们两个也没想到陈松今晚竟然变得如此不怒自威，光是坐着就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气息在变换着，仿佛是凌驾于所有之上。哪怕是身为4大家族之一的蒋权贵都脸色难看起来。来人，赶紧把人送去急救。随着蒋权贵的声音落下，后面来的人就迅速将这个倒在血泊的人送了出去。现场又再次回归到沉寂之中，只有陈松一个人翘起二郎腿，不为所动，甚至连头都没有抬起来，一页又一页翻看着小本册。许久，陈松将小本册收起来，目光转移到林嫣然的身上。虽然今晚是林小姐的生日，但是没想到却发生如此闹剧。但也正好，我这边反倒是有些事情要跟你好好谈谈。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此时所有人都眼神阴沉下来。这是想干嘛？林嫣然眼神充满疑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行事风格如此果断利落，看似一个平静的湖面，实则却如同大海的浪潮，在其中涌动着。在这个情况下，他已经感觉到一股很不好的感觉。麻烦你说话前，好好弄清楚自己的身份再说。跟我媳妇谈谈，你这个资格吗？把自己当成什么人啊？没等林嫣然开口，一个嚣张的男人迈步走过来，一把就挡在林嫣然的正前方。这个人叫蒋小海，林嫣然现在的丈夫，蒋家的小儿子。阿海，你先退下。林嫣然说道。然而蒋小海却不爽，双手交织胸前，冷冷说道：嫣然，你现在可是整个云海炙手可热的商业新贵，这等身份岂能跟这个无名之辈说话？这小子没有这个资格。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蒋小海大手一挥，4个方向，从4个角落一下子就跳出来，数十道身影瞬间将陈松团团包围起来。但是陈松却不以为然，甚至还在淡淡的端起桌面上的一杯热茶，轻轻抿了一小口，眼神显得非常戏谑，嘴角泛起的笑意令人感到心惊胆战。这家伙，蒋小海正要对陈松下手的时候，突然后面一道声音响起：你们想对我的朋友做什么？所有人转头看着声音发出来的方向，只见刘老爷眼神阴沉，将目光落下在两人的身上。就在这一刹那间，似乎所有人都呆滞下来。这是干嘛？这是刘老爷吗？话说刘老爷怎么出来了？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眼神从刘老爷的身上垂下来，而旁边的蒋权贵也咬紧嘴唇，眼神变得阴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原来如此，看来是有人罩着才敢这么嚣张的呀。刘老爷缓缓走到前面，目光一下子就锁定在这些人的身上，气宇轩昂地问道：怎么，你们想对我的朋友出手吗？
数十道身影如共识看见了一只雄狮一样，瞬间被吓得魂飞魄散。老柳，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故意带个人来搅乱我儿媳妇生日派对吗？蒋权贵质问道。老蒋啊，以前我跟你还算是交情不错，那是因为大家都有相同的利益关系，但是现在不同。为何不同？我们蒋家跟你们柳家虽然没有生意上的来往，但也算是井水不犯河水，为何你今天要带人来对付我？这个时候，陈松突然抬起头说道，抱歉，事情并不是这样，这件事情是我主动来找你们蒋家了解一件事情，跟柳家没有关系，刘老爷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朋友，关系并不大。其实陈松是不想把这件事情惹到柳家的头上，而此时刘老爷的出现，彻底让全场的人都安静下来。刚刚那数十道身影此时已经消失在现场。刘老爷缓缓走到陈松的身边，高高昂起头，对着蒋小海问道，现在陈松的身份够资格了吧？这……蒋小海此刻如鲠在喉，欲言又止，而旁边的林嫣然心中咯噔一下，眼神垂下，似乎感觉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许久后，林嫣然的情绪才逐渐恢复，无奈地问了句，你想要跟我谈什么？陈松将对方也开口了，立即抓紧机会，当着众人的面前问道，周子轩是怎么死的？这个名字再次响起，这让林嫣然的脸色当即就阴沉下来。对于林嫣然来说，周子轩是他最讨厌听到的名字，但是今晚上却一而再再而三被提起，甚至还是自己的生日晚宴上。这个人的死跟我无关。林嫣然很淡然地脱口而出。只不过这边的陈松却脸色疑惑，眯起双眼继续问道，我问你周子轩是怎么死的，怎么你自己就着急撇清关系啊？是不是有种此地无银300两的感觉？听到这里，林嫣然的心中咯噔一下，自以为能够瞒天过海，但是没想到自今夜自己却失言了。只不过他认真想想，这事情似乎有些奇怪啊。对于他来说，现在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按照后面的情况来预定的，尤其是周子轩的事情，基本上整个云海没几个人会清楚背后的原因。现在突然来了一个陈松出来问其中原因，他到底是什么人物？其他的先不说，我想问一下你，你跟周子轩是什么关系？第68蒋家的罪行。陈松深深吸了口气，随口说道，一个朋友，不过是很重要的朋友。那为何当初葬礼上不见你的身影？哦，你是怎么知道没有我的身影？你可是连去都没有去的。此时的林嫣然再次失言，他没想到今晚被这个相貌平平的男人搞得自己如此难堪，实在是太过丢人现眼了。刹那间，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跟着抬起头就接着问道，怎么了？不好意思说了吧？周围的众人都对这件事情非常好奇，纷纷都不作声响凑近过来吃瓜。我再问你一次，周子轩到底是怎么死的？陈松再次问道。但是他的右眼早就已经看穿了林嫣然此时的心理状况，他是受不住军部的压力，无路可走，最后只能选择自杀来逃避一切。林嫣然再次放松自己的语气，抬起头继续说道，你也知道他的脾气，一旦决定的事情就绝对不会罢休，他要死，难道我还能拦着他不成？所以我只能深感遗憾。林嫣然现在摸不清楚陈松到底是想要干嘛，所以他的语气非常小心，也显得非常客气。然而陈松却冷笑一声，缓缓走到最前方，当着众人的面前说道，好一个深表遗憾。精彩，你到底要做什么？林嫣然一直纠结这个问题，然而陈松这下却直接说出让众人都感到惊讶的话语，在1年前，你窃取了周家的机密，顺着联手云海的蒋家，暗中设计陷害周子轩。传闻周子轩是跳楼自杀，但实际上他并不是自愿的，而是被你和蒋家逼的。在那之后，你侵占了周家的家业，将周家的家父直接赶出去。陈松一字一顿说道，声音不大，但却落地可闻。此刻所有人的表情都显得非常惊愕，而眼前的林嫣然脸色瞬间发青。现在看似情况有点多变，但是实际上还是由陈松来掌控着整个局面，瞬间让不少人都感觉到有些好奇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想必大家都很想知道，为什么1年的蒋家如日中天，一下子就飙升到整个云海的榜首之位，对吧？实际上蒋家能有当时的实力，完全就是吞并了整个周家，所以才能当上4大家族。正当这时，林嫣然却秀眉阴沉，冷着脸颊就说道，你这是污蔑，我跟周子轩相爱10年，2人都彼此深爱对方，我怎么会去害他呢？虽然之后我的确是跟媒体报道的时候说了他的坏话，但是这也是人死之后说的，你为何对我如此大的敌意？哦，是吗？当初你跟蒋家的罪证，难道也是我捏造出来的吗？陈松说话激动，直接将那个小本册丢在地上，
林嫣然愣了一下，随手就捡起来，打开一看，当场傻眼。这里面记载的全部都是他跟蒋家和10大家族联手的罪证，一笔一画全部都记录得清清楚楚，甚至还有充分的证据。故弄玄虚，胡说八道！林嫣然二话不说，直接把这小本册给撕掉了，情绪相当的激动。此时的陈松看见这种情况，嘴角泛起笑意，无奈的摇了摇头说道：“你怎么回事？想要撕掉的话，我这里复印着好几本，要给你一起撕掉吗？”林嫣然此时彻底是破防了，她咬着牙齿，已经是处于无言以对的状态。你放屁！周子轩自己走投无路跳楼的，跟我们蒋家什么事情？正当这时，蒋权贵一个不屑的嘲弄，让全场的人都纷纷呆滞在原地。陈松没有说话，就这样直勾勾看着他，而其他人也因为好奇转过身子凝视着前方。看什么？我们蒋家一直以来都是光明磊落，从来不做这种阴谋诡计，你现在敢这样污蔑我们蒋家，小心我现在就……陈松突然再次拿出小本册，边看边读道：云海的不夜城娱乐会所，这是周子轩以前穷尽20年才换来的第一笔生意产业。不得不说，当时掀起了一阵酒吧热潮，而不夜城也成为了云海的标志性建筑。说到这里，陈松抬起眉毛，紧接着笑道：请你解释一下，现在的不夜城为何是成为了你蒋家的产业呢？蒋权贵当即愣了一下，瞬间被问得有些哑口无言了。现场的人都纷纷开始讨论起来，眼神充满了怪异。陈松的右眼已经将蒋权贵的所有信息都读取到了，要想知道他的内心想着什么，还在是太简单了。但是只有陈松一个人看得见不行，必须要这家伙把一切的事情都说出来，还周子轩的一个清白。怎么，没话说了吧？陈松再次挥动着手臂，旋即就继续说道：既然你没话说了，那麻烦你自己回去好好看看。这蒋权贵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堂堂蒋家的家主，可谓是叱咤风云的人物，然而今天却被一个在云海的无名之辈说得哑口无言。还有你们！陈松又将目光落在众多蒋家人的身上，高高抬起头，气宇轩昂地说道：从刚刚看来，你们的确是有些情况，但是我相信这些事情对于你们来说，应该还没触碰到底线。既然没有触碰到底线，那要不要我一个个将你们的事情说出来？轰！此刻天空响起一道闷雷声，所有人的眼神都呆滞下来。陈松的双眼好像能看穿他们的内心所想的事情，这让他们都感到不寒而栗。我说，突然有一个人承受不住这种高强度的压力，当即就想着坦白，但是下一秒钟，这人却突然呕吐鲜血，瞬间倒地。啊！现场再次响起尖叫声，所有人都惊慌起来。陈松的眉毛再次寒沉下来。刚刚那个男人很显然是想那事情坦白出来，但却被人在背后偷袭了，估计是其中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信息在其中。因为右眼现在的功能只能看见人的瞬间才能有信息弹出来，但是若是看不到人，那信息就不会弹出来。所以现在陈松显得比较难堪，因为他不知道到底是谁对刚刚那个男人下手。行了吧，这场闹剧应该收场了。第69针锋相对。此时此刻，全场的人都纷纷脸色阴沉下来，看着地上躺着的尸体，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刹那间，陈松的右眼扫过众人，但是因为人多的信息实在是让他看得目不转睛。看来你们蒋家还是挺随便的，这么轻易就杀掉一个人，胆子倒是挺肥的。看着地上这具尸体，蒋权贵冷眼相待，双手交织胸前，冷冷说道：这种事情用得着大惊小怪吗？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几乎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愕，尤其是后面的那些人，更是眼神中透露出一股寒意，如同面临大敌一样。陈松将蒋家的罪行都给曝光出来了，此时的蒋权贵也不想再隐藏，将心中的恶意全部都释放了出来，对着陈松喊道：现在你满意了吧？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我们蒋家不是好欺负的。陈松淡然地摊开手，眼神显得特别的淡然，笑了一声说道：我从来就没有认为你们蒋家好欺负，只不过我有能力欺负而已。放肆！你以为自己是谁？刹那间，一道黑影朝着陈松飞冲过去，此时的陈松眼神当即就冷了下来，他的右眼读取到的信息，冲过来的黑影非常危险。唰！陈松本能性的抄起桌面上一根银筷子，再次举起来直逼这道黑影。然而这道黑影却是停止了进攻，反倒是很果断的站在原地，眼神紧紧盯着陈松。哦，这个应该就是你们蒋家的供奉了吧？所谓的供奉就是每个大家族都有的一个执行人士，这些人主要是帮忙清理一些家族的障碍，杀人放火那是家常便饭。但是陈松怎么也没想到，蒋家的供奉竟然会如此光明正大来对付自己。若是以前的自己，
恐怕早就被吓得魂飞魄散了。但是现在的他却能从容不迫，甚至还主动露出一丝笑意，双手交织胸前，显得非常淡然。怎么？难道你还想着明摆着来杀我吗？陈松笑道。眼前这个蒋家的供奉，蒋彪，身高2米，全身都是肌肉，眼神锐利，如同是一只猛虎，正要朝着陈松发出怒吼声。阿彪，你退下！蒋权贵命令道。虽然现在自己的事情已经曝光了，但是还没有到要当着众人面杀掉陈松的必要，更何况现场还有刘老爷在场，他是站在陈松那边的，身体泛起一股强烈的气息，很显然是想着跟你自己对抗。若是刚刚真的出手的话，刘老爷肯定也会将柳家的供奉给喊出来，到时候那可真是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现在暂时还不敢动陈松一根头发。很好，陈松，我记住你了，以后我会好好跟你再谈谈。言罢，蒋权贵大手一挥，咬着牙齿就喊道：全部撤！随着这道声音落下，蒋家的所有人都跟在他的身后，去那边都朝着后面的方向离开了。与此同时，陈松的眼神也变得冷淡下来，深深呼了口气，转身对着旁边的刘老爷说道：真是惊险，若是刚刚那家伙真的出手的话，恐怕我是挡不住的。蒋家的势力滔天，不过还没达到只手遮天的地步。今日你将他们以前的罪行曝光了，虽然新闻媒体上对他们有所改观，但是不会影响蒋家根本就情况。这一点陈松知道，他之所以这么做，完全就是按照周老的意思。现在他必须要将这些事情告诉天底下的所有人。蒋贵权这家伙非常小气，这次你得罪了他，他必定不会饶过你的。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柳若男这边也对陈松的事情非常上心，不解地问道：陈松，我不明白，你冒着大的风险，只是为了告诉世人这些事情吗？陈松冷笑了一声：一码归一码，我对付蒋家只是为了一块玉而已。你这是说笑吧？闹了这么大的圈子，你居然只是为了一块玉？说出来可能让他们都不相信，但是陈松本来就是想要得到周老手中的那块天玉，现在他的任务完成了，只需要等明天新闻一出，那天玉就能拿到手。但是他现在的计划临时有变动，既然地狱现在已经出来了，那他也必须也要将地狱也给拿到手。天地双玉，这才是完整的极品玉石。但是现在的玉在林嫣然的手中，想要得到地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毕竟刚刚才跟他们发生了冲突。陈松深深吸了口气，先不去想这么多了，先把天玉拿到手再说。此时这场宴会已经是没有任何逗留的必要了，因为主办方蒋家已经离场了，剩下的来宾都陆陆续续离开这里。看着所有人都纷纷退场了，陈松深深吸了口气，对着刘老爷说道：经过这件事情后，我感觉他们应该会来针对你们柳家，最好要小心一点。刘老爷会直接翻了个白眼，对着陈松说道：你还是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陈松眨了眨眼睛，有几分发愣，眼神一下子就低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说实话，现在这种情况还算是比较好，如果刚刚蒋家真的出手的话，可能这场战争就在这里进行了。刘老爷无奈地叹了口气，下意识地摇了摇头，他是没想到陈松竟然连自己的安全都不顾，竟然还有心思担心柳家的事情。想到这里，刘老爷都感觉到非常可笑。而后来他们也缓缓朝着酒店大门口离开了。告别的时候，柳若男有些担心陈松的安全，所以就立即对着他说道：如果你有什么困难，记得跟我说一下，你是爷爷的救命恩人，我们可不希望你出事。陈松当即笑了一声，没想到自己还能被如此照顾和惦记。之后这段时间内，陈松跟着郑伯厚一同来到西南盘山，找到了周老。按照约定，周老将天玉送给你陈松，这个天玉价值不菲，但是我能看出来，你们两个不是爱财之人，应该很好好保管这块天玉。周老欣慰地笑道：周老，你有听说过地狱吗？第7是周老的实力。地狱，这个我倒是没听过，不过我看这天玉上有一个缺口，应该是有配套的玉坠，你刚刚说的地狱应该就是另一块。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眼神变得凝重起来，跟着微微说道：周老，我在拍卖会的当天就看见了地狱，在林嫣然的手中，那估计是我那儿子给他的，不过他应该不知道天玉的存在，不然的话他早就派人抢夺了。刚刚说完，郑伯厚就突然从外面冲了进来，看起来非常着急的样子，指着外面就说道：糟糕了，外面来了很多有纹身的壮汉，来势汹汹，不想是好人啊。听到这里，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转身对着周老说道：看来有人找你复仇了。周老似乎也早就预料，所以眼神显得非常淡然，深深吸了口气，说道：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蒋家派来的。蒋家？郑伯厚有些不解，
挠着头就问道：“不应该啊，蒋家怎么可能知道这一切的事情都出自周老您的身上？”周老轻笑了一声，神情漠然，接着说道：“知道蒋家那些罪行的人，整个云海就只有我一人，他们找我也是正常之举。”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和郑伯厚两个人都纷纷抬起眉毛，看着外面那些人一步步走进来，目露凶光，浑身都释放出一股杀气。来者都是客，阿秀，上茶。没等这些人反应过来，眼前一个短发的假小子动作轻微娴熟，转眼的功夫就冲好了。其中带头的一个壮汉脸色充满了嫌弃，大手一挥，直接将热茶给拍开。然而下一秒钟，这杯热茶却突然泼在他的身上。哎呀呀！这个壮汉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被泼了一身，而且这是热茶，瞬间让他感觉到一阵滚烫的感觉。其他的手下看见后，顿时就不知所措。只见后面的这个假小子用手轻轻拍了拍椅子，眼神锐利的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刃。各位，请坐。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全部人都感觉到有一股寒意在身上泛起来。周老深深吸了口气，面色和悦，抬起手就说道：“山长水远过来，应该都累了，大家都坐吧。”话音落下，刚刚被泼了一身的壮汉当即就兽性大发一样，大声对着周老吼道：“老东西，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还有什么话想说的吗？”周老听了后，下意识地笑了声，紧接着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小口，紧接着笑道：“呵呵，我老了，挺害怕死亡带来的恐惧，所以一般我都不想死。不想死，那就由不得你了。你将罪行曝光给那些家伙，让他们来通告天下。我们家主说了，今天必须要提着你的人头回去。”这些壮汉一个个都凶神恶煞，看着就令人胆战心惊。郑伯厚怂的都只能躲在桌底下。然而，这些人对于其他人来说是非常凶悍，但是在周老的眼中却形同虚设。那就表示你们真的要把我这副老骨头给拆了？呵呵，那是当然，我们家主已经说过了，今天你必须要死。言罢，这些人就再次朝着周老出手。只可惜，在他们正要攻击过来的瞬间，刚刚那个假小子突然出现在众人的眼眸。又是这个家伙，其中带头的壮汉改变了攻击，立即朝着后面进攻。只不过假小子的反应更加迅速，仅仅是1秒钟的时间，他就已经穿梭在这些人的身旁。啪啪啪，一顿快速的掌击打在众人的颈部神经上，似乎刹那间就被人给直接摁倒在地上一样。什么？数十个人在3秒钟同时被击倒在地上，其中有7个人是直接昏迷过去的。好快的速度！旁边看着的陈松显得非常不可思议，眼神阴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如果是这种攻击方式的话，应该是需要很灵活的动作才行。”他的右眼一下子就读取到了这个假小子的信息：人物王秀珍，年龄18岁，身体状况九阳之火，体内阳气过盛，压抑住女性的身体生长，心理状况无。看到这里，陈松有些惊讶，眼前这个小女孩显得有些淡然，没想到居然是有这种特殊的能力，连内心都是一片空白的。怎样？周老对着陈松笑了声：“我的这个门徒还行吧？”门徒？陈松愣了下，只是门徒都有如此的身手，那身为师傅的周老岂不是？没等陈松的话音落下，周老拳头一紧，身体爆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场，如同是一道强烈的气场，瞬间让众人的目光都感觉到非常诧异。我靠，这么厉害！陈松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整个人都变得难堪起来。他是万万没想到，周老竟然是武术上的高手，看来之前对他的确是有些误解了。而后，陈松的目光就朝着后面看了过去，发现刚刚那假小子已经处理好了这些人，一个瞬步就回到周老的身旁。师傅，喝茶。周老淡然地端起酒杯，下意识地说了句：“说实话，我也没想打。蒋家会派人来对付我，师傅，他们会不会派供奉来对付我们呢？”周老听了后，微微点了点头，有这个可能。对方如果是高手的话，那我们两个就有点危险了。陈松和郑伯厚这个时候说道：“既然是如此，不如你们离开这个地方，隐姓埋名不就好了吗？如果感到为难的话，我们两个可以帮你安排住所。”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刚刚被打趴的壮汉第一个从地上弹起来，眼神显得有些惊愕不已，瞪大双眼看着周老：“你到底是？”周老摇了摇头：“你们回去告诉姓蒋的，他夺走了我儿子的性命，这笔账我不可能忘记的，让他做好准备，以后我会经常找他麻烦的。”说完，周老抬起手，用力一掌打出去，一阵掌风瞬间将这些人给击退好几米开外。呼！第71重赏，一阵气场直接将他们给打出店铺外。
气场甚大，让陈松和郑伯厚都感到有些目瞪口呆。我靠，没想到周老您真是奇人啊！对啊，周老这年纪还能有如此强大的身手，看来也不需要我们来保护什么了吧？郑伯厚自己可不想惹上这糟糕的事情，所以他现在是尽量避免跟周老产生接触。然而，刚刚说完，周老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似乎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来，体内的一股力量正在不得涌动着。呵呵，陈兄弟，以后若是有困难，随时来找我。你为我儿子讨得了清白，我应该感谢你的。只可惜老夫除了给你天玉之外，就没有任何东西能给你。说起来惭愧啊。陈松立即抬起手笑着说道，没事，我本来就是只想要天玉，其他的东西我不会向你索要，就是以后还得希望你能平安无事。那是当然，我一定会保护好师傅的。王秀珍微微说道。可以看出来，这个假小子的身上有着跟周老一样的气息，瞬间让陈松都感觉到一阵难堪。而后，陈松和郑伯厚就朝着后面的方向走了过去。此时，他们的手中已经拿到了天玉了。现在对于他们来说，任务其实已经是完成了一半了。还有逗留在西南盘山的必要吗？陈松问道。郑伯厚的眼神呆滞了一下，稍微沉思了片刻，深深吸了口气，说道，估计还得去赌石市场玩一下。陈松翻了个白眼，说道，还玩呢？现在东西都已经拿到手了，没必要了吧？郑伯厚本来就对赌石有着浓厚的兴趣，难得来到西南盘山，他可不想无功而返，所以直接搭着陈松的肩膀，举起手就朝着前方说道，别这样嘛，我们两个还是可以好好玩一玩的。刚刚说完，陈松此时也只能跟着郑伯厚朝着后面的方向出发了。两人思来想去，一直都认为这一带的赌石场都会有好东西，但是实际上这一片都是大理石的区域。陈松扫眼一看，眼神都显得非常无奈起来，摇着头就说道，哎，没想到居然全部都是这种垃圾石头。郑伯厚对原石也颇有研究，所以在他看来，这些石头也是不值钱的货物，连赌的欲望都没有。唉，算了吧，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回去做直播吧。然而，陈松的话音刚落，郑伯厚就朝着前方看了看，眼神开始有些在意起来，跟着说道，那里好像挺热闹的样子。此时的正前方，那是一家露天的赌石摊位，这里站着有不少石友，全部人的目光都显得特别的认真，尤其是站在最中间的一位少女，她已经可观察这两块原石很久了，一直都得不出答案。郑伯厚很好奇，立即对着旁边的一个男人问道，兄弟，这是在干嘛？为什么这么多人围在这里啊？旁边这位男人就开口说道，你们不知道吗？这里的摊位的摊主说了，谁要是能够分辨出这两块原石的好坏，重金赏100万元。哦，那没有人能分辨出来吗？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资格，赌一次要10万块。听到这里，陈松下意识地笑了声，这明摆着就是骗局吧？不是骗局，这摊主已经说了，若是开出来两个都是没有价值的，他就直接赔1000万。哇靠，这么狠！郑伯厚突然就来了浓郁的兴趣，当即就抬起眉毛就说道，陈松，不如我们来试试看吧。陈松其实心里不是很愿意，毕竟这些事情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太简单了，只需要右眼扫一下就行了，这样就失去了挑战的乐趣。而且他现在也不会贪图这100万的钱财。这位小姐，你已经看来1个多小时了，可以选了没有啊？摊主有些不耐烦地问道。然而这少女却不急不慢，深深吸了口气，回道，你急什么急啊？我又不是没给钱。摊主其实是心急他阻碍自己赚钱的时间，在少女面前有2块一模一样的原石，看起来没有任何区别。哦，这是孪生石头啊，这可是稀有之物啊！郑伯厚突然就来了兴趣，微微说道，这就难以分辨了，只有50%的机会。陈松摇了摇头，不可能是100万分50，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店家岂不是要吃亏了吗？的确是如此，如果是50%的话，那店家必定是吃亏的，所以如果没有100%的把握，估计店家是不会将这些东西拿出来让众人猜测。陈松扫了眼过去，果然就发现了其中的猫腻。物品双生之石，特殊属性双石结构一样，难以分辨，其中1块为子，1块为母，收藏价值200元 RMB。 果然这是2块双生之石，其中可以看出来说是双生之石，但是实际上机构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能猜测出来其中1块，那就能判断另1块。只可惜这2块都是子石，1块母石可以分裂出多个子石，所以这2块石头都是没有价值的，无论怎么选择都会输。如果有人提出要检查石头，那摊主就可以直接搬出来母石出来，让对方随便检查。
这是新型的骗局，很少人会留意到，所以大多数都以为这是一场正常赌局。想到这里，陈松微微笑了声，转身对着后面郑伯厚说道：“我看出端倪了，但是我不打算参与。”郑伯厚愣了一下，眨了眨问道：“怎么了？你看出来的话，那就上啊，有钱不赚啊。”陈松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有句话叫看破不说破，像这种事情我还是不是很想去做，毕竟这样做的话很容易就招惹了仇恨，自己又不是缺这些钱的人，何必要在这里浪费心思呢？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刚刚的少女突然就喊了一声：“我看出来了，我就选择这块。”摊主立即站起来，指着右边的原石问道：“就选这块对吧？”“没错。”第72双生之石。此刻少女的目光显得非常锐利，似乎有一种雷打不动的神情所在。而陈松这边倒是很淡然的抬起头，微微说道：“这还真敢选啊。”对于这种情况，陈松一般是不会理睬的，毕竟这些事情跟他也扯不上半毛钱的关系。现在对于他来说，最主要的还是想着去看看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捡漏。但是没等他转身，在旁边的郑伯厚却立即对着他说道：“这个石头感觉还不错啊，如果能拿回去做直播，再做成节目效果应该会很不错。”他的这番话也提醒了陈松，只见陈松的眼神一下子抬起来，跟着微微说道：“你这样反倒是提醒了我，这种孪生石头的确是少见，如果能拿回去直播间的话，那就可以给观众和粉丝们开开眼界。”郑伯厚笑了声，接着说道：“既然可以的话，那不如直接把那东西给拿过来吧。”陈松总是觉得这样做的话，是不是显得太过赶尽杀绝了？但是转念一想，陈松认为这种骗子也应该受到惩罚，毕竟赌石都是有概率可以赌赢的，但是他这种就是纯纯在欺骗人，所以必须要给予一点惩罚才行。随后陈松就走到前面，对着这里的摊主就说道：“老板，我也想赌一手。”摊主听到陈松的话语，眼神一下子就低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先等下一把吧，现在这位小姐已经选好了。”陈松立即抬起手，笑着说道：“不，这位小姐要了右边这块石头，那我就赌左边的石头，这样一来也没必要麻烦你开下一把。”因为摊主知道这两块原石都不会开出好东西，但是自己这个规矩又说了是50%概率，若是开出两个都没好货的，岂不是拿招牌砸自己的脚？这种情况可不妙。摊主直接用手拦阻陈松，眼神显得非常紧张起来，微微说道：“真是抱歉，我这边是有规矩的，一人只能来一把。”看见对方如此紧张，陈松立即就质疑道：“你这也不符合规矩啊，难道说这两块石头就没有一块是有好东西的？”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的眼神显得有些几分戏谑，这让摊主整个人都感觉到非常不妙。这个其实说真的，我们这样也是为了能让大家能更加公平。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二话不说，直接走到这两块原石的跟前。刚刚那位少女有些激动地对着摊主喊道：“好了没有？快点开啊！”此刻的摊主被陈松弄的是头晕脑胀，现在都显得有些分不清眼前这两块石头的真假。开吧！伴随着摊主这道声音，几乎所有人都将目光落在少女手中的这块石头。砰！没等众人反应过来，陈松二话不说就直接将另外一块石头给砸碎了。哇！众人看着地上被砸碎的大理石，当即笑了起来。这是大理石啊，那就代表着那位小姐手中拿着的那块石头是真的。真的？哇，还真是啊！我在这里站了2天了，终于看见有人猜中了。所有人都纷纷开始激动起来，尤其是后面的那些石友们更是嘴角泛起兴奋式笑意。而这位少女当即就愣住了，指着陈松摔碎的那块石头，对着摊主就立即说道：“喂，你都看见了吧？我这块石头就不需要开了吧？”陈松也很淡然地笑着说道：“没错，小姐，你运气真好。”这时候，摊主的眼神就阴沉下来，跟着浑身散发出一股敌意，对着陈松怒吼道：“谁叫你把这块石头摔碎的？你知道这样做是破坏了游戏的挑战和规矩吗？”陈松下意识笑了笑，呵呵，那还真是抱歉，我是不小心摔碎的。至于你想要赔偿的话，这块大理石的价格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哼，你以为这就完了吗？陈松看见这位摊主此刻竟然如此嚣张，当即就表示说道：“那你认为要怎样才合适呢？”那当然是要……然而话音落下，陈松立即打断，接着泛起笑意就说道：“如果我把这块原石也开了，那是不是就让你再次难堪起来呢？”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此刻让摊主再次感到一阵不安的感觉。快给钱啊！100万！
此时，刚刚那个女子面容激动地走过来喊道。然而，摊主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他现在已经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才能将这件事情掩盖过去，因为如果现在掩盖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意，所以他得找个借口把这件事情给糊弄过去。好，但是得让我检查一下。随后，这个摊主就转身打算迅速更换这一块原石，但是他无论怎么做都是亏本的，倒不如直接卷着东西走人呢。就在这个时候，摊主立即走到后台这边，收拾好东西就匆匆忙忙离开了。但是他的这个动作却被陈松看在眼里，只见他的嘴角泛起一丝笑意，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还真容易看得出来啊。只不过，其实陈松早就看穿了这个摊主的心机，所以早就在他的原石上面做了手脚。摊主收拾好那块母石就离开了，但其实他拿着的是毫无价值的紫石，而母石已经被陈松给调包了。现在母石就在他的手中，外面的这些人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尤其是辛勤的少女一直在喊着：喂，好了没有？赶紧把我赢的钱都打过来！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此时所有人的眼神都显得阴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难不成是跑路了？看起来好像是啊，这家伙就没有了让人中过，现在有人中了，估计是卷东西跑路了。就这样，等了许久都没见人出来，刚刚的少女就变得有些担心起来，立即走过去想着看一下。但是这个时候陈松则缓缓走了出来，嘴角泛起笑意说道：不用看了，那家伙已经走了。听到这句话，这个少女当即就朝着里面看了，果然是人去楼空，不见踪影。第73，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会吧，他还拿走了我10万块啊！看着女子如此激动，不少人都纷纷表示同情。我就说那家伙是骗子了吧。哎呀，可怜了这个小姑娘，10万块这就没了，要我看啊，必须要将这家伙给追回来。众人虽然都是这么说，但是在他们看来，这种事情其实跟在无关，所以也只是高高挂起，说着风凉话罢了。可恶啊！你们知道那家伙跑去哪里了？少女对着陈松和郑伯侯问道。陈松摇了摇头，微微说道：不知道，不过按照道理，应该还没有离开这个区域。听到陈松这么说，后面的众人都纷纷感到好奇起来，怎么感觉陈松什么事情都知道呢？你也是被他骗了对吧？陈松愣了下，嘴角泛起苦笑，点了点头，对啊，这个家伙甚至把我朋友也坑了，没想到本小姐第一天出来就被骗了，这个社会还真是复杂混乱。陈松深深吁了口气，其实对于他来说，这些事情他已经遇到过很多次，基本上都对此事一清二楚。等等，你是刚刚说自己是大小姐？旁边的一个男人微微说道。对呀，她就是陈家的小千金，陈佳怡。听到这名字，郑伯厚就有了一些记忆，微微问道：原来是她啊，怪不得有这种情况发生。陈松有些好奇，抓过身就好奇地问道：你认识她吗？见过几次。陈家在云海的地位不低，虽然不能比得上一流家族的名号，但是实际上却拥有比一流集团都有的生意实力，所以陈家一直以来都有很重的底气。只不过让陈松感到好奇的是，这个堂堂陈家千金竟然会来这种地方赌石，如果说出去的话，肯定会成为众人的笑柄的。唉，他惹了什么事情，其实影响不到陈家。哦，为什么？陈松好奇地问道。原因很简单，这个消息只有内部的我打听到了。郑伯厚显得一副很得意的样子。陈松看见后，无奈地摇了摇头，跟着微微说道：你倒是说清楚一点啊。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郑伯厚就立即低声细语说道：他是比陈家赶出家门的，所以他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会影响到整个陈家的生意产业发展。不过这个消息很多人都不知道，尤其是陈松这种不闻窗外事的人来说，这个消息让他感到有几分惊讶。而在这个时候，突然陈松往后再看了看，眼神也变得阴沉下来。看来不仅仅这件事情发生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只见身后一个个穿着西装的男人朝着这边走了过来，眼神显得非常严肃，似乎从他们的身上感受到一股令人感到寒冷的消息。而与此同时，陈佳怡却立即转身，直接躲在陈松的身后，微微说道：麻烦你能不能别将我说出来？陈松感到有些奇怪，难道说这些西装男个他是有什么直接关系的吗？刚刚想到这里，其中一个西装男就对着众人喊道：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我们现正在找陈家的大小姐，如果你们谁有看见的话，麻烦通知我们一声，若是找到或者抓回来的，我们都重重赏100万元。又是100万，众人这下又开始陷入严肃之中，因为刚刚出现了这种事情，现在估计人人都有了警惕。不过其实认真一想，其实以陈家的家业来看，这100万元的确不算是什么，
但是现在他们也不知道从何下手。想到这里，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对着这些人问道：“你们能够分辨出来吗？”话音落下，这让不少人的感到有些难堪起来，毕竟这可是人人都在意的事情。而后，这些人又开始在人群中寻找了，只不过他们找了一大圈都没有任何的收获。而刚好也是在这一刹那间，陈松不小心动了一下，在他身后的陈佳怡也顺着从后面站了起来。找到了！其中一个手下刚刚好看见了，指着陈佳怡那边就喊道：“找到了，就在那里！”伴随着这道声音立即响彻了整个廊道口里面，这让陈松都吓了一跳，立即问道：“喂，现在怎么办？”陈佳怡立即转身靠在陈松的身后，贴近他的耳畔微微说道：“你先帮扛着。”陈松显得很无奈，现在这样自己还怎么抗啊？越想越觉得难堪，离开索性就直接走到这些人的面前，下意识地问道：“各位，请问你们是有什么事情吗？”“滚开，跟你无关。”正当这时，陈松的眼神低沉下来，跟着有些难堪地抬起来微微说道：“刚刚的女孩你们认识对吧？”这群人似乎没有陈松这么好说话，直接推开他就将陈佳怡团团包围起来。“大小姐，你闹够了的话，麻烦你跟我们回去吧。”“对啊，老爷有命令，今晚无论如何都要把你带回去。”听到这些声音，此时的陈佳怡秀眉紧蹙，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一股秀气，冷冷说道：“我是不会回去的，抱歉，现在轮不到你来说话了。”说完，这群人就朝着陈佳怡走了过去，直接给了他一个五花大绑。众人都在看着热闹吃着瓜，陈松这边也是一脸茫然，他不知道这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只能用右眼读取现在的信息了。他扫了一眼后，立即明白了，原来是像柳若楠一眼，这陈家大小姐被逼着结亲，为了摆脱被控制的命运，这个陈大小姐就离家出走，但是没想到现在却被陈家的人给抓了起来，现在命运再次被死死握住，瞬间让他都感到难堪起来。看到这种情况，陈松也只能深表同情了，毕竟他跟这个陈佳怡没有任何交情，所以自己也没有理由去帮助他。想到这里，陈松只能唉声叹气，而旁边的郑伯厚倒是有些想法的说道：“不如去救一下吧。”陈松眨了眨眼睛，有几分冷笑声说道：“凭什么？哎呀，人家女孩子嘛，你应该多理解一下。”第74连峰山，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倒是对这些事情并不感冒，只不过现在这种情况，自己有能力的话，还是得要救一下。只见陈松健步上前，对着这些人说道：“各位，你们这样五花大绑一个小姑娘，不是很好吧？”“靠！哪里来的杂毛？给我滚开！”其中带头的一个壮汉正要出手推陈松，只不过陈松的右眼一下子就看清楚他的出招方式，所以立即转身就躲开了。这个壮汉因为惯性，直接整个身体都扑空。哎呀！只见他自己一个踉跄，重重跌倒在地上。陈松甚至连手都不用出。这些人看见这一幕，立即撸起袖子就朝着陈松袭来。正当这个时候，陈松立即眼神认真起来，右眼一看，对方全部的出招方式都已经被连入眼眸。刹那间，陈松的右眼都在操控着身体，让他变得灵活起来。唰，几道拳脚功夫下来，陈松丝毫没有受伤，而这些人纷纷都气喘吁吁，似乎已经没有了力气一样。看到这样子，陈松稍微活动了一下筋骨，深深吸了口气，说道：“怎么了？都没力气了吧？这小子怎么这么灵活？可恶，一拳都打不中啊！”陈松有右眼的读取信息，这些人根本就打不中他，所以一直以来他们都是浪费力气。看见他们都没有力气，陈松脚步轻快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你想干嘛？”陈松冷笑一声，微微说道：“没想干嘛，让你们先睡一会。”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抬起手就朝着这些人的脖子攻击，每一击都能击中神经。不过几秒钟时间，这些人全部都一一被打昏了过去。观看的这种人也被这一幕给吓到了，没想到陈松一个人就将这些人全部都打趴，看来是个高手。其实陈松根本就不懂什么武功，一直以来都是靠着右眼驱动着身体，如果不用右眼的功能，估计刚刚就已经被这些人打得鼻青脸肿了。陈松将这些人打趴后，转身看着后面被五花大绑的陈佳怡，缓缓走了过去。没想到，陈大小姐也有如此狼狈的时候啊！陈松开玩笑的说道。陈佳怡嘟起嘴巴，秀眉阴沉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帮我？”“说实话，我不是很想出手的，但是现在看来我不出手也不行了。不管怎么说，你先帮我松绑吧。”随后，陈松就帮他松绑后，他看着地上这些人，立即说道：“我得赶紧离开，
这些人随时都会醒过来。陈松撇头看了看，微微说道：“山脚下有个小凉亭，我们过去那边吧。”很快，陈松和郑伯厚带着陈佳怡就来山脚下的小凉亭里面。这里背面就是山，前面的路段崎岖，很少人会经过这里。呼，陈佳怡喘了口气，紧接着抬起头对着陈松说道：“谢谢你啊。”陈松下意识地笑了声，微微摇了摇头说道：“没事，不过我很好奇，既然你不想让家里的人找到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呢？”郑伯厚也说道：“对啊，这里西南盘山，人多口杂，你来这里不就是直接白送吗？”的确如此，西南盘山的人都是三教九流的，通风报信都是家常便饭了。我就是想来这里好好玩一下嘛。玩？陈松不禁笑了一声，紧接着摇了摇头说道：“你来这里就是为了玩？”“对啊，我从小就喜欢这种原始的猜测，所以就想着来这里赌一把。没想到这陈家大小姐却没有一点大小姐端庄的样子，倒是有几分痞气，看她这样子还挺社会的，只不过终究还是个小丫头。”陈松微微摇了摇头说道：“行了吧，闹够了的话就回去结亲吧。”听到这里，陈佳怡的眉毛紧蹙起来，有几分质疑的对陈松问道：“你是怎么知道我要回去结亲的？”陈松无奈的叹了口气，嘴角笑意，笑了一声：“刚刚那群人说的，他们有说吗？”陈佳怡有些疑惑的看着陈松，但是却是找不到可疑的地方，只能无奈的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而陈松这边倒是很淡然的转身朝着后面的方向看了过去，这里的风景不错，眼前就是一座座微微的山岳，山间云雾环绕，胜似仙境一样，而山下还有细细河流，耳畔就已经传来细细的流水声，瞬间让陈松的眉毛紧蹙起来，深深吸了口气，微微说道：“没想到这地方还挺不错的。”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旁边的陈佳怡就解释道：“这里是西南盘山的连峰山，被人称为是险境之一，就像是青山一样。”陈松愣了下，转头问道：“你知道这地方以前我很早就了解过，因为气候和环境的影响，再加上这种地貌，能产出不少上等的玉石。只不过好东西虽多，但是却山路险峻，尤其是上山之路，听闻有很多人都准备上山淘宝，但大多数都没能活着回来。所以这座连峰山被誉为死亡之山。在山脚下有围栏，上面有写着禁止进入，但一般那些想淘原石的人都基本上都不会管这些事情。对于他们来说，能淘到好石头比什么都重要。”听到这里，旁边的郑伯厚立即抬起眉毛，对着陈松说道：“陈松，不如我们去看看吧。”陈松直接给了他一个白眼，苦笑道：“要去你自己去，真的要钱不要命啊？”郑伯厚对钱不感冒，但是他对这些玉石非常感兴趣，所以他心中有些骚动，想要上山淘到一些好东西。算了，给你们说也不懂，反正你们救了我，那我就应该表示感谢的。只不过现在这种情况，我也不能做什么，只能先记着，下次有机会再报答你吧。说完，陈佳怡就摆着手，走路很是潇洒的离开了。看来这陈家大小姐不好惹呀，以后还得小心着她。郑伯厚笑道：“这有什么？陈家大小姐就是这样的，要不然陈老爷也没必要派人来抓她回去，反正跟自己无关。”陈松转身就看着这座连峰山，摇了摇头：“算了，不冒险了，先回去吧。”第75，建立自己的平台。随后，陈松和郑伯厚就从西南盘山回到云海市区。一路上，陈松的眼神都显得有些暗淡无光。郑伯厚不解问道：“怎么了？现在天域都已经拿到手了，还在想其他直播的事情吗？”陈松摇了摇头，深深叹了口气，说道：“我总感觉有什么事情还没完成，是地狱的事情吗？现在我们还没能力拿到手，你跟林嫣然和蒋家已经结仇了，他们不可能把地狱让出来给你的。不是这件事情，而是另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陈松自己都不清楚。他的右眼自从强化后，眼神中的信息都变多了。在他看来，任何东西都是可以读取的，唯独周老这个人是读取不到的，仿佛周老的身体上蕴含着很多层的秘密所在。只不过现在他把天域都交给自己了，以后估计不会跟这个人有任何的交集了。想到这里，陈松下意识的微微呼了口气，紧接着说道：“算了，这些事情暂时不管了，先回去搞直播吧。”就这样，陈松将天域带回去。现在天域是自己直播平台的门面招牌，所以必须要保管好。而网络平台这些事情，通过陆家的帮助，陈松成功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络直播平台。这是一个新建的平台，在当今网络直播时代，新的网络直播平台可不好做。但是陈松还是比较幸运的，他这边还有不少人在帮助着他，
尤其是柳家和陆家，这两家之前就受过陈松的救命之恩，所以他们现在就要报答陈松。陆家是搞网络的公司，所以对于这方面，他们还是有着很多经验的。而柳家身为4大家族之一，自然而然有不少商圈的人脉，只要稍微发散出去，那就有大批的水军来帮忙，这样就能搞定直播间的人气。前期弄这些必然是亏损的，这些陈松也早就有预料，所以他也没在意前期的收益，只需要不断的尽心尽力去搞直播，他相信一定能看到收益的。好了，现在基本上的平台搭建好了，现在就差主播这一块。苏雨墨长吁了口气说道：我。赵文文立即举起手来，脸上尽是兴奋的神色。他一直都想着自己来做直播，现在有了平台，他也能如愿以偿做上主播了。但是我们这是专门做古董鉴赏的平台，你是才艺主播，只会唱歌跳舞，我看不合适吧？苏雨墨微微说道。这一番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在热情澎湃的赵文文身上，瞬间他的眼神就空洞起来，仿佛是失去了梦想一般。然而陈松这边倒是给了他一些鼓励，虽然是直播古董鉴赏的，但一直都这样会很乏味，你可以负责现场的气氛，这个应该没问题吧？赵文文听了后仿佛有重燃希望，兴奋地点了点头。没问题，我觉得我有这方面的天赋。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苏雨墨没能再说什么，转身对着陈松问道：现在还有不少主播需要我们这边寻找，不过据我了解，云海这边懂古董的人基本上都被古斋堂给挖走了，他们也会让出人给我们。这一点其实陈松早就有预料到，当即微微说道：这个应该不成问题，云海内地找不到，那就去外地找找看，只要给得起价钱的话，那肯定就有人来。的确，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是永远都有的道理。陈松现在有钱了，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顾虑，苏雨墨也只能用点心去找外地找一些懂得古董鉴赏的主播，而郑伯厚这边则负责商业上的合作，赵文文和陈松则负责前期的直播，大家都分工明确。因为有了天域的关系，所以现在直播间也吸引了不少观众来欣赏，有些土豪甚至扬言要花几千万买陈松的这块天域。很快直播间的人气再次上涨，但是现在陈松可不会追求这些直播间的数据，因为现在整个直播平台都是他的，所以他自然希望涨的是直播平台是数据。但是因为前期匆忙的缘故，所以找到的主播水平有限，所以自然数据不是很乐观。幸好有柳家和陆家的帮忙，直播平台才一点点往上升。不过1个月的时间，平台就正式走上了正规，而陈松也自己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直播平台，而这个网络平台就叫松子直播，已经进入了不少人的关注范围中。很快陈松逐渐就不需要自己来直播鉴赏了，因为其他主播也开始陆陆续续收集到了不少粉丝，尤其是赵文文，是金子总能发光，他依靠颜值和身材已经站在了直播间的顶流。虽然他不懂得古董鉴赏，但是他的辅流逐渐变为主流，在直播间不少人都喜欢看他的舞蹈和唱歌，他的名气也不断在增加。而其中背后最得意的人就是郑伯厚，因为他是负责这项工作的，赵文文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努力，所以对于他来说，这些事情多少也有些膨胀起来。陈松，现在赵文文已经是身价很高的主播了，已经可以到带货的阶段了。郑伯厚激动地说道。然而陈松似乎对这些事情并不感冒，反倒是眼神一下子就要阴沉下来，微微说道：现在对于赵文文来说，直播带货会影响人气，不过如果你能找到方法留住观众，那未尝不可试一下。行吧，这方面我来搞定就行，最近你也辛苦了，不如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吧。陈松正有此意，现在他已经是将直播平台打造的有声有色，而且还上了云海市商业新贵的名单，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不仅仅得到了柳家的高度评价，甚至还有陆家的出手相助，可谓是气势如虹。然而有人欢喜有人愁，此时的蒋家内，一群蒋家的内部人士纷纷眼神就阴沉下来。自从上次林嫣然的生日晚会后，我们蒋家的生意就一直在下跌，本来这样就够惨的，现在连古斋堂也受到了影响，第76房子被侵占了。古斋堂是蒋家重点投资的一部分，所以蒋老爷才会利用林嫣然的生日晚会大做手脚，然而却不料被陈松反将一军，现在弄得是难堪至极。爷爷，我们蒋家之所以落到今天的田地，完全是那个陈松弄的。对啊，蒋家跟他无冤无仇，他居然为了这点小事来得罪我们。不过说真的，这小子还挺有本事的，现在弄了一个直播平台，人气是蒸蒸日上，快赶得上顶流的直播平台了。蒋家的2个小孙子微微说道。蒋权贵深深吸了口气，眼神低沉的说道：现在不是管陈松事情的时候，现在我们蒋家的生意已经受到影响，
必须想办法应对。说到底还是古斋堂的问题。蒋权贵深深吸了口气，眉毛紧蹙，说道：现在陈松搞了那个直播平台，完全取代了古斋堂的作用，那些主播全部都帮忙免费鉴赏，甚至还有直接收购，这些完全取代了古斋堂的作用。想到这里，蒋权贵眼神一下子就暗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不如这样吧，让古斋堂的人去下手破坏，让他们来。没错，古斋堂估计现在对陈松也是恨之入骨，再去激怒一下他们，或者加以威逼，他们应该会对陈松下手的。但是现在陈松有柳家和陆家的支持，单单靠着古斋堂估计有点难。的确是如此，古斋堂本来就是一个古玩鉴赏的平台，从来就不是什么势力组织，让他们去对付陈松的话，实在强人所难。然而蒋权贵却冷冷笑了声，没有强人所难，他们古斋堂不都喜欢耍小手段吗？让他们暗中下手，别明枪示意。听到这里，蒋家的人都一致同意，纷纷嘴角都露出邪魅的笑意，唯独是2楼栏杆处的林嫣然没有说话，他默默地看着蒋家这群人，深深叹了口气，真是一群不用脑的家伙。说完，林嫣然就转身回到房间内，嘴角这才泛起一丝微妙的笑意。陈松这家伙还真是让我意外，不过这样玩下去才有意思。视线回到陈松的身上，现在直播平台的大小事务都几乎交给了郑伯厚和苏雨墨两人，因为他们也是生意的合伙人，所以也会对这些事情显得非常上心。陈松也好久没有休息了，现在趁着有空闲的时间，他打算好好放松一下。今天他打算是返回家中收拾一些东西，但是却没想到家中的大门却锁上了，这让他感到有些费解。自己明明就没有回来过，难道是赵文文和郑伯厚他们来家里取东西了？自从成立了新平台后，陈松他们就搬离了这个家，去了新的公司常住，而这个家他也已经1个多月没来过了。此时他有些疑惑地扭动着钥匙，发现本来是反锁的大门却变成了打开的状态。啪！正当这时，房间内突然响起一阵声响，这让陈松瞬间警惕起来。靠！难道是进贼了？这光天化日之下也太嚣张了。陈松眼神阴沉下来，一步步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一道熟悉的身影连入他的眼眸。眼前的女子穿着真丝睡衣，头发乱糟糟，下身没有穿裤子，一双洁白的玉腿暴露出来。陈松抬起头，当即被震惊到了。我靠！白露，你怎么在这里？眼前这个女子不是其他人，正是陈松的前女友白露。此时她看起来好像是刚刚睡醒的样子。当她看见陈松回来了，也是挺震惊的。陈松，你怎么回来了？这里是我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陈松理所应当的说道。然而白露却脸色难堪起来，咽了口气笑道：你回来的正好，我刚好有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陈松连忙抬起手，眼神稍微有几分阴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你先别跟我商量，先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在这里？白露撩起刘海，扭动着身躯说道：当初这房子你买的时候，也有我一份子吗？我当然可以来了。陈松听了后，当即就冷笑起来，摇着头就说道：呵呵，当初这房子我有叫你来住，但是你当时说这房子太小了，连婚房都不能算，还说死都不会来这里住，怎么现在就改口了？陈松太了解白露了，相处了这么多年，这个女人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工具，自己将全部心血都投到这个女人的身上，但是换来的却是无情的抛弃。想到这里，陈松的眼神当即就暗沉下来，往前走了2步，跟着说道：白露，你来这里我没有意见，反正这房子我也不会来住，但是麻烦把房租交了。房租？我没听错吧？你现在可是云海的新贵啊，自己开了个直播平台，现在赚得盆满钵满，你会在乎这些小钱吗？陈松子不是在乎这些小钱，只是他不想自己再给白露任何一点好处，因为他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已经花费了太多了，现在绝对不能让这个女人占自己半点便宜。这里是我家，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当然了，如果你不租的话，那也可以。这几天呢，就算了，请你立即搬出去。陈松的话语很是坚决，白露秀眉紧蹙，但很快就露出一丝笑意。只见他一步步朝着陈松走来，扭动着曼妙的身躯，靠在陈松的胸前，妖媚的声音缓缓说道：陈松，我们虽然分手了，但是相处这么多年，难道你真的狠心这样对我吗？你真的对我没有一点感情？如果你能重新接受我，我可以为你做任何的改变。白露的话音落下，这让陈松也有些难堪起来。虽然白露以前是抛弃了自己，但是始终还是有一点感情所在。陈松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不过他还是先要问清楚原因。算了，你现在是什么情况？是经济上遇到什么问题了吗？怎么要来我这里住啊？这个其实我是有原因的。第77，谁不要脸？其实陈松想着是，如果白鹿真是出现什么问题，他想暂时住在这里，那自己也可以让他先住下来，毕竟现在自己也不在这里居住了。但是陈松是绝对不想跟这种女人和好的，毕竟他非常了解她，刚刚说的话没有一半可信度。看见白鹿难以开口，陈松想到应该是什么难以开齿的事情，所以他也没有用右眼去读取她的心理状况，毕竟他不想再跟这个女人有任何的瓜葛。其实我最近的经济状况发生了问题，所以就想着在你这里。陈松听了后微微点了点头，这样啊，那行吧，我就……刚刚陈松开口答应，不料房间内传来一阵男人的声音：“宝贝，你去哪里了？”这道男人的声音瞬间让陈松有些发愣，而白鹿立即变得暴怒起来，冲着房间内吼道：“你给我闭嘴！”声音落下，陈松有些疑惑，问了句：“这你不是一个人来住吗？”“这个我说是修马桶的，你信吗？”白鹿尴尬地说道。陈松直接笑了，右眼直接读取白鹿的心理状况。原来如此，白鹿并不是经济上遇到了难题，而是偷偷在这里养了个男人，而她现在是有男朋友的。为了不让男朋友知道这件事情，她只能偷偷带现在这个男人来这里偷情，还真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此刻的陈松笑了声，幸亏当初跟这女人分得早，要不然这顶绿帽可能就戴在自己的头上。陈松，你听我解释。行了行了，你别解释了，你的生活我不管，但是现在你住我的地方，那就要给钱。你都能养男人了，应该不会在乎这点小钱了。其实白鹿是想着直接从陈松手中拿到这房子的归属权，然而陈松可不会这么傻。虽然现在自己也不差这些钱，但是说到底他还是不想给白鹿任何的好处。今天就算了，从明天开始吧，你住在这里的每个月定期给我交房租啊，其他的事情我就不管了。听到陈松突然就反口，白鹿立即露出无辜的表情，他拉住陈松，一脸请求的说道：“陈松，你听我说啊，我是有苦衷的。行了行了，我不将你的事情说给你男朋友知道，就算对你不错了。”话音落下，这让白鹿显得非常吃惊，当即就抬起眉毛问道：“是怎么知道的？这一点你就不用管了，反正你自己选择好了，我不会说第二次。”伴随着陈松的话音落下，房间内一道高壮的身影走出来。这个男人手臂上有着刺青，看起来脸上还有几分杀气，看起来应该是有些本事的。亲爱的，这家伙是谁啊？白鹿面色愠怒看着这个男人，咬着嘴唇就说道：“刚刚叫你不要出声，你说什么呢？”这个男人眼神显得有些呆滞下来，深深吸了口气，跟着问道：“亲爱的，这家伙到底是谁啊？你干嘛这么紧张啊？”陈松很直白的说道：“我是他的前男友。”听到这里，此时这个男人的心中多了几分怒意，冷冷嘲弄道：“哦，我知道了，你就是小鹿以前那个没本事的男人对吧？真是可悲，现在是来求他复合的吗？”白鹿听了后，脸色更加难堪了，对着这男人就轻声细语说道：“你不要说话了好不好？”然而这个男人还是没有丝毫收敛，再次冷嘲热讽的说道：“现在怎么着？是没地方住了，要来蹭前女友的房子吗？真是抱歉，现在这里是我和小鹿的家，你就别来骚扰他了。”听到这里，陈松当即就笑了声，双手插兜，摇着头说道：“你刚刚说这房子是白鹿的，不然呢？”“白鹿，你说这房子是你的对吧？”白鹿没有回应，脸色尽是难堪，真想挖个洞把自己埋进去。“抱歉，其实我很不想打断你的幻想，但是有些事情必须要跟你说清楚。”陈松深深吸了口气，没有再帮白鹿再隐瞒了，而是直接开口说道：“首先，这房子是我的，跟白鹿没有半毛钱关系。再者，我跟他已经分手了，不会再有任何纠缠，他的事情我也不会管，这个你不用处处针对我。”“什么？这房子是你的？”这男人有点不解地看着白鹿，问道：“亲爱的，他说的是真的吗？”白鹿无奈地点了点头，而此时的陈松也不想给他们任何解释的机会，当即指着外面说道：“你们有两个选择，一是滚出我家，二是交租进来住。”说实话，陈松其实是不想跟他们计较这些房租的事情，但是也不能显得自己太小气了，所以只能给双方都一个台阶下。我的天哪，白鹿，你说自己有套住房的呀？还说建造我们的快乐小屋，这些都是假的吗？陈松双手交织胸前，有几分可笑的说道：“我这房子也挺快乐的，如果你能接受3个人的话。”“3个人？”陈松笑着说道：“
对呀，白露没跟你说吗？她还有一个男朋友。天哪，你骗我！这个刺青男当即指着白露质问起来。看来白露是欺骗了他。不过让陈松想不明白，眼前这个男人到底有什么特别，竟然白露会主动去欺骗他。这男人估计没有什么经济实力，连房子都要住女人的，再者也不是有才华的人，就是脸蛋和身材好了一点，其他没有半点实力。陈松用右眼读取了这个男人的信息，当即就愣了一下，没想到这个男人还是当地做龙头馆的手下，虽然只是虾兵蟹将的职位，但是背后也拥有强大的势力，所以自然也有几分底气。看来白露也是想利用这个男人的这层关系，还挺符合他的性格的。你们想清楚了吗？陈松问道。这个男人咬紧牙齿，一个转身就走进房间。白露就在后面拼命喊道：亲爱的，你听我解释啊！没等他的声音落下，这个男人就直接背着书包就走出来，冷冷说道：你的事情自己去求我们老大吧，我不会再跟你一起了。第78九龙商会。说完，这男人就朝着大门口大步流星走了出去。陈松让开一条路，眼神充满戏谑。白露看见那个男人的离开，当即眼神就阴沉下来，咬紧牙齿就说道：陈松，你干嘛非要今天回来啊？我的好事全让你搅黄了。陈松没必要对他负责，神情漠然的说道：你是事情我不管，但是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擅自进入我房子，这情节很严重，我不报警抓你都算好的了。白露眼眸泛红，对着陈松语重心长的问道：难道在你眼中我就是那种坏女人吗？以前我不觉得，但是自从我给你捐了眼角膜后，你的本性就直接暴露出来。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当初幸亏你这么对我，所以我才能看清楚你的真面目。说完，陈松朝着房间内走了进去，看见乱糟糟的一团，正当眼神就阴沉下来，微微摇了摇头说道：这地方是真的乱，不过说真的，你现在的品味是越来越差了。旋即，陈松就在抽屉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缓缓转身，看见白露一脸低头认错的样子，看着倒是有几分让人动恻隐之心的。但是陈松对他太了解了，无论他脸上的表情怎么变化，内心容易是一片黑暗。看来你也没有住在这里的必要了，那就赶紧离开。如果下次我来再看到你的话，那就别怪我报警抓你了。说完，陈松就冷漠地走过白露的身旁，眼神显得无比的坚定。白露看见陈松已经完全无视了他，终于知道自己是无法挽回以前的感情了，一个人蹲在地上，抱着膝盖痛哭流涕。陈松离开后，心情有几分烦闷，所以在街道上游荡了一会儿，打算平复一下心情。正当他走着的时候，突然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喂，小子，你给我站住！陈松下意识地转身看了看，是刚刚那个刺青男，他的眼神阴沉，似乎对陈松抱有很深的敌意。有事？刺青男眼神阴沉，三两步就走到陈松的面前，露出狰狞的模样。刚刚的事情我还没跟你算账呢。算账？搞笑！我可是帮了你，让你看清楚白露的真实样貌，你现在反倒要找我算账？哼，反正我不管，现在你得要付出一点代价了。说着，刺青男就捏了捏手指，做出一个要钱的手势。这让陈松瞬间就明白了，什么狗屁算账，分别就是借口。他无非就是想着从自己的身上拿到一些好处罢了。你那套房子如果不住的话，那能不能给大哥我？不行。没等刺青男说完，陈松直接就拒绝了，这搞得他很没面子。哼哼，我看你是不看棺材不掉泪啊。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就立即笑了声，双手交织胸前，微微说道：那我倒是想要看看你所说的不见棺材不掉泪到底是怎样掉法。小子，你知道我们做龙头是谁吗？陈松在云海生活了这么多年，知道不少势力的存在，但是对于一些街道霸主来说，他倒是认识的很少。抱歉，我对街道区域的人认识的比较少。哦，街道区域？呵呵，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们做龙头了？陈松靠在墙壁上，有些好奇问道：那请问你们做龙头到底是谁？九龙商会，龙会长。听到这名字，陈松当即眉毛抬起来，有些惊讶地问道：哟，九龙商会啊，这个商会他倒是很清楚，跟四大家族的关系都不错，属于是多方面合作的商会，其中跟刘老爷的合作也有不少产业，这个我倒是听说过，但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刺青男立即笑道：哈哈，没关系，你再说笑吧，做龙头都已经说给你听了，应该知道我们的势力不好惹对吧？乖乖把好处让出来，以后我们也不会烦着你。这是赤裸裸的威胁，瞬间让陈松感到不爽起来，当即就抬起头说道：
如果我说不呢？哦，你这是明摆着向我们九龙商会发出挑衅吗？其实我很早就想跟你们九龙商会好好认识一下，刚好现在你给了这个机会，那就浅试一下吧。话音落下，刺青男就咬紧牙齿，朝着陈松攻击过来。看得出来，他应该是气急败坏了。陈松也不依着他，抬起手就抓住他的手臂，转身直接给他来了一个过肩摔。可以看出来，这个男人虽然是身材高壮，又有刺青纹身，眼神凶神恶煞，看起来的确是有几分强度，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小人物。陈松根本就没有使用右眼的能力，直接就将他放倒在地上。一般这种过肩摔其实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这男人却疼得在地上哇哇大叫，看得出来这男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实力。你敢打我？陈松呼了口气，一脚踩在他的肩上，我还敢杀了你？你信不信？这番话彻底让这个刺青男怂了，他的眼神低沉下来，咬紧牙齿就说道：你动我一根头发，我老大不会放过你的。呵呵，你老大是谁？九龙商会的会长吗？好像你这种级别的混混根本没资格见到他，对吧？看见刺青男难堪的神色，陈松也不再玩了，直接开口就说道：行了，其他的事情我就不跟你说了，其实我倒是真的有些事情想要你做。你想干嘛？陈松呼了口气，嘴角泛起笑容，带我去将你们的商会会长。听到这里，刺青男立即冷笑起来，你这是自寻死路啊？没关系，只要你能带我过去就行了。说完，陈松直接一脚踢在刺青男的腹部，先给他一点苦头，要不然这种男人是不会老实的。这个刺青男脸色发白，捂住腹部，吐出一口血水。怎样，你带不带？不带我话，我可一直折磨着你了。别，我带你去。刺青男一开始就顶不住了，让陈松都感觉到有些哭笑不得。第79龙先生，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这句话他原封不动还给刺青男，但是我们商会会长一般不会在白天出现，到了晚上你可以去醉梦楼找他。陈松深深吸了口气，问道：醉梦楼在哪里？就在南区城的附近，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不能再伤我了。伤你？弄脏我的手？刺青男此刻变得老实起来，眼神阴沉问道：对了，你找我们做龙头到底是什么事情？这一点你就不用管了。说完，陈松就松开腿，刺青男也趁机爬起来，脸色充满惊恐的神色。如果让我知道你在骗我，那我就再来找你的。陈松黯然道貌说道。这瞬间让刺青男感受到一股恐惧感，不禁咽了口气，就点了点头。我知道了。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转身说道：知道就好，滚吧。刺青男连忙屁滚尿流的离开，而陈松则摸了摸下巴，似乎想到了什么事情。九龙商会在云海这边算是最大的商会，跟4大家族有合作，产业铺盖整个云海，实力雄厚，但很多人都敬而远之。因为九龙商会其实在背的做着很多勾当之事，其中就有古董勾当。这起事情已经严重影响了陈松现在的鉴宝直播，所以他必须要出面解决。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陈松想着将这些事情全部都弄好，如果实在不行，那就让柳家出手。不过陈松不是很想去麻烦柳若男。日落黄昏，夕阳西下，陈松顺着云海南边行走，一路来到南区这边。南区这边的建筑和店铺都有些老旧，这一边的经济不太好发展，因为是靠近郊区外的地区，所以四周围都是有工厂，很多工人都在这里上班。而在这种地方里面，却有一栋建筑跟四周围都格格不入，那就是醉梦楼。这是很多纨绔子弟都喜欢去的地方，因为这个酒楼有各种暗道的交易服务，这对于那些有钱的少爷公子来说是最爽的事情。所以这里门口每到晚上都会停满了高档的豪车。陈松独自来到这里门口，看着不少穿作得体的风光人士气宇轩昂地走进去，而接待他们的则是一个个穿着性感的女性。这时候陈松不禁眉毛紧蹙起来，微微笑道：这里还是吃饭的地方吗？正当他走进去的时候，突然一个服务员就朝着他走了过来，嘴角泛起笑意，问道：先生，你挺面生的呀，是第一次来吗？陈松笑了声，紧接着摇了摇头，问道：我是来这里找人的。找人？你是想找谁呢？九龙商会的会长龙先生，您是来找龙先生的吗？服务员有些激动地问道。陈松微微点了点头，这个服务员当即就变得毕恭毕敬起来。龙先生已经在1号包厢等着您了，估计龙老爷是在等其他人。但是陈松也不管这么多，直接跟着服务员就来到1号包厢。包厢门外传来男女欢声笑语的声音。当服务员打开门，连入陈松眼眸的则是酒池肉林的场景。
龙先生，您的客人到了。然而，话音落下，龙儿的眼神有就疑惑起来，不解地问道：“这家伙是谁？”服务员有些懵逼：“不是你请来的客人吗？”“好笑，我请的客人，我自己会不知道吗？”陈松没有管这些事情，当即就走到前方。只见此时桌子上坐着不少人，其中每个男人手中都搂着一个女人，看起来似乎很亲热的样子。“喂，小子，你到底是谁啊？进错房间了吧？”其中一个秃头男问道。陈松很淡然地摊开手，接着嘴角泛起一丝笑意，微微说道：“我们没有进错，来这里就是来找龙先生你的。”此时的龙儿听了后，当即眼神就阴沉下来，拳头紧紧握住，浑身都爆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场。“哪里来的臭小子，一点规矩都不懂吗？”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几乎所有人都对陈松产生了敌意，而此时的陈松却一脸不在意的样子，抬起手臂就肆无忌惮说道：“抱歉，各位，我找龙先生的确是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说。”“小子，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龙儿很是嚣张地问道。毕竟他可是整个九龙商会的会长，论身份地位都是高人一等，他岂会跟无名之辈认识？但是陈松听了后，却笑着说道：“难道九龙商会的会长都是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吗？”秃头男笑道：“不，仅仅是对于你这种人来说罢了。”“我是什么人？”陈松笑着问道，眼中已经充满了戏谑，下意识地笑了声：“我叫陈松。”“陈松？”不少人都在讨论起来。“陈松，不就是前段时间搞直播的那家伙？听说他还开了网络平台，现在请人来搞直播了。上个月财经才宣布他是云海市的一个商业新贵。”这些人的言语很快就连入了龙儿的耳中。原来如此，看来你应该还有些身份在。不过说实话，我好像跟你没有什么利益关系和冲突吧？你今晚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求我？陈松笑了声，摇了摇头：“我来找你，完全是因为你是做暗道生意的。”听到这里，龙儿立即笑道：“你说什么啊？我龙儿岂是那种做偷鸡摸狗之事的人？”陈松右眼可是读取的一清二楚，但是对方不承认，也不能挑明的说：“龙先生，你事情我都知道，要不然我也不会来找你的，对吧？”龙儿似乎从陈松的言语中获取了什么信息，立即变得认真起来，咬着牙齿就问道：“你到底是想要干嘛？”“没别的意思，你也知道我是做古董鉴赏的，但最近云海市的古董收集实在是太低迷了，所以想请你在地下暗道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品。”“呵呵，你还真的不客气啊。”龙儿嗤笑道。“客气干嘛？客气又不能当饭吃。”刚刚说完，龙儿随手一挥，旁边的一个男人就朝着陈松冲了过来。第八是陈松的邀请，看对方的身手，陈松判断出应该是练过把子的。眼看着他的拳头要打到自己，陈松立即躲闪，下勾拳直接打在这男人的下巴，瞬间让他昏迷了过去。经过这段小插曲，众人的眼神都变得紧张起来，尤其是龙儿，他咬紧牙齿就问道：“你打伤了我的手下，以后可没有是你们好日子过呀？”听到这里，陈松根本就没有慌张，反倒是笑着一声微微说道：“你在意这些小事干嘛？目无尊长，简直放肆！”突然，后面又传来一道声响，只见一道熟悉的身影连入陈松的眼眸。这位有点眼熟啊！眼前这位是位年仅20多的女生，跟柳若男长得有8分像，不过陈松还是能够精准判断出来的。少废话，现在立即跪下道歉，我们还能饶你一条小命。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此时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紧张起来。龙儿的话语似乎有一种强烈的压迫感，让陈松听着都感到后脊椎已经发凉了。不过很快他就反应过来，立即笑道：“抱歉，我对这些事情并不感冒，我来很早，龙先生，只是想坐下来好好谈谈。”龙儿呼了口气，大手一挥，后面的手下都坐下来。“好吧，我只给你2分钟，我刚刚已经说得清楚了，你只需要将实际情况说出来就行了。”然而陈松却不想说做这些，当着龙儿的面就缓缓坐下来，眼神显得非常严肃。“你不会是真的想我们从暗道给你拿到宝物吧？”“这个倒是不会，只是希望你们从暗道拿到手的东西能够卖给我。”听到这里，龙儿就有些可笑起来，摇着头说道：“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把东西卖给你？商人之道就是永远向着利益出发，现在有利有义，估计你不会没有注意到吧？”龙儿的确是拥有超人的观察力，只是瞥眼看了一下就立即笑道：“的确是如此，但是其实实际上还有很多情况需要做出来。”陈松被众人所包围，眼神一下子就变得阴沉下来。“真的要逼我出手吗？”陈松拳头紧握，气场如同是一头苏醒的雄狮，瞬间把众人都吓后退。正当这个时候，龙儿却突然喊了一声：“都给我退后！”陈松这才是睁开双眼，微微问道：“
怎么了？是想通了吗？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龙二却露出嗤笑，说实话，我的那批货的确是还没找到买家。如果你有实力的话，那我也可以考虑一下。实力？你说的实力是？你也知道，这批货是暗道交易，所以自然需要一些特殊的手段才能顺利进行交易。这个倒是没问题，我这边会找人安排的。你只需要将价格报过来，价格的话，你去问我助理就知道了。此刻陈松才知道，刚刚那秃头男就是龙二的私人助理。现在暗道市场当即交易金额已经明显上升。说完，秃头男就瞥眼看着陈松，微微说道：“话说，你要这些暗流的东西干嘛？难不成里面是蕴藏着什么宝贝？”“对啊，这小子不是直接鉴赏的吗？”“龙会长，估计这小子不怀好意，不要答应他。”这个问题龙二早就猜到了，所以下意识地说道：“算了，你不用再说了，我绝对不会卖给你的。你真的当我们是傻呀？我们还没到那种被你骗的地步。”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龙二的几个手下就站起来，拍了拍手掌，从大门口就闯进来2个壮汉，把这小子给我架着出去。陈松这次没有任何的反抗，而是对子龙二说道：“这是你最好的出手机会。”龙二听了后，心情当即就有些郁闷起来。他其实也知道陈松的话语意思，毕竟现在暗道交易越来越难做了，陈松来主动收购，那必然就好事。只不过他却信不过陈松而已。啪！陈松被这些人架着抬出去，狠狠丢到地上，但是他却不以为然，甚至还对着里面的龙二喊道：“龙老爷，如果你想通了，那就来松子直播公司来找我。”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此时的房间内的众人都显得非常嫌弃，这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哼，如果刚刚不是龙会长拦着，我早就叫人把这小子的嘴都撕碎了。你们都别说了。突然龙二当即就眉毛含沉，看来你们是不知道现在商会处于怎样的地步。听到这，不少人都纷纷好奇起来。有些人认为商会现在还好端端的，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其实里面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所在。现在只是表面上看起来风光，这些信息已经被陈松完全看出来了。而此时的龙二也是显得非常难堪，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跟你们说清楚了，现在我们的商会的确是碰到了一些难题，如果刚刚那小子能够帮我们解决的话，估计能有一丝生机。”听到这里，不少人都开始慌张起来，这些全部都是商会的人员，其中也包括将全部身家性命都投进去的人。不会吧？怎么你现在才告诉我们？龙二无奈地摇了摇头，我也不想的，但是事情就是这样，你们也要接受这个现实。的确是如此，现在暗道交易已经有很多人在竞争了，尤其是我们从外面运回来的谷物，古斋堂那边也在排斥着。如果那小子能够帮我们搞定，那可以让他先试一下。说完，龙二立即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喊道：“好，那就让这小子来试一下，反正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商会的名声啊。”龙二笑了声，真是笑话，钱都没了，还谈何名声？你们这种陈旧的思想就应该抛弃。那你打算怎么接近陈松这小子？只能让我的小孙女出手了，估计她应该也会来帮忙。龙玉小姐吗？如果是她出手的话，那估计是可以拿下。龙二无奈叹了口气，说道：“我这小孙女什么都好，就是有时候太冷漠了，希望这次她能够改一下。”第81巴掌同人。龙二缓缓呼了口气，抬起头看着窗外，眼神逐渐暗淡下来，接着微微说道：“说实话，我们今时今日到了这种地步，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自己造成的，所以现在出现拯救的机会，我们必须要把握好。”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旁边不少人都纷纷眼神阴沉下来，左右观望，面面相觑。龙二看见众人都这副表情，深深吸了口气，说道：“这样吧，我先找那小子再好好谈谈吧。”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所有人都赞同，毕竟现在也只有陈松能够帮助他们。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不如直接去通知八统尊怎样？哦，你是想让八统尊去降陈松吗？会长，您的孙女那边又不肯出手，那现在估计就只有八爷才有说话权了。龙二深深吸了口气，转眼看着窗外的景色，眼下掠过一丝难堪的神色。去麻烦八爷的话，恐怕他没有这个心情去理会。九龙商会本来就是八爷作为最大的投资商，现在我们九龙商会面临困难，他应该会出手相助的。行吧，那我去跟他说一说。第二天早晨，陈松来到新开的松子直播公司，迎面来就是郑伯厚，他脸色阴沉，匆匆忙忙走过来，对着陈松说道：“陈松，里面有人找你。”找我？陈松多多少少都猜到是什么人了，所以脸颊泛起笑意，闲庭信步走了进去招待室里面。哟，
陈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只见苏雨墨和龙二正在招待室坐着，其中龙二跟昨天的态度截然不同，眼神落在陈松的身上，嘴角泛起一丝笑意，看起来有几分得意的样子。陈松眯起双眼，下意识地走过去，说道：“龙会长，看来是想通了呀。”龙二轻笑了一声：“不，其实我是想给你介绍一个人。”介绍一个人？龙二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衣服，旋即站起来，高高抬起头，笑道：“你听说过八丈同人吗？”听到这里，旁边的苏雨墨坐不住了，立即站起来，问道：“龙先生，您说的是八统尊吗？”龙二微微点了点头：“没错。其实这个事情不是谁都会说，只有我们九龙商会内部的人员才会知道。”陈松走到苏雨墨的身边，不解地问道：“这个八统尊是什么人物？”“是云海城的首富。”听到这里，陈松的眼神瞪大，没想到居然来拿云海城的首富都牵扯进来了。据说这个八统尊有着自己的一道势力，不管是在商业上还是其他方面都是专业的存在，在云海几乎没人敢去招惹他，而他管辖的区域一共有8个，而人员方面也是上万号人。陈松愣了下，嘴角泛起一丝笑意，微微说道：“这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吗？”听到这句话，龙二当即就大笑起来，紧接着走到陈松的面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年轻人就是气盛，连八统尊都可以将其无视掉。”说完，龙二直接走到招待室的大门口，脸上的表情陡然严肃，立即露出一副尊贵的模样，眼神也变得犀利起来，当即弯下腰微微说道：“八爷，可以进来了。”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此时的大门口被缓缓推开，一个穿着朴素唐装的老者走进来。只见这老者的身材很高大，虽然年迈，但是腰杆很直，双手负后，略微有些沧桑的神色。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嘴角边上有一道伤疤，看起来应该是被刀划伤的。哎呀，没想到在云海城还有人看见我不吃惊的。小龙，你说的就是这小子对吧？这个老者正是龙二口中所说的云海城首。八丈同人，一句话好话就能让人一夜暴富，一句话坏话就能让人失去所有，在商圈中是霸主的人物。八统尊的到来让整个公司的人都震惊了，尤其是郑伯厚和苏雨墨，他们没想到整个云海城最富有的人居然回来亲自找他们。陈松也是觉得好奇，他觉得其中必然其他事情，若是九龙商会的经济问题，八统尊自然会解决，现在他来找自己，那必然是有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而陈松的右眼也观察到了，进门口的时候看见一个训练有素的人站在大门口，而且一动不动，目光犀利，应该是职业保镖，所以今天他们来应该是有事找自己。想到这里，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缓缓走到前面，眼神略显几分敬意。此时他的右眼已经读取到了八统尊这个人的所有信息。人物：八统尊，年龄61岁，身体状况良好，心理状态，这小子看起来就气度不凡，估计也有几分实力。这家伙直播平台是上个月才成立的，1个月就做出这样的成绩，的确是个不凡之人。想必如果有他加入我们团队的话，那必然是如虎添翼。读取到这些信息后，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跟着微微笑道：“八爷，我这种小商业可不能进入您的眼界，况且九龙商会大名鼎鼎，应该不会跟我这个小平台过意不去吧？”听到陈松的话，这让八统尊感到非常震惊，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微微说道：“看来你早就知道我会来找你的对吧？”陈松只是扫了眼的功夫，其实他连八统尊是谁都不清楚。八爷，你这边来找我有何事？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这个人不喜欢的兜兜转转，喜欢开门见山的说法。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此时的八爷眼神也略微认真起来，旁边的龙二也不敢作声，只能乖乖往后退了几步。八爷缓缓走了过来，坐在沙发上，轻轻抬起手。旁边的苏雨墨和郑伯厚都不禁眉头紧蹙，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能跟云海首富如此贴近。呵呵，这家小公司经营的还不错，不过平台太小了，难道你不想再扩张一下吗？扩张？听您的口气，好像是想入股我们这里对吧？陈松笑道：“第82，愈强则更强。”哈哈，我这个人不喜欢入股这个词语，更加喜欢一个词语，叫收购。听到这里，苏雨墨和郑伯厚紧张起来，八统尊的目光犀利，似乎已经完全看穿了这两个人的紧张，所以便继续施压笑道：“不知道，将你们这里全部收购了，要多少钱呢？不对，要多少人呢？”这句话带着浓浓的威胁气息，而八统尊的气场甚大，将苏雨墨和郑伯厚都压得喘不过气来。然而陈松这一脸淡然，微微笑了声，
走了过去，抱歉，这里是我起步的公司，不卖。哦，这么说来，你是想着将这家公司发扬光大，这不是每个生意人的目的吗？听到陈松这句话，八筒尊当即就笑了起来，拍着大腿就笑道：哈哈哈，真是有意思，没想到啊，你这小子还挺会说话的。很显然，八筒尊并没有给陈松拒接的机会，而旁边的苏雨墨和郑伯厚也不知所然，为什么八筒尊会突然来这里叫板呢？难道说是陈松得罪了他？想到这里，苏雨墨咽了口气就上前，对着陈松轻声细语问道：你是不是得罪了他？陈松耸了耸肩头，如果我得罪了他，现在还站在这里跟你说话吗？的确，八筒尊这人做事方法干脆利落，若是陈松真的得罪了他，那恐怕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你叫陈松对吧？八筒尊突然问道。是的，八爷。在下陈松，请多多指教。最近听说你在网络上搞直播，带动了一系列的鼓舞，应该有几分眼界吧？陈松浅笑一声，讪讪说道：我是帮人你鉴宝的，但是你也知道，直播嘛，总得有些技能和才艺。不过说真，我也只是帮人说说，讲解一下，并没有像真正的鉴宝师一样有说服力的认证书。真正的鉴宝师？八筒尊冷笑了一声，摇着头就微微说道：哎呀，你认为现在还有正在的鉴宝师傅吗？就古斋堂那几个废物，基本上都是花钱上位的。这些事情其实陈松早就知道，但是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他可不想让自己的名声响震大江南北，毕竟这样会带给他很多烦恼的。那八爷来找我，估计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对吧？没错，就是跟古物有关系。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旁边的苏雨墨和郑伯厚也松了口气，他们以为八筒尊是来踢场子的，没想到只是来求陈松帮个忙而已。说真的，能够帮到云海城首富的忙，那是莫大的机缘，所有企业家都梦寐以求的事情，今天却发生在陈松的身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陈松到现在为止也是满脸懵逼，对于他来说，这些事情他也只能用右眼来读取信息了。只见八爷直接抬起头，眼神略微有些戏谑，拍着陈松的肩膀，微微说道：陈松，我就明摆着跟你说吧，在这个社会上，存在有很多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一场机遇。陈松知道八筒尊的意思，他是想拉自己入他的团体，这老东西是看上自己的才华了。麻烦八爷您能说下重点吗？我可不是来听你说大道理的。话音落下，众人皆惊，一个个都愣在了原地，整个人都呆若木鸡起来。不会吧，陈松这小子他脑子烧坏了吧，居然敢用这种口吻跟八爷说话。你先别激动，陈松他自然有自己的想法。苏雨墨眯起双眼镇定住众人。八筒尊对陈松刚刚的话语显得有几分惊讶，口中不禁微微说了句：年轻人还真是热血方刚，年轻气盛啊。陈松轻笑回道：可不是吗？我不喜欢被人威胁，尤其是比自己年长的人。八筒尊立即站起来，眼神有几分阴沉，缓缓走到陈松的面前。呵呵，好小子，这抬杠有我当年的风范。看到这场景，龙二连忙过来拿解围。哎呀呀，八爷，一码归一码，咱们双方都是有利益相互的，应该一起发财才对。发财？九龙商会现在成了这样，你觉得这是发财吗？不过你刚刚说发财，倒是提醒了我。八爷笑着走到陈松的面前，很是亲切地搭手在他的肩膀上。小子，我这边有个事情想要你帮忙一下，如果你不想加入我的团队那就算了，但是这个忙还请你来帮一下。哦，什么忙？陈松问道。一个小小的忙，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陈松这时却又摆起架子，双手环胸，颇有气势地说道：八爷您的不会亏待的意思，应该是有钱给的意思吧？苏雨墨和郑伯厚当即就被陈松的话语给吓坏了，这也太直接了，上来就提钱。呵呵，当然了，我八筒尊什么都不多，就是钱多，是吗？那恐怕让你失望了，我目前对钱并不是很渴望。八筒尊听到这话，并没有惊讶，反倒是觉得非常正常。他转过身，缓缓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景色，下意识地微微说道：哎呀，你的这个样子让我想起了当年，那时候我也是掌握着各种道理走遍天下，认为只有有理就能走遍天下，但是后来我发现错了，当金钱站起来说话的时候，所有真理都会沉默下去。很现实的一番话，宛如是一根针刺入众人的内心，人性的光辉在这一刻彻底被他说得一文不值。八爷，您先说一下，到底要我帮你什么？其实很简单，我最近有个老朋友意外获得一颗宝石，想你帮忙鉴定一下。陈松愣了个一下，眨了眨眼睛就问道：
就这么简单。对，就是这么简单。呵呵，不是我说，八爷，您是不是有点大材小做了？哦，怎么说？陈松无奈地摇了摇头，嘴角泛起一丝苦笑，说真的，就算古斋堂的鉴宝师傅信不过，那可以去其他地方找鉴宝师傅，何必要来我这里呢？哈哈！八筒尊突然发声大笑。第83八筒尊的请求，这倒是让陈松感到有些错愕。他深深吸了口气，有几分好奇，就继续问道：八爷为何发笑？其实这些我早就想到了。整个云海镇没大，想要找个有实力的鉴宝师傅实在是太容易了，但他们都没有你有的一个优势。哦，优势？你倒是可以说一下。伴随着陈松的这番声音落下，龙二就在旁边负责解释起来。是这样的，这次我们去见八爷的老朋友是在一个特殊的地方。陈松有些疑惑起来，双手交织胸前，问道：什么地方？云海监狱。听到这里，众人都愣住了，下意识的都咽了口气，因为那些鉴宝师傅全部都是专业机构人员，所以不方便进入监狱，所以我只能寻找一些有实力又不是专业机构人员的年轻人。监狱？八爷，您的朋友不会是什么疯子杀人犯吧？再说了，监狱也能携带这些东西吗？八爷面色平淡，冷冷说道：就好比如刚刚说的，钱是个好东西。龙儿这才过来解释道：因为八爷说投资那家监狱，所以狱长就特偏来这个允许。既然你有如此高的权力，为什么不直接将他释放出来呢？他不同意，我而已没有办法。总之，现在你如果答应的话，那我会考虑投资你们公司；若是你不答应的话，恐怕我就要接管你这个公司了。陈松对于这种威胁，向来都是不会低头的，但是现在他却不得不的，毕竟这些事情对于他来说，可做可不做。正当陈松想要开口的时候，后面的郑伯厚和苏雨墨突然向前微微说道：梅恩问题，陈松他可以帮你的。陈松无奈地叹了口气，其实他也是准备答应的，毕竟有些事情他还是不想着被人这么快就看穿。而后八筒尊就立即站起来，眼神变得认真起来，用手稍微拍了拍陈松的肩膀，微微笑道：小子，希望你能有这种眼界，毕竟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古物。陈松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对于他来说，自己有右眼就能将其看穿一切。既然你答应了，那我们也没有什么事情了，明天早上我来接你。说完，八筒尊就大手一挥，身体释放出一股强烈的气场，瞬间让在场的人都纷纷紧张起来。没必要这么慌张，老夫我只是伸个懒腰而已，瞧把你们给吓成这样。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一股气场，这道气场有弱有强，甚至在某个方面拥有一种更加强大的气场。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看着八筒尊缓缓离开招待室，如同是一只猛虎缓缓走了出去。刹那间，招待室的气场降低下来，龙二也是松了口气，拍了拍陈松的肩膀：小子，别紧张，八爷既然要你帮忙的话，那肯定就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随后，龙二也带着人离开。苏雨墨和郑伯厚如释重负，直接瘫软在地上。陈松看见他们这样子，下意识地笑了声：你们这是干嘛？此时的郑伯厚眼神低沉下来，微微说道：吓死我们了。八筒尊可是郑云海市的大人物，他随便说一句话就能定一个人的生死，若是刚刚我们说错了话，那免不了一顿揍。何止揍你啊，他这种身份，直接把你大卸八块都可以。想到这里，他们两人就心有余悸地打了个寒战。话说陈松，明天你可要好好表现啊，若是差劲仁义的话，八筒尊可不会饶了你。陈松翻了个白眼，有些哭笑不得。既然你们都知道危险，干嘛刚刚还答应他呢？哎呀，你答应他，顶多救死你一个，若是不答应他的话，那可能我们都会没命。郑伯厚，你这家伙还真是你怕死。苏雨墨吐槽了一句，而这边的陈松眼神也阴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说起来有些事情我还得要去找他问个清楚。什么事情？龙二的九龙商会正在面临危机，这个八筒尊竟然不当回事。郑伯厚摆了摆手，人家有钱人的想法跟你是截然不同，你就不要去凑热闹了吧。的确，九龙商会跟他们这个公司半毛钱关系都扯不上，所以陈松也没必要去管这些事情，还是考虑一下明天的情况吧。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也开始想着明天的事情。为什么八爷一定要去监狱找人呢？其中肯定是隐藏着什么秘密所在。与此同时，云海柳家，爷爷，明天真的要跟着过去吗？柳若男显得有些难堪地问道。刘老爷的眼神也显得难堪，无奈地摇了摇头：去吧，毕竟是你父亲那边的人，而且他也是整个云海的首富，无论是身份地位，甚至在财富上也凌驾于我们柳家之上。听到这里，柳若男有些不屑，双手环胸，
干嘛他明天硬要拉着我去啊？八爷跟你父亲是情同手足的生意合伙人，所以对于他来说，你就是他的一个亲人。至于为什么要叫你过去，恐怕是想请你吃顿饭吧。就一顿饭？刘老爷笑了声，这可不是一顿普通饭局，他可是请来了曾经云海城的大厨，不也是一顿饭呢？哎呀，丫头，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能够请得动这位大厨的人，在整个云海城不超过3个，就连我也没有资格请这位大厨出山。说着，刘老爷就拍着柳若男的肩膀说道，况且这件事情上不是一个饭局就算了，其中我想应该还有原因，你跟过去也算是打听一下吧。柳若男无奈地叹了口气，不过想了想，是父亲的生意合作人，那应该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所以也随口答应了。到了第二天早晨，柳若男换了一身略显成熟的衣服，黑色上衣，下装是一条短裙和黑丝，穿着平跟鞋，看起来有几分干练，像是一个职场女强人一样。因为跟八统尊一起，不能太小女人了，不然会被对方气场给压制住的。很快，一辆劳斯莱斯缓缓停泊在柳家大门口。第84两人的偶遇，柳若男知道对方已经来了，所以就缓缓朝着前方走了过去。只见车窗缓缓摇下来，八统尊就露出一丝邪魅的笑意，微微说道：“美女，上车。”柳男有些难堪，抬起眉毛就吼道：“哎呀，八爷，你一把年纪了，还开这种玩笑，小心我跟我爸说啊！”八爷对柳若男其实也是挺好的，两人以前经常见面，现在长大了，八爷看待柳若男也像是自己的女儿一样，有什么事情都会叫她一起。只不过八统尊内心到底在想什么，这些无人能得知，就连柳若男也对他是小心翼翼，虽然嘴上不客气，但是心中却是对他有所防备。车内，八统尊转头看着柳若男端庄的坐姿，目光对准他的双腿，嘴角泛起笑意，抬起手就摸了过去。长这么大，我还是头一回看见你这丫头穿小裙子和黑丝，让我来看看。柳若男嘟起红唇，一手拍在八爷的手背，喊道：“哎呀，你怎么还是这么为老不尊啊？我真的要告诉我父亲了！”哈哈，不玩了不玩了。八统尊笑着说道，气氛也变得融洽起来。柳若男的目光逐渐阴沉下来。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去监狱。柳若男愣了下，当即眼神就感到有些难堪起来。是去看望他吗？没错，你应该很期待才对。柳若男看着车窗外的风景，冷冷说道：“我不期待，但是倒是有很多事情要问问他。是当年抛弃你的事情对吧？”八统尊意味深长地笑道：“八爷，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你今天去见他，不会是为了我吧？”哈哈，你八爷看起来有这么好人吗？柳若男摇了摇头，说罢：“到底是什么事情？”他在监狱找到了一块很好的玉石，不过他不想出狱，所以让我找个鉴定师帮忙看看。鉴宝石？八统尊微微点了点头，没错，鉴宝师傅。此时的柳若男深深吸了口气，问道：“是去古斋堂请来的师傅吗？”不是，那些都是废物，我肯定不会去请的。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此时的柳若男有几分的疑惑，双手交织胸前，问道：“不应该吧？那些家伙都不会去。”没错，我请了一个小人物。这个小人物让柳若男颇有几分在意，双手交织胸前，微微问道：“难道说是有些特殊的情况？”倒是没有什么，只是有些事情不方便跟他说。很快，这辆车就开到陈松的公司楼下，这让柳若男更加在意起来了。八爷，你刚刚说的那个小人物，不会就叫陈松吧？哦，看来你也看他直播啊。柳若男当即就翻了个白眼，无奈的摇了摇头说道：“怪不得，原来你是请了他啊。”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柳若男的眼神就低沉下来，心情难免有几分紧张起来。八爷，这次叫陈松过来，应该是你的意思对吧？难道你认为是龙儿那小子的意思吗？听到这里，柳若男也有些疑惑的问道：“这个鉴宝应该其中还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对啊吧？”八统尊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的确是如此，但是希望你不要说出来，毕竟这是我们自己家人的事情。”伴随着这道声已落下，此时的柳若男也只能够希望陈松不要闹出什么幺蛾子出来，毕竟陈松的性格实在是不适合跟八统尊这种人物相处。此时陈松也慢慢从公司走了出来，眼神显得有些期待。然而在他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发现柳若男也在车内，有些疑惑地问了句：“你怎么也在这？”柳若男叹了口气，苦笑道：“你先进来再说吧。”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也缓缓走到车内，而车辆也发动起来，朝着云海监狱的方向行驶过去。此时一路上，陈松对着柳若男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你跟八爷是熟人吗？没等柳若男开口，八统尊就好奇问了句：听你的口气，你好像跟了若男这丫头挺熟的呀。陈松笑了一声，很熟也不至于，就是我们两个有过交情。哦，是吗？那真是太好了，那我也省得介绍了。八统尊虽然话语很亲切，但是陈松的右眼观察到这八统尊的内心却有着很强烈的抗拒反应。难道是因为自己跟柳若男的关系问题？陈松有些疑惑起来，眼看着对方的来意，所以他就有些担心柳若男。不过看着八统尊对柳若男有几分亲切感，估计不会有什么坏主意。随后车辆缓缓来到云海城东区的郊外，这里是一座巨大的监狱，关押着云海城和隔壁九龙城的罪犯。陈松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似乎对于他来说这些有点兴奋起来，毕竟在云海城这边犯罪率也是挺高的，所以才特地建造了一个近一点的监狱。三人缓缓下车，只见前面已经排列好一队的人来迎接，看起来势头很大，眼神显得更是细尊敬无比。八统尊轻笑了一声，闲庭信步走了过去，其中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也跟着迎着走过来。这时候柳若男靠近陈松的耳畔说道，穿着西装的那个男人就是这个监狱的狱长京城，所以犯人都害怕他的角色。哦，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不像是当狱长的料啊，甚至还戴着金丝眼镜。陈松笑了声，你别小看他，在云海城这里可没人敢得罪他们。他们？你是说包括八统尊吗？刚刚说到这里，柳若男也有几分敬意，眼神一下子就低沉下来。你到底是怎么认识八爷的？应该说你们两个没有任何交集才对啊。陈松其实也是有些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他跟八统尊其实也是陌生人，只不过是一些生意上的事情强行牵扯上一起罢了。不过正好他也想靠近一下这种大人物，说不定以后也有点帮助。第85监狱鉴宝。随后两个人就朝着后面的方向走了过去，而八统尊看见陈松和柳若男的两人呢，往后退，下意识地喊了声，你们两个也别走太远了，这里可不是好地方。这话说的有点嚣张，毕竟这可是人家的地盘。然而京城狱长却没有在意，反倒是朝着陈松和柳若男的方向走了过去。你好，你们两个就是八爷带过来的朋友对吧？是的。眼前这个叫京城的男人看起来挺高瘦的，眼神也显得彬彬有礼，只不过在他的身上，陈松却感受到一股令他感到奇怪的气息。因为眼前的这个男人，他的右眼完全读取不到任何的信息，跟苏雨墨一样，自己无法得知这个男人是好是坏。京城的笑意有些意味深长的意思，走过来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两位这边请。柳若男有些好奇，看到京城的手势后，好奇的自言一句，这是什么手势啊？陈松却见过这种手势，下意识地靠近他的耳畔解释起来，这个狱长用的是江湖手势，而且气息还很浓厚。刚刚那个手势就是不熟人刚见面的手势，也被称之为上门一点香，表示礼貌，但是又有不信任的意思。是吗？你倒是懂得挺多的呀。柳若男笑道，陈松当年也是个小混子，对于这些事情他倒是懂很多的。随后他们就走了进去监狱里面，只见监狱里面了有不少凡犯人在操场上运动，能够看得出来，这些人的目光都显得格外的精神奕奕，似乎故意在做样子。京城狱长一边走就一边介绍监狱给他们认识，但其实八统尊并不想听这些，只是想尽快见到那个人。金狱长，我来这里是专门看一个人的，不是来参观你的监狱的。啊？您不是说过投资我们的监狱建造吗？难道不应该先听听监狱的情况吗？抱歉。八统尊完全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当即就抬起手就说道，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我投资你的监狱只不过是为了见那个人，至于你监狱的是好是坏，跟我无关。好霸道的口气，瞬间让众人的目光都呆滞下来，一个个都震惊不已。金狱长在监狱这里可谓是呼风唤雨的存在，然而此时此刻却没想到，居然被一个外人在气场上就压制住了。这个八爷，您的意思我知道了。虽然京城内心很是不爽，但奈何人家八统尊有钱，所以只能卑微低头，嬉皮笑脸的讨好。带路吧。随着八统尊的话音落下，此时的不少人都纷纷跟着走上去，尤其是陈松和柳若男，他们两个对于这次的事情感到非常好奇，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八统尊如此重视。随后金狱长就把众人带去了一个牢房，这个牢房中有不少狱警在守着，看起来里面关押的应该是重刑罪犯。陈松想着估计是什么2米多高的大个子，或者是什么金融犯罪的头目。然而挡牢房的大门打开后，瞬间让陈松整个人都呆滞下来了。里面关押着的竟然是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的男生，身材也不算高壮，看起来平平无奇，
戴着眼镜，目光有几分深邃。这个男人缓缓站起来，看见八筒尊走进来，眼神显得有些淡然。纵然是看见如此气场大的人都淡定自若，可以看出来他的心理素质很强大。哟，韩林，好久不见了，过得挺好吗？八筒尊开口问道。八爷，的确是好久不见，但是如果不是我说找到一颗好东西，估计你这辈子都不想进入我的监狱，对吧？怎么可能呢？我还想救你出去呢，是你自己不想出去而已。当着狱长的面说这些话，这个八筒尊的确是个狠人。算了，别的废话不说了，赶紧找人过来鉴定一下，这是我很艰难才从那几个家伙的手中拿到的。是吗？你也没有受伤啊？韩林的眉毛顿时就紧蹙起来，有些脾气的喊道：你还想不想要了？赶紧叫人过来鉴定。八筒尊知道韩林急躁的性格，下意识对着后面喊了一声：进来吧。随后陈松和柳若男就缓缓走了进来。当陈松出现在韩林面前，他没有丝毫的反应。此时韩林的目光凝视在柳若男的身上，瞪大眼睛，甚至有些泪花泛起。若男，你怎么也来了？说着韩林就直接冲了过去，但柳若男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秀眉紧蹙，说道：别误会，我不知道今天是来这里，是八爷带我过来的。是吗？看来你还是没能原谅我。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多少也有些好奇起来。你们两个认识？柳若男撇过头，紧接着说道：从小就认识。但是看着柳若男有些不情愿说，陈松也不会再问什么，直接转头对着韩林说道：你好，我就是鉴定师傅，你可以把东西拿出来了。此时的韩林对陈松似乎有些在意起来，昂起头就一步步走到他的面前，眼神阴沉地问道：你跟若男是什么关系？啊，朋友关系吧？陈松很直白地问道。朋友？正当这时，柳若男走到两人的中间，脾气有些不好地嚷道：我们什么关系，用你来问吗？若男，我只是关心你而已。关心我？哼，你要是关心我的话，当年早就带我离开了，可没想到头来居然跟我父母联合逼迫我。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看来这两人是有故事的呀。只不过现在他发现自己的右眼系统有些故障了，现在右眼无法看清楚一些人的信息，就像现在这样，他无法看到韩林的一些信息，似乎对人的效果逐渐开始消失起来，也不知道是在升级还是在慢慢退化。这点其实让陈松感到有些担心的，毕竟现在他可是需要右眼来帮自己看清楚任何东西的，若是没有了这个金手指，那指剑岂不是又变回那可悲的人生？第86过往的感情。刚刚想着的时候，后面突然就走来八筒尊，对着他们说道：你们两个不要吵了，今天我来不是为了你们两个。我知道。韩林深深吸了口气，平复了一下情绪，紧接着从口袋中掏出一条宝石项链。八爷，这是太阳之星。哦，这就是传说中的太阳之星。八筒尊小心翼翼地拿起这项链，放在光线处，宝石的棱角折射出一道道细细碎碎的耀眼光芒。看到这里，八筒尊的心情有些澎湃起来，嘴角眯起一道笑意，看起来就知道价值不菲。你到底是从哪里获得的？这个你不要管，反正你就让鉴定师看看，是不是真的就行了。说完，八筒尊就将项链递给陈松。陈松拿过手，右眼直接扫了一眼，信息迅速就弹出来。物品：太阳之星，年代：民国17，特殊属性：暂且不明，收藏价值：无价。看到这个信息，陈松当即就被吓了一跳，他还是第一次从右眼这里看到一个无价的字样。陈松此刻手都在颤抖着，而旁边的柳若男和八筒尊问了句：怎么了？这个是真的对吧？很快，陈松的右眼弹出来这个太阳之星的很多信息，直接看着就念出来，这个的确是太阳之星，而且收藏价值几乎是无价，就算要开出价来，也是有价无市的存在。柳若男问道：这里珍贵的吗？没错，太阳之星是在落日不落的湖泊之中，经过长久的阳光照射，吸取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经历28个春天才洗出来的宝石，而且在民国时期还被专业的师傅加工，而这个师傅也是当时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人物。听到这里，他们多少都有点兴奋起来，尤其是八筒尊，此刻他的眼睛一直在冒着金色的光芒。呵呵，这东西这么好的吗？八爷，有些东西虽然是好，但是不代表是极品。陈松的话语很严肃，这倒是让众人感到有些好奇起来。哦，怎么说？这东西怎么看都是极品啊！而且你刚刚还说了有价无市，这不是直接是价值连城吗？但是你舍得卖吗？那倒是，
对于八筒尊这种不缺钱的人来说，这么有收藏价值的宝物，他绝对不会出手的。很好，这样就有价可谈了。八筒尊将这宝石项链放到口袋中，转身就摇了摇手。行了，就这样吧，搞定了，该回去了。陈松有些懵逼，转头看着韩林，问了句：“你就这样给他了？”韩林无奈地叹了口气，本来这东西就是他的，只不过我是帮忙去将其夺回来而已。随着到声音落下，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有些淡然下来，他抬起头微微说了句：“不会吧，这么重要的东西居然就这样给人了？真的不明白你们这些有钱人的世界。”柳若男缓缓转身，但是后面的韩林却突然喊了声：“若男，你现在过得还好吗？我的事情你不需要管，如果可以，你自己好好在这里重新做人吧。”说完，柳若男就冷冷地走了出去，剩下陈松和韩林以及一些狱警在这里。陈松原本打算离开的，但是他很好奇，这么珍贵的东西怎么可能会在一个犯人的手里呢？思来想去，他最后就只能微微抬起头问道：“请问你的这些？”无可奉告。没等陈松问清楚，对方就已经拒绝了他的提问，而且对于陈松来说，这个韩林的身上充满了敌意，这让他感到有些难堪起来。这时候金狱长就走过来，手搭在陈松的肩膀上，一脸笑意地说道：“陈先生，没必要理会这个怪人，现在时间不早了，我已经叫人准备好了一桌子的美食，请你和八爷以及柳小姐一起用餐吧。”陈松叹了口气，转头看着一脸倔脾气的韩林，他知道这人的那背后肯定是有故事所在的，所以现在对于他来说，这些事情的确是要深入了解一下。而后陈松就跟着金狱长来到办公室这里，因为是招待贵宾，所以临时把办公室弄成了一个小包间。陈松走进来后，发现柳若男的表情有点阴沉，自从跟韩林见面后，似乎一直情绪就很低落，看来他跟那个韩林以前的确是有些感情上的故事。陈松很想八卦一下，但是现场的气氛有些肃然，所以他也只能端端正正地坐下来，对着八筒尊说道：“八爷，今天是这个小忙我帮了，以后若是有些好路子的话，请不要忘记小弟。”八筒尊这人很看重人才，像是陈松这样的人，他是看一个喜欢一个，自然会想跟他有些交集。可以，但是你还是想清楚了，真是不打算加入我的团队吗？算了吧，我自己也有团队，我陈松不喜欢靠任何人。听到这里，八筒尊笑了声，呵呵，好小子，这胆量有我当年一半。柳若男突然就有些在意问道：“陈松，刚刚韩林有跟你说什么吗？”陈松摇了摇头，我倒是想跟他说些什么，只可惜他似乎跟我有点距离感，也有些敌意。八筒尊回道：“你没必要在乎这小子，他本来就是一个死囚，现在做的事也是为了赎罪罢了。”赎罪？这点勾起了陈松的好奇，但是这些事情跟整个云海城有关系，八筒尊怎么会让陈松这个小人物知道呢？所以只是微微笑了一声，紧接着抬起头就说道：“这些事情你就不要想了，以后有机会再跟你说，行吧？”正当这时，金狱长带着2个戴高帽的厨师走了进来，态度很谦卑地问道：“请问八爷，可以上菜了吗？”八筒尊抬起手，摆出一个手势：“马上上菜吧，大家都饿了。”这时的柳若男的情绪也有些好转，立即靠近陈松，微微说道：“陈松，听说这次的大厨是当年称霸厨艺界的一个厨王，虽然是退休了，但是手艺却不减，想要请他出山，整个云海城绝对不超过3个。”第87清水白菜。陈松听到柳若男这么说，当即就轻笑了一声，微微说道：“那我还挺幸运的，居然还能吃到这位大厨所做的菜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旁边的龙二就立即笑了声，说道：“哈哈，那还得是要八爷出面才能请到这位大厨。”说完，八筒尊当即就抬起眉毛，一脸得意的模样，对着金城喊道：“还愣着干嘛？赶紧上菜啊！”金城笑了声：“八爷，好吃的不着急，现在大厨已经在烹饪了，不如我们来先谈谈投资的事情。”看来金城对八筒尊这笔投资金非常在意，毕竟他是这个监狱的狱长，对这种事情还是要比较上心的。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龙二则微微说道：“金狱长，关于这笔投资的话，你随时都可以来九龙商会找我商量，现在没必要跟八爷说这些事情。”金城眼神显得卑微，他一个监狱的狱长都要这样点头哈腰，看起来极像是一个小丑。然而金城这个人其实脾气非常大，甚至在监狱这边被称为恶魔的存在，但就是这样被称为恶魔的人，竟然在八筒尊面前不敢喘一声大气，这才是让人感到非常不解。尤其是其他的狱警几乎都看得一脸茫然，面面相觑。趁现在还没上菜，
陈小友，我们来谈谈这个太阳之星。你说这玩意是无价之宝，那知不知道其中的价值到底是在哪里？八爷，你手中这个太阳之星是民国17上贡的极品，在古物上已经有其中的记载，只不过想要判断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太阳之星，其实还需要一点眼力。八统尊眉毛紧蹙，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说道：哦，那你的意思是能够肯定这就是太阳之星？八爷，如果你不相信我，又何必请我过来呢？哎呀，我就是开个玩笑，我肯定是相信的你，只不过这东西我拿它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什么作用？可否让我知道？八统尊看见陈松现在也不是外人了，深深吸了口气，说道：其实这太阳之星是要送人的，对方是九龙城的地产大王叶3000。柳若男立即抬起眉毛，当即就问道：叶老爷吗？八爷，你什么时候跟他扯上关系？说来话长了，总之叶老跟我现在是结交的关系，他的手头上有我很多需要的东西，所以我这边也要跟他保持一个长期合作。当然了，丫头，你若是介意的话，这笔生意你们柳家可以退出也可以。为什么？陈松有些不解地问道。柳若男似乎并不想解释，撇过头就冷冷说道：这是爷爷做事情，跟我无关。听到这里，陈松开始有些懵逼起来，深深吸了口气，说道：既然是刘老爷的事情，那应该也跟你有。我父母就是逼迫我嫁到叶家。陈松现在终于明白了，下意识地闭上嘴巴，气氛变得有些尴尬起来。话说回来，为什么韩林他在监狱的能帮你拿到太阳之星吗？陈松转了一个话题问道。八爷笑了声：金狱长，你来回答。金城似乎像一个下人一样，低声下气地说道：其实我们监狱有时会组织活动，一般都是前往南部山区采集原石以及做一些矿工，而韩林他就有一种特殊的体质，似乎能感应到那些价值很高的东西一样，在他的手中已经帮我们找了不少宝物。听到这里，陈松当即愣了下，眼神中似乎有些震惊起来，神情有几分严肃。难道家伙跟自己一样也是有那金手指的右眼？不对，这个金手指系统应该只有自己才有，他应该是某种特殊的身体体质，怪不得自己的右眼看他没有一点反应，估计是因为是读取不到这个人的任何信息。上菜了。这时突然几个狱警就端着热腾腾的佳肴上桌，每道菜看起来都令人食欲大增，尤其是一次性把菜肴全部端上来，香气充斥着整个房间中。闻到这股香气，此时的八爷心情大好，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大声喊道：各位别愣着，都动筷子吧。正当八爷要动筷的时候，后面那个训练有素的保镖却突然拦住八爷，并且从口袋中抽出一根银针，每道菜都要用银针试毒，眼神显得非常认真。八爷看见后显得有些无奈，摇了摇头说道：我这个保镖什么都好，就是有时候太多虑了。龙儿微微笑了声：这也是为了您的安全吗？如此尽心尽责的保镖已经非常难得了。那是，小东跟了我7年了，每次都能帮我化险为夷，所以他现在做任何事情我都不敢说他半句。说话间的功夫，这个保镖已经将每道菜都试完了，银针没有变黑，证明这些菜都是安全的。八爷，现在可以安全用餐了。随着保镖的话音落下，八统尊已经等不及了，立即对着众人喊道：那大家就动快吧。大家都开始品尝起来。陈松其实对美食没有什么感觉，不过还是可以评价一番的。但没等他开口，旁边的柳若男却瞪大双眼，不禁赞赏一声：好吃啊，不愧是名厨啊。那当然了，文师傅可是当年厨艺界的霸主，几乎大江南北都听闻过他的名号。陈松也缓缓点了点头，的确这种厨艺能称得上是霸主，只不过这些菜肴却让陈松吃的有些疑惑起来。怎么了？你好像有些不舒服啊。柳若男看见陈松停止了筷子，有些好奇地问道。陈松摇了摇头，突然感觉到双手似乎在颤抖着，眼神也显得有些难堪起来。这些菜肴我感觉好像越吃越好吃，甚至还上瘾了。上瘾？此刻的柳若男立即停止了筷子，眼神显得特别的震惊，微微说道：不会吧，你可别吓我呀。柳若男立即停筷，有些在意地看着陈松，再次问道：你吃到了什么了？陈松其实也只是感觉而已，微微摇了摇头说道：可能是错觉吧。第88谁下的毒？陈松的话语让柳若男有所误解，此时他才松了口气，拍了下陈松的肩膀，嘟起红唇：你要吓死我了。哎呀，你们别这么警惕，今天可是文师傅下厨啊，饭菜肯定不会有问题的，而且这里还是监狱，你们就放心吧。金城狱长拍着胸口说道。陈松也只是说说而已，大家也没有放在心上，转身就继续吃了起来。
又是欢声笑语起来。很快，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京城狱长甚至还特地安排了一些表演节目助兴，招待好了八统尊他们的投资金才有着落。哎呀，真是太好了！京城狱长，你实在是招待太好了。八统尊此刻特别的兴奋，因为喝了一点酒就开始大声笑话起来，弄得场面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话说，八爷这酒品不是很好啊。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柳若男靠近陈松的耳畔，轻声细语说道：八爷以前就是卖酒的起家的，每天几乎都要喝上几杯才肯睡觉，酒品的确不好，但是不会做什么过分的事情。陈松深深吸了口气，其实他也没有想这些事情，转身朝着后面的方向问道：那个有其他饮料吗？这样喝下去实在是不行。京城狱长当即就说道：你稍等一下，很快就有解酒汤了。解酒汤？陈松还真没喝过，旋即就微微说道：那我还真的想品尝一下。随后几个狱警就端来一碗清汤，清汤中有一颗白菜，用筷子轻轻戳一下，白菜就会立即融化进入汤之中。哇，这就是白菜汤吗？难得一见啊！柳若男有些兴奋地说道：这应该是文师傅的拿手好汤了吧？没错，文师傅的最后一道菜，清水煮白菜。这种寡淡的汤汁真的能解酒吗？陈松表示有点怀疑，只不过他从香味上闻出来，这的确不是一般的清汤。只不过当陈松想喝的时候，右眼却突然弹出一条警告信息：物品白菜清汤，成分白菜、肉汁汤、清水、10香化骨草。看到这汤水的信息，陈松当即就抬起头，眼看着众人要喝下去，立即大喊道：大家都不要喝！的确是先不要喝。突然站在八爷身后的保镖又拿出银针试毒，这让陈松也松了口气，但是却显得有些疑惑起来。为什么这里会突然出现这种事情呢？难道有人想要杀掉八统尊？其实不用问也应该知道，这里最多仇家也就是八统尊这个人了。然而下一秒钟，这个保镖却什么都没有说，将银针收起来，说道：好了，都没事，大家放心喝吧。没事。陈松当即就懵逼了，他摇着头显得格外的难堪，笑着说道：不是，你是认真的？银针没黑吗？没有啊。难道你很希望变黑吗？没道理啊。陈松此刻满脸的疑惑，他的右眼信息应该没错才对，这些白菜汤全部都被下毒了，但为什么银针试不出来呢？想到这里，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但是八统尊却迫不及待地轻轻抿了2口，不禁说道：哇，好香啊，这哪里有毒啊？别跟我保镖一样，整天都担心。陈松这次并不是开玩笑，看见柳若男也要喝，他立即阻止，表情很是认真喊道：别喝。柳若男还是比较愿意相信陈松的，所以他也把这碗汤放下来，眼神显得有些在意起来。这个时候，房门被推开，一个穿着厨师长衣的中年男人搓着手笑道：各位，今天的菜还行吧？八爷立即夸赞道：不愧是名厨，真的想把你招到家里。呵呵，能够得到八爷的赞赏，那是我这辈子的福气。刚刚说完，柳若男却突然发声问道：文师傅，您的这个白菜汤是不是放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下去？听到这里，文师傅当即就摇了摇头，有些可笑的问道：这位小姑娘，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你是质疑我的汤不好喝，还是质疑我在这里放了什么东西？文师傅的话语有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让柳若男眼神显得有些为难起来，不知道怎么说才好。而陈松这边也是很淡然的笑道：文师傅，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想你能不能也喝一口品尝一下。啪！正当这时，突然八爷用手拍了下桌面，眼神有几分阴沉，对着陈松说道：陈松，你是不是有点没礼貌了？龙二也在旁边嘀咕道：就是啊，人家文师傅这么辛苦来给我们做吃的，你还在这里质疑？前面保镖是毒就算了，其他这是人家的职责，但是你现在说的话，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听到这些话，不少人都在议论纷纷，尤其是八统尊身边的那些人，几乎全部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陈松。柳若男其实他是相信陈松的，但是陈松说的话也的确是有点过分，毕竟还是当着人家文师傅的面这么说。这位先生，您是怀疑我下药了吗？陈松深深吸了口气，他一直都相信自己的右眼的判断，所以微微笑了声：如果我说是呢？够。龙儿突然站起来，借着一股酒劲，对着陈松说道：陈松，你别忘记了，今天是八爷请你来的工作的，不是让你来这里享受的。对啊，现在能坐下来吃，其实就是给你一个面子，要不是八爷有眼光看中你了，你这毛头小子有可能在这种场合出现吗？
听到众人不留情面的话语，陈松的眼神有些气愤，他转头对着柳若男说道：“别喝了，我们先回去吧。”因为陈松知道这些汤都被下药了，很显然是奔着夺走八筒尊的性命而来的。若是等下出事了，那肯定会发生意外，所以现在趁早找个机会先溜出去再说。啊，我也要走吗？柳若男有些茫然，但是他还是愿意相信陈松，跟着他站起来。若男，坐下。第89压迫的气场。八筒尊突然喊了一声，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这股霸气侧漏的气场，如同领主下达命令一样，全部人都不敢开声说话。柳若男此时的眼神也是显得极其难堪，左右为难。陈松，你要知道现在自己是什么身份才行。龙二说道。这龙二这翻脸速度也太快了，前一阵子对自己是毕恭毕敬，现在却恨不得直接把自己踩在脚下。其实也难怪，这群都是心高气傲的成功人士，他们肯定不愿意低头比直接弱小的人。之前对自己客客气气，那是因为他们有事要求自己，现在帮他们搞定后，立即就翻脸不认人了。也好，这其实陈松也不想再跟这群人有更多的关系，所以索性就趁着这个机会跟他们说清楚了。随后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跟着转身就对着后面的柳若男说道：“你先坐下来吧，不过记住我师的话，千万不要喝这碗汤。”柳若男没有回应，只是目光落在八筒尊的身上，微微说道：“八爷，你就不要跟他计较这么多了吧。”若男，我发现你好像特别偏袒这小子，是不是你们俩的关系有些特殊啊？龙二这个时候笑道：“八爷您这话说的不对吧？柳小杰乃是柳家掌上明珠，无论是家世背景还是个人的品德上，都要比陈松要好上几倍有多，他怎么可能会跟陈松有关系呢？”的确是如此，在众人的眼中，柳若男跟陈松基本上都是不相匹配的。然而让人惊讶的是，陈松这边的似乎对于这些事情并不上心，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其实他也知道自己跟柳若男是不可能扯上什么特殊关系，现在能保持朋友的关系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他也没想到要对柳若男做什么。我想各位你们误会了，我跟柳若男只不过是朋友的关系，但是既然是朋友，那我就有义务和责任去帮助他。想到这里，旁边的人都纷纷严肃起来，对陈松的话语感到非常不爽。小子，你就别再说了，现在你没有资格留在这里。对啊，老赶紧给我们滚，别逼我们扔你出去。只是一件小事情以及一点小酒，就将这群人的真面目彻底暴露无遗。陈松也只是笑了一声，紧接着微微摇了摇头说道：“不劳烦各位费心，在下现在就出去。”说完，他特地给柳若男打了一个眼色，很显然是再三警告他不要喝这碗汤。柳若男也没有跟着陈松出去，毕竟现在八爷在场，若是自己跟着陈松离开的话，很容易就会惹怒八爷，到时候他跟自己父亲的合作就会受到影响。若男，这小子跟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我看你好像对他有点动心啊。八筒尊眯起双眼问道。柳若男其实心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要说是的话，自己跟陈松的确有些时候特别开心，但要说不是的话，自己跟陈松一直以来的关系更像是亲密的朋友，并没有超越这条界限。我可警告你啊，你可是跟九龙城的叶家少爷有婚约的，这件事情是你父母决定的，也是为了我们的生意着想，包括今天我拿到的这太阳之星，也是要送给叶家的。龙二这个时候也补了一句：“柳小姐，你应该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你可是天骄之女，绝对不能跟陈松那些三教九流之徒一起。”柳若男听到这些话，心里很不是滋味，怒眼瞪着在场的这些人。喝了一点酒，这些人就开始说教起来。柳若男虽然的确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但是他也是有决定权的，尤其是自己的婚姻上，他可不想成为父母那样是奉命结婚的。各位，我的事情我自己会想好的，不麻烦各位费心了。八筒尊微微呼了口气，抬起手立即说道：“好了，各位，大家就不要说若男了，别愣着了，赶紧喝汤吧。”话音落下，众人这才敢喝汤。而柳若男看着眼前的这碗汤，表情有些微妙，因为陈松刚刚说过了，千万不要喝这碗汤。想到这，柳若男也只是装样子，轻轻抿了两口，随后就将汤吐回去碗中。至于其他人则一口就要把这碗汤给灌下喉咙，喝起来甚是豪迈。看到这种场景，柳若男有些担心起来，他怕万一陈松说的是真的，这些汤全部都是被下药了，那就糟糕了。哎呀，这汤真不错，喝了之后浑身都有劲了。文师傅的拿手好烫果然是名不虚传。看着众人的心满意足，没有事情的样子，柳若男这才松了口气。而另一边，陈松被赶出监狱后，一个人按照原路返回，没想到今天帮了八筒尊，不但没有任何感谢，
反倒是被人赶出来了，还真是意想不到。不过也多亏了今天的这些事情，陈松也能拜托八统尊这个人。其实他本来就不想帮八统尊做事的，只不过是因为郑伯厚那个胆小鬼怕事，所以自己才会出手帮他。现在好了，完全得罪了八统尊，估计他以后也不会来找自己。这样反倒对于陈松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虽然他失去了一个靠近大人物的机会，但同时也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发生。随后，陈松返回到公司，此时公司正在招募着各大主播，甚至已经有产品方来要求我们帮他们做宣传和广告。看来生意正在踏上正规的道路。苏雨墨看见陈松回来后，有些好奇地走过来，问道：“陈松，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郑伯厚也走过来问道：“对呀，我记得你这个时间点应该跟八爷一起吃饭才对。”“吃个屁！再吃的话，小命都不保了。”听到陈松这句话，苏雨墨和郑伯厚都感到很是惊讶，眨了眨眼睛问道：“不会吧？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他们？”陈松翻了个白眼，无奈地摇了摇头，只是好心告诫他们，没想到却反倒说我不尊敬他们，简直是倒反天罡。第90半信半疑，郑伯厚有些紧张起来，眉毛紧蹙问道：“那你现在得罪了八爷，是不是就意味着他随时都会来报复你的？”“那倒不是，我们跟他们又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所以对于这些事情来说，我感觉他们不会来找我们的麻烦的。”虽然陈松是这么说，但事实上他也察觉到这件事情不会这么快就过去，最起码也会有一段时间的平息才行。想到这里，陈松无奈地叹了口气，微微转头对着后面的苏雨墨和郑伯厚说道：“现在先不要管这些事情，我想那些大人物怎么可能会理会我们这些小人物呢？这的确是有道理，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若是八统尊真的在云海城针对他们，那这家刚刚起步的公司就会直接宣布倒闭了。”另一边，刚刚吃完饭的八统尊以及龙儿等人缓缓离开监狱，他们对今天的招待感到非常满意，所以满脸笑意。正当他们走出去后，京城狱长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嘴角泛起一丝笑意：“你也有今天？”八统尊很显然，京城是知道那碗汤的事情，旋即转身对着角落处喊了声：“出来吧，文师傅！”刚刚的大厨文师傅也缓缓走了出来，同样是嘴角泛起邪笑，说道：“那些家伙已经是命不久矣了，我的这种毒药无色无味，甚至来拿银针都测不出来，而且还要3天后才会发作。呵呵，就算八统尊被毒死了，那也跟我们无关了。话说，你为什么要杀了这家伙？”京城问道。文师傅深深吸了口气，眼神中带着几分怒意，拳头紧握地说道：“这个八统尊当年将我一家4口都给杀了，我是来找他报仇的。”“不会吧？”京城有些惊讶。虽然京城不明白为什么文师傅要杀了八统尊，但是在他看来，八统尊迟早会成为一方之霸，现在先把他给铲除了，对自己未必是坏事。八统尊以前是在金三角做饮食生意的，后来将势力慢慢建立起来，之后就做了商人，成立了暗流组织，这才是他发家致富的源头。只不过他的这个组织一直以来都是以各种肮脏的手段去发展，因为金三角的法律特殊，所以他们的势力在当地来说可谓是只手遮天，所有人都要服从他的命令。我的家人就是不小心得罪了他，结果被他全部给杀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当我回家的时候发现全家的尸体，我就发誓一定要他付出代价。听到这里，京城多少有些同情文师傅，但其实他也并非是出于同情，只不过是感叹八统尊的心狠手辣，果然这种人就必须要铲除了才行。那文师傅，现在你的复仇计划挺顺利的呀？还不行，八统尊一天没死，我都无法放下心来。那种毒药是有解药的吗？文师傅眯起双眼，眼神中透出一丝难堪的神色，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如果及时接触的话，的确是可以解除我的毒药，不过他应该不会发现，只要毒性发作，金罗大仙下凡都拯救不了。现在你是担心那小子吗？”文师傅微微点了点头，没错，那小子居然可以看出来我的毒药，实在是不可思。可能他知道些什么。当这小子提醒众人那碗汤有毒的时候，我都已经做了必死的决心，想跟八统尊同归于尽了。幸好老天保佑，八统尊不相信那小子，现在他也丝毫没察觉出来。京城轻笑一声，说道：“那其余的人呢？那些人都是八统尊的那个走狗，死不足惜，也连同八统尊一起下地狱吧。”但是我们收回来餐具的时候，发现还有一碗汤是没有喝过的。听到这里，文师傅顿时眼神愣了一下，问道：“还有一碗汤没动过？”“没错，那个位置我记得是柳小姐的。”文师傅听了后，眼神也低沉下来，微微说道：“柳小姐是个好人，可能是这样得到了保护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反倒会觉得安心。不管怎么说，现在八筒尊已经被铲除了，接下来还要做没事。文师傅摇了摇头，只要八筒尊一死，我也就没有任何牵挂了，正式可以宣布退休了。京城摸了摸下巴，眼神略微有几分戏谑，摇了摇头，不，你可以退休了，但是我还是要继续发展的。此时的八筒尊坐在车上，看着旁边柳若男一脸严肃的表情，下意识的笑道：若男，你怎么了？还在生我的气吗？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柳若男无奈的叹了口气，微微摇了摇头说道：我不明白，八爷，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对陈松的态度？对于柳若男的问题，八筒尊只是简单笑了一声：若男啊，我们做生意的人讲究的是效率，对于有用的东西尽量可以去利用，对于没用的东西，我们只能拿出来开心一下，不会对此太认真。之前我们是有事情要求陈松帮忙，从任何角度去看，我都要去尊敬他，但是现在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了，难道我还要对他毕恭毕敬吗？我们可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士，对于这些事情，我们绝对不会去想其他的。柳若男算是听出来了，八筒尊这个人非常现实，尤其那种所谓的从商之道，完全侵蚀了他的所有情感。等过2个月你父母回来后，那我们就可以九龙城找叶家谈谈了。听到这番话，柳若男心中是非常抗拒的，但是自己家族的力量压迫下来，他也显得有些难以开口。行了，今天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替我跟刘老爷说句话。柳若男点了点头，再次将目光转向车窗外，眼神颇有几分难堪的神色。回到柳家后，此时的刘老爷刚好走出来，看见八筒尊正在送柳若男回来，慢步走了过去。八爷，哎呀，刘老啊，您怎么亲自出来了？八筒尊虽然身份和地位都跟刘老爷高不少，但是面对刘老爷的时候，他便会立即尊敬起来，眼神也变得非常在意起来。第91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个时候，柳若男的眼神突然就阴沉下来，只是简单打了声招呼就走回去房间。刘老爷有些懵逼，转头看着八筒尊，问道：这是怎么了？呵呵，没事，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罢了。哦，没有得罪八爷您吧？哎呀，我倒是没事，我跟若男从小就认识，感情挺好的，就是今天有个不开眼的小子扫了我性情，被我赶走了。刚好若男跟那小子是朋友关系，所以对我似乎有些意见。听到这里，刘老爷似乎也想到那个人是谁了。你说的这个人是陈松对吧？哦，刘老，您也清楚？刘老爷听了后，捋了捋银白色的胡须，微微摇了摇头说道：这小子挺帮若男的，上次在我大寿的时候跟若男演了场戏给我看。是吗？看来这小子跟若男走得挺近的，得要小心一点了。其实刘老爷也挺欣赏陈松的，只可惜陈松是草民之辈，对于他来说，身份和地位都不符合，只能说跟若男是有缘无分。既然这小子是个威胁，不如把他给铲除了吧。八筒尊的话语具有阵阵杀意，瞬间让刘老爷的眼神都阴沉下来，抬起白眉就说道：不至于，他虽然说是没身份没地位之人，但是始终对我们柳家有恩情，但是我今天看若男对他是有一点意思的，这个我其实也挺在意的。不过陈松这小子还是挺懂事物的，这些事情对有他来说，应该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出来。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八筒尊的眼神阴沉下来，双手交织胸前，有几分介意地道：刘老，按照你这么说，你是想跟陈松这小子谈谈吗？能谈的话，肯定谈啊。这小子对我们柳家有恩，所以对于这些事情，我觉得还是应该早点谈一下。正当这个时候，八筒尊站起来，顿时感觉到一阵头晕目眩，摇晃了一下，整个身体再次坐了下来。眼看着八筒尊软瘫下来，刘老立即问了句：你怎么了？八筒尊咽了口气，似乎气息显得有些虚弱起来，摇了摇头说道：没什么，只是刚刚好像觉得身体软下来了，你得小心一点，现在老了，身体重要。八筒尊也没有想什么，微微笑了声就说道：我感觉你还是找人去看看更好。其实八筒尊也感觉到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只不过他没有想到是那碗汤的原因，而是因为最近自己过于劳累，所以才导致的。想到这里，八筒尊伸展了一个懒腰，紧接着眼神就低沉下来，微微说道：没事，只是一些小问题。说完后，八筒尊就缓缓站起来，对着刘老说道：刘老，您就不用送了。另一边，陈松也没有再去管八筒尊的事情，毕竟这些事情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没有这个必要。对了，陈松，现在公司招聘主播的事情已经弄好了，下一步就是将平台的资源分配出去，
我和苏雨墨将其他的事情都做好了。听到这里，陈松感觉还没到时候，还是先等等再扩展。你是担心八统尊那边的压力吗？九龙商会现在也在整其他事情，应该不会来管我们的。陈松自然不会担心那个将死之人，只是担心这么快扩张的话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风评。这样吧，最近扩张的事情先放一放，我们先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主播的培养上。苏雨墨对于主播的培养很在行，立即说道，我这边可以帮忙培训各大主播，但是前提是要有时间才行。还有直播带货现在也是热潮，我们必须要先掌握这方面的技巧。这2点你们2个再研究一下。陈松吩咐好一切后，马上就补了一句，因为我们这是创业刚刚起业，大家辛苦一下，这样才能创建更好的未来。偶尔鼓励一下员工也是必须要做的。这一点陈松也是过往人，对这些事情还是挺理解的。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苏雨墨和郑伯厚都是干练派的，这些所谓的鼓励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没有作用，甚至还翻了陈松一个白眼。这年头了，还有老板会说这些话的吗？再说了，我怎么说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你在我这面前班门弄斧干嘛？陈松愣了下，嘴角泛起一丝苦笑，耸了耸肩头说道，不是，现在你都已经这么说了吗？废话，我们2个做的事情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做，你身为老板就乖乖等着吧。听到这里，陈松瞬间感觉自己是多余的，不过这种坐享其成的事情还是挺舒服的。正当这个时候，陈松的手机响了起来，拿出来一看，当即眼神就有点难堪起来，是柳若男打过来的，看来是为了今天的事情打给自己的。陈松深深吸了口气，思索了片刻才缓缓接听电话。喂。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电话那头突然就传来一阵声响。陈松。听到柳若男的声音，陈松只是淡淡问了句，今天那碗汤你喝了没有？柳若男如实回答，没喝，但我想问下，你确定那些汤有问题吗？陈松听到柳若男没有喝下去，顿时就放松了下来，微微笑了声，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不过如果八统尊跟你有几分交情的话，那这几天就跟他好好聊聊天吧。柳若男此刻很是好奇，眯起双眼就接着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说道，那些汤被下药了，他们都没看出来，因为这毒是无色无味的，就连银针都无法检测出来。是吗？那这毒是致命的吗？不致命，但是如果不早点治疗的话，3天或者4天就会毒性发作，那时候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听到这里，柳若男就开始担心起来，说道，那我找八爷，让他去医院了。陈松自然不会关心这种事情，微微笑了声说道，还得看他去不去才行，今天真是抱歉，过几天我请你吃饭当赔罪。第92，陈松帮我。没有，又不是你得罪我的，况且我这人也没有计较这么多，我也不想和八统尊这家伙有什么联系，所以这些事情我不会去在意的。但是我感觉这件事情那你没错呀，只是好心的提醒一下。行了行了，不要提这事情了，过几天我的公司这边就开始扩张了，到时候介绍几个美女过来就行。听到陈松这么说，柳若男似乎不开心，嘟起嘴唇，微微说道，你整天就顾着自己的生意，难道公司的事情就这么重要吗？啊，那不然我做什么啊？柳若男没说什么，下意识的呼了口气，说道，现在约你出来吃饭都难了，今天我们不是刚吃过吗？虽然吃的不是很开心就对了。说实话，其实陈松今天也没想到会跟柳若男一起吃饭，他最近这段时间都没有时间搭理他，毕竟陈松也没想过跟柳若男发展一下关系，在他看来，柳若男顶多跟自己就是普通朋友，如果再亲密一点的话，可能自己就要越界了，所以他尽量跟柳若男保持一些关系。然而柳若男却丝毫没有察觉到陈松的想法，对于他来说，现在能跟自己说得上话的也只有陈松一个。你明天有时间吗？柳若男突然问道。陈松以为柳若男是想请自己吃饭赔礼道歉，但他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明天我可能有点忙，不如那晚上呢？能看出来此时柳若男似乎非常在意陈松，这让他也感到有些难堪起来，只能微微说道，你是想请我吃饭吧？我感觉就晚上，明月楼，不见不散。喂，没给陈松拒绝的机会，柳若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电话挂了。陈松看着手中挂断线的手机，无奈的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这是非逼着我过去啊，没办法，人家是大小姐，总得有点大小姐的脾气，迁就一下吧。如果是男的话，陈松估计不会去理会他。日落黄昏，夕阳西下，因为下午到晚上这段时间，陈松的确是什么事情都没有，所以早早就来到明月楼的大门口。但是让他没想到，
柳若男居然比他先到，这不符合大小姐的性格啊！一般柳若男都会迟到半个小时，没想到居然比自己先到。陈松有些好奇，双手揣兜就走过去，笑着说道：“这么早？”听到陈松的声音，柳若男立即转头，呼了口气，说道：“你也太慢了。”陈松抬手看了看手表，苦笑一声：“我这比约定时间还早了半小时后呢，但我还是比你快。你怎么好意思让一个女孩子等你呢？行了行了，别贫了，赶紧进去吧，外面挺冷的。”随后两人就走进明月楼的大厅。这次他们选择在大厅这人多热闹的地方用餐。今天的事情实在是抱歉，八爷他这人就是这样，做生意的人没有什么情感可言。陈松有些好奇，为什么柳若男会帮八爷跟自己道歉呢？话说，你跟八爷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听起来好像他挺在乎你啊。八爷是我父亲的一个生意合作伙伴，他也是我们柳家跟叶家的牵线人，我从小就认识他。他以前在金三角做暗流组织的，势力非常雄厚，现在也做了云海城的首富。说到这里，柳若男深深吸了口气，继续问道：“陈松，你确定今天那碗汤是有毒的是吧？”柳若男再三问这个问题，这让陈松也感到有些难堪起来，无奈地叹了口气，微微说道：“真的，我骗你干嘛啊？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明天就跟八爷说，让他去医院检查一下，最好快点，要不然过了3天，神仙都救不回来。”其实柳若男对陈松的话语是半信半疑，若是真的，可能他早就跟八爷说清楚了。而陈松这边也是一脸事不关己的样子，对于他来说，八统尊的死活跟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只可惜他手中的那枚太阳之星。想到这里，陈松立即说了句：“对了，你八爷拿到那颗太阳之星是用来送礼的对吧？”“没错，是送给九龙城的叶家，维护好两家的关系，我们柳家也是其中之一。”柳若男眼神低沉下来，表情有几分失落，微微说道：“2个月后我父母回来，他们就让跟叶家的少爷结婚了。”陈松听了后眨了眨眼睛，心里多少有些同情，微微点了点头说道：“这个其实我更加建议你自己想清楚，不过有时候迫于家族的压力，我感觉想抵抗的话肯定比较难的。”陈松这个时候，柳若男用充满金光的眸子紧紧盯着陈松，但是陈松怎么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立即抬起手说道：“打住，你不用说了，这次我不会帮你的。”“什么？为什么啊？这些事情就只有你能帮我？”陈松翻了个白眼，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上次你爷爷寿宴的时候，我帮你差点把你爷爷气昏了，这次还来的话，岂不是直接得罪两家？再说了，当时你爷爷也比较帮我，但是现在你父母跟我素不相识，如果我来破坏这桩婚事，那岂不是把所有矛头都对准我？到时候我估计是活不了。”的确如此，如果陈松再帮柳若男的话，很有可能会遭遇多方面的报复。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可没想过参与你们家族的这些事情，真的不能帮吗？柳若男用可怜兮兮的眼神看着陈松，这种盈盈秋水的眸子，看任何人都会动恻隐之心。但陈松实在是无能为力，自己现在顶多就是一个小公司的老板，根本没有任何势力，想要参与这些大家族的斗争，基本上不可能。不过，他倒是可以帮柳若男出主意，但是具体要怎么做，还是要柳若男自己来操作。这样吧，我帮你想想其他办法，这样总可以了吧？陈松无奈地说道。第93才女听到陈松答应帮自己忙，柳若男显得特别的高兴，抬起秀眉就说道：“我就知道你会答应帮我的。”陈松无奈地叹了口气，有几分难堪的神色，微微摇了摇头说道：“帮你想办法的话，得找个适当的理由才行。怎么说，你还得要找个帮我的理由？这也太扯了吧？不然我只能跟你爷爷交代，明摆着说我为了搅黄你们柳家的婚事吗？这不嫌命长吗？”柳若男听了后摸了摸下巴，呼了口气，的确是有那么一点道理。那你就直接说是我逼迫你的就行了吗？这样责任就直接怪罪到我的头上。陈松靠在椅子上，抬头看着高空悬挂的圆月，似乎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不如这样吧，你来我公司做主播吧。什么？柳若男听了后有些感觉到不可思议，眯起双眼就问道：“这是怎么说法？现在网络平台也是一个大众熟知的平台，若是你能进入大众的眼睛，成为知名人物，恐怕柳家就不会逼迫你结婚。毕竟现在舆论的压力很大，你们柳家必然受到影响。”听到陈松的这番话，柳若男沉思了一会儿，紧接着说道：“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当然，我是搞直播的，自然懂得这些行规。再说了，你这脸蛋和身材不做主播也可惜了，在云海可能上流社会的人都知道你是柳家千金，
但是毕竟这只是少部分人，想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那就必须要进入所有人的视线中。柳若男有些害怕，秀眉紧蹙，脸色难看地问道：那我能做什么主播啊？我又不懂什么才艺。你有才艺。陈松的话语显得非常肯定，这让柳若男感到好奇起来，眯起双眼就问道：你为什么敢这么肯定啊？因为我了解你。你了解我？其实在第一次进入你的房间的时候，我就观察到你房间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衣服，那些衣服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应该是你自己裁的对吧？柳若男微微点了点头，说道：这是我以前上女子品德课的时候学到的，不仅是裁缝，还要查到插花、摆设以及各种房间的装饰学。听到这里，陈松有些苦笑地问道：怎么你有这种课程的？别提了，我父母都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出色的人才。在我大学4年的时候，其中有3年都是在家里学习这些，基本上是与外界隔绝，每天都对着一群家教老师，活的就像是行尸走肉一样。原来如此，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你这不是有技能了吗？听到陈松这么说，柳若男却有些哭笑不得，微微摇了摇头说道：这怎么能算是技能呢？在现实生活中一点用处都没有。那倒不是，最起码现在你有这种技能，可以在直播间进行教学以及表演展示，这不就名正言顺可以做直播了吗？这真的有人看吗？柳若男有些半信半疑地问道。放心吧，绝对会有人看的，毕竟这种高尚的女子品德学也不是人人都能学到的。你在直播间可以现场教学，跟粉丝互动，尽量将名气提高一点。柳若男其实也想在众人面前展示出真正的自己，只不过他的性格比较内向，所以做直播的这些事情他还是要好好熟悉一下。刚好现在陈松的公司就是平台，所以柳若男现在只需要考虑自己的才艺应该如何展示就行了。随着陈松的话音落下，柳若男深深吸了口气，他这么做其实也只不过是为了不去结婚，用自己的力量抵消家族的压力。怎样，你想清楚了吗？陈松问道。柳若男咬着红唇，似乎内心经过一番争斗后，看着陈松黯然道貌，点了点头。好，那明天就开始培训，我让苏雨墨教你一些直播技巧，这样真的可以吗？万一我父母硬是要把我嫁去叶家怎么办？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你可以在直播间有意无意透露一些，这样的话自然有粉丝会帮你出头。要知道现在网络的力量可是很大的。柳若男虽然有些质疑，但是现在摆在他面前的也就只有这条路了。行吧，那明天我来你公司看看。一言为定，我用2个月时间将你包装成一个网红，让你的才艺得以施展出来。随着陈松的这道声音落下，柳若男有些哭笑不得，摇了摇头说道：没想到当初认为没用的技能，现在居然变成了救自己的稻草，还真是讽刺。随即两人一边吃一边商量着一些细节，柳若男也从陈松的口中得知了不少直播的技巧。对于柳若男来说，这种技巧就是帮助他摆脱这次困境的手段，而陈松也只能帮他到这里了，其他的就只能看他的造化。若是真的没办法，那自己也只能说尽力了，因为柳若男只不过跟自己是普通的朋友关系，所以陈松没理由费尽一切去帮助他，这不符合朋友这层关系。到了第2天早晨，柳若男很早就来陈松的公司报道了，他的出现让苏雨墨和郑伯厚都感到很好奇。不会吧，你让他来做主播？开玩笑的吧？对啊，他可是堂堂柳家千金啊，众星盼月的存在，他怎么可能会来做这种主播的工作呢？苏雨墨和郑伯厚纷纷摇着头，一脸不可思议地问道。然而陈松却说得很明白，抬起头就说道：其实就是这样的，主播这种工作的确是门槛很低，但是能做好却没有几个，关键是能不能有创新的因素在。上次我们做鉴宝直播的时候，就是带起一片人的跟风模仿，而现在我们需要搞另外一种特殊的才艺。陈松将这些事情的经过全部都跟苏雨墨说清楚了。此时的苏雨墨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我感觉挺悬的，最起码现在对于我们来说，他很难培养出来。第94八爷中毒了，哎呀，事在人为嘛，总会有办法的，你们2个商量一下就行。他可是柳家千金啊，难得一见，而且身材和样貌都不输给其他主播，这不是天生的优势吗？陈松笑道。苏雨墨翻了个白眼，叹了口气说道：我不是担心这些，主要是柳家那边会同意吗？不同意也得同意，毕竟现在可是柳若男自己拿的主意，谁都无法改变。不用担心，反正柳若男已经说清楚了，现在这种时候就不用去管其他的事情，专心搞直播就行了。苏雨墨看见陈松如此肆无忌惮的样子，也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那我尽量试试吧。
但是能不能成功也是一个未知数。行，那就辛苦你了。随后，苏雨墨带着柳若男进去直播间熟悉一下，但是柳若男却表示明天再进行培训。今天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让八筒尊去一趟医院检查身体。距离上次喝汤已经第2天了，若是真的像陈松所说，八筒尊喝了毒药，3天后就会发作，必须要趁早治疗。是因为八爷的那些事情对吧？陈松问道。柳若男呼了口气，点了点头，没错，虽然他的确不是什么好人，但是毕竟是从小看着我大的人，跟我父亲和爷爷也有交情，他遇到这种事情，我必须要提醒他。陈松倒是认为没什么必要，双手交织胸前，笑了声说道，那就好好提醒吧，反正他估计也不会在乎。若是他不去医院的话，那我只能找爷爷了。你爷爷跟他是一伙的，你觉得他会相信的话吗？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柳若男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跟他说，要不然的话，这些事情真的发生的话，那我良心也会不安的。行吧，那你去提醒他吧。不过我相信他还是不会相信你的话。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柳若男当即就吸了口气，接着说道，我只是想好好跟他谈谈，如果这都不行的话，那只能强行将他带去医院了。看着柳若男如此坚定的眼神，陈松深深吸了口气，老双手环胸，稍微沉思了一会儿，微微说道，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只能祝你成功了。很快，柳若男就转身离开了公司。苏雨墨走出来，看着车辆缓缓驶远，意味深长地问道，这丫头是认真的吗？要去拯救一个恶魔，换谁都不会这么傻。陈松轻笑了一声，摇了摇头，他本来就是一个好人，只不过有钱的光环让不少人都感觉到他是很高冷的存在。其实他比任何人都要热情开朗。苏雨墨眯起双眼，有些疑惑地问道，陈松，你好像对他挺了解的呀，难道你们2个？不是，只不过是想事情能想到一起罢了。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后面的郑伯厚就摇了摇头，管他这些事情呢，反正能帮我们赚到钱就是好事。中午时分，陈松在办公室享受着休闲的时光，然而一个电话却打破了此时的宁静。陈松仔细一看，这电话是柳若男打过来的。喂，怎么了？柳若男那边的声音很是着急，立即喊道，陈松，被你说中了，八爷以及其他的人都中毒了，但是毒性是今天就发作，我现在在云海医院这里。其实陈松早就料到了，他没有想这些事情，只是微微点了点头。我知道了，你跟我说这些就是想告诉我这些事情吗？不是，因为中毒的人有很多，而且懂得治疗的医生少之又少，所以现在我想你过来帮忙。啊，你是让帮忙治病吗？你不是会治病吗？过来帮个忙吧。陈松摇了摇头，翘起2郎腿搭在桌上，语重心长地说道，我陈松做事必须要有理有由，而且我一而再再而三强调那碗汤，但是这些人却无视了，落到今这样的下场，我觉得我没有出手的理由。听到陈松拒绝了，此时的柳若男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咬着牙齿就说道，那现在你说怎么办才好？听天由命，这个应该说得很清楚的对吧？柳若男听了后，下意识地摇了摇头，我不会坐视不管的。如此坚定的态度让陈松感到有些心动，沉思了片刻后便说道，你们现在在云海医院对吧？对，你是答应过来帮忙吗？不，我不会出手，我只不过跟那些医生提醒2句。陈松其实没必要去帮忙，毕竟这种事情跟他是彻底没关系，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在意这些事情。那你赶紧过来吧，时间不等人。陈松倒是慢悠悠地挂断电话，伸了个懒腰，微微说道，哎，真是麻烦死了，果然靠近这些大家族就没点好东西。随后陈松就离开公司，开着车来到云海医院大门口。此时的他发现停车区内竟然停泊着数辆迈巴赫，其中有一辆很明显的豪车劳斯莱斯，估计这些全部都是九龙商会的人，而劳斯莱斯的主人应该就是八筒尊了。陈松走了进去后，发现大厅这里空荡荡的，没几个人在等候，而走廊尽头的急诊室却围满了人。喂，那家伙就是云海城的首富八筒尊。八爷，这是怎么了？九龙商会的所有人都食物中毒了？我看不像是食物中毒，像是中了什么奇毒，你看整张脸都铁青色的了。陈松听到周围人议论纷纷，心里暗暗笑了声，真是风水轮流转，有点多少风流就有多少代价。八筒尊当初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现在他就要为此付出代价。陈松。正当这时，急诊室内的柳若男就朝着陈松招手，这让不少人将目光落在陈松的身上。此时的陈松眼神淡然，似乎对这些事情并没有什么感觉。
缓缓走了进去，微微说道：“现在情况怎样了？”大家都已经中毒太深了，已经有2个商会的成员送去急救了。八爷呢？第95听天由命。柳若男看着急诊室，说道：“在里面。不过来的时候他的状态就不好，现在变成这样了，估计还是挺让人担心的。”虽然柳若男是这么说，但是对于陈松来说，这些事情也不过如此。这个八筒尊的生死跟自己扯不上一点关系。啪！急诊室的大门口被推开，此刻的八筒尊身体极其虚弱，被推在病床上，紧闭双眼，脸色铁青，看起来好像挺严重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啊？估计是真的中毒了，要送去急救吗？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后面几个穿着白大褂的教授纷纷摇着头说道：“真是难得一见，这种毒素已经很久没见过了。”柳若男立即上前问道：“2位交手，请问八爷还有救吗？”难说，因为我们的老教授出去外面了，所以对于这种中毒现象，凭我们的经验根本无法得知情况。对啊，现在只能让老教授回来早点就可以了，就是担心病人能不能撑过这段时间。柳若男听了后，立即用手捂住嘴巴，眼眸有几分呢湿润起来。不会吧？那如果搞不好，八爷就会……没错，病人就会毒发身亡了。听到这里，柳若男立即转身对着陈松说道：“你应该有办法的，对吧？”陈松很自然地摇了摇头，抱歉，现在这种情况，我也无能为力。如果他真的因为这次事情而死的，那以后整个云海就会变得群魔乱舞，各种势力也开始争霸。这件事情还是得要慎重一下。滴滴滴！正当这时候，急诊室内部响起了一道声音，所有人都将目光转移到病床上的八筒尊。此时，陈松下意识地观察到八筒尊的气息非常虚弱了，胸口上下起伏，看起来随时都有可能断气一样。看来情况有些不对劲啊。柳若男看着陈松的眼神阴沉下来，他咬紧牙齿就问道：“既然你看得出是中毒，那应该懂治疗方法对吧？”其实陈松完全可以利用右眼的系统将八筒尊救活，但是八筒尊现在对自己是有威胁的，现在他在纠结着到底要不要救呢。然而这时间没有给他这么多，很快八筒尊呼吸就变得更加虚弱，旁边的几个医生都无奈摇着头说道：“看来是没救了，真是太不巧了，我们医院好几个著名的医学教授都出外了，要不然他们应该能有办法的。”刚刚说完，旁边的几个病房内分别传来消息：“不好了，已经有人断气了。”什么？众人都纷纷惊讶起来。不会吧？如果这样下的话，明天估计云海城就要换首富了。正当这时，陈松缓缓走到正前方，看着急诊室的大门口，突然一把将其推开。啪！急诊室内的医生都愣了一下，转头看着陈松，有几分不屑问道：“这里是不能进来的，请你出去。”然而陈松却没有管这些，3步并作2步的走了过去。此时不少人都开始感到好奇起来，微微说道：“这是没想到八筒尊居然会遇到这种事情，哎呀，实在是太惨了，也不知道这种毒素到底有多厉害。”他们在讨论的时候，陈松已经走到八筒尊的面前，深深呼了口气便说道：“怎么了？现在看来应该有几分不爽对吧？”此时的八筒尊还有一丝意识，看见陈松，他缓缓抬起手，似乎在请求着陈松的原谅，但是陈松对这种人实在是太了解了，根本就不为所动。喂，小子，你待够了没？赶紧滚出去，别妨碍我的工作。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却丝毫没有任何反应，淡淡的抬起眉毛就说道：“说实话，你们身为医生都看不出来这种毒素的治疗方法吗？”随着这道声音落下，这群医生都对陈松的疑问感到不爽。你小子是什么人？在下陈松，略懂一些医术，想借个地方让我把这病人给救了。听到陈松的声音落下，此刻不少医生都纷纷都笑话起来。就算你懂医术，我们也不能让你乱来，毕竟这里是医院，出了事谁负责？而且八筒尊可是重点的人物，我们更加不能有半分疏忽。陈松听了后，有些无奈地对八筒尊说道：“那我也没办法了，只能怪你命不好了。”正当陈松想要走的时候，八筒尊却一把拉住他的手腕，似乎是用尽了最后的力气一样。他这是在求自己吗？陈松苦笑了一声，紧接着呼了口气，对着他微微说道：“现在知道后悔也来不及了，这条命还得看天给不给你。”说完，陈松就对着后面的医生说道：“你们这里有银针吗？拿过来，我可以救活他。”救活他？开什么玩笑？你以为自己是孙教授吗？陈松缓缓呼了口气，接着说道：“那你们的孙教授呢？他出外了，估计要下个月才能回来。那不就是了？现在情况如此紧急，
若是八爷有什么三长两短，恐怕你们两个都要负起责任。听到这里，两个医生浑身都打了个寒战。不会吧，这也能扯上我们？你们可以尽管试试。听到陈松这番话，这两个医生都开始紧张起来。怎么办？以我们两个的医术根本就不能治好。陈松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都说了，你们给我一套银针，那就足够了。两个医生稍微想了一会儿，这才缓缓说道：没办法，也只能够这样了。把银针拿给他。不是真的可以信任这家伙吗？死马当活马医，如果八爷真的出事，可能我们两个都逃不掉。两个医生的话语让陈松也笑了起来。怎样了？商量好了吗？好了，你稍等一下，我马上给你拿银针过来。随后，急诊室大门又被推开了，进来的是一群人。这些人几乎全部都是八爷的手下，现在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八爷的性命之忧。第96鬼门金针。陈松，情况怎样了？柳若男从人群中走出来问道。陈松无奈地叹了口气，紧接着微微摇了摇头说道：不容乐观，不过倒是可以拼一下。你是想着用针灸来刺激穴位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冒风险了？一道粗犷的声音响起，众人都将目光落在此人身上。孙教授，您怎么提早回来了？学习完了就回来了，没想到一回来就碰到这种事情，实在是有点刺激啊。听到孙教授这么说，不少人都将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然而孙教授却仔细观察了一眼，摇了摇头说道：估计这是没救了。什么？没救了？众人开始纷纷紧张起来，尤其是后面的柳若男，他更是捂住嘴巴，盈盈秋水的眸子开始慢慢流了眼泪。既然孙教授都这么说了，那估计就没必要再……没等这两个医生说完，一个护士长就拿到一个针包递给陈松。这是您要的针包吗？其中一个医生说道。哎呀，现在还拿什么针包了？孙教授都说没救了，那就不要猜想这么多了。听到这番话落下，不少人的眼神都低沉下来。然而陈松却不以为然，将针包拿到手，但打开一看却发现，这不是银针，这是金针。孙教授笑了声，这个针包是我留在办公室的，这是金针，非常难以驾驭。听到这里，陈松下意识地笑了声，我也是第一次用，不过倒是挺顺手的。顺手？呵呵，等你下针的时候就知道了。陈松的右眼扫过这些金针，瞬间弹出一条条信息出来。物品：金针，特殊属性：无，收藏价值3万块 RMB， 其使用效果稳定性极强，适合排毒，需要结合医学之精来进行疏通血液，打通任督二脉。看到这些信息，陈松瞬间感觉到一阵头晕目眩，仿佛脑袋中被强行塞了什么东西进来。难道这也是右眼的一个功能吗？现在他的右眼使用的非常不稳定，所以让他都感到有些难堪起来。喂，小子，你到底治不治的啊？后面的两个医生立即就不耐烦起来。孙教授反倒是很淡然，他倒是想看看陈松到底能不能驾驭这些金针。没办法，陈松此刻也感觉到没办法了，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只能用这招了。说完，陈松直接将8筒尊的上衣撕下来，这个举动让不少人都感到震惊。但是下一秒，陈松就迅速出针，双手仿佛安装上了马达，自动开始了活动起来。这小子真的敢下针啊！若是八爷在这时间段断气的话，那全部责任得让他来承担才行。那更好，我们也摆脱了。这些医生都没有把救人放在第一位，而是将所有的责任都推脱到陈松的身上。而一旁的孙教授却默默看着陈松，从他下针的位置来看，应该是一套针法，只不过这套是金针，作用跟银针完全不同。因为金针比较细软，所以对穴位的掌控也是要相当到位才行。在他看来，陈松只不过是一个30岁不到的年轻人，估计不可能完成这一套针法才对。然而陈松自己也觉得非常诧异，似乎右眼的系统在操控着自己的双手，仿佛有了灵性一样，自己的下针速度变得精准快速。这一幕让在场的两个医生都感觉得到非常惊讶，因为陈松的针法比他们还要高明。不会吧，这小子真的会针法吗？但是现在八爷已经是命在旦夕了，他用这套针法也改变了什么？这时站在旁边的孙教授却有不同的意见，他高高抬起头，眼神显得特别的阴沉。不对，这小子好像是在使用这鬼门针法。鬼门针法，虽然陈松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但是能感觉到体内有股气流在涌动着。随后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让众人都瞠目结舌，所有人都不禁摇着头说道：这个针法是真的还是假的？随着众人的目光落下，陈松手中的金针也开始慢慢落下，
在众人的眼中，八筒尊的眼睛在慢慢动了一下，动了，这是动了吗？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所有的人都纷纷凑了上去，紧接着纷纷都惊讶地喊道：“这也太神奇了！”此刻所有人都在喊着，刹那间，似乎都涌了上来了。我靠！毕竟八筒尊可是整个云海城的首富，所以他的事情已经惊动了整个云海城。孙教授看到陈松的这套针法，瞬间眼神就呆滞下来，立即走过去就抓住他的肩膀，说道：“请问，这鬼门针法吗？你是从哪里学的？”陈松虽然脑海中知道这些针法的操作，但是事实上他却不能说出这种针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自创，陈松微微说道，但这让孙教授感到有些不敢置信，一个30不到的小子，竟然会如此高深的针法，完全是不可能的啊！难道说这是医学天才吗？正当孙教授在疑惑的时候，本来已经奄奄一息的八筒尊开始缓缓睁开双眼，身体貌似在这个时候恢复了一些，抬起头就看着陈松。陈松，八筒尊虚弱的喊了一声。陈松下意识的走过去，眼神略微有些戏谑。怎么了，八阿爷？现在好点了吗？八筒尊感到很是震惊，他完全没想到，救自己的人竟然是陈松，这个他昨天才得罪的小子竟然今天救了自己，这让他都感觉到一阵难堪。这到底是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如果不是柳若男让我来救你，估计我这辈子都不会过来。原来是这样。八筒尊苦笑了一声，但他有些不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松，你昨天说那碗汤是有毒对吧？没错，我已经提醒过你们了，但是你们不听，闹到今天这地步，也不能怪我。我没有怪你，反倒是要跟你道歉。昨天的事情多有得罪了，以后没有以后了。第97收纳的人才。陈松的话语很坚决，眼神落在后面的方向，紧接着说道：“我说过了，这些事情对于我来说是很在意的，难道我跟道歉还不行吗？我堂堂云海城的首富，用得着现在这样低声下气跟你说话？”一边的孙教授却说道：“你自然要低声下气，毕竟是陈松救了你命，若是他的针法，恐怕现在已经没命了。”听到这里，八筒尊心里更是有些不爽起来，比起谁来救自己都比陈松要好，现在他也只能够无奈的看着陈松，眼神中充满了不屑的气息。而陈松这边也不想搭理他太多，默默地走出急诊室，对着柳若男说道：“好了，他没事了。”真的吗？太好了！柳若男看见八筒尊已经醒了过来后，也终于松了口气，紧接着转身对陈松说道：“八爷有跟你道歉吗？”不需要，我跟他不想有更多的交集，还是不要在意这些比较好。柳若男思索了一下，微微点了点头，也对，跟他扯上关系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被卷入什么事情中。行了，反正现在情况也好转了，你不进去陪陪他吗？不用了，看见他没事就行了。随后陈松和柳若男就走出医院，而后面却突然传来一道声音：“陈松！”一个医生拖着轮椅走了出来，轮椅坐着的是八筒尊，他的目光凝视着正前方，似乎对陈松有几分歉意的样子。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眼神也变得低沉下来，微微说道：“怎么了？”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八筒尊立即大喊了一声：“关于昨天的事情，我感到非常抱歉，但请你记住，我八筒尊可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这句话在别人的口中说出来，可能陈松还有一点信任，但从八筒尊的口中说出来，却显得非常虚伪。因为陈松很清楚，八筒尊这是完全看在自己的能力才会对自己这么说。虽然陈松的右眼看不穿八筒尊的心里想什么，但是多少都已经猜得到了。柳若男蹭了下陈松的肩膀，下意识地问道：“怎么了？不回应一下吗？”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没必要了，八筒尊是个生意人，他在想什么我自然清楚，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再跟他打招呼了。”说完，陈松就转身缓缓离开。柳若男看了眼八筒尊后，再跟上陈松，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此时的八筒尊立即深深吸了口气，对着后面的医生问道：“真的是这小子救了我？”没错，孙教授都惊呆了，没想到这小子的针法如此精湛。八筒尊开始有些疑惑起来，摸了摸下巴说道：“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又会医术，又会鉴宝，最重要的还是草根出身。草根？这小子是普通人？”没错，在我们的圈子里面，根本就没听过他的名字，也就说，他不是我们圈子的人。这就奇怪了，这小子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本领？八筒尊抬起手对着后面的助手说道：“我要得到这小子所有资料。”八爷，您想要做什么？这小子跟我们扯不上关系，你懂个屁啊！这种人如果能控制在手中，那对我们有很多利益。听到这里，
助手微微点了点头，说道：“行吧，我这边去调查一下。”陈松，呵呵，这小子总是能带给我惊喜。视线回到陈松这边，他带着柳若男一同回到公司里面。因为八爷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所以柳若男也该往自己的身上想一下了。今天你还是跟苏雨墨练一下直播的技巧吧。陈松说道。柳若男点了点头，紧接着就跟着苏雨墨一同进去直播室联系。这个时候，郑伯厚走过来对陈松问道：“真的让他来这里直播吗？如果让柳家知道的话，很有可能会对我们有不好的影响啊。”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的眼神低沉下来，双手交织胸前，也是有几分担心。平时我们这里都是柳家支持的，但如果惹得柳家不高兴的话，那肯定会受到影响。不过幸好我跟刘老爷有交情，纵然这些事情发生了，刘老爷也不会对我怎样。哦，真的？你真的有这种自信？陈松轻笑了一声。刘老爷跟八统尊不同，刘老爷是很惦记恩情和感恩的，所以他不会对我做人任何事情，但也不会来帮我就是了。关键是2个月后柳若男的父母回来，这才是要命的地方啊。见步走步吧，反正现在让柳若男先直播看看，如果效果好的话，再给资源上去。说到这里，突然身后一道娇声响起：“陈松，你是不是有点偏心啊？”啊！陈松转身一看，只见赵文文穿着一身性感的旗袍站在他的面前，脸上有几分娇气，似乎对陈松有些意见一样。此时的陈松也是有些懵，挠了挠头就苦笑道：“我怎么偏心了？当初我进来的时候，你吩咐我做这个又做那个的，现在怎么柳小姐进来你就给她资源啊？”这个，说实话，其实陈松的确是有些偏心，但是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他并不认为这个有什么不对。哎呀，人家是新人的嘛，给点资源也算是好一点的开始。赵文文嘟起红唇，有些不屑地扭过身，冷冷地走开了。这丫头，郑伯厚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这个赵文文，自从现在有点人气后，变得越来越大牌了，弄得好像自己是大明星一样。”陈松无奈地笑了声，微微说道：“没办法，他就是这样的。不过也没事，反正他也是我们这里的元老之一，不会乱来的。”随后，陈松就回到办公室，将房门锁住，深深吸了口气。他现在要查看一下右眼，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自从右眼的效果逐渐消失后，他就感觉到自己一直处于一种被控制的状态。第98，陈松小心。虽然这种控制没有给他带来麻烦，但是一直这样的话，也是有点危险的。正当他想着这个的时候，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声响，砰，似乎有什么东西被打碎了。陈松立即走了出去，却发现郑伯厚跌倒在地上，双手捂住脑袋，鲜血不断从头顶流下来。老郑，陈松立即走过去，只见郑伯厚的身前站着几个5大3粗的壮汉，其中一个手中拿着铁棍，估计就是用这个铁棍攻击了郑伯厚。你们是谁？这几个壮汉目露凶光，面目狰狞地说道：“这里谁是负责人？”陈松立即站起来，眉毛紧蹙：“我就是。”你！2个壮汉冷笑一声，顺手就一把抓住陈松的双臂。此时不少公司的工作人员都赶过来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陈松问道。呵呵，没别的意思，只是你们这公司成立已经快2个月了，好像还没孝敬过我们的豹哥啊。你的豹哥？陈松算是听出来的，这群应该这边的结巴，看见公司火了，就想来这里索要点好处，估计附近的商铺都给了他们好处，才能安心做生意。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眼神低沉下来，微微说道：“不知道你们的豹哥是什么人物？”什么？你连我们豹哥都不认识？陈松摆开这2个抓住自己的壮汉，稍微活动了一下筋骨，就说道：“抱歉，我刚刚来这里开公司，不是很懂你们这里的规矩。”好，那我就跟你说个规矩。说完，其中一个气焰嚣张的黄毛走了过来，盛气凌人的说道：“我跟你说，在这里的商铺，无论是做生意还是打工的，都必须要上缴一些保护费。”哦，保护费对吧？陈松很淡然地摊开手，他不想惹事情，直接说道：“要多少？你收益的50%。”本来陈松也想着那些钱打发他们走道，没想到这些家伙进来就狮子大开口，瞬间让他变脸了。呵呵，你们有这个能耐拿吗？陈松冷笑道。黄毛愣了下，挖了挖耳朵，很是不解地问道：“你说什么？”我说：“你们恐怕没有这个能耐，可以拿到这50%。”妈的，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说完，黄毛跟着一群人就冲上去。等等，后面的苏雨墨和柳若男冲了出来，看见这种情况，立即问道：“这是怎么回事？”陈松耸了耸肩头，这群混混说要收我们保护费，
开口就要收益50%，这么高？苏雨墨上下打量着这个黄毛，当即就问道：“你不是豹哥的手下吗？我记得豹哥他只收5%，怎么到你这里就变成50%了？”陈松眨了眨眼睛，撇头问道：“你认识他们的豹哥？”“对啊，我做这行的，肯定清楚了。他们是青龙堂的家伙，这一带的势力，这些关系我已经打好了。”苏雨墨秀眉紧蹙，缓缓走了过去，皱起眉头就问道：“上个月我就跟你们的豹哥打好关系了，怎么现在你们来捣乱？”黄毛有些呆滞下来，下意识问道：“你认识我们豹哥？”“废话，我跟你们豹哥谈好了，他只要我们5%的收益。现在你们进来就张口要50%，是想干嘛？中饱私囊吗？”黄毛开始有些紧张起来，只不过现在人都已经叫过来，没理由空手而归啊。豹哥哪里我先不管，反正兄弟最近没钱花了，你们赶紧拿钱出来，不然我把你们这里给砸了。好啊，那我就跟你们豹哥说。说完，苏雨墨就直接掏出手机，正要给豹哥打电话。妈的，这臭娘们，给点颜色他看看。黄毛二话不说，直接上前将苏雨墨的手机给抢了，狠狠摔在地上。啪，一道清脆的声音落下，所有人都开始紧张起来。柳若男这个时候也立即躲在陈松的身后。这群人到底是谁啊？陈松呼了口气，右眼扫过这群人的信息，无奈地说道：“闹事情的家伙，不过看起来都心惊胆战的样子。你干嘛？告诉你们，如果豹哥来了，肯定不会放过你。”苏雨墨大声喊道：“臭女人！”黄毛抬起手，直接朝着苏雨墨的脸上打过去，但是这一巴掌却没有落在苏雨墨的脸上，而是在半空中就被陈松给拦住了。“什么？你小子也来找打是吧？”陈松无奈地叹了口气，紧接着抓住他的手就朝着后面方向一丢。啪！黄毛被甩飞几米开外，重重跌倒在地上，脸上充满了懵逼。陈松也有些惊愕，他看着自己双手，瞬间就陷入了沉思之中，摇着头说道：“怎么会这么大力气了？”自从右眼变异后，现在他感觉整个身体都开始产生变化。这时，几个壮汉冲向陈松，面目狰狞，看起来就像是要把陈松给生吞了一样。啪！陈松下意识地举起手，抓住这两个壮汉的衣服，他自身稍微用，这两个体重200多斤的人就飞了出去。这黄毛看呆了，没想到这陈松居然这么大力。可恶！眼看着拳头对他没有作用，黄毛从口袋中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朝着陈松就刺过去。陈松小心！柳若男看见这种情况，立即冲了过去，他将陈松推开，这把匕首径直刺入了柳若男的右肩上。若男！陈松这才反应过来，看见柳若男流血的右肩膀，立即怒意就上来了，对准黄毛的脸就是一拳打过去。啪！这一拳将黄毛打飞几米开外，重重跌倒在地上，甚至还吐出几颗带血的牙齿，可见力度到底有多大。看见柳若男受伤了，陈松开始紧张起来，对着苏雨墨喊道：“赶紧叫车来！”苏雨墨立即转身就将车开过来，喊道：“走，先把他送去医院吧。”因为只是伤到了肩膀，所以陈松也不是很担心，将柳若男送上车后，转头就要看着缓缓站起来黄毛。“你这臭小子，哪里来的怪力？”陈松神情漠然，冷冷说道：“你想断那条手臂？第99不能妥协。”黄毛愣了一下，看着陈松浑身充满气场的朝着自己这边走过来，开始显得有些害怕起来。“你不要过来啊！”黄毛不断的往后退，手中的匕首在不断在挥舞着。然而陈松此时已经是彻底愤怒了，他没想到居然会把柳若男卷进来，若是这件事情让刘老爷知道了，那恐怕自己要负全部的责任了。想到这里，陈松一个箭步就冲上去，当着众人的面前，直接一巴掌将黄毛手中的匕首给拍了下来，眼神显得特别的凶狠。你要干嘛？我告诉你，你不要对我动手动脚！”黄毛彻底慌了，双腿就这样一直往后退。然而陈松却没打算要放过他，当即就抓住他的一条手臂，用尽全力一掰。啪！清脆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在场的人听着都感觉到疼痛。这黄毛后知后觉，立即大喊了起来，但是没等他反应过来，另一条手臂同样以这种方式招待。啪！又是一道响声，黄毛这下彻底绝望了，两条手臂都被陈松给掰断了，自己根本就没有还手的机会。“你们这群废物愣着干嘛？赶紧给我杀了这家伙！”黄毛气急败坏地喊道。然而这些壮汉看见现在这种情况，当即眼神就呆滞下来，根本就不敢上去跟陈松正面硬来。要知道，刚刚陈松的怪力
让他们已经吃过亏了。现在他们只能看着而不敢上前。看见这群壮汉都无动于衷，这下让黄毛彻底感到无可奈何，只能立即跪求陈松原谅。你们是谁派过来的？陈松冷冷问道。是我们自己擅自过来的，其实就是想拿点钱而已。陈松摇了摇头，继续说道，你以为我会相信你们的话吗？真的，我们真的是想着要点钱而已。轰！陈松一拳打在黄毛身后的墙壁上，只见拳头的力量甚至可以将墙壁打开裂。受到了陈松的压迫，此时的黄毛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微微抬起头就说道，其实这是八统尊派我们来捣乱的。八统尊？听到这里，苏雨墨和郑伯厚纷纷走了过来，两人都眉毛紧蹙，深深吸了口气，说道，果然是如此，这个八统尊终于来报复我们了。陈松眯起双眼，冷冷说道，他这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没跟我说，他只是跟我说让我来你的公司捣乱，只要将你公司的事情全部弄垮了，那他就会给我报酬，所以你就利用豹哥的势力来我们这里找麻烦。没错，但是我也不知道你这边也是不好惹的，其实现在也挺后悔的，看见现在这家伙也断了2条手臂。陈松也不再追究这家伙的责任，立即喊了一声，可以了，你走吧。走了？我可以走了吗？此时的黄毛有些感到不可思议，怎么，你还想我把你腿掰断吗？不，现在就走，现在就走。黄毛说完，立即对着后面的那群壮汉怒道，都给我滚，一群废物，没用的东西。看着黄毛骂骂咧咧地走出去，后面的苏雨墨和郑伯厚就走了过来，眼神有几分低沉，问道，现在怎么办？八统尊开始针对我们了，这八统尊还真是摸不透，明明今天是我救了他，他现在却是恩将仇报，看来这种人就是不能帮，越帮他就越是嚣张。苏雨墨深深吸了口气，接着再说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陈松其实也没有想好，毕竟八统尊的势力很雄厚，他想要弄死自己的话，可能还真的是弹指之间的功夫，但是很显然，他还不会来弄死自己，他这是在招纳自己。八统尊是一个很器重人才的生意人，自己的身上有了他所在乎的发光点，他无论用什么办法也要把自己给拉过去。想到这里，陈松双手交织胸前，现在正是面对问题的真正时候，自己现在是坚持着自己当初的想法而开的公司，才当老板没几天，如果这么快就被八统尊给招安的话，那自己未免也太窝囊了。人争一口气，佛受一炷香，无论如何都不能跟八统尊妥协。随后，陈松随便吩咐了2句，突然苏雨墨先平复一下众人你的情绪，郑伯厚则派人来处理好现场，他自己则前往医院，看看柳若男的情况如何。很快，陈松就来到医院这里，只见医生已经为了柳若男包扎好了伤口，看起来伤得比较深，也不知道会不会留个疤痕。对于一个女孩来说，疤痕非常有影响的，所以这一点让陈松也感到有些难堪起来。柳若男是一个毫无瑕疵的女性，若是如此纯白的玉石沾上了一点污垢的话，那也大打折扣。看见柳若男的眼神有些低沉，陈松整理了一下衣服，就缓缓走了进去。若男，听到陈松的声音，柳若男立即转头看着病房门口，勉强露出一丝笑意。陈松，没事了吧？没事了，已经解决了。陈松不敢说那些人是八统尊派来的，这影响柳若男和八统尊的关系。虽然他知道八统尊并不是什么好人，但最起码他还不会去害柳若男，甚至对以后柳若男的发展有各种帮助。那些人真是太过分了，打不过就用刀，真是够卑鄙的。听到这里，陈松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紧接着微微说道，他们现在已经知道错了，全部都走了。走了？那些是豹哥的手下对吧？陈松连忙点了点头，没错，是豹哥的手下。哎呀，豹哥管教不严嘛，出了这种事情也是比较难堪。那你有跟豹哥提起来吗？陈松当即就显得有些不知所言，微微说道，这就不麻烦他老人家了，既然事情过去了就过去吧。柳若男有些疑惑，怎么陈松说话都没有底气了？难道说是被威胁了？陈松，如果你实在不好意思开口的话，我帮你出声。第100龙2的计划。不，算了吧，你还是养好伤吧。如果让你爷爷知道了，那我就遭殃了。的确，若是让刘老爷知道他宝贝孙女被弄成这样，肯定第一时间就来陈松算账。这件事情不能让爷爷知道，所以我已经打电话跟他说了，我这2天都不回去了。那刚好，我们这2天就准备开播了。柳若男无奈地叹了口气，你看我这手，抬都抬不起来了，怎么直播啊？直播不是动手，而是动口的。这时候，病房外响起一道声音，
是苏雨墨和郑伯厚走了进来。他们处理好公司那边的事情后，就风风火火赶过来。苏姐，你刚刚说是动嘴的，难道直逼就是光说就行了？当然有例外，那些舞蹈区的主播就要跳舞互动，至于其他主播就是动动嘴巴唱歌，或者动动鼠标打游戏，或者像是陈松这样边看边说，很少会用到手的。听到这里，苏雨墨有些自卑地说道，但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其实有很多人都想知道一些关于你个人经历。柳若男眯起双眼，有些在意地问道，个人经历吗？这不是很平凡吗？我从小就在柳家长大，基本上就没有吃过苦，很平淡的经历，没几个人愿意听的。苏雨墨摇了摇头，嘴角泛起一丝笑意，你就放心吧，我都帮你做好宣传了。云海城4大家族只有的柳家大小姐来直播了，不少人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情。虽然柳若男没有什么名气，但4大家族还是广为人知的，所以他们都很好奇，柳家大小姐到底日常是做什么？这个是一个噱头，也是网络上常用的手段，这些苏雨墨最懂操作。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听苏姐的吧。柳若男轻轻点了点头说道，但是你这肩膀真的没问题吧？柳若男轻轻摇了摇头，微微说道，医生说了，皮外伤，就是伤口深了一点，过1个星期就没事了。那行吧，今晚上继续过来，我带你先做一场直播，看看效果如何。随后苏雨墨和郑伯厚都回去公司继续工作了，而陈松这才对着柳若男说道，若男，谢谢你。怎么了？陈松耸了耸肩头，呼了口气说道，这一刀其实是你替我抵的对吧？柳若男没有说话，看样子是默认了，只不过他并不后悔，这若是一般朋友的话，这种举动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陈松很难理解柳若男到底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做这件事情。其实你没必要帮我挡这刀，是本能。陈松愣了下，看着柳若男这双盈盈秋水的眸子，心中仿佛被触动了一下。一个女人用本能来告诉你她想保护你，这估计已经将关系说得很清楚了。一时间陈松挠着头，脸上泛起苦涩的笑意，我何德何能啊？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柳若男突然就说道，眼看着朋友有危险而不去帮的话，那就不算是真正的朋友了。看来柳若男对朋友还真是掏心掏肺，但是陈松现在不确定他口中说的朋友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而后陈松带着柳若男离开医院，因为是柳若男受的伤并不严重，所以没必要留在医院，而且若是刘老爷知道柳若男住院了，那肯定会直接过来询问情况，所以陈松要把柳若男带回去公司，在公司临时搞个房间先让他住下来。回去的路上，陈松坐在车上时，从车的倒后镜发现有一辆车一直跟着自己。司机，先停一下车。陈松喊了一声。怎么了？柳若男问道。陈松缓缓下车，紧接着对柳若男说道，我临时想到还有一些急事要处理，你先回去公司，苏雨墨已经帮你打理好一切的，你过去找他就行了。柳若男虽然有些疑惑，但是也没有多想，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说道，行吧，那我就先回去了。司机开车吧。看着车辆缓缓驶远，陈松的目光落在后面停泊的车辆上，他缓缓走了过去，深深吸了口气，想看看到底是谁一直跟着自己。他来到这辆车的车窗边上，轻轻用手敲了敲车窗，车窗缓缓落下来，一个熟悉的脸颊连入他的眼眸之中。陈松，你好啊。龙二，九龙商会的会长，也是八筒尊养的一条狗。别装了，你都跟了我们一路了。哈哈，这都被你察觉到了，看来我的跟踪技术还是太差了。看着对方嬉皮笑脸的样子，陈松深深吸了口气，紧接着微微说道，八筒尊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还想要干嘛？嘻嘻，只是想邀请你上车谈谈，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呢？听着对方像恐吓的语调，陈松并没有太在意，神情漠然的回道，有何不敢？说完，陈松就缓缓走上车，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哟，还真的有这个胆量啊，不错不错。龙二笑着给陈松倒了一杯酒，笑着说道，来喝一杯。陈松的右眼扫了一遍，确定这酒没有下药，伸手就将酒端了过来，二话不说直接灌入喉咙。看着陈松如此豪爽，龙二也直接拍着手掌喊道，不错不错，看来你挺有胆量的。怎么，我还怕你不成？你的确是没必要怕我，因为现在是八筒尊找你有事。他找我，还好意思找我吗？龙二拍了拍陈松的肩膀，嘴角勾起笑意，微微说道，你不要激动嘛，其实有些事情你还是不了解。哦，你说说看。那群黄毛是我派去的，其实也只是想让他们测试一下你的实力，没想到
他们这群傻瓜居然伤害了刘小姐，实在是我的失误。如果这件事情让八爷知道，那我可能就没命了。原来如此，陈松差点就错怪了八统尊，没想到眼前这混蛋做的。这次幸好若男没发生什么意外，要不然追究你的可不只是八爷，若男的爷爷可能会让你直接人间蒸发。第101偷龙转凤，这个我知道，但是想必现在柳小姐还不会跟刘老爷说，所以我这边才来赔礼道歉的嘛。哦，赔礼道歉还需要这样偷偷摸摸的吗？陈松笑道。龙二摇了摇头，紧接着从口袋中掏出一个让陈松意想不到的东西。你看看这是什么？陈松定睛一看，顿时眉毛紧蹙起来，脱口而出：太阳之星。没错，这是太阳之星。这东西不是八爷打算送给九龙城的叶家吗？怎么会在你的手上？龙二轻笑了一声，摇了摇头说道：因为这是我从他的手上弄到的。听到这里，陈松感觉这龙二似乎不怀好意，有几分警惕起来。陈松，这可是价值连城的东西，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个高仿的？陈松愣了下，微微笑了一声：这个我想你找错人了，我不会做这种高仿品，帮不了你。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龙二下意识地笑道：我当然知道，但是我是想你帮我看看，做出来的效果有多少成是相似的。这个问题我先不跟你讨论，为什么你把这么重要的事情跟我说？难道你不怕我将你爆出来吗？龙二听了后立即大声笑话起来，摇着头说道：哈哈，陈松啊，你应该还没想过，如果将这个太阳之星卖出去的话，我们能有多少收益？哦，多少？你现在公司的净利润能有多少？现在公司刚刚起步，月入的流动大概80万左右。龙二粗略算了一下，张开手掌，好似很激动地说道：如果将这太阳之星卖出去，我们最起码可以赚8个亿。听到这里，无论是什么人都会感到激动不已。8个亿是什么概念？陈松以前从来就不敢想象，可能对于那些大佬而言，8个亿应该只不过是一部分的身价，但是对于一个平民百姓来说，那就是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陈松，8个亿啊，那这些钱过着小日子，简直是奢侈至极啊。的确是如此，陈松若是有了8个亿，甚至还能投资更多的事业，也不会止步于此，的确是挺吸引人的。但是这东西我已经说过了，只是一个有价无市的存在。不，你错了，我已经找到了买家，对方愿意出20个亿，到时候我可以分给你8个亿。陈松愣了下，眨了眨眼睛。哦，按照你这么说，我只需要动动嘴巴就可以拿到这8个亿。没错，八爷估计现在只会相信你的眼光。你说真就是真，假那就是假。古斋堂那群人不会看吗？他们就是一群废物，就算是从他们的嘴上谁出来，八爷未必相信。陈松眯起双眼，看着这颗价值连城的太阳之星，似乎贪念一下子就涌上心头。现在自己的公司刚刚起步，发展得很慢，而且行业的竞争非常吃力，所以这笔钱可能对于陈松来说就是一个转折点。只不过陈松却看着这太阳之星，陷入了沉思之中。没错，他在做这个决定之前犹豫了。这个，陈松深深吸了口气，正要说话的同时，龙儿立即又打断了他的话语。陈松，这个机会只有一次，如果你想清楚了，可以随时联系我。说着，龙儿递给陈松一台手机，嘴角泛起意味深长的笑容。这件事情你回去好好想，如果已做的话，那就通知我。陈松有些好奇，眯起双眼，你不怕我真的把这件事情告诉八爷吗？呵呵，你不会的，因为这对于你来说没有任何好处。的确是如此，陈松对这些事情的确是没有多少在意，他也懒得跟八爷说这些事情。行吧，你想清楚后就来找我吧。陈松缓缓下车，看着车辆缓缓驶远，心情瞬间五味杂陈。人在做决定的时候，往往就会存在一念之差。这笔钱对于陈松来说并不是必要的，但却是伸手可得。他知道自己不应该拿这笔钱，但是这也不是什么伤天害理之事。反正这太阳之星以后也是有价无市的存在，就算是骗了八爷，这东西送到叶家的手中，他们也不会察觉。再说了，这事情本来就跟自己无关，自己只需要说个谎就行了。陈松一边想，一边走在人潮涌动的街道上，不知不觉他就回到了公司大门口。此时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公司还在正常运作，不少主播都是趁着晚上人多开启直播，而其中柳若男和苏雨墨也在做着直播。因为柳若男这是第一次做，所以显得比较生疏，幸好旁边有经验丰富的苏雨墨带着，这才让现场气氛没有这么尴尬。不过不得不说，柳若男的名气还挺高的，
直播间到处都充满了欢快的言语，眼前这一幕似乎触动了一下陈松的内心。如果自己有了这笔钱的话，那可能就没必要现在创业这么辛苦了。然而，虽然他是这么想，但是事实上他心里早就有答案了。他默默地回到办公室，掏出今天龙儿给他的那台手机。喂，龙儿很是兴奋地问道：“这么快就有答复了吗？”我同意了。陈松默默回来一句，这让龙儿当即就笑了起来。好，小子，有胆量，看来我找对人了。但是你想好了，如果事情败露的话，你的名声彻底败坏，赚钱嘛，不寒碜。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找人开始制作了。陈松挂了电话后，下意识地呼了口气，紧接着说道：“哎，有些时候还是挺难搞的。不过有钱不赚，那就是傻瓜行为。”不过，陈松其实早就想好了另一套自己的计划。滴滴滴，正当这个时候，他自己的电话响了起来，掏出来一看，陈松立即眼神呆滞。刘老爷，这一下让陈松整个人都吓了一跳。这个时间段打过来的，不用问了，绝对就是跟柳若男有关系的。想到这里，陈松立即就接听，语气充满了尴尬：“那个刘老爷，这么晚有事吗？”第102躲避。陈松啊，怎么我孙女若男出现在你平台的直播间啊？刘老爷黯然道貌问道。事已至此，陈松也只能说道：“这个其实我也不想的，但是若男她非要这样。你也知道，建立这个平台的时候，若男她也帮了我不少，所以这次她的要求，我没有拒绝的理由。”听到陈松这么说，刘老爷也稍微有些理解，叹了口气，说道：“他这只是想玩玩而已，对吧？应该是吧？他可是你们柳家千金，只是性情来了就玩一下。”刘老爷还是有些顾虑，对着陈松说道：“算了，这件事情不能让他继续下去，这样会败坏家族的名声的。这个我知道，但是现在我也不好控制啊。”刘老爷深深吸了口气，接着说道：“让他先玩2天吧，我过2天就来带他回去，行吧？没什么事情的话，那我就挂了。”陈松立即将手机挂断线，眼神一下子就低沉下来。现在是真的难搞了，看来刘老爷这一关是必须要过了才行了。想到这里，陈松立即眉毛紧蹙，缓缓走出办公室。此时的柳若男刚刚好做完直播，他从直播室走出来后，情绪显得非常高涨和亢奋。陈松有些好奇，对着苏雨墨问道：“什么情况？”苏雨墨微微说道：“他现在的情况还可以，最起码没有任何差的评论，而且他的形象也非常好，很适合后期发展。”陈松，柳若男很是兴奋地走过来，笑容满面地说道：“真是太好了，我没想到做直播这么好玩，还可以跟观众和粉丝互动。”看见柳若男玩得这么高兴，陈松下意识地笑了声，既然是觉得好玩的话，那明天就继续吧。肯定继续啊，只要我把网络直播做好了，拥有后盾的力量，就算我父母回来了，他们也逼迫不了我。对了，刚刚你爷爷打电话过来，说过2天就来抓你回去。陈松的话语如同一盆冷水浇在炙热的铁上。这……柳若男瞪大着双眼，满脸写着不解，问道：“你为什么不阻止他来呢？我阻止有什么用？他该来的还是会来，那怎么办？”陈松无奈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道：“如今之计，也只能跟你的爷爷抗争到底了。”抗争到底？不会吧，我可没想过跟爷爷抗争啊。听到他这么说，陈松无奈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紧接着说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想你应该还会想到其他的方法。”什么方法？直接摊牌？柳若男立即摇头：“不行，我爷爷心脏不好，不能跟他直接说。”有了这层顾虑，陈松也对此无能为力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后面苏雨墨突然说道：“这不简单吗？只要躲起来，不要让刘老爷找到，不就行了吗？”说的简单，现在整个云海城都几乎是眼线，刘老爷肯定会找到的啊。那只要离开云海不就行了吗？一语惊醒梦中人，柳若男立即说道：“对呀，只要离开云海城，说我跟几个朋友去度假不就行了吗？”陈松无奈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道：“说实话，这种谎言连我都不信，你觉得你爷爷会相信吗？”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柳若男立即回道：“不怕，反正爷爷只要知道我没事，那他就不会说些什么。”其实陈松是担心柳若男这样闹下去会很难收场，真不知道自己帮他是对还是错。柳若男现在是躲避婚事，但是这样下去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毕竟从古至今婚姻都是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还要门当户对，叶家就完全符合，可能自己这样做是破坏了一段好的姻缘。陈松还没回想过来，立即就被柳若男喊了一声：“怎么了？我刚刚说的话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陈松眨了眨眼，现在才反应过来，挠了挠头说道：听着，不过我觉得你应该……别觉得了，我已经跟苏姐商量好了，明天就出发，你要不要一起？啊，我就算了吧，明天还有事情要去做。苏雨墨似乎看出陈松的难堪之处，微微抬起手就说道：你明天有事就不用跟过来了，我和郑伯厚就搞定好一切都。抱歉，最近我的确是有些事情要去做。陈松说完便转身回到办公室，看着窗外的夜景，此刻他的心情开始有点凝重起来，毕竟这件事情已经牵扯了太多了。柳家、八筒尊、龙二、太阳之星，还有九龙城叶家，这些事情一直缠绕在他的心头。本来自己只是想好好搞一番事业的，但是没想到却面对着各种问题出现。创业是真的不容易，而陈松现在却是想着走另外一条捷径。没错，那就是跟龙二合作，得到那8亿的巨款。到了第二天，陈松早早就来到九龙商会，此时的龙二正在等候着他的到来。来到商会，此时不少位置都空空如也。人呢？龙二缓缓走过来，嘴角泛起一丝笑意，说道：上次喝了那些毒药，幸好发现及时，现在都躺在医院呢。听到这里，陈松下意识地笑了声，微微摇了摇头：是吗？那还挺惨的。哈哈，本来就是自作自受，我记得你当时也喝了，怎么你会没事呢？龙二立即眼神就低沉下来，似乎这件事情也跟他有着关系。难不成你也是其中想要陷害八爷的人之一？听到这里，龙二瞥眼没有回答，似乎已经默认了这件事情。不过这些对于陈松来说也不是特别惊讶，毕竟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想到这里，陈松缓缓坐下来，双手交织胸前，微微说道：关于你的这些事情我不想管，拿东西做好了没有？做好了，昨晚那师傅连夜就做好了，你看看吧。说完，龙二就从口袋中掏出一条假的太阳之星给陈松。第103刘老来了。陈松观察了一会儿，眯起双眼问道：这就是你找人仿制的太阳之星？对，怎样，有几成相似度？陈松在观察了一阵子，摇着头说道：做工方面不行，但是材质倒是用的不错，一般人也看不来是真是假，只有内行人才能看得出来。真的？那就证明我的这个太阳之星看也来一个偷龙转凤了。看见龙二如此兴奋的样子，陈松深深吸了口气，微微问道：你真的要这么做吗？不然呢？这白花花的银子不去捡吗？他这番话让陈松一下子就想到以前捡漏的时候，那时候的确是想着有东西可以让自己直接报复起来，如今这个机会居然就出现在自己的面前。陈松，到了送礼的时候，八爷就会再问你一遍，到时候你只需要动一下嘴巴就行了。陈松微微点了点头，紧接着笑道：好，这动动嘴巴子就能拿到8亿，这么好赚的钱，我还是不会放过的。随着陈松的声音落下，龙二也放心了，嘴角泛起笑意，说道：好，那到时候你只需要说2声就够了。商量好了后，陈松就离开了九龙商会，返回到自己的公司里面。他回到办公室里面，却发现郑伯厚正在招待室里面，看来是有什么贵宾来了。陈松整理了一下衣着，闲庭信步地走进招待室。然而在他打开招待室的大门时，眼眸却落在正前方的刘老爷身上，这让他感到有些惊讶。愣了下，挠了挠头问道：刘老爷，您怎么来了？刘老爷看见陈松回来了，眼神变得严肃起来，冷冷说道：你回来了，我有些事情要问你，过来坐下。陈松眨了眨眼睛，瞥眼看着旁边的郑伯厚，此时的郑伯厚眼神阴沉下来，无奈地摇了摇头，能感受到他的身上也在发抖着。愣着干嘛？过来坐呀！刘老爷再次喊道。陈松深深吸了口气，一步步坐到正前方，对着刘老爷问道：刘老爷，您想要问？我今天打我小孙女电话，她说跟几个朋友去度假了，这一去就是1个月。陈松摊开手，苦笑道：度假不都是1-2个月吗？但是我发现你们公司的苏秘书也不见了呀。他出差了，你也知道他是到处找主播的，所以出差也是经常的事情吗？听到陈松这么说，刘老爷疑惑地看着他，摇着头说道：陈松，你有事最好告诉我。陈松耸了耸肩头，眼神低沉下来，紧接着说道：没事，我怎么会有事呢？再说了，你家的小孙女也已经长大了，她想去旅游我也拦不住对吧？我知道你们2个最近感情发展不错，但是也不能太过放纵。看来刘老爷似乎也察觉到什么了，所以才今天特地过来询问自己。刘老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
自从上次寿宴后，我就一直担心你和若男的事情。看来刘老爷似乎对这次事情有些误会。陈松立即说道：“刘老爷，你不要多想，我和若男什么都没有。我知道，这一点我倒是不担心，只是担心若男这丫头会为了逃婚才想到这些鬼主意的。”他听到这里，陈松难堪的苦笑了一声，无奈耸了耸肩头，紧接着说道：“呵呵，这些事情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也许是我错觉吧。”刘老爷的表情阴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好了，今天我来只是确定一些事情，但是现在我心里也有数了。那刘老爷，您打算怎么办呢？这丫头迟早就回来的，等她回来你就通知我吧。还有，她的父母要提前1个月回来。”陈松愣了下，压抑住心中的惊讶，笑着说道：“是吗？那真是太好了。总之，若男现在是关系2家人的命运，所以这次不能让他再任性了。你身为他的朋友，应该也想为他好才对。对，我会帮你劝说一下的。那就拜托了。”说完，刘老爷就起身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看见刘老爷离开后，陈松终于松了口气，整个身体就跌倒在地上，摇着头说道：“真是吓死个人。陈松，瞒得住一时，瞒不过一世啊。刘老爷迟早会知道柳若男的意思。”陈松擦了擦额角的汗珠，摇了摇头：“不管了，这些事情本来就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你说的没错，但是有些时候还是挺难说的。”看见陈松认真的眼神，郑伯厚叹了口气：“见步走步吧。刘老爷现在对我们的生意很照顾，不能得罪他。这个陈松自然清楚，但是现在他也站在柳若男这边，所以也让他感到有些难堪起来。”陈松！就在这个时候，后面出来一道娇声响起。陈松转头一看，只见赵文文带着一个女孩走了进过来。这个女孩长相有点特别，穿着小白裙，纯白的棉袜和一双帆布鞋，看起来挺有活力和清纯。怎么了？陈松问了句。赵文文介绍道：“这位是我大学时期的闺蜜，她现在也想做主播的行业。”这女孩立即上前，点头弯腰，笑道：“陈总好，我叫孙小静。”陈松呆滞了一会儿，下意识的点了点头：“你好，那个，如果是想签约主播的话，这边得等苏雨墨回来再说，这方面我可不在行。”赵文文立即走到陈松旁边，贴过陈松的耳畔说道：“我闺蜜在大学的时候可是参加个文艺演出的，甚至还得过奖的呢。”旁边的郑伯厚也蹭了一下陈松的肩膀，说道：“这妞看起来不错，应该能做好的。”陈松眯起双眼，上下打量着，甚至还有一些犹豫起来，摸了摸下巴，说道：“这个，我觉得还是等苏雨墨回来再说吧，毕竟这方面他才是专家，这还要等他回来吗？哎呀，真麻烦。”郑伯厚立即走过去，一脸笑意的对着孙小静说道：“小静对吧？我叫郑伯厚，以后你可以叫我郑哥。我先带你去熟悉一下直播室吧。”第104真假之心。好的，谢谢郑哥。孙小静娇媚笑了一声，旋即就贴到郑伯厚的身旁。就这样，郑伯厚就带着孙小静缓缓走了出去，这让陈松感到有些无语。话说，你闺蜜真的靠谱吗？陈松抬起眉毛问道。看得出来，陈松的眼神中有几分担忧。不过赵文文却拍着胸口说道：“你就放心吧，我的闺蜜比我有才华多了，绝对可以胜任的。”陈松也没心思去继续想这些事情，随手挥了挥说道：“行吧，那你就好好带带她吧。”随着这道声音落下，赵文文立即笑了声：“那你是接受她了？这你要问郑伯厚，还有苏雨墨回来的审核，我同意也没用。”赵文文扭着娇躯就靠近到陈松的身旁，问了句：“难道你对她不动心吗？她可是以前学校的清纯女神啊，很多男生都妄想着追求到她。”想到这里，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低沉下来，跟着微微说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听到陈松这么说，赵文文戳着陈松的脸蛋，嘟起嘴唇说道：“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是单身了，真是个直男癌。行了行了，别管我了，赶紧出去直播吧。”赵文文扭着头有几分生气就走了出去。陈松现在根本就没有心思去想这些事情，现在他只能想着龙儿以及柳家的事情。这一想就到了傍晚时分，陈松看着窗外的风景，心中五味杂陈。正当这时，他低头看着公司楼下，只见今天刚刚来时孙小静跟着郑伯厚走了出去，两人有说有笑，看似挺亲密的，而且还上了车，这让陈松有点震惊了。他们这是看上眼了，去约会？没等他反应过来，手机铃声突然就响了起来。陈松连忙接听电话，紧跟着问了句：“喂？”陈松，是柳若男的声音，这让陈松有些感到奇怪。这电话号码慢慢就不是柳若男的，
若楠，你怎么用其他手机给我打电话呢？柳若楠有些激动地说道，我和苏姐现在在西南盘山这边，你们去这地方干嘛？赌石啊。苏姐说带我来这里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而且当地这里也可以进行直播。那你现在是怎么回事？柳若楠反应过来，立即说道，是这样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不少好的原石，而且店家这边也允许我们直播。苏姐让我问问你，有没有兴趣也跟过来？现在陈松根本就没有心思放在这上面，无奈的摇了摇头，我就不来了。你跟苏姐好好学吧，我的手机现在在直播，所以没法用来跟通电话。你不用担心。我不担心，但是个人担心。柳若楠愣了下，抬起秀眉问道，谁啊？还有谁？你爷爷啊，今天才来找过我，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你不用担心。陈松呼了口气，说道，行了，你自己看着办就行。说完，陈松挂了电话，眼神有些疑惑起来，后知后觉的自言一句，对了，苏雨墨无端端带他去西南盘山赌石干嘛？不会是为了节目效果吧？次日，陈松接到了八筒尊的邀请电话，说让他再去鉴定一次那个太阳之星，如果是没问题的话，那就可以直接拿去送礼了。这是陈松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选择。如果选择帮助龙儿的话，那自己就能获得一笔巨额财富，但是这也意味着自己就跟古斋堂的那些鉴宝师傅一样，用一张嘴去骗人。陈松以前很讨厌这样骗人，但当这些事情落在自己的身上，他却泛起了犹豫。没错，在金钱面前，谁都会有犹豫。此刻他终于知道古斋堂的那些师傅们到底是怎么堕落的了。他来到九龙商会，只见一群人都围在大厅这里，话语不断，议论纷纷。众人看见陈松过来了，纷纷都凑上来说道，陈先生来了。伴随着这些声音落下，八筒尊和龙二立即上前过来，满面笑意。哎呀，陈松你总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看着八筒尊这张虚伪假笑的脸，陈松其实很反感，但也为了场上的气氛，他也只能苦笑一声，怎么回不来呢？说完，龙二就做了一个请的姿势，给陈松打了一个眼色。陈松也看出来这个眼色，下意识的微微说道，看来你已经准备了吗？那当然，那将东西已经被我偷龙转凤了，等会你记得说一下。陈松微微点了点头，紧接着被八筒尊请到众人之中。只见玻璃柜台上放着那太阳之星，只不过陈松一眼就看穿了，这就是龙良所偷偷换了假货。看到这里，陈松下意识的眼色有些难堪，而旁边的八筒尊还在兴奋的问道，陈松，这次再劳烦你再过目一阵子了。陈松点了点头，下意识的笑道，没关系，我看看。随后，陈松将这太阳之星拿出来，右眼已经显示出信息，这的确是假货，只不过这是高仿，而且在座的这些人也看不出来。如果自己不提出质疑的话，八筒尊绝对不会送去专业机构鉴定的。而且龙二这家伙也是个生意人，他应该早就备好了后手，估计这东西送去古斋堂那专业机构也会被说成真品。想到这里，陈松只能下意识的笑了声，没错，我确定这是真品。听到陈松这么说，此时的龙二也泛起了笑容。八筒尊还在笑着拍着陈松的肩膀，微微说道，哎呀，那就好，这东西我打算今天就送去叶家了，所以就麻烦你来一趟。八爷，为了保险起见，不如我们再送去古斋堂哪里鉴定一下吧。龙二故意走过来说道。然而这番话却让八筒尊感到有些可笑，摇了摇头说道，你说这句话未免也太不尊重陈松了，更何况古斋堂的那些老家伙根本就不懂，送去哪里干嘛？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龙二的笑意就更加浓郁了。好，既然八爷都这么说了，那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包装好送去叶家吧。第105八爷的生日宴，八筒尊让陈松再三确认后，立即就亲手将其包装好，对着九龙商会的众人喊道，好了，这次我们的九龙商会能不能跟叶家长期合作，就靠这太阳之星了。龙儿立即笑道，叶老爷对古物非常痴迷，所以对此他非常喜欢这些稀有古物，而八筒尊送给他的这个太阳之星可是价值连城的稀有古物。听到这里，陈松不禁内心冷笑，若是让叶老爷知道这是假货的话，恐怕会被气得直接吐血。然而现在知道这是假货的就只有陈松和龙二，而且这种古物甚至很少人会分辨得出，就算有人看出来，他也拿不出来任何的证据。想到这里，陈松内心多少有点罪恶感，不过这也不是什么伤天害理之事，自己跟古斋堂的那些混蛋比起来，已经算是有良心的了。随后八筒尊就将这假货包装好，眼神显得非常得意，对着众人说道，各位，你们看好了，这次跟叶家的长期合作，
我势在必得。说完，此刻不少人都在喊叫着，这种打了鸡血都要兴奋的状态，让陈松感到有些哭笑不得，无奈的摇了摇头，真是够搞笑的，对吧？旁边的龙二对着陈松冷笑道：一群无知的人。陈松瞥眼看着龙二，冷笑道：现在知道这事情的就只有我们2个，但是我不能保证有其他人呢。哦，按照你这么说，还有人能看得穿这假货？陈松我微微点了点头，没错，这种假货的做工实在是太差了，如果是一般的鉴宝师傅可能是看不出来，然而若是一些眼力不错的鉴宝师傅，可能就会发现其中问题所在。只不过就算发现了也没用，毕竟他们也拿不出任何证据出来，只能有口无证。那我就放心了，只要将这太阳之星一出手，你跟我就可以坐着数钱了。虽然陈松说过不想赚这种钱，但奈何给的实在是太多了，8个亿足以让人沉醉于此。有了这笔钱，陈松肯定会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只不过他的内心却有些不安，并不是这个谎言给他带来不安，而是自己的这个做法会不会慢慢侵蚀自己的人性。好了，现在我就请各位去醉梦楼吃顿饭，提前庆祝一下成功。众人都在欢呼着，只有陈松和龙二2个人是偷偷乐着。酒足饭饱后，龙二在送陈松回去的路上，2人对此心照不宣，似乎都已经明白对方在想什么。当然了，陈松的右眼已经窥视到龙二此时的想法，然而2人都没有说话，似乎都在想着自己的事情。这笔钱我会在交易完成给你打过去，你只需要提供账号给我就行了。陈松微微点了点头，接着问道：我很想知道，难道只想着要拿这笔钱吗？我感觉你们九龙商会也不是很缺这笔钱对吧？当然，我是为了自己着想，过2天就是八统尊的生日了，你要参加吗？听到这里，陈松耸了耸肩头，眼神低沉下来，摇头说道：抱歉，我不想跟他有更多的接触。是吗？不过这场生日派对还请了不少云海城的企业家，其中有很多都是跟你们公司有关系的。听到这里，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微微撇头问道：这是真的吗？真的，我已经在名单上看见了，很多都是跟你们公司有合作关系的，所以我劝你也过来吧。如果大家都知道你跟八统尊不友好的话，很有可能就跟你们断绝合作了。陈松无奈地叹了口气，现在他是彻底被拉下水了，如果让众人知道他跟八统尊的关系，恐怕就不会跟自己公司合作了。这些事情还真是麻烦。不麻烦，你只需要好好做，总会有人帮你出面解决的。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不禁笑了声，如果是真的话，那就好了，我也懒得去跟这些人打交道了。随后，陈松就回到公司。此时，郑伯后正跟着孙小静在办公室卿卿我我，看起来倒是挺亲密的关系。陈松看是看到了，但是他没有去说什么，毕竟这是郑伯后的私人生活，只要不干涉公司任何的事情，那他就不会管。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慢慢再次陷入了沉思。八统尊的生日派对，他是整个云海城的首富，所以企业家都想巴结的对象，只要他开口，估计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来讨好他。所以这场生日派对其实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场索要大会。陈松深深吸了口气，他其实不想参加这生日宴，但是又不得不去参加，为了公司也为了自己的前途，他必须要在这生日宴露头才行。只是想着的时候，突然办公室大门被推开了，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来：陈松，我们回来了。陈松转头一看，只见是苏雨墨带着柳若男回来了。此时2人的脸上都挂着笑意，看起来还挺好的样子。然而陈松却发现柳若男的化了很浓的妆，看起来并不自然了。你这脸……柳若男立即反应过来，擦了擦脸上的妆粉，轻笑了一声，刚刚直播完，忘记卸妆了。苏雨墨走过来，拿着几份报告说道：根据这几天下来的观察和考核，他的确是可以做主播，而且流量很大，基本上可以是2线的水平。听到这里，陈松并没有开心起来，反倒是有些担心，毕竟让柳若男去做主播是自己的主意，若是让刘老爷知道了，那肯定会对自己有指责。怎么了？我表现这么好，你不应该高兴一点吗？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只能老老实实转头对他说道：说实话，现在刘老爷很担心你，你还是回去看看他老人家吧。这个我会回去的，只是这次回去我打算跟他们摊牌了。摊牌？没错，现在我已经拥有了一些支持的声音，虽然都来自网络，但是现在是网络时代，只要我开口的话，家族这边就拿我没办法。第106一起去。陈松眯起双眼说道：那刘老爷呢？这个倒是我最担心的问题，爷爷年纪大了，经不起这种事情，所以我打算慢慢让他接受。
纵然你爷爷同意了，但你父母也不会同意。柳若男却没有在乎父母的想法，他高高抬起头，语气冰冷地说道：他们能把我当成工具，我也没必要去迎合他们。你这是……没错，这次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去叶家订婚。听到这里，陈松感觉到自己似乎教错了他一些什么。虽然这种自由难得可贵，但也要看是什么场合。他这样贸然的做法，很容易就会在家族这边引起矛盾。反正我不管，就算现在离家出走，我也有资本了。苏雨墨跟着说道：的确，现在刘小姐已经可以独自直播了，而且一场直播下来收益很高，她的确可以做到自己养活自己。陈松无奈的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道：说实话，他就算不用工作，喊2声能有钱了，我更加喜欢自己赚的。真不明白这种大小姐怎么喜欢自己去赚钱，明明家里就有一大堆。陈松深深呼了口气，说道：那你自己看着办吧，反正刘老爷这边我也就帮你说好了，至于后续的事情，你自己都要去解决了。对了，正当这时，苏雨墨问了句：过2天是不是8筒尊的生日宴啊？哦，你怎么知道？苏雨墨拿出手机苦笑了一声，整个云海城的人都知道啊，尤其是商圈这块，人人都知道。陈松拿出手机一看，顿时就被吓了一跳。我靠，这还真是啊！陈松，听说这次8筒尊的生日宴有很多我们公司的合作商，这次如果你不出席的话，很有可能会让人感到误会的。这个我知道，所以我只能选择过去了。听到陈松要去，此刻的柳若男也坐不住，立即凑上来说道：那我也去。你当然得要去了。苏雨墨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说道，这让柳若男有些不解，挠了挠头问道：苏姐，你这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些重要的宾客名单上已经写着你的名字了。啊，这样啊。柳若男一看还真是，只不过当他看见另一个人的名字时，当即眼神就阴沉下来，有几分不屑地说道：怎么连他都来了？谁啊？陈松凑过去看了看问道：还能有谁？九龙城叶家的长子长女全部都来了，甚至还有想跟我订婚的那混蛋叶成林。陈松也是笑了声，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个我就帮不到你了，上次就已经得罪了这么多人，这次继续帮你的话，恐怕2个家族都把我给融了。你不帮我，那谁帮我呀？难不成真要那家伙整天到晚都烦着我吗？看见柳若男可怜兮兮的样子，陈松此刻也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跟着说道：那你能有回避的办法吗？有啊。柳若男继续靠近陈松，甚至主动挽住他的手臂，眼神之中透露出一丝金光。你来陪我不就行了吗？那些家伙看见我和你一起的话，自然会打消这个念头。陈松愣了下，眯起双眼问道：难道又要像上次那样吗？我可不想被人针对。不，这次我们只是正常朋友的关系，只需要表现得亲密一点就够了。旁边的苏雨墨不禁偷笑了一声：陈松，这可是好事啊！你想想，你多久没碰过女人了？陈松似乎被戳到了痛处，心情当即就悲伤起来。的确是如此，自从跟白鹿分手后，其实陈松就很少考虑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一直以来他都很少跟异性有亲密的接触。哎呀，陈松，你跟我的关系都这么好了，你这次应该不会拒绝吧？柳若男似乎搞了直播后，懂得讨到男人的欢心了，说话的期间将玉手放在陈松的胸口上，这个动作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妩媚一点。然而陈松早就不吃这套了，只不过他的确是不想让柳若男难堪，所以只能无奈的点头答应。行吧，不过到时候实在没办法的话，就别怪我了。没事，你只需要站在我身边就行了。苏雨墨接着说道：对了，我这边还有一些礼服，生日宴的那天你们可以穿，用服装来表示你们的关系不一般就行了。情侣装？不，这个太显眼了，只是让你们看起来关系很好就足够了。说完，陈松眉毛抬起来，深深吸了口气，说道：这样确定不会出事吗？不会的，反正你们不说关系就行了。话说，雨墨，我发现你最近挺帮若男的呀，你们2个发生了什么？哎呀，我们2个女孩的事情跟你说什么？说完，苏雨墨就拉着柳若男走了出去，留下陈松一个人满脸懵逼。而后，郑伯厚走了进来，对陈松问道：他们的感情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都挽着手了？别管他们，你这边又是什么回事？啊，没事啊，就是问下，这场生日宴是不是我们都要去啊？陈松耸了耸肩头，叹了口气：我都去了，你们不陪我去受罪，是不是有点不仗义啊？那我可以带人去吗？小静也想参加这种大型的宴会，我现在发现你跟着孙小静的关系好像有点太过亲密了。
你们两个不会是……郑伯厚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的确是有些亲密过头了。只不过这些都是正常的。这还正常？哎呀，反正我也没有结婚，这些事情合情合理吗？陈松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道：“我只是怕你耽误工作。不会的，现在孙小静的直播非常好，给我们公司也创造了不少利润。换句话来说，我现在是帮你留住这些明日之星。行了行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吧。现在最主要的是去应付那场生日宴。”第107，陈松也有难处。八筒尊的生日宴传遍了整个云海，一时间不少的人都在想着送什么给八筒尊比较好，唯独是陈松什么都不用想，因为此刻的他完全没有想参加的欲望。很多人都想着去讨好八筒尊，唯独是陈松是不想去接近八筒尊这个人。然而，情就是这样，越是不想要的东西，越是容易得到。这次的生日宴，八筒尊邀请了云海的4大家族，甚至还邀请了远在九龙城的叶家，因为叶家也想趁着这个生日宴来看看未来的儿媳妇，所以也同意过来了。然而，柳若男这边却找自己去应付这些人，这让陈松感到很头疼。说实话，他的确是不想去招惹这些家族的事情，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没必要卷入这些事情里面。但是事情往往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现在柳若男需要他的帮助，所以这对于他来说又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很快到了八筒尊生日宴会的那一天，这次八筒尊并没有请众人去酒店设宴，而是直接在他的私人高尔夫球场举办生日宴会。这块足足上万平方的高尔夫球场用来举办生日宴会，的确是令人意想不到。不过还真别说，八筒尊这次邀请了各大名厨以及明星来举办宴会，搞的是有声有色。此时在松子公司门口，陈松整理一下穿着，眼神显得有几分低沉。陈松，你快点啦，快开席了！郑伯厚催促喊道。陈松坐上车后，看着已经穿好礼服的苏雨墨和赵文文，眉毛紧蹙问道：“你们两个确定要这样穿吗？”当然了，女人在这种场合必须要打扮得漂漂亮亮，你这种男人不会懂的。想到这里，陈松无奈地摇了摇头，对着郑伯厚问道：“你不是说带孙小静一起的吗？他人呢？”赵文文回答道：“他可不会跟我们一起呢，人家可是有专车接送的。”专车接送？陈松有些不解，挠了挠头问道：“现在的主播的要搞这么大的排场了吗？”“什么排场啊？人家孙小静本来家庭条件就很好，压根就和我们不是一个级别的存在。”“啊，居然有这种事情？那他为什么还来我们这里做主播啊？”伴随着陈松的声音落下，开车的郑伯厚微微说道：“这还用说吗？人家这是在兴趣使然，不是为了钱的。”“哦，是吗？这跟若男的情况差不多吗？怎么说也好，反正孙小静跟我们就是不一样。郑伯厚，以后你自己得要好好想清楚了。”郑伯厚神情漠然回道：“知道了。”别说的我好像一个花痴一样。约莫15分钟的时间，车辆缓缓停泊到一处高尔夫球场入口，下车的众人略显吃惊：“不会吧，真的有人是来高尔夫球场办生日宴会的呀？”郑伯厚惊讶地说道。苏雨墨和赵文文两人昂首挺胸就踩着高跟鞋走了进去，陈松则是在原地等候着。“你怎么了？不进去吗？”郑伯厚问道。“我在等若男，他应该是这个时间过来的。”没等陈松说完，柳家的车辆缓缓驶来，其中领头的一辆车刚刚停下来，车门就被推开了。柳若男迈出雪白的大腿走下来，刚出来场惊艳了四周围的人。他穿着一袭蓝白色的礼服，脚下穿着黑色高跟鞋，雪白的大腿展露出来，瞬间让不少男人都将目光凝聚在他的身上。“陈松！”他下车的一句话就冲着陈松喊了起来。此时不少人的目光也落在陈松的身上，陈松似乎从这种目光中感受到一阵敌意，眼神慢慢低沉下来，接着说道：“不至于吧？”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后面的苏雨墨微微说道：“若男就是这样，如果不打扮的话，平平无奇，这一打扮瞬间就能成为全场的焦点。”“陈松，来了很久了吧？”“没有，刚刚来。”“你爷爷呢？”听到陈松这么问，柳若男当即就嘟起红唇，高跟鞋轻轻踢了陈松一下。“哎呀，你干嘛？”陈松吃痛往后退了几步。“你对我这一身没有什么评价吗？我可是花了1个多小时打扮的呢。”“好看好看。”“敷衍。”柳若男没好气的扭动了一下身体。而这个时候，刘老爷拄着拐杖就从车上下来，身后还跟着几个穿着黑色长袍的人，看起来估计是柳家的供奉，负责专门保护刘老爷的。“陈松，好久不见了。”刘老爷笑着走到陈松的面前，这让陈松感到有些压力，挠了挠头就问道：“刘老爷，最近我们不是刚刚见过吗？”“哎呀，瞧我这记性，
真是不得不服老了。爷爷，我带你一起进去吧。柳若男扶着刘老爷和陈松一同走进高尔夫球场。走进去后，这上万平方的草地看起来非常宽阔，两侧都有放置各种美食美酒的长桌，不少年轻人都在那边谈笑言欢。而另一边就是酒会，上了年纪的中年人都喜欢在那里三五成群谈论着各种事情。这次八筒尊的生日宴会几乎邀请了云海城的所有名流，尤其是后面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大家熟知的名人。看到这种热闹的场面，陈松等人都开始激动起来，只不过陈松自己却是没有什么激情。现在对于他来说，这种事情无疑就是在慢慢陷入了八筒尊的人脉之中。人怕出名，猪怕壮。八筒尊虽然是天上的太阳，但是越是靠近太阳的人就越容易被太阳说融化，所以陈松必须要尽量跟八筒尊保持距离。哎呀，刘老爷，你们终于来了，其他三大家族都在包厢等着你过去呢。八筒尊立即走过来打招呼。刘老爷拱手说道：八爷，祝你生日快乐。哎呀，我们都这年纪了，这些礼节就不要在意了，赶紧进去包厢吧。很快刘老爷就走进去了包厢。八筒尊这个时候也注意到了陈松，漫步走过来笑道：陈松，你跟你的小伙伴都来了吗？八爷都邀请我了，那我不来的话，岂不是不给你面子？第108叶家的人，我这面子值多少钱啊？八筒尊似乎也在对陈松抱有一丝怀疑的神色，只不过很快就说道：行吧，你也好好玩，不要跟我客气。正当这时，柳若男从包厢走了出来，这让八筒尊有些惊讶。若男怎么出来了？里面都是一群老东西在说着说呢，无聊死了。是吗？那刚好，我今天还请来了叶家的人，现在带你去见见。听到这句话，柳若男的眼神阴沉下来，转头看着陈松，突然说道：好啊，陈松也一起去啊。八筒尊感到有些奇怪，挠了挠头就问道：啊，陈松也要去？别了吧，叶家的人只想跟你见面。不要，陈松是我朋友，总不能把朋友放着不管吧。陈松没有说话，只是露出一丝难堪的神色。刹那间，八筒尊似乎感到有些无奈起来，紧跟着柳若男就说道：若男啊，那你可千万不要乱说话啊，叶家跟我们这边有很深的合作关系，放心，我不会牵扯到你们的。说完，柳若男就带着陈松走了过去。路上，陈松有些在意地问道：你主动要找他吗？这叫主动出击，证明我柳若男也不是一个服从命令的软柿子。陈松无奈叹了口气，可能现在我就成了那只软柿子了。别说丧气话，他们来了。没等陈松反应过来，一道高壮的身影连入他的眼眸。只见一个身高1米9几的高个子走过来，对着柳若男微微低下头。若男姐姐，你好啊。你好，请问你是？我是叶家的小儿子，我叫叶阳。陈松不禁苦笑了一声，这样太高了。你的爷爷呢？我想见见他。爷爷他刚刚进去包厢了，不过我哥哥倒是见见你。刚刚说完，一个穿着我西装的男人迅速走了过来，一把手将叶阳给推开，冷冷说道：怎么跟你未来嫂子说话的？要用敬语懂吗？这个穿作得体的男人正是柳若男1个月后订婚的对象，叶成林，叶家最大的儿子，是叶家的继承子。若男，我们终于见面了。叶成林很绅士地对柳若男鞠了一躬，紧接着伸出手抓住柳若男的手，轻轻吻在他的手背上。这种外国的礼仪让陈松感到有些迷惑。柳若男偷偷说道：这叶成林在国外留学了一段时候，很喜欢外国的一些礼仪。重阳，陈松直接翻了个白眼。然而这个动作却被叶成林看见了，下意识地对柳若男问道：若男，这位是？我朋友陈松。听到是柳若男的朋友，此时的叶成林似乎有些不屑，上下打量着陈松。这位不知道是那位公子少爷呢？他不是公子少爷，他是松子公司的老板。什么公司？叶成林冷笑了一声，摇着头说道：抱歉，我只知道前100强的公司集团，一些不上榜的基本上没必要知道。能够听出来这个叶成林的话语有些阴阳怪气，似乎一直在数落着陈松一样，这让柳若男听得有些不满，立即说道：那又怎样？没怎样，只是若男啊，交朋友也得讲究自身的情况，你是堂堂柳家大小姐，没必要跟这种三流集团的人士走得这么近。很显然，这句话就是在针对着陈松来说。不过陈松也是见怪不怪了，他也早料到这场生日宴会有很多意外的事情发生。想到这里，陈松下意识地叹了口气，即使是三流集团，我也跟若男是好朋友，这才能说明友情的珍贵。叶成林突然冷笑起来，摇着头说道：我怕这里面的友情对于你来说有点变质了吧？什么变质？
柳若男忍不住了，立即对叶成林说道：“叶成林，你别在我面前数落我的朋友。”看见柳若男生气了，这让叶成林瞬间就感到有些失望。明明跟自己是有订婚的约定的，现在居然敢帮着外人。若男，有些事情我还是要跟你说清楚。什么事情？我们两个是有婚约的，对吧？柳若男没有回答，双手交织胸前，颇有气势地看着他。然而，此时的叶成林却是满脸不屑，用同样的气势说道：“既然我们有婚约，我希望你离这些男人越远越好。”这句话让陈松都感到有些忍不住了。这些人仗着家里有些势力，就越加嚣张。然而，没等陈松开口，柳若男反倒是先开口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连交朋友也要经过你的同意？再说了，我们柳家虽然跟你们叶家有婚约，但说实话，这种婚约我可不会承认。”什么？不承认？两家人都商量好了，你凭什么不承认？那是他们的事情，跟我无关。看着柳若男越说越激动，陈松立即将他拉开，对着叶成林说道：“叶公子，若男的确跟你有婚约，但是结婚嘛，讲究的是你情我愿，你懂个屁！这是家族的命令，谁都不能改变。”听到这些话语，刹那间，不少人都纷纷围上来了，似乎一时间大家都想来这里找瓜吃。怎么了？哎呀，叶家的少爷跟柳家的千金吵起来了，中间那小子是谁？没见过呀。这个我也不知道，不过好像是柳小姐带来的。听到这些话，不少人都纷纷好奇起来。而这时候的陈松往后看了看，发现现场的气氛变得热闹起来。如果这事情真的闹起来的话，肯定会传入两家的耳中。行了，别吵了。陈松拉开柳若男，眼神难看的说道：“大小姐，你能不能收敛一点啊？”柳若男咬着牙齿，面色愠怒。我本来以为叶家的大少爷是个讲道理的人，没想到也是跟我父母那样老古董，真是太死板了。你也没必要跟他吵啊，现在反倒是更加难搞。叶家知道你不想结婚，肯定会把压力落在刘老爷那边，到时候刘老爷心脏病可是会犯的。第109冤家见面。听到这里，柳若男稍微平复了情绪，双手环胸，默默说道：“我也不想的。刚开始我也想着这个叶家少爷应该是个不错的人，但是现在看来，我更加不想嫁了。这场婚约，我毁定了。”刚刚说完，一位中年人缓缓走了过来，缓解气氛的说道：“怎么了？谁惹怒了我未来的儿媳妇了？”说话这中年人正是叶成林的父亲叶海森。叶叔叔，柳若男微微低头说道：“我那儿子惹你不高兴了？”叶叔叔，先声明一下，我不是你的未来儿媳妇，请你不要乱说。柳若男的声音很是认真，这让叶海森有点难堪起来。呵呵，行了行了，反正以后你都要嫁入我们叶家的，现在有点抗拒也是正常的，你们两个熟悉了就好。柳若男很讨厌这样，仿佛这群人都在随便决定自己的命运。好了，这里没有什么好看的了，各位散了吧。叶海森将众人轰散后，就将目光落在陈松的身上，但他没有开口，而是将叶成林带走。父亲，你也看到了，这柳家大小姐根本就不想跟我结婚。叶成林嚷了起来。你就别说了，刚刚你说的话也太过分了。什么过分？你也不看看，柳若男他在维护别的男人，这我能忍吗？叶海森眯起双眼，再次将目光落在陈松的身上，摸了摸下巴，说道：“这小子的确是有些可疑，不过想教训他的话，没必要我们自己动手。”哦，父亲，你有办法？那自然。说完，叶海森就直接对着后面几个穿西装的男人嘟哝了两句。另一边，陈松跟柳若男走到人工湖这边。呼，如果刚刚没拦着你，怕是你跟叶少爷打起来了。柳若男没好气的说道：“真是扫兴，这种男人一定不会嫁的。”陈松耸了耸肩头，摇了摇头说道：“你已经下定决心了，那这场闹剧不能这么快开始。现在你等同于打草惊蛇了，反正结果都一样。”就在两个人谈话的时候，突然两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走过来。“喂喂，小子，能麻烦你帮我们去那杯酒吗？”陈松愣了一下，用手指指了指自己：“我吗？你觉得我们会跟柳小姐说吗？”陈松眨了眨眼睛，摇了摇头说道：“抱歉，我不是服务生，你们想拿的话就在身后的酒桌上。”“什么？还敢违抗我们的命令？你小子活腻了对啊？”其中一个西装男走过去，掀起陈松的衣领，怒目圆瞪，浑身都散发出一股杀气。“喂，你们这是干嘛？”柳若男紧张起来。“刘小姐，这种臭小子不适合当你的朋友，这么嚣张，我们帮你教训一下他。”说罢，这男人就将陈松拉到众人的面前。
互相对视一样，嘴角泛起狞笑。各位，过来过来！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参加宴席的众人都纷纷凑上前，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位先生，他说要表演武术。什么？陈松当即就懵了起来，挠了挠头说道：我好像没有说要表演武术吧？有，你有。很显然，这两个人就是想看陈松出丑受苦。这一切都是叶海森安排的，所以他也出来说道：真的吗？这也太好了！大家快点掌声欢迎！啪啪啪，热烈的掌声响起，这让陈松更加难堪起来了，似乎被人耍了呀。这位先生，你想表演什么？哦，我想到了，你想表演金钟罩和铁布衫对吧？这容易，你先运功，我们两兄弟勉为其难帮你测试一下。这两个家伙就是想找个借口当着众人面打陈松，这一点其实陈松早就想到了。对于这种事情，他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淡然的，所以这次他也不紧张，深深吸了口气，就说道：真的表演吗？当然了，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来来，各位都看好了。刚刚说完，这男人就朝着陈松的腹部狠狠一拳打过去。哐！一道清脆的响声，陈松毫无反应，反倒是这个男人整个手都肿了起来。啊！陈松有些哭笑不得，说道：我还没说开始呢，你这家伙为什么腹部这么硬啊？陈松掀起衣服，竟然从腹部抽出一块铁板，微微说道：知道怎么回事了吧？哈哈哈！都是四周围的人都纷纷笑话起来，瞬间把笑点都击中在这个西装男的身上。哎呀，你家伙！另外一个西装男立即说道：大家别笑了，现在才算是正式开始。陈松右眼扫过这人的信息，瞬间就确认了对方是想攻击腿部，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呵！西装男突然袭击，眼看着要踢到陈松的腿，可没想到陈松立即反应过来，将腿挪。他用尽全力的踢击，瞬间将自己整个人都踢翻了。啪！他整个人都被踢趴在地上，整张脸摔得一块青一块子。哈哈！周围的人又开始笑话起来，而人群中的叶海森眉毛紧蹙，大口大口喘着气息。废物，两个废物！过了一会儿，这两个西装男都站起来了，眉毛紧蹙，浑身爆发出一股怒意，握紧拳头就对着陈松攻击过去，看起来是有几分气急败坏。陈松这种速度，陈松自然可以轻易躲开，但是他故意用手挡住这两拳，让自己位移到叶海森的身后。两个西装男再次攻击，这次陈松又也瞄准好时机，一个箭步就躲开了。啪啪，这两拳直接打在叶海森的脸上，瞬间将他整个人都击飞数米开外。这陈松是故意的，因为他刚刚右眼扫过众人的时候，发现了是叶海森派这两个家伙来找自己麻烦的，所以才会故意引诱这两个西装男攻击直接，看时机一下子躲开，让他们自作自受。哎呀，叶老大，你怎么了？这两个西装男连忙跑了过去，而此时的叶海森被这两人一人一拳打得不省人事。第110机巧之人，这一幕让人看的是惊讶不要，谁都没去怀疑陈松，毕竟陈松刚刚连手的都没动一下。正当这时，背后一道声音落下：怎么了？八统尊带着四大家族的长老们缓缓走了过来，刚刚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叶海森被打了。什么？八统尊连忙将叶海森扶起来，摇了摇说道：海哥，你怎么了？陈松这时走过来，笑道：他被这两位兄台打晕了过去，竟然敢打我海哥，你们两个是找死对吧？不敢不敢，我们是海哥的助手，刚刚发生了一些意外，所以才变成现在这样。说着，这两个西装男就凝视着陈松，从他们的眼中，陈松已经感受到一股怒意爆发出来了。真是没想到，海哥两拳就打趴了。这边的八统尊缓站起来，吩咐工作人员将叶海森送去房间治疗。陈松，你没事吧？谢谢八爷关心了，我没事。陈松耸了耸肩头，而后面的柳若男也跟着走过来，微微说道：刚刚那两个男人来找我们麻烦，所以 CIA 变成这样，是吗？若男啊，以后有话就好好说，最好就别动手。柳若男没好气的点了点头。好了，你赶紧进去吧，你爷爷叫你了。柳若男无奈叹了口气，紧接着跟着八统尊走进包厢。而此时的陈松缓缓转过头，似乎眼神一下子就低沉下来，跟着微微摇了摇头。哎，真是到处都是危险啊！本来他想着今天就随随便便过去就算了，没想到麻烦就跟着自己转。喂！一道粗犷的声音从他的身后传来。陈松转头一看，只见是高壮的叶阳。有事吗？叶阳呼了口气，眼中充满敌意。
说道：“刚刚我都看见了，你是故意的对吧？”陈松愣了一下，冷笑道：“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少装蒜，我都看见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对我父亲出手的对吧？你这句话就说的离谱了，我怎么就对你父亲出手呢？我又没有动手，你是没动手，但是你的动作我都记得一清二楚。”陈松愣了下，看来这个叶阳有几分本事，既然这样都被他看穿了，我警告你，从现在开始，你别跟若楠姐姐走得太近，要不然怎样？陈松冷笑着说道。眼前这个身高1.9米的高壮男生，看身材的话估计已经30几了，但是实际年龄却只有18，心智都还没成熟，所以陈松自然不会跟他客气，我会把你撕碎。这种威胁话语瞬间让陈松嘴角泛起笑意，摇了摇头说道：“好笑，我还得跟你客气？怎么，您想试试吗？我告诉你，在这里你就是一个贱民，捏死你比捏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这些话语似乎触碰到了陈松的怒点，只见他一步上前，下一秒做出来一个令人感到诧异的动作，啪啪啪，他当着众人的面前连续扇了叶阳，最后一巴掌是大力沉，直接将1.9米高的高阳重重跌倒在地上。轰！他跌在地上的声音惊动了在场的人，所有人再次走过来围观。然而这次主动权落在陈松的身上，刚刚这位先生找我切磋武术，大家不要误会啊。叶阳此时在地上用手捂住脸颊，咬着牙齿说道：“这真是难以置信，你敢打我？”陈松玩味的眼神看着他，冷冷说道：“我还敢杀了你，你要不要试一下？”这句话如同是一把锋利的刀刃架在叶阳的脖子上，瞬间让他整个人呆在原地。怎么，不敢说话了？陈松摇了摇头，紧接着说道：“白长了1.9米的身高了。”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无奈转身，妈的！这时叶阳反应过来，朝着陈松就是一脚踢过来。然而他不知道，其实陈松早就读取到了他内心在想什么，所以早就有了防备。当他的腿踢的瞬间，陈松连忙弯腰，这一脚直接踢在长桌上，啪！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众人都纷纷惊动起来。只见长桌的美食美酒都被一脚给踢翻了，而陈松这个时候就趁机喊道：“你怎么搞的？八爷的生日宴被你毁了！”什么？叶阳一时间有些懵逼。而这时候，响声惊动了包厢里面的几个老东西。刘老爷首先带着柳若楠走进出来，问道：“怎么了？”看见现场一片狼藉，刘老爷眨了眨眼睛，问道：“这是怎么回事？”陈松缓缓走了过去，笑道：“有人发疯了。”柳若楠眼神低沉下来，将陈松拉到一边，问道：“你的杰作？什么杰作啊？我感觉来到这里就变成了众矢之的了。”哎呀，你别的担心，还有我呢。没等陈松反应过来，前方再次响起一阵声响。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只见八筒尊和龙二走了过来，眼神非常难堪。刚刚踢翻长桌的叶阳只能像是一个做错事情的孩子，垂头丧气走到八筒尊的面前。八爷，对不起，这些是我不小心弄倒的。看见是叶家的小儿子，八筒尊自然不会跟他计较什么，立即变脸笑道：“是小少爷啊，没事没事，不就说一桌子吗？我再叫人多做几桌。如果是其他人打翻了这桌子，恐怕八筒尊早就见人给踢出去了，还会跟他客气。”而后叶阳目光凶狠地盯着陈松，恰好这股视线被八筒尊抓到了，他有些疑惑地走过来，对着陈松问道：“陈松，怎么每次出事都跟你有关系呢？”陈松耸了耸肩头，苦笑道：“这个我也不知道，如果八爷介意的话，我现在就可以退场。不，我只是说说而已，你不要当真，马上就要开席了，里面请吧。”陈松本来真是想离开的，但没想到八筒尊没有给他这个机会。陈松，我们进去吧。柳若楠走过来，下意识地挽住了陈松的手臂，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八筒尊有些在意起来。这里还有叶家的人，他们这样做无疑就是在火上浇油啊。八筒尊立即将两人分开，对柳若楠说道：“你爷爷现在正在找你呢。”第111柳若楠也有脾气。柳若楠听到是爷爷在叫自己，所以这件事情他也没有再去管了，转身就朝着里面走了进去。而陈松这边也刚好走进去，眼神一下子就低沉下来，因为这里绝大多数都是有宾客位置的名字，但他找了一圈却发现没有自己的名字。按照八筒尊的习惯，他不可能会忘记这些事情，估计是有人故意想着来针对自己，故意把自己的牌号藏起来了。陈松深深吸了口气，他并不着急，眼睛一下子就落在众人的身上。此刻的众人眼神而已，显得有几分当然。在他看来，这些人的内心都在想着七七八八的事情。
只有少数人是替八筒尊想着生日节目的事情，其中就有一群人是在想着自己的牌号的事情，估计就是他们将自己的牌号给藏起来了。这一群人正是叶阳和叶成林带头做的，目的就是让陈松尴尬，在柳若男的面前丢面子。但很显然，他们都没有做好万全之策，因为自己的座位如果没了，那必然会有一张桌子的位置是空出来的，自己随便坐下就行了。陈松随便看了看，正好柳若男的身边有一个空座位，正好就是叶成林的，这样反倒是更好。趁着他们想看自己笑话，陈松是3步并作2步往前走，柳若男还没反应过来，陈松就直接坐到他的身边，这让他感到有些懵逼，挠了挠头就问道：陈松，你怎么在这里？陈松很淡然地问道：我怎么就不能在这里？不是，这里是主席位，这个应该叶成林的位置才对啊。他说是就是吗？说完，陈松将这桌面上牌子丢在地上，一副理所应当的表情，这让柳若男有些震惊。没想到陈松还有如此霸道的一面。其实陈松也是释放出自己的怒意，毕竟自己从进来后，叶家的人就没有给自己好脸色看，那自己也必然不会让他们好过。喂，小子，你坐在我的位置上干嘛？叶成林和叶阳走过来，眼神有几分阴沉，似乎对陈松有不屑的看法。而后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戏谑起来，靠在椅子上，抬起手就说道：怎么？你怎么说这位置是你的呢？这里写着名字呢。写名字？陈松随便看了看，紧接着从地上捡起来，问道：是这个对吧？没错，赶紧给我放回去原位。随着这道声音落下，后面就有人突然走了过来。这是干嘛？知道现在快要开始了吗？八爷都要过来了。话音刚落，八爷就穿着大红衣服走过来，眼神显得特别的兴奋。怎么了？这么多人就开始热闹起来而来吗？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陈松立即抬起头笑道：八爷，您这次宴席是已经排好来宾的名字，大家都对号入座是吧？对啊。说到这里，陈松立即做出一个很失望的表情，摇了摇头说道：八爷，那这就是你不对了。听到陈松在责备自己，八爷显得有些不解，眯起双眼就问道：你这又是谈何说？这边的叶成林和叶阳也趁着这个机会指责陈松：姓陈的，你也太不注意礼貌了，现在可是我们八爷的生日，今天他的大喜日子，你居然还敢责怪他？对啊，八爷，让我看就不应该请这小子来的。八筒尊到现在还是一脸懵逼，不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过他倒是能看出来，叶家的这2个儿子都不喜欢陈松，他们在一起的话，必然会掀起一阵风浪出来。陈松下意识地呼了口气，紧接着说道：没错，八爷，既然你没心让我来的话，那早知道我就不来了。你可是个大贵人啊，怎么也用不着玩我这种小人物对吧？这句话陈松故意拉高了声音，让在场的众人都听得一清二楚。刹那间，不少人都纷纷走了过来，打算凑凑热闹。看着人数逐渐增加围过来，此时的八爷也要估计一下自己的面前，要不然在这种时候被人传笑话的话，那肯定就会影响自己的生意的。陈松，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弄得我好像得罪了你一样？陈松摊开手，一脸不屑地说道：我刚刚在这里找了一圈，却找不到写我名字的牌子，不知道八爷是忘记了，那是故意瞧不起我？怎么可能呢？八爷满脸无辜地说道：我肯定不是针对你啊，要知道我八爷做事一向都光明磊落，你这可不能胡编乱造啊。陈松笑了声，紧接着抬起手就说道：我可没有胡编乱造，不信的话你自己好好看看，这里到底有没有我名字的牌子。八筒尊深深吸了口气，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抬起手就喊道：各位，你们都找找看。众人开始在每张桌子寻找起来，而陈松则是抬起头，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因为他的右眼扫眼就能知道这里面没有自己的牌子。这还真没有，我这边也没有，我记得就摆放在这里的啊。当然没有了，陈松的牌子估计都被叶成林和叶阳给丢了。没有啊，八爷。一个手下气喘吁吁走过来汇报，陈松当即就抬起手说道：你看，我就说嘛，八爷，你对我有意见就直说，没必要在这种场合阴阳怪气我。在座的各位都是云海城有头有脸的人，没必要看我这种小人物的笑话吧。陈松的这番话瞬间让众人的表情都阴沉下来。而后陈松继续往后再看了看，随即便微微说道：我看就算了吧，既然八爷不想我留下，那我走便是了。其实陈松走不走对于八筒尊来说都是无所谓的，只不过如果陈松走了，那他的名声就会有点影响，毕竟他怎么说也是整个云海城的首富，现在却仗着身份来戏耍一个小角色，传出去也不好听。
八爷想到这里，立即喊道：“等等，这个，我承认这是我们准备工作的失误，但绝对没有看不起你。”哦，是吗？那请问我的座位在哪里？第112故意陷害。陈松说完，对着众人喊道：“大家都先回去座位，看看有没有空的座位。”众人也很配合地回到座位上。然而，让众人感到惊讶的是，全部座位都几乎已经被坐满了。八爷，你自己好好看看，全部座位都坐满了，没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还有什么好说的吗？八爷立即难堪起来，咬着牙齿说道：“可能是工作人员忘记拿椅子了，我现在就……不用了，这里的人坐满了，每桌13个，我的眼睛不瞎。”八统尊越来越难堪起来，立即转头对着后面的助手怒目圆瞪，质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助手脸色开始慌张起来，其实他跟叶成林和叶阳是一伙的，故意将陈松的座位和牌子收起来，这样的话，陈松就没有地方坐了。然而，他万万没想到，陈松居然会直接开闹，小小的角色居然有如此压迫的气场，甚至连八统尊都感到无可奈何。而后，陈松往后再看了看，眼神一下子就低沉下来，跟着嘴角泛起笑意说道：“行了，八爷不用这样假慈悲，我陈松虽然是小人物，但也有点尊严的。”说完，陈松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出去，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八统尊直接将助手揪出来，对着陈松说道：“陈松，你不用走，我这个助手的工作失误而已，我这边就处理了他。”这个助手听了后，立即就慌张起来了，一边求饶道：“不，八爷，你不要处理我。哼，出现这种低级错误，不处理你，留你有什么用？不，这不是我的错，是叶大少和小少的主意。”听到这里，所有人都将目光落在叶家2个儿子的身上。此时的叶老爷护孙心切，当即就抬起头喊道：“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是想着我们叶家会做这种偷鸡摸狗之事吗？”叶老爷，我说出来，你别生气。事情是这样的，叶大少和小少对我说，让我将陈松的牌子和椅子收起来。我本来是不想的，但是他们非要这样做，我也没办法。众人听了后，立即就反应过来，抬起头就说道：“原来如此，怪不得叶成林和叶阳刚刚在搬着椅子。话说他们为什么要针对陈松啊？哎呀，还用说吗？估计是嫉妒陈松跟柳若男的关系好，这2家人不是已经订婚了吗？这个不能轻信，也可能是叶家的一面之词。”听到这些声音，叶老爷的脸色难堪起来，怒然地看着旁边依然不知对错的叶成林和叶阳。此刻的2人眼神低沉下来，似乎对陈松的怒意更加明显了。这边的柳若男和刘老爷听了后，双目对视，略显一丝难堪之色。若男啊，